大景王朝，冷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王陆运这长子陆景亵渎天颜，品行卑劣，令查有武王府勾连叛贼，意图谋反，罪无可恕，判诛9族。陛下仁德，念在老武王曾领兵有功，且武王愿尽绞家财不养国库，特赦陆景不死，留下陆家一丝血脉，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陆景编入禁室房，永生为奴。一阵悠远的声音在陆景脑海中回响：狗皇帝，贱人，你们都该死！强烈的恨意之下，原本还在迷糊昏睡的陆景猛然睁眼，下意识怒骂出声。突然他一怔，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有些茫然。红色原木的房梁，透着阳光的纸窗户，复古风格的屏风，这一切都预示着陆景所在的地方不太像现代城市。这是哪里？正呢喃着，一阵记忆涌进他的脑海里。很快陆景就明白自己穿越了，而且穿越的对象还是一个古代宫廷里的太监。如今他所在的国度名为大景王朝。我擦，这也太惨了！陆景接收完脑袋里的所有信息，脸色非常难看。别人穿越不是什么一国之主，就是圣帝圣子、大族子弟之类的，再不济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而他成了一个太监。此外，陆景还发现前身的经历有点惨。前身原本是大景王朝异姓王，武王的长子，名字也叫陆景。陆景的老祖宗老武王曾经是大景的开国大功臣，一身武力已经登临武道绝巅之一，跟随太祖打天下，和太祖称兄道弟，大景大半的疆域都是武王打下的。大景立国后，老祖宗被封为武王，威压天下，是除了太祖之外整个大景最为尊贵的人。不过这已经是500年前的事了。如今的武王府已经没落，前身就因为在皇后出宫巡游时看到皇后的美貌，和身边人开口调侃称赞了几句皇后的外貌，就被皇后的密卫听到后上报，竟直接被找个理由说武王府勾连叛贼，意图谋反，然后给诛灭了9族，仅剩自己一个人，还被阉了后送进宫中当太监。从一个王族子弟，未来的武王继承人，沦落为宫廷太监，这是比直接杀掉他还要更让他痛苦的刑罚。皇后和皇帝这么做，可谓杀人诛心。这穿越也太亏了。陆景哀叹一句，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活不下去，选择成为了太监，那还能勉强接受，但前身娇生惯养，压根适应不了冷宫繁重的工作。自己之所以能穿越，也是因为前身平日里担惊受怕，不仅吃不饱穿不暖，刚进来还被人欺负，干的活还比其他太监多3、4倍，才把前身活活累死。昨夜一睡不起，然后便宜了自己。不对，这也不算便宜了陆景，而是在惩罚他。毕竟穿越成了太监，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事。系统，陆景突然呢喃出声。无系统不穿越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只是在陆景出声之后，空气一阵沉默。没系统，陆景心里一阵发凉。有系统一切都好说，但没系统那可就真要凉了。就在陆景心灰意冷之时，突然脑海中响起了一阵机械声，叮，气运掠夺系统为您服务。听到声音，陆景心头大喜，系统来了。系统，介绍一下自己。宿主，您只需要破坏敌人的气运，就可以掠夺敌人的气运，由此获得气运值，拿来抽奖获得奖励。破坏敌人的气运包括给敌人制造麻烦，让其所在势力衰落等等。总之，只要让宿主的敌人日子不好过，和敌人对着干，都能掠夺其气运，然后转化为气运值，可以拿来抽奖获取奖励。敌人的身份越高，气运越强，相应的，您可以从其身上掠夺的气运值就越多。系统会在您醒来后进行每日结算，结算您上一日获得的气运值。掠夺气运，有点意思。陆景听完系统的介绍，咧嘴一笑，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又有些泄气。他问，对了，系统，我这身体你应该清楚，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不然活着没意思啊。宿主不用担心，有了系统，你还怕这点小问题？自己检查一下吧。系统刚说完，陆景就感觉身体一阵异样，沉甸甸的。陆景狂喜，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修复了。他低头一看，我的乖乖，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啊，这底气太足了。他惊叹一句，心里非常满意。这个 size， 那个女人看了不迷糊，已经为宿主补足缺陷。另外，系统已经发放新手大礼包，点开个人面板即可查看。陆景点点头，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宿主陆景，年龄20，功法5，修为5，物品培元丹星号1，迷魂香星号2。培元丹、迷魂香。陆景看到物品栏的东西
顿时眼前一亮。物品后面有说明，培元丹服下后能瞬间就拥有10年的武道修为，而迷魂香可以令人致幻，只需要点燃后等半刻钟，就能让闻到香味的人陷入使用者创造的幻境中，而使用者能够免除迷幻作用。这迷魂香有意思，居然能让人致幻。陆景看到迷魂香的作用，顿时眼前一亮，这迷魂香绝对的好东西。培元丹也不错，服用1颗居然能让服用者拥有10年的武道修为，先服用它吧。这世界并非普通的古代世界，而是拥有着可怕的武者，强大的武者能移山断海，可怕异常。陆景的老祖宗老武王就是一位极其强大的武者，不过陆景前身只是一个纨绔子弟，天天只知道享福，压根吃不了习武的苦，因此从没有碰过任何的武道修炼。陆景心中一念，一枚丹药就出现在了他的手里，他吞下了丹药。陆景只觉得身体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身高瞬间增长了一些，原本的白斩鸡身材也瞬间有了8块腹肌，身体变得壮实。此外，一股暖流在陆景体内流窜，体内瞬间气血汹涌，气力大增。陆景有感，自己如今一拳就能打死一头虎豹。随后，陆景又调出自己的个人面板。宿主陆景，年龄20，功法5，修为五品武者，物品迷魂香星号2。这就是五品武者吗？陆景感受到体内的气力，不禁惊喜道。武者的等阶从低到高划分为9品、8品、1品、先天境、宗师境。陆景如今5品的修为不敢说多厉害，但在小地方至少也算个人物了。一些根骨不好、资源不够的武者一辈子都无法达到这个层次。当然了，在这强者齐聚的大景皇城里，5品武者也只能勉强算是中层武者。不过就凭陆景现在的实力，在这深宫之中也算有了一点自保之力，至少那些普通的太监和宫女根本没办法欺负自己了。果然有了系统，境遇就会大不同。陆景松了一口气。要掠夺敌人的气运，需要先破坏他们的气运。陆景忽然想到系统的要求，目前能被称为他敌人的人，除了那狗皇帝以及皇后，还能有谁？想到狗皇帝，陆景气得牙痒痒。前身原本有一个尊贵美好的纨绔子弟生活，能开心的混吃等死一辈子，如今全被狗皇帝和皇后那个毒妇给毁了。他年幼的妹妹才6岁，还那么小，那么可爱，被官兵拉走时哭得死去活来，哭喊着哥哥救我，自己无能为力。如今尸体还不知道被丢在那个乱葬岗，他父母多么的疼爱他，如今也全死了。其他几位交好的亲族好友也因为他的干系被投入大狱身死。虽然这些都只是前身的亲人，但是陆景接收了前身的记忆，这也算是他的经历。因此他对于狗皇帝和皇后有着无尽的恨意。狗皇帝，贱女人，给老子等着，以后有你们好受的。陆景在心中恨恨地想到。不过别说狗皇帝了，就算是皇后，以我目前的能力也没有机会去给他们找麻烦。陆景眉头皱起，掠夺气运需要破坏敌人的气运，给他们找麻烦。自己能在这冷宫里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哪有可能给位高权重的皇帝和皇后找麻烦？冷宫。忽然陆景似乎想到了什么，激动地问道：系统给敌人戴绿帽也算是一种破坏他们气运的行为吧？宿主，这是自然，一切对敌人不利的行为都可以破坏他们的气运，离间敌人和其妻女的关系也能破坏他们的气运。不过此类行为对皇帝来说，对气运的破坏不算很大，要想获得更大的气运点，您需要破坏他的统治根基。哈哈，那就好。陆景忽然笑出了声。既然如此，这冷宫里可都是狗皇帝不要的女人。狗皇帝不要，自己倒是可以帮他好好安慰一番寂寞的嫔妃们。毕竟他手上有系统给的迷魂香，化身狗皇帝，爬上嫔妃们的凤床宠幸他们，也别有一番趣味。至于说破坏狗皇帝的统治根基，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先从破坏他的家庭根基开始吧。嘿嘿，这岂不是说我可以当曹贼了？而且苦主还是皇帝。想到这，陆景都被自己的大胆想法吓了一跳。皇帝，九五至尊，天下共主，一言出天下动，掌控亿万人的生命，自己居然想去绿了他，想想都觉得刺激。要是给那狗皇帝戴帽子，就能破坏一些他的气运，那以后就好玩了。这后宫里虽然都是二手货，不过都是美女啊的冒泡的大美女，我也不亏。陆景心中荡漾，只是该从哪一位佳丽下手好呢？陆景又思索起来。后宫的嫔妃其实并没有3000那么多，所谓后宫佳丽3000只是一个形容词。如今大景后宫内的各类女人，如皇后、贵妃、嫔妃、贵人、才人、秀女，林林总总，一共也才500多人，并不是很多。只要有几10个腰子，还是很容易满足他们的。
而冷宫内大概就占了小一半，大概200来人。在这200多人中，陆景大可先选一个好下手的。他拥有迷魂香，只要能对那些妃子使用，那之后他们也就任由自己摆布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进入那些妃子的寝宫里点燃迷魂香。他如今只是负责帮嫔妃洗衣服、洗屎尿盆的太监，压根没机会接触到妃子们。陆景正思索间，门外突然有人重重的敲门：“小金子，你这狗奴才，太阳都晒到床头了，还在睡呢，滚出来把咱家的衣服洗了。”门外传来一阵尖利刺耳的声音。陆景走出门，看到一个面白俊秀、娘气十足的年轻太监正双手叉腰，拿着一根竹条在等候自己。陆景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记起了这人的信息：小贵子，苏贵人的贴身太监，冷宫长侍太监王公公的狗腿子。这人仗着自己在宫内有点资历和人脉，加上背后有王公公和苏贵人撑腰，平日里没少欺负前身，什么脏活累活都推给陆景，甚至连前身每月可怜的那么一点俸银也被他吞了。苏贵人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嫔妃，但好歹也是皇帝的女人。王公公虽然只是冷宫的长侍太监，却也有不小的权力。小贵子背后有这2人在，相比于陆景这种得罪了皇后的太监，背景不知道深厚多少倍。见到陆景走出门，小贵子抬起竹条指着陆景，厉声呵斥道：“狗奴才，睡到这个时候比娘娘们起得还晚，当自己是外面的大少呢。这段时间还以为你已经学乖了，没想到还是个刺头，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了。”说罢，他手里的竹条就要抽打过来，抬头之时，却见陆景一脸阴狠地看着他，眼中有汹涌的杀意。小贵子见此愣了愣，竹条停在了半空。他还没见过陆景有如何可怕的神情。即便陆景刚进宫那几天，他心里有恨，也不敢表现出来，任由自己欺辱，只能半夜抽泣。而如今看那眼神，仿佛只要自己敢下手，下一秒就会被陆景杀死。小贵子缩了缩脖子，强撑着说道：“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陆景继续凶狠地盯着他：“不想干什么？你有种就打过来试试。”说完，陆景又乐呵呵地笑道：“我忘记了，你还真是个没中的鸡飞蛋打的烟货。你狗奴才！”小贵子被说到内心的逆鳞瞬间被激怒，手里的竹条狠狠地扫向陆景。啪啪啪，巨大的击打声响彻在院子里，并不是陆景被打了，而是小贵子被陆景几巴掌拍的。陆景这几巴掌下手极狠，直接将小贵子打得鼻青脸肿，成了猪头，口鼻都溢出了鲜血，仰倒在了地上。狗东西，爷爷我给你脸了。陆景向地上的小贵子啐了一口唾沫，不屑道：“自己如今已经是五品武者，杀一个太监和杀只鸡没什么区别。要不是怕死人被追究责任，不利于自己的牛头人计划，他早就剁了这货。”小贵子被打倒在地，意识都有些模糊了，吐字更不清楚。下次再敢惹你爷爷，我直接剁了你。陆景说罢，一脚踹飞了他。小贵子被踢到墙角，直接昏死过去。陆景转身正想洗手，却见庭院外走进来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老太监。此人就是冷宫的长侍太监王公公。王公公见到庭院里昏死在地的小贵子，眼神一凝，看向陆景，正想骂出声，却见到陆景眯起了一个危险的眼神。“你这狗！”王公公见此，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他阅人无数，能看出眼前这个小太监的那汹涌的杀意。自己现在要是惹了他，怕是下场和小贵子差不多。自己来到匆忙，没带其他人来，只能先稳住他。王公公顿了顿，转移了话题，道：“胡贵妃需要一个贴身太监，这可是一个美差，要是被选上，以后就是胡贵妃的人了。小金子，你可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胡贵妃，陆景眸光一闪。胡贵妃真名胡妹儿，据说曾经是能和皇后扳手腕的女人，如今也是这冷宫之主。要是能先把她攻略了，陆景心思浮动，他拱手道：“小的愿意，麻烦王公公。”“无妨。”王公公摆摆手，带上行李，跟我来吧。等到陆景简单打包好行李，老太监转身离去，陆景跟在他身后。穿过一大片高墙大院，陆景随着王公公往胡贵妃的住所走去。陆景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很大的一片建筑群，居住的都是一些如今不受宠的妃子。这一片建筑群被统称为幽宫，也就是所谓的冷宫，皇帝几乎不会来这一片区域。居住在这里的嫔妃并不是长得丑或者身材不好，有些是因为犯事或者被家族牵连，有些单纯是因为被皇帝玩腻了，或者年龄大了被丢到这里任其自生自灭。毕竟再漂亮的女人，皇帝整天面对也总会有腻的时候，更别提皇帝身旁漂亮的女人无数，新人不断换旧人，能被宠幸一次都算是天大的恩赐。皇帝对嫔妃的新鲜感以月甚至以日为单位，要想久伴皇帝左右，
不是长得漂亮就可以的，最重要的是宫外有人。那些父兄是王公大臣或者掌兵大将的妃子，即便被玩腻了，也能有贵妃或者嫔妃的名头，有自己专属的宫殿，不会被发配到这冷宫里来。此外，真说起来，被玩腻后丢到冷宫还算好的了，毕竟再怎么说也算爬上过龙床，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帝的女人。一些身世不够显赫或者心思不够热络的嫔妃，长得再漂亮，身材再好，气质再出众，皇帝翻牌子时连看都看不到她的名字，一辈子都是个厨，等年龄到了就丢进冷宫里。这些女人在外界不知道能引动多少年轻俊才的追求和热捧，嫁给一些权贵子弟或者顶级商人都轻轻松松，但进了宫只能一辈子烂在这冷宫里，无人欣赏，无人滋润，然后慢慢老去。这也使得在这冷宫里的嫔妃们心里都有一股怨气，平日里也只能打骂宫女和太监出气。一路上，陆景能看到沿途的宫殿里那些身姿摇曳的美妙身影，这些冷宫里的嫔妃个个都美得冒泡，身材也很顶，只可惜没人能领略他们的美好的躯体以及寂寞的内心。放心，以后我来帮狗皇帝安慰你们。陆景看着那些美妙的身影，心中暗下决心。过了一会儿，陆景来到了胡妹儿的寝宫。寝宫名为太和宫，周围还有附属的宫殿群。在这冷宫里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宫殿群，可想而知胡妹儿的地位了。如果说皇后是后宫之主，那么胡妹儿就是这冷宫之主。当年皇后之位还未确定，热门人选就是这位胡妹儿贵妃和当今的皇后南宫婉。两人为了皇后之位勾心斗角好几年，最后由于南宫婉身世更胜一筹，皇后之位才归属南宫婉。胡妹儿惜败封位后，在南宫婉的运作下被贬到了这冷宫里来。此刻寝宫门口8个太监等候在外，陆景被王公公一同安排和那些太监站在一起，等待胡妹儿的挑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除了陆景，其他人太监几乎全都颤颤巍巍，身体抖动的厉害，仿佛在上刑场一般，只有陆景显得淡定从容不迫。娘娘，人到齐了，您挑一下吧。王公公恭敬地朝里屋喊道。屋内传出一道慵懒又柔媚动听的声音。随后在2位宫女的搀扶之下，胡妹儿从屋内走出，只是不经意地瞄了一眼，陆景就被她彻底惊艳住了。她青丝如瀑，皮肤白皙如雪，形状如同蝴蝶一般的精致锁骨，红唇嫣红如燕，挺拔的琼鼻搭配上俊俏的瓜子脸，五官可谓绝美至极。那双桃花眸仿佛能媚出水来，一颦一笑都有着无尽的魅意，诱人心魄。而衣袍之下是高挑浮凸的绝顶身材，这是一个如同画中走出的人物。这个女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引诱男人欲望的能力，一个天生的尤物。只是看了一眼，陆景就觉得体内邪火滋生。他原本有些傲气，不像其他人那么惶恐不安，但此刻他和其他人一样，躬身的几乎成了90度，就怕被人发现自己的异常。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眼前的胡妹儿，陆景只能想到了一个词来形容：长得很爽。尼玛，这狗皇帝不会身体不行吧？这么美的女人居然被他丢到了后宫，要是我恨不得。陆景想到狗皇帝居然如此暴殄尤物，不禁吐槽道：要是胡妹儿是他的女人，他怕是多少个腰子都不够用。就他吧。陆景正在心里歪歪，胡妹儿那充满诱惑力的声音突然响起。陆景抬头，却发现胡妹儿正的玉手指着自己，她狐媚一般的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整个人看起来完美极了。选了自己，陆景内心狂喜。今日胡妹儿选的是贴身太监，专门负责和胡妹儿的侍女一起负责胡妹儿每天的衣食住行等事务。一些需要力气的脏活累活，侍女们干不了，或者不想干，都由陆景来干。因此有时候他可以近距离和胡妹儿进行接触。要真能成了胡妹儿的贴身太监，以后对他动手就容易许多了。好，小金子，那你留下吧。王公公看了一眼陆景，眼神中有着不明的意味。而其他太监见选不到自己，都松了口气，看向陆景的眼神显得有些同情。是。陆景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注意到王公公和其他人的神情。其他人都走后，胡妹儿回到了寝宫内。胡妹儿的贴身侍女带着陆景来到太和宫附近的一处杂事房，这里是太和宫里其他太监干活的地方，也是他们住的地方。陆景今后的住所也在这里。杂事房内，4个太监正在此干活。又来一个，唉，不知道能撑多久。啧，身材倒是壮实，怪不得娘娘选他，被打了应该能比上一个撑得久一些，模样也不错，嘿嘿。见到陆景，几人议论起来。那侍女让陆景放下行李，给他一个中午的时间熟悉寝宫的情况，让他下午前往寝宫待命，随后离开了杂事房。你们几个过来给我捶捶背。陆景悠闲地坐到一旁的躺椅上，向那4个太监招招手。自己是胡妹儿的贴身太监，
负责和胡妹儿的侍女对接太和宫的杂事，也算是这些人的半个上司了。太监们面面相觑，这人什么情况？真把自己当大公公了？怎么，听不懂人话？滚过来！陆景语气愈发不善，这群狗奴才一点都不上道。嘿嘿，好小子，怎么，真把自己当大公公了？你不会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状况吧？给我一些碎银子，我就告诉你怎么才能多活几天。太监们走到陆景面前，将他围起来，一脸的戏谑，完全没把陆景放在眼里。哦，陆景抬头皱了皱眉，他似乎明白了，这贴身太监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好差事。什么状况？你小子不知道太和宫的情况？4个太监看向陆景，一脸的怪笑。砰！陆景一脚将自己脚边的太监踹飞好几米，疼得那人躺在地上嗷嗷直叫。不想死的就赶紧说。他看向其他3个太监，面露凶相。其他太监见此都露出惊恐的神情，于是恭敬地将事情一一托出。这么狠毒！一盏茶过后，陆景听完太监们的叙述，有些懵逼。原来这胡妹儿的贴身太监不是那么好做的，甚至可以说很难做。胡妹儿作为曾经的皇后候选人，如今被贬到冷宫，地位一落千丈，心中有怨无处发泄，把怨气都发泄到了手下太监们的身上。她完全不把太监和宫女们的性命放在眼里，特别是贴身太监，动辄打骂，要是犯了大错，直接就拉去砍头。其他嫔妃再残暴，一个太监也能用好几个月，但胡妹儿的贴身太监只能用6-7天，6-7天后就要换掉了。为什么换？因为都被胡妹儿下令拖走砍了。就这1个月，他已经砍了5个贴身太监，算起来陆景是老6，因此要做胡妹儿的贴身太监，需要处处如履薄冰，否则轻易就有杀身之祸。怪不得那些跟我一起被挑选的太监都们战战兢兢。还有王公公那老狗临走前表情有些意味深长，原来这差事含死量那么高，我可没学过怎么服侍别人，不会第1天就要被砍了吧？陆景有些欲哭无泪，原本以为贴身太监是一个香艳的差事，没想到危险系数这么高。算了，随机应变吧。陆景思索片刻，最终摇了摇头，多想无益。他身为无凭无者，又有系统，想来不至于落地成盒。要真第1天就被胡妹儿拉出去砍了，那他还可以强行用自己的实力将胡妹儿给说服。你们几个再给我讲讲这太和宫的情况。午时刚过，陆景就前往胡妹儿的寝宫门口待命。一旦胡妹儿有什么事吩咐，他的侍女就会转告陆景去办。狗奴才，这点事都办不好，拖！寝宫大殿内，胡妹儿愠怒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就是一阵鞭打的声音。娘娘饶命！娘娘饶命！随后一个太监的求饶声又从寝宫传出。陆景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朝里面看去，只见胡妹儿面色清冷高傲，拿了一根带刺的鞭子，把一个没穿上衣的小太监打得皮开肉绽，只能躺在地上嗷嗷直叫。乖乖，这女人漂亮是漂亮，但确实有点狠。陆景在外面看得心惊肉跳，这带刺的鞭子打到他身上，即便他是5品的武者，也有些心悸害怕。里面的小太监和他一样，是胡妹儿的贴身太监，只不过小太监负责站岗早上和中午，陆景负责下午和晚上。刚才陆景还在疑惑怎么没人和他交班，原来交班的太监正在里面挨打。鞭打持续了几分钟，里面的小太监被打得奄奄一息，又不敢反抗和躲藏，只能嘴里哼哼唧唧的求饶。而胡妹儿越打越兴奋，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红晕。滚！胡妹儿似乎打累了，柔媚的声音开口道。小太监如遇大赦，意识瞬间清醒，拖着血肉模糊的身子半爬半滚的出了大殿。喂，你怎么被打的？陆景拉住了扶着墙想要赶紧远离寝宫的小太监，开口问道。那小太监只想着赶紧回去擦药，懒得理会陆景，用力想要挣开，却怎么也挣脱不了。他正想出声谩骂，扭头见陈武身材魁梧，只能压下心里的怒火，心平气和道：娘娘这几天来月事了，心情不好，你可得注意点。我今天就只是因为娘娘午时过后餐盘撤得慢了一点，就被如此对待。那太监说完，一边哀嚎一边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撤盘子慢一些就要被打得半死。陆景愕然，这女人的心肠比他想象的还要毒辣，看来要尽快拿下她，不然她寂寞得太久，内分泌失调，脾气大，对谁都不好。为了冷宫的安宁，我愿意以身饲魔。陆景一直等到傍晚，寝宫内都没有什么动静，罚站了大半天一动不动，饶是他5品武者的体魄，腰腿都有些酸胀。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他正想回去，却见寝宫内有人走了出来。来人是胡妹儿手下的侍女。红儿姐姐。陆景恭敬的行礼。小金子，跟我来。红儿平淡的说了一句，转身离开。陆景心中一喜，要是今晚能进入胡妹儿的寝宫，
只要他找到机会，在寝宫内点燃迷魂香，就能对狐妹下手。是。来到寝宫内，里边飘荡着淡淡的胭脂味，装饰精美奢华，处处透露出女儿家的细腻和淡雅。狐妹刚沐浴完，裹着浴巾从浴池中走出，浴袍之下是隐约浮现的完美躯体，前凸后翘，腿完年，湿漉漉的头发垂下，更显得妩媚动人。那双魅惑的狐狸眼，简直能把人的魂魄都勾走了。小金子，你把这些东西扫好带出去。侍女活儿指着地上几个破碎的花瓶，吩咐道：这些花瓶一看就知道是被人特意摔碎的，应该是被狐妹儿拿来撒气时摔的。是。陆景小心翼翼地将碎片打包起来，期间他想找个位置放置迷魂香，但红儿一直在一旁监督自己，他实在是没法下手。就在陆景收拾花瓶碎片之时，某一时刻，在几个侍女的帮助下，在梳妆台前揉擦秀发的狐妹儿身上的浴袍陡然滑落，而这一幕刚好被抬头的陆景看到。只是能看到一个背影，陆景就觉得血脉喷张，面对这绝美的风景，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由于陆景太监的身份，狐妹儿依旧不紧不慢地继续擦干头发，侍女走过去给她披上浴袍，而陆景也一边收集花瓶碎片，一边偷偷瞄向狐妹儿。好看吗？突然狐妹儿清冷的声音响起，把陆景吓了一个机灵。陆景这才发现狐妹儿透过铜镜正冷冷地看着自己，他赶紧跪下磕头：奴才该死，只是娘娘您实在是太美了，奴才实在是忍不住才多看了几眼。哦，是吗？狐妹儿听到这话展颜一笑，笑得花枝乱颤，显得很是开心。陆景见此心里也是一喜，继续吹捧道：娘娘您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这宫里没人能比得上您，可惜我再美她也不会再看我一眼。狐妹儿神情变得哀伤，说罢她又突然道：脱了。啊！陆景一愣，狐妹儿穿好浴袍突然起身，清冷的面庞上充满了不屑，她以一副看垃圾一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冷漠地看向陆景：我是宫里最美的女人，这毋庸置疑，不过你这卑微的臭虫也敢用你那肮脏的狗眼亵渎本宫，是要打100鞭子，还是直接挖掉你的狗眼，你自己选。听到他这话，陆景心里一颤，这女人前一秒还笑意盈盈，下一秒就翻脸。下午那个小太监打了20-30鞭就皮开肉绽，自己要被打100鞭子，怕是得奄奄一息了。不过挨鞭子总比挖掉眼睛好，自己是五品武者，应该能扛住。他咬咬牙道：奴才选挨鞭子，请娘娘责罚。说罢，陆景脱掉了上衣，露出了他那壮实的身体，皮肤黝黑，肌肉壮实，整个人充满了男子的阳刚之气。陆景脱掉上衣后，原本冷漠高傲的狐妹儿突然一愣，眼前的小太监有着不同于其他太监的完美身材，肌肉线条扎实，体魄看起来孔武有力，高大威猛，一股属于男子的阳刚之气扑鼻而来。要知道，这冷宫里的小太监大多也就勉强能吃饱，因此身材大多都是瘦弱的白斩鸡，那些大太监平日里吃得满嘴流油，圆润肥胖，更是没有一个身材好的。即便是陛下才年仅32，前些年身材也有些发福了，但眼前的小太监不仅身材也非常好，外表也刚毅俊朗。一时间狐妹儿都有些看呆了，甚至不经意间咽了咽口水。他原本就不是什么冷淡的性子，而是热烈如火，奔放狂热。如今许久没经过人世，早已心痒难耐。不仅是他，其他侍女也都忍不住偷偷打量着陆景的身材。他们也都20上下了，在宫外这个年纪，孩子都能帮忙干农活，而他们却要跟着主子在这深宫里待上不知道多少个年头。他们平日里也都会私下交流有关男人的事情，甚至因为接触不到正常男人，反而对男女的事更加痴狂，谈论起来也都会不害臊。而贵妇在地的陆景此时还不知道狐妹儿几人的心理状态，只是感觉气氛有些凝重，心里还在担心一会儿的鞭打。狐妹儿自觉再看下去就有些失态了，她这才依依不舍地将目光移开。犹豫片刻，她还是道：红儿，把我的鞭子拿出来。她原本已经想着放过陆景一马，但又觉得失了威严，必须小惩一番。她在心里已经有了决断，只想争性地给眼前的小太监几鞭子。过了一会儿，名叫红儿的侍女从里屋走出，温声道：娘娘，鞭子已经断成了2截，奴婢去杂物房给您拿一根新的过来吧。说罢，红儿就要出门。算了，狐妹儿叫住了她，摆了摆手：不用麻烦了，本宫今天打累了，就放过这狗奴才吧。说罢，她又看了一眼袒露身材的陆景，低声感慨道：唉，可惜了。娘娘，您说什么？一旁的红儿疑惑地抬头：没什么。狐妹儿对着陆景挥挥手：滚吧。陆景内心一喜，松了口气，但同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这女人怎么突然放过了自己？不过不用挨打，肯定是好事。
他磕头请安后，迅速离开了胡妹儿的寝宫。红儿，再给本宫安排一次沐浴。啊，娘娘，您不是刚刚沐浴完吗？本宫让你去安排就去安排，废话什么？娘娘恕罪，奴婢这就去办。这女人阴晴不定，还真是难搞定。陆景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太和宫，叹了口气。刚才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点燃迷魂香，今天看来是没办法对胡妹儿下手了。算了，先放过胡妹儿，看能不能搞定其他嫔妃。陆景嘀咕一句，离开了这里。陆景在冷宫内游荡了许久，不经意间来到了小桂子的主人苏贵人的住所附近。这是苏贵人的住所。根据记忆，陆景认出了这里。陆景正想走进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却见几个持刀太监突然从一旁走出。你是何人？为何在此？可有令牌？领头的太监发出一连串的问话。陆景看到了他们衣服上刺着的2个字：东厂。他躬身行礼，回禀公公，小人是胡贵妃的贴身太监，第一天上任走错了路，这就回去。说罢，陆景把自己的腰牌奉上。回去吧。持刀太监看了一眼腰牌，摆了摆手。是。陆景恭敬的行礼，然后离开。到处都是东厂的人，看来不好办事啊。陆景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东厂太监，无奈的叹了口气。他刚才走了一圈，在几个宫门门口已经看到了好几波守卫或者巡逻的太监了。没有令牌，他根本没法进入那些其他妃子居住的地方。冷宫虽然不重要，但好歹也是皇帝女人住的地方，因此各处交通要道肯定需要有人护卫，不会让人轻易出入。毕竟即便是高10几米的宫墙，对于这世界的武者来说也能轻松翻越，因此必须派人守卫，防止宫外的盗匪或者采花贼入宫行不轨之事，让皇家失了颜面。冷宫里的侍卫自然不会是正常的男人，而是东厂里的太监。东厂里都是习武的太监，和大景的锦衣卫一样，权势惊人，高手云集。除了掌事的大太监以及有特殊工作的太监或者宫女，其他小太监只能在自己主子所在的宫殿群或者干活区域出入，其他区域几乎没办法自由出入。要想获得通往各个嫔妃寝宫的通行证，也只有成为掌事大公公才能做到。而掌事大公公据说又由胡妹儿指定，这么看来兜兜转转还是要先搞定胡妹儿才行。回到自己的住所，然后开始思索如何才能攻略胡妹儿。其实说起来也容易，只要能找到机会在他的寝宫里点燃迷魂香，那么之后他也只能任由自己摆布了。但自己就缺一个能在太和宫里独处的机会。他给胡妹儿候命都是在寝宫外候着，很少有机会进入寝宫，更别提有机会使用迷魂香了。算了，慢慢来，总会有机会的。陆景摇摇头。第二天一大早，门外稀稀疏疏的声音把陆景给吵醒了。叮，每日结算开始，恭喜您报答小贵子，获得气运值5。刚睁开眼，陆景脑海中就出现了系统的声音。陆景眼前一亮，对啊，小贵子也算自己的敌人啊。系统，现在能抽奖了吗？他问。宿主，抽奖需要起码10气运值。这样啊。陆景叹了口气。窗外继续传来其他人的交谈声。陆景的值班时间在下午和晚上，因此能睡懒觉，而其他人早就起床开始干活了。如今被人吵醒，不免有些恼怒。他推门走出房间，只见7、8个小太监正在一边洗衣服洗碗盆，一边高声交谈。那声音尖细无比，就像刀子划在金属上，听得陆景浑身难受。草泥马，一大早的喊丧呢。陆景狠狠地对几人喝骂道。众人循声望去，见是陆景，脸色一僵。他们都知道陆景力气大，而且性格凶悍，来的第一天就打了人。此刻看到陆景出来，都闭了嘴。陆景也睡不下了，他从一旁拖来几把椅子，对着几人招了招手，赶紧过来给老子按摩。几个太监面面相觑，脸上带着一丝怒气。他们还得干活呢，要是完成不了任务会有处罚，吃不了饭还是小问题，就怕被鞭刑。啪！陆景一巴掌直接将一旁的一个椅子拍烂。怎么，皮痒了还不滚过来？想让公公我给你们松松皮？陆景没必要对这些太监客气。前身印象里，宫里的太监心里大多都有些大病，在主子面前是摇头摆尾的奴才，私下脾气却非常差，经常虐待小宫女和刚进来的太监。你要是对他们客气，他们反而会瞪鼻子上脸。小金子，一个娘里吧唧的瘦高太监举些笑脸迎了上来，似乎想来打圆场。陆景瞪了他一眼，叫咱家陆公公，小金子是你叫的？那人尴尬的摸了摸鼻子。陆公公，我们这还没干完活，要是全去服侍您，我们这活干不完，还得连累您一起受处罚。您看。陆景点了点头。那行。瘦高太监一喜，却听陆景又道，不用一起来服侍公公我，来2个就行了，按累了再换其他人再过来。闻言，几个太监刚刚舒缓的眉头立马又苦了下来。
陆景没再理他们，自顾自地躺下。赶紧过来2个，否则等会儿有你们好受的。那瘦高太监有些威望，眼神指示了一番，2个太监立马走到陆景身旁给他按摩。陆景舒服地躺着，他除了需要应付狐妹儿，其他时间还是挺闲的，不用做什么脏活累活。当然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容易送命。休息到中午过后，轮到陆景换班的时候，他来到狐妹儿的寝宫外候着。没多久，侍女红儿从狐妹儿的寝宫内走了出来。红儿姐下午好。陆景笑着和红儿打了一声招呼，一脸的真诚和善。红儿诧异地看了一眼陆景，以往那些太监来到他们寝宫，大多都是颤颤巍巍，如履薄冰，不敢过多言语。这小景子经历了昨晚的事，居然还如此阳光开朗，倒是少见。他微微颔首，小景子，我看你阴线都还没变，难道是刚进宫没多久的？是的，红儿姐，我刚进宫才1个多月。红儿点了点头。果然，可惜了。他叹了口气，这么阳刚帅气的男人，也不知道为何就进了宫里当太监。不过既然进来了，他也懒得多问原因，毕竟知道了也没什么用。进了皇宫的宫女和太监，除非主子特许，不然这辈子只有当老的干不动活，才能有机会出宫，而这冷宫里的，即便主子愿意放人，也几乎出不去。红儿想到陆自己的未来，眼神忽然暗淡了下来。娘娘要去花园里赏诗词，你过来把娘娘书房里的御椅御桌搬过去。他甩下一句话，转身走进寝宫。好的。陆景跟着红儿来到寝宫的书房内，帮忙把一个红木椅子和桌子搬走。桌椅很重，由纯种红木制成，宫女们自然没力气搬，也没必要费力去搬，都是交给太监。2人穿过几道门廊，来到寝宫后边的花园。里边鸟语花香，种植有许多名贵花草，还有些假山流水。不得不说，这狐妹儿的贵妃身份就是高贵，即便在这冷宫里，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花园。陆景恭敬地帮忙把桌椅放到红儿指定好的位置摆好，然后退到一旁等候命令。没多久，狐妹儿就过来了。她穿着一袭黑色蕾丝长裙，显露出完美的身材，气质慵懒而妖媚。一张狐媚脸，烈焰红唇，妖娆的脸蛋异常的勾人心魄。狐妹儿，人如其名，果然如同狐狸精一样骚媚。陆景暗自啧舌，这女人太美了，即便以前身的阅历，都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女人，更别提现在占据这具身体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陆景，一个单身20几年的老光棍。如今见到如此极品美女，陆景顿时就心思浮动。侍女轻挽起狐妹儿的长裙，助她坐到椅子上，随后又拿出几卷宣纸。宣纸摊开，狐妹儿轻声念着上面的诗词。过了一会儿，她赞叹出声：曾学士不愧是新一代大儒，此诗果然文气十足。要是本宫也能写出这等级别的名诗骚词流传出去，说不定陛下能再将目光投向本宫。狐妹儿眼中忽然泛着一抹异光，在这冷宫中，除了这个方法，她实在想不出任何能吸引陛下的目光。太后热爱诗词，陛下投其所好，对有文气之人颇为尊重，每年都隆重地举办诗词大会，拔得头筹者不仅能被赏赐重才，还能被重用。要是自己今年也能写出一首好诗妙词，在诗词大会上流传开来，或许能让自己的名字再次在陛下面前出现，然后和陛下见面。只要能再见一次陛下，以自己如今的美态，估计陛下见了也得重新爱上。虽然知道这种可能性很低，但身处冷宫之中的狐妹儿愿意抓住一切机会，否则他就得在这冷宫里一直烂下去。唉，狐妹儿又想到了什么，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可惜本宫的诗词水准，他没有什么文采，赏诗的水平有，写出来的就不太行了。一旁听着狐妹儿自言自语的陆景，心中忽然有些感慨，当皇帝就是好，这么漂亮的女人，为了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可以说是费尽心思。连拿诗词吸引皇帝的注意力，这等想法都想出来了。狐妹儿又摊开几卷宣纸，上面都是最近几个月皇城里的热门诗词，他一一念出品味起来。陆景身为五品武者，耳力和目力非同寻常，即便狐妹儿只是轻声念出来，他依旧能听得见他的碎碎念。他听着狐妹儿念出的那些诗词，内心不禁有些鄙夷。这些诗词听起来也就那样，压根没有前世听到的那些流传千古的名诗名词那么惊艳。陆景待在一旁后面，时间久了，目光不自觉就投向狐妹儿那惊心动魄的身材和脸蛋。他很想移开目光，可是那身段太过于惹眼，让他实在移不开。看着看着，头颅不自觉就抬高了几分，目光灼灼的，显得有些大胆和放肆了。你在看什么？狐妹儿的声音轰然在陆景耳边炸响。陆景被吓得一个机灵，这才发现狐妹儿正冷着一张俏脸，扭头看向他，眼中杀意弥散。或许是自己看得太过于大胆，居然被他发现了。陆景心头一颤，妈蛋，自己差点忘记了，这不是在街上看美女，更不是在看抖音小姐姐，而是在看拥有生杀大权的贵妃。
昨晚本宫已经放你一马，今天你又用你那双恶心下贱的眼神看着窥视本宫，看来今天不挖掉你的双眼，你这贱畜是不会懂得规矩的。胡妹儿语气冰冷，眼神机遇喷火，妖娆的脸蛋上满是寒霜。陆景知道自己今天要是不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只怕真得被挖掉双眼。他立马跪了下来，娘娘恕罪，小人自幼喜欢诗词，刚才听到娘娘低声吟读诗词，有些听不清，就想着伸头看看宣纸上的诗词，欣赏一番。哦，胡妹儿嘴角一勾，面色依旧阴冷。你一个卑贱的阉人，能鉴赏得懂诗词？陆景一个现代灵魂，被他一口一个贱畜阉人骂得有些恼火，不过还是强压下心底怒意。娘娘，进宫之前，小人对诗词也颇有研究。颇有研究？胡妹儿的目光满是审视，她指着桌面上的宣纸，你给本宫说说这首词的妙处，能说出个一二，本宫可以饶你不死。看来今天要想活下来，得拿出一些真本事才行。陆景硬着头皮走了上去，看了一眼桌上的词，词名《秋思有感》，内容能看懂，但要说让自己鉴赏，他还真说不出太多东西。娘娘，这是一首抒情词。他言简意赅。胡妹儿满脸嘲讽，就这还要他说？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知道，毕竟标题已经说了。陆景继续道，不过这词小人觉得韵味一般，没有太多鉴赏的价值。胡妹儿愣了一下，然后就被陆景气笑了。这可是前几日全城大办才子汇集的浦原诗词大会上，大才子刘伯文刚出的新词，一时间风靡整个皇城，连太后听闻都赞不绝口。你居然说这词一般，你这是在侮辱圣后，如此大不敬之罪，挖你眼都是轻的，要是传出去，是满门抄斩的大罪。胡妹儿还想着看看这小太监能怎么糊弄自己，没想到他直接来了一句这词一般，没有太多的鉴赏价值。要说这诗要是没有鉴赏价值，那就是在打全天下人的脸了。难道他能写出比这首词还要好的词不成？一旁听到陆景这话的红儿等侍女，看向陆景的目光全都有些一言难尽。红儿心中更是有些感慨，原本以为这新来的太监挺机灵的，没想到居然才上岗不到2天就要被砍头了。红儿，把他拖出去，打死喂狗！胡妹儿看向陆景的眼神如同看向一个死人，他甩了甩手，不再理会。是。红儿心中叹了口气，转身就想离去找护卫。慢！陆景忽然出声，一脸的真诚。娘娘，小人真觉得这词一般，没有鉴赏的必要。呵。胡妹儿笑了，转过头一脸的戏谑，听你这口气，似乎很瞧不上刘才子的这一首词。既然如此，那你做一首比他的还要好的词吧。你要真写出比他的还要好的诗词，本宫今天可以放你一马。否则，胡妹儿那绝美的脸蛋显得阴毒无比，否则我让你千刀万剐而死。陆景心中凛然，拱手问道：娘娘，题材可有要求？胡妹儿抿了一口茶水，只要是抒情的就行。陆景思索片刻，上前一步，娘娘可否借一些纸笔？胡妹儿愣了一下，然后还是点了点头。陆景拿起桌上的纸笔，写下了一首词：武陵春，春晚。武陵春。胡妹儿见陆景真写出一首词，有些诧异，这词排名他还从未见过，难道是眼前这小太监自己写出来的新词排名？他瞥了一眼陆景自信的面容，读起了陆景写出的词：凤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是事休，欲语泪先流。读到这句，胡妹儿神色一怔，只觉得一股莫名的情绪在心底涌动。物是人非是事休，他又继续呢喃一句，不禁联想起自己的处境，想到自己当年如何风光，如今却失去胜券，被打入冷宫的下场，他眼眶微红。这是最符合他心境的词了。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胡妹儿读完，内心的情绪起伏不定。这词写得真好。他扭头看向陆景，面带审视和惊疑。这词是你写的？陆景微微一笑，然后拱手：启禀娘娘，这词是奴才我前段时间有感而发写出来的。身为穿越者，不拿前辈的诗词装逼，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胡妹儿点了点头，继续品味这首词。越品味，她越觉得这词相当不错，比刘伯文的那一首《秋思有感》要好上不知多少倍。没想到陆景没有吹牛，他真有水平，特别是这词符合他的心境，让他很有感触。就是他怎么觉得这诗给他一种女人写的感觉？虽然男人也有长发，需要梳头，不过在词里边写出来倒是少见。不过把这首词拿来当自己的作品，倒是非常适合。想到这，胡妹儿心中忽然有些欣喜。要是陛下能看到这首词，不知道会不会对自己起了怜惜之心。陆景看着在沉思的胡妹儿，知道自己今天稳了。他之所以拿出这首《武陵春》，就是知道这首词最贴近胡妹儿的心境，也能让他拿去给狗皇帝看。不过
期望狗皇帝看到一手好词就重新喜欢起自己，这女人有点想得太天真了。倒是自己可以借此找个由头，用迷魂香甲扮狗皇帝来冷宫看望他，然后在他身上狠狠报复这2天自己受的屈辱。当然，如果狗皇帝真因为一手词就来看望狐妹儿，自己倒是还能借他的光更加打消狐妹儿的疑虑，和他当一回同道中人。你这词很不错。狐妹儿放下手中的宣纸，忍不住开口赞叹，能写出这等词，文采不必多说，只是没想到这词居然出自一个太监。在狐妹儿看来，这词的水平能和历史上那些流传下来的名诗名词相媲美了。怪不得这小太监刚才敢看不起刘才子的新词，原来珍藏有一手好词。就这一手好词，若是流传出去，都能够让他被人称为大才子了。狐妹儿又不禁想到陆景那完美的身材以及俊秀的脸蛋，气质也不错。如此结合回来，就知道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家出来的人，此前可能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大户之家的子弟，如今当了太监，只怕里边会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想来和自己一样，也是经历了变故的可怜人，才能写出如此意境的词。想到这，他看向陆景的目光不禁柔和了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多谢娘娘的夸奖。陆景装出神情很是激动的模样，仿佛被狐妹儿夸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狐妹儿犹豫了一下，又问道：小金子，你这首词可有给其他人看过？陆景摇头，娘娘，除了您，小人从未给其他人看过。那就好。狐妹儿面露欣喜，她看向一旁的侍女，红儿，取100两银子过来。是。过了一会儿，红儿从寝宫内拿出一排银锭，狐妹儿拿过银锭递给陆景，语气威严：这首词本宫要了，以后不得对外说这词是你写的，这是本宫给你的赏赐。多谢娘娘，小人明白。陆景高兴地收下了狐妹儿的奖赏。他平时吃的和猪食差不多，100两银子能让他在这冷宫里好好的改善一下伙食了。这女人还挺大方的，她直接拿走自己的诗，不给自己钱，自己拿她也没辙。但她还是给了，给的还挺多。行了，退下吧。狐妹儿摆了摆手，继续品味起这首词的韵味意境。至于挖陆景的眼睛和千刀万剐什么的，自然是不需要了。陆景退到一旁。晚上等狐妹儿睡下，陆景才能回到自己的居所。累了一天，他来到膳房，值当的是一个肥胖的老太监正躺在太师椅上睡觉。这是周公公，是掌管这个专门给太监和宫女做饭的膳房的大太监。陆景没理他，走进膳房。灶台上摆放着几个瓷盆，里边只剩下一些菜叶和几片萝卜干，还有几个脏兮兮的窝头。这些原本是陆景的晚餐，如今都被人吃的差不多了。这就是宫里的规矩，来得晚了只能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不过有剩的已经很不错了。更多时候来得晚了连吃的都没有，只能自己出钱买。这冷宫里普通太监宫女的伙食都是素菜，加上一些硬窝头。陆景入宫以来还没能吃到过任何荤腥，不过比起外界那些饿死的百姓还是好上许多的，毕竟是为皇家干活的人。陆景走出膳房，推醒了周公公。老太监被人推醒，有些恼怒，骂骂咧咧地说道：小书生，桌上有饭菜，自己去热一遍，还想让公公我帮你热菜。陆景也不知道为何，这冷宫里的人似乎脾气都很差，张口闭口都是骂人的话。他拿出一些碎银子丢给周公公，淡淡道：我要吃饭，给我弄点好菜，记住得有鲫鱼白面馒头。陆景说完，转身就坐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他站了一天，此时累得很。哟，周公公接过银子，咬了一口试试成色，嘿嘿，好嘞。见是好货，他笑眯眯地走进膳房，给陆景准备饭菜。许久，周公公端出5个好菜和好几个白面馒头出来了。刚才陆景一下子就给他半两银子，这一桌子都不用1半的钱。陆景拿起筷子，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这具身体好久没吃肉了，此时荤腥入肚，强烈的满足感让他只觉得无比的幸福。陆景又叫周公公拿来一些酒，自己喝了起来。前身好酒，他此刻也想喝酒助助兴。几杯热酒下肚，陆景大口吃肉，吃饱喝足，他才回到自己的居所。刚进到院子，陆景顿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院子里多出了好几个陌生太监，看到陆景进来，全院的目光全都向陆景投射了过来。一些院子里的人露出看好戏的神色。小金子，你终于回来了。一道阴寒的声音响起。陆景循声看去，发现居然是小桂子。她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那双白嫩的脸蛋此刻还有些肿胀，目光如同毒蛇一般看向自己。这是来寻仇的。陆景笑了笑，还追到这来了？怎么昨天还没被打服？陆景没有理会小桂子带来的其他人的目光，自顾自地走到小桂子面前。小桂子被吓得立马逃到一个最近的太监背后，然后叉腰硬气了起来：小金子，你昨天敢打咱家，本公公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
小畜生，敢打小桂子公公，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几个小桂子带来的帮手立马挽起衣袖，一副要打架的模样。我可是胡贵妃的贴身太监，你们敢对我动手？陆景神情有些诧异，小桂子却是毫不在意道：切，胡贵妃的贴身太监不就是她的出气筒吗？本公公打你又如何？你以为你能像本公公一样能上床伺候？小桂子话说一半，意识到后面的话不能说，于是没有继续说下去。只不过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他这贴身太监是字面意义上的贴身太监，深受苏贵人的喜爱，不然小桂子也不会如此高傲，还能驱使好几个太监过来找陆景报复。给我狠狠的打，贵妃娘娘不会在意一个小太监的，别打她的脸，让贵妃娘娘看得心烦就行。小桂子一声令下，几个太监直接包围了陆景。砰砰砰，几人刚想擒住陆景，却反被陆景一脚一个，直接几脚全都给踢飞出去。小桂子直接看呆了。随后陆景走到颤颤巍巍的小桂子面前，一脸的戏谑：如何，还要让我付出代价吗？小桂子见到这一幕，已经腿抖如筛，欲哭无泪。他没想到他带来的5个帮手眨眼间就被陆景5脚就全踹飞了。陆景比他想象的厉害太多了。小金子，不，景公公，我刚才只是和你开个玩笑，公公你看在苏贵人的面子上，放我一马。此刻小桂子一脸的谄媚。呵呵，陆景笑了笑，你觉得呢？小桂子面色一僵，又咬牙道：能不能不打脸，咱家还要靠脸。啪，还没等他说完，陆景已经一巴掌拍在小桂子那还肿胀的脸上。小桂子被这一巴掌打得脑袋嗡嗡响，嘴脸带血翻倒在地。啪啪啪，陆景走向倒在地上的小桂子，又巴掌甩过去，直接把小桂子给扇晕过去。随后他看向一旁在看戏，此刻有些惊恐的其他太监，淡淡道：把这些来找事的全都给我扒了裤子丢出院子。说罢，陆景直接回到了屋里睡觉去了。其他同院子的太监互相对视一眼，不敢不从，见几人反正也都昏迷过去，于是就照做了。接下来几天，小桂子倒是没有敢再来找陆景的麻烦。陆景上次打了他一次，也只获得了一点气运点，聊胜于无。只能说小桂子的咖位太低，榨不出什么油水。另一边，胡妹儿对陆景再也没有肆意打骂，甚至有时候还会主动开口，邀请陆景点评一些诗词。陆景前世也是高考语文130多分的文科小学霸，随便应付起来还算能糊弄过去。主要是胡妹儿水平其实也就那样，也看不出陆景的真正水平。小金子，进来吧，有事干了。这天侍女活儿从寝宫内走出，是。陆景跟在她身后。这段时间陆景都没什么机会进入胡妹儿寝宫，每天的工作都是一些简单的体力活。不过还好，这几天没被打过，胡妹儿对她的态度好了不少。寝宫内，娘娘的床腿坏了，你随我们一起把这烂床抬出去，再把门外的好床抬进来。红儿指了指眼前的大红宽床，吩咐道。床边还有3位侍女正在等候着，不用麻烦几位姐姐，我一个人就行了。陆景笑了笑，哦，这床重300来斤，体积又大，你一个人能行？红儿诧异地问道。我进宫前学过一些练力的手段，有点力气，我这身肌肉就能证明。而且几位姐姐都是娇枝嫩叶，怎么能干这等粗活？我来就行。红儿被人夸，很是高兴，她掩嘴一笑，轻嗔道：小滑头，那行吧，你一个人试试，不行再叫我们。行，怎么会不行？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陆景拍了拍胸脯，小金子还以为自己是男人呢。另有侍女调笑道：忘记了。陆景讪讪地笑了笑，自己如今不仅是正常的男人，还是个大男人呢。随后他老实地去搬胡妹儿的大床，他5品的实力，抱起1-2千斤的东西都绰绰有余，更别提300来斤的东西了。果然他轻轻用力，床就被他抬起来了。哇，还真可以，小金子真厉害，以后的重物就都由你一个人干吧。哎，希望你能在娘娘手底下撑久一些。几位侍女见他轻松就能举起床，都纷纷惊呼出声。陆景将坏床搬出去，假装擦了擦汗后道：几位姐姐，我一个人干就行了，你们忙去吧。那行，就交给你了。随后几个侍女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陆景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神秘一笑，好机会。他将好床搬回去，随后看四下无人，替换掉寝宫内的檀香，将迷魂香点燃。看着悠悠的魂香在胡妹儿的寝宫弥散，想起胡妹儿那魅魔一般的脸蛋和身段，陆景不禁激动地握紧了拳头。随后他从容离开了这里。夕阳西下，陆景看了看天色，心情激动的几乎要站立。时间差不多了，他抬头看天，喃喃自语，走向太和宫。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今晚是一个不眠之夜。你说什么？陛下
今晚要在太和宫过夜。寝宫内，原本正在对着铜镜自爱自怜的胡妹儿猛然坐起，扭头不可思议地看向跪在地上的陆景。前些天，他通过一些人脉，付出一些钱财，让人将小景子写的那首《武陵春》以自己的名义呈到陛下面前，难道起效果了？是。陆景跪伏在地，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刚才陛下宫里的公公来报，说今晚陛下会来娘娘您这过夜，让娘娘您准备好。陛下真要在太和宫过夜？胡妹儿握紧了拳头，神情兴奋。3年了，自从3年前他争夺凤位失败，陛下就再也没再看过他一眼。他对此既气愤也无奈。帝皇的女人太多了，他在陛下的眼里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如今陛下又想起了他，此番要是能在陛下耳边吹吹风，让他将自己调回正宫，自己还是那高高在上的贵妃。可是曹公公怎么没直接向我通报？胡妹儿看向地上的陆景，皱了皱眉。陛下临幸妃子，这可是大事。按理说陛下身旁的大太监会亲自知会自己。那位公公说了，陛下想低调行事。刚才曹公公知道奴才我是您的贴身太监，也只是私下通知了奴才，让奴才禀告娘娘您。陆景撒起谎来，面部红心不跳。低调行事？胡妹儿一怔，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面容陡然挂满了寒霜，咬牙切齿道：是南宫婉那个贱人，定是他不许陛下见本宫，陛下才只能如此行事。这个贱人。胡妹儿越说越气。陆景见胡妹儿如此模样，不由得有些惊愕。皇帝就是好，被他随手抛弃的女人还能为他说话，皇后能管得了身为天下至尊的皇帝？这有些自欺欺人了。哼，我偏不会让南宫婉称心如意，今夜我定要让陛下记起我的好。胡妹儿打量着铜镜中的媚人心魄的自己，脸上挂着一丝迷人的微笑。自己早已不是3年前略显青涩的模样，如今丰腴饱满，陛下要是见到自己，定会走不动的。红儿，立刻准备放水，本宫要沐浴更衣。胡妹儿很是高兴，大手一挥，又吩咐道：还有赏银300两。他说的赏银自然是给陆景的。奴才谢过娘娘。陆景叩首，低着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耶！铜镜前，胡妹儿又再一次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妆容。今天的她装扮精致，头发盘成髻，髻上斜插着一对碧玉龙凤簪子，一袭紫黑色宫装，既高雅庄重又热辣奔放，再加上她那美艳的狐狸脸蛋，整个人的诱惑力达到了顶点。陛下怎么还没来？胡妹儿扭头看了一眼门外，期盼能看到皇帝的身影。如今她既紧张又兴奋，她已经遣退了寝宫内的所有人，只等陛下的到来。天色渐渐暗淡，胡妹儿等得有些焦灼，不时地望向大门口。奇怪，今天的熏香怎么换了？忽然胡妹儿目光看向一旁的熏香，不过还怪好闻的。她没多在意，继续等待起皇帝的到来，心情愈发紧张起来。爱妃。一直等到深夜，门口突然响起了一声熟悉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胡妹儿整个人都抖了一下。她转身见到了体态微胖的男人陛下。胡妹儿冲了过去，倒在了来人的怀里。爱妃，朕来了。陛下，您终于来见面了。胡妹儿泪眼婆娑，眼神迷离地凝望着陆景。此时的她早已没了白天那高高在上端庄高傲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女人。胡妹儿整个人都挂在陆景身上，右手盘在他的脖子上，左手在他胸前画圈，用一副娇媚可怜的神情注视着陆景，吐气如兰道：陛下，自从3年前臣妾来到这太和宫，您就从未来见过臣妾。臣妾每日每夜无不在思念陛下的龙颜，只是等来的只有失望。胡妹儿的语气中尽是幽怨，模样显得很是可怜。可陆景轻咳一声，这不是国事繁忙，一直没机会吗？陆景这话其实就是再放屁，再忙也不可能3年都不见一次。不过胡妹儿对此也不敢多问，只是又哀怨地看着他。陆景被他那副可怜又魅惑的模样搞得血液沸腾。他今天不是来谈心的。迷魂香只有3个时辰，也就是6个小时的时间。爱妃，长夜漫漫，我们歇息吧。第二天一大早，陆景猛然醒来，身旁胡妹儿还在昏睡。他昨晚凌晨才睡去，此时距离他睡着也才1个多时辰。想起昨晚的经历，陆景不禁揉了揉腰，他有些愣神。这位能和皇后扳手腕的女人，冷宫之主，极品尤物，被自己睡了。我居然真的给皇帝戴了绿帽子。陆景难以置信道：昨晚的一切如梦似幻，只有空虚的腰子表明了事情是真的。和贵妃私通，给皇帝戴绿帽，被发现了就是抄家灭族的死罪，但在巨大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想象的刺激感，还有巨大的成就感。嘿嘿，狗皇帝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后宫里居然有一个男人在帮他照顾自己的爱妃。陆景看着床上一脸泪痕的胡妹儿，心中升起了极大的自豪感。
什么九五至尊，天下共主，还不是要当自己的苦主？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往后还有更多的嫔妃能得到自己的恩宠。走了走了，见太阳已经隐约升起，陆景迅速起身离开，扶着腰，陆景回到自己的居所，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每日气运结算开始，恭喜宿主TR 大景帝王成功损伤其气运，获得气运值118点。注：若宿主以自己的身份请娶狐妹儿，将会获得更多的气运值，总共气运点124，可进行1次终极抽奖以及2次初级抽奖，或者12次初级抽奖。是否进行初级抽奖、终极抽奖？陆景一愣，系统这是什么意思？宿主消费10气运点，可获得1次初级抽奖机会，可获得初级奖励；消耗100点气运点，可获得1次终极抽奖机会；消耗1000点气运点，可获得1次高级抽奖机会。抽奖机会越高级，获得高级奖励的机会越大。原来如此，陆景点头，那就1次终极，其余的都初级吧。正在进行终极抽奖1次，恭喜您获得人物羽化田。羽化田，太监，先天巅峰大高手。羽化田，陆景看到奖励名字略微一愣，这个名字他熟悉，这位可是电视里西厂的厂工，他的那句先斩后奏，皇权特许，陆景更是耳熟能详。自己获得的奖励居然有他，而且他居然是恐怖的先天巅峰大高手。系统，奖励居然可以是一个人，还有他可是先天武者，会不会不听话？陆景担忧地问道。据说那权倾天下的锦衣卫指挥使也只是先天武者，和羽化田同品级，在江湖上先天武者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大高手，宗师强者不出，先天就是顶尖战力，能横压天下，以一敌千。至于宗师级的高手，那是传说级的人物，很少会露面。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五品武者，可没有信心能镇住一个先天大高手。宿主，本系统给的奖励包罗万象，给人也只是常规操作。此外请放心，本系统所给的人100%对宿主忠心耿耿，不会因为任何问题而反叛。这样啊，陆景点点头，松了口气。先天的大高手要是不听话，那还不如不要。不过既然他完全能听自己的话，那可就赚大发了。能使唤先天的大高手，自己以后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攻略狐妹儿，自己不仅能犒赏自家兄弟，还能获得这么大的奖励，简直比白嫖爽多了。正在进行初级抽奖，恭喜您获得物品培元丹星号1。培元丹服用后可获得10年武道修为。恭喜您获得物品碧云桃星号10000。碧云桃，小孩嗝屁套。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陆景脑海里响起。陆景看到自己抽到的东西，嘴脸微抽。最有用的莫过于那个培元丹，不过碧云桃是什么鬼？好吧，碧云桃还有点用，虽然自己办事时不怎么想用。果然是抽奖，全看运气。这同一级别的抽奖，奖励的价值差距也太大了。先服用培元丹，提升一下修为。抛下心绪，陆景服下培元丹，一阵暖流贯穿全身后，他打开了个人面板。宿主陆景，年龄20，功法5，修为4品巅峰武者。物品迷魂香星号1，碧云桃星号10000。追随者羽化田，先天武者，气运值4。此时个人面板上多出了追随者一栏，不过陆景的注意力被修为那一栏给吸引了。才4品巅峰，陆景见修为只提升了那么一点，不禁有些惊讶。之前他服用一颗培元丹，直接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5品武者，而如今只提升了1品，看来修炼到最后，实力提升困难程度超乎我的想象。陆景感慨一句，不过他也并不担心什么，4品巅峰的实力在这冷宫完全够用了，而且他有系统，只要不断攻略嫔妃，获得的奖励很快，估计就能将他培养成强大的武道高手。随后他又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羽化田的作用，放在我身边保护我，这没必要。武力方面，目前这冷宫里我只要好好苟着，应该还没人能威胁我，放在身旁也是浪费，而且也没办法给他安排身份。陆景转念一想，羽化田的本质是西厂的大当头，他更大的作用是掌控权力。要是他能掌控东厂这种暴力机器，那我在整个大景也算有了自己的根基，对付狗皇帝以及皇后那个贱人也更有了底气。他很快有了决断，不如放他出宫，让他去东厂做卧底，看能不能彻底掌控东厂，让东厂为我所用。说干就干，陆景将羽化田召唤出来。很快，一个媚而不妖、气质阴柔的男人出现在陆景面前。主公，他单膝跪地，恭敬道：羽化田，
你出宫去，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掌控东厂或者锦衣卫之类的权力机构。是。羽化田点头。哦，对了，你能出得了皇宫吗？陆景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主公，皇宫进来难，出去倒是相对容易一些。奴才我有一门敛息的秘法，只要不主动暴露实力，而且其他区域不敢说，前出冷宫问题不大。那就好。陆景松了口气，去吧。羽化田的身形陡然消失，收获满满啊！安排好羽化田，陆景想到自己不仅睡了贵妃，睡后还能获得了这么多奖励，不禁咧嘴一笑。这日子太舒服了，自己以后随便攻略一个妃子，岂不是能把她当成经验包，随便刷奖励？想到这，陆景心中欣喜不已。系统，只要我能睡掉任何一个皇帝的妃子，都能获得这么多的气运点吗？宿主，要想通过睡贵后宫的妃子获得更多的气运点，是有条件的。首先，被睡的妃子身份越高贵，越受宠，对皇帝的气运影响更大。睡一般的秀女对皇帝的气运影响并不大。其次，同一个贵妃睡得越多，对皇帝气运的影响越少，您获得的气运值越少。最后，被睡的后妃越倾心于你，你获得的气运值越多。系统一一为陆景解释。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有些遗憾。果然没这么简单，看来自己随便找个妃子刷气运值的计划泡汤了。50，胡妹儿才从睡梦中醒来。陛下离开了。见身旁已经没人，他情绪先是有些低落，但回忆起昨天的一切，他那绝美的脸蛋又有些发烫。昨晚的陛下好厉害，以往的陛下只能说一言难尽，但昨晚许是陛下太久没有宠幸本宫了，看来陛下对我还是怀恋的。胡妹儿痴痴一笑，只要陛下还留恋自己，那他就还有翻身的可能。若能重回贵妃之位，他也要让南宫婉尝一尝在这冷宫守身3年的滋味。陆景悠闲地躺在椅子上，一旁的2个小太监正在给他按摩。接下来该攻略谁呢？他在心中想到了这个问题。冷宫中的后妃200多人，先开发谁还真是个难题。首先就是要足够漂亮，毕竟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家兄弟。其次是身份要够高，最好是贵妃级别的，这样奖励高一些。最后嘛，最好找那些见过景帝的嫔妃。最后这个要求，陆景有自己的考量。迷魂香的作用是创造幻境，让自己在其他人眼中是自己想成为的那人的模样。他要攻略嫔妃在幻境中的形象，那只能是景帝。那些没见过夏皇的嫔妃，自己化身景帝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疑心会更重。反而那些见过景帝的嫔妃更容易相信自己就是景帝。先打听一下有哪些嫔妃地位比较高，见过景帝，然后再下手。陆景心中盘算道。他正想着，门外突然传来几声脚步。小金子，进来可好？王公公带了2个体格健壮的小太监走进来，看到陆景，公鸭嗓一样的声音响起：托公公您的福。好得很。陆景只是瞥了他一眼，平淡道：自己不仅好得很，还把胡妹儿给睡了呢。看来跟了胡贵妃确实过得很好，都学主子们让人服侍了。王公公看了一眼给陆景按摩的2个小太监，阴恻恻地说道：公公可有何事？陆景头也不抬地问道。这老狗当初肯定知道当胡妹儿的贴身太监不是什么好活，但还让自己去，可想而知没安什么好心。虽然他是这冷宫里的长侍太监，但自己一个4品武者，没必要给他好脸色。而且他这长侍太监的位置估计很快就要易主了。昨夜陆景用景帝的身份和胡妹儿提了一嘴，可以把他的贴身太监小景子提到长侍太监的职位，这样以后自己过来可以直接对接小景子，让他告诉胡妹儿何时需要准备。不过不知道胡妹儿有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王公公见陆景态度如此散漫，神情也愈加变冷，道：没事，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说完他甩了甩手，带人离开了这里。切，老狗，我又不是你老婆，来看我干嘛？陆景对着老太监的离去的方向吐了一口口水，突然他眯了眯眼。这老狗之前先是让小桂子欺压前身，导致前身活活累死，后来又把我送进胡妹儿的寝宫，让我处于险地。今天过来似乎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被胡妹儿搞死。我和这老狗无冤无仇，他为何非要搞我？陆景眸光闪烁，想到了一种可能，难道他是受人所托？想到这，陆景不禁联想起前身被抄家灭族的事。前身的父亲可是王爷，如果只是因为口嗨了几句皇后就被抄家灭族，还扯上什么反叛的罪名，那属实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这背后或许还有什么力量在推波助澜。算了，这是等羽化田攀登高位之后再让他去调查吧。太和宫一处花园里，胡妹儿端坐在一个石桌上，正在百无聊赖地品茗吃糕点。而在她对桌坐着一个脸蛋和身段都不输她的绝色女子。女子身段高挑，气质端庄温婉，有大家闺秀之范，一身浅紫色华服，
脸蛋清丽如月，眼神顾盼生辉。女子优雅地品了一口茶水后，看了一眼胡妹儿，风铃一般的声音开口道：“姐姐，你今天好像很不一样了。”哦，胡妹儿愣了一下，绝美的脸上浮现一丝微笑，然后好奇道：“怎么不一样了？”那女子想了一下，道：“姐姐今天的精气神都变得焕然一新了，以往眉目间满是玉气，愁眉苦脸的，如今却尽是喜色和满足感。这状态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荒地被人施肥浇灌，重新焕发了生机一般。”呸！胡妹儿轻啐了女子一口，羞涩道：“你这妮子说什么呢？姐姐，我说的是实话，你现在的状态确实像是一个丈夫出远门刚归家时的少妇。”对面的女子笑了笑，胡妹儿有些脸红，眼神躲闪道：“或许是前几天家里来了信，信上说我那已经70的老妇心大的小妾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我对此有些高兴，解了玉气吧。”这样吗？女子一怔，然后点了点头，那确实是个好消息。女子叹了口气后又摇头道：“姐姐，你还能有家人的信息？我父兄和其他亲族皆被流放，生死不知，我又在这冷宫里一辈子都没了希望。我宁愿当初不要入宫，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妇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也比现在好上百倍。”女人说到这，神情哀伤。她名叫夏晴岚，原本身份比胡妹儿还要尊贵，是前右丞相之女，入宫后就被封为贵妃。后来父亲犯事，被流放千里，而她也被牵连，被贬至冷宫。她和胡妹儿是这冷宫里唯二的贵妃，两人身份差不多，脾气相合，处境相似，因此平日里时不时就在一起感慨境遇，抱团取暖。如今关系情同姐妹。兰兰，胡妹儿开口想安慰，却不知从何安慰起，毕竟自己的处境似乎和她也差不多。昨晚陛下虽然刚刚宠幸了她，但是也没提把自己调回正宫的事，自己没醒，她就走了。红儿姐姐，这位娘娘是谁？陆景指了指和胡妹儿坐在一起的绝美女子，好奇地问道：“哦，这位是夏晴岚，夏贵妃，你刚来，不认识她不奇怪。这可是我们娘娘的好姐妹，几乎隔2天就和娘娘谈心。夏贵妃可是前宰相的女儿，要不是夏大人垮台了，连皇后娘娘也动不了她，她也不可能来这冷宫。”胡妹儿的侍女活耐心给陆景解释道。这些天下来，陆景凭借俊朗的外表以及能干的身手，和他们几个侍女相处得非常好。夏贵妃，陆景直勾勾地看向夏晴岚，这女人各方面都符合他的要求，既有贵妃的身份，人又长得非常漂亮。此外，她行为举止优雅高洁，身上那股大家闺秀的端庄和温婉气质，让陆景很是着迷。她和胡妹儿的气质完全不同，两人可谓一水一火，要是能将两人一同拿下，陆景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夏晴岚走后没多久，胡妹儿将陆景叫进了寝宫。娘娘，陆景躬身行礼。胡妹儿点了点头，美目一直在陆景身上打量。昨夜和陛下行事之时，陛下中途居然还提到了他，提议自己让这个小太监做冷宫的长侍太监。刚才他回味昨晚的事，才想起这件事。这小太监除了外貌不错，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优点，居然被陛下注意到了。不过既然陛下开口了，他肯定要照办。而且就算陛下不说，他也有这个想法。要是没有他的那首诗，陛下怎么会想起自己？只怕自己还得独守空房好几年。底下见胡妹儿不说话，陆景也不敢催促，就这么一直僵持着。不过他猜测，应该和自己昨晚用景帝的身份提议让自己当长侍太监有关。果然，胡妹儿开口了：“小金子，你可愿成为这幽宫的第2位长侍大公公？”第2位。陆景一愣，看胡妹儿这意思，王公公的职位他并不打算撤掉。陆景也不好多说什么，他立马装出一副激动的模样，跪伏在地，感恩戴德道：“奴才愿为娘娘肝脑涂地。”胡妹儿点点头，又道：“宫里的杂事你可管可不管，不想管就把事交给王公公处理。只是有件事你要特别上心一点，要是宫里的太监，特别是陛下身边的大公公过来，一定要立即通知本宫。”胡妹儿所谓的宫里，指的是冷宫之外的正宫。是，下去找红儿领令牌吧。奴才告退。太和宫外，终于成了这冷宫的长侍大公公了。陆景拿着胡妹儿给的身份令牌，满意的笑了笑。有了这个身份令牌，以后他出入各大嫔妃的寝宫可就容易了许多。那么他的宠幸后妃的目标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实施。等待他的将是上百个任君采摘的寂寞嫔妃的准备补肾了。他感慨道。陆景漫步在冷宫之中，有了长侍太监的令牌，他可以随意出入整个冷宫，非常方便。一些巡逻的东厂护卫看到他都会恭敬的行礼。此时一处较小的宫殿内，小桂子正躺在床上，身旁一个面容清丽身穿华服的女子在给她脸上擦药。好了，再敷2天就不肿了。女子开口宽慰道。
小主，那小畜生打我，您可得帮我做主啊！小桂子声音尖锐，哀求道。女子脸色平淡，她是胡贵妃的贴身太监，我怎么帮你出头？小主，她虽也是贴身太监，不过胡贵妃似乎只是把她当作出气筒来肆意打骂，不像我们之间的关系。想来要是您……苏贵人挥挥手，面色不耐地打断了小桂子的话。你自己找她麻烦，胡贵妃确实懒得理会，只会当成奴才之间的小矛盾。但要是我亲自出面，就是我僭越了，意味着欺负到她头上。她是贵妃，我只是贵人，即便是在冷宫里，也是身份有别的。无论胡贵妃如何看待那人，只要我出面了，她都得帮那人出头，你可明白？小桂子恍然大悟，小主，我明白了。苏贵人笑了笑，摸了摸小桂子的脸蛋。不过，你放心，你是我的玩具，他敢肆无忌惮地打你，还打你脸，那就是在打我的脸。等有机会，我会找他算账的。嘻嘻，小主您对我最好了。苏贵人寝宫外，陆景躲在房门外，听着里边的动静，冷冷一笑，还想报复我？只怕等小桂子知道自己如今是冷宫的掌事大太监，得跪下来求自己。他原本只是想着凭借掌事大太监的身份牌到处走一走，走到苏贵人的寝宫，看到没有任何的护卫和宫女，就想着前进来看看苏贵人的姿色如何。没想到刚好碰到小桂子和苏贵人的私通，不过他对两人的私通倒是不觉得奇怪，太监们之间也早传出了有关两人关系的猜想。其实宫内这类太监和妃子的私通有很多，毕竟宫里的妃子都是年龄大高的正常女子，都会有需求，没有男人只能找太监了。特别是这冷宫里更不讲究，更肆无忌惮，毕竟早就没了被皇帝看上的希望。陆景转身刚想走，却忽然停下了脚步，他脸上露出一抹贼贼的笑容。他看了一眼周围，捡起墙壁底下的一块砖头，走回门口。砖头冲破纸窗，砰！啊！房间里立马就传来男人的痛呼声。陆景闻言愣了一下，他循着声音，凭着感觉丢进去，居然真给他打中了。他直接快步走开寝宫。苏贵人的房间里，小桂子躺在床上哀嚎不已，她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此刻头上鲜血直流。苏贵人看着床上的砖头，面色异常的难看。他扭头看向那丢进来砖头的窗户。谁干的成为了掌事大太监，陆景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处庭院，倒是不大，但是周围没人，非常安静。伙食也变成了有荤有素，有汤有饭的4菜1汤。庭院里的石凳上，陆景坐下，大口吃着肉，喝着酒，非常安逸。过了一会儿，膳房的周公公带着一瓶酒走了过来。公公，这是上好的百花酿，是小奴专门孝敬给您的。他一脸谄媚，恭敬地递过来一坛酒。他知道陆景已经晋升了掌事大太监，专门过来巴结讨好。陆景淡然一笑，指了指桌上的酒碗。周公公心领神会，立马给陆景倒酒。我问你一些事，你知道的都告诉我。陆景抿了一口酒，问：这幽宫里有多少个贵妃？公公，只有2位，胡妹儿胡贵妃以及夏晴兰夏贵妃。周公公热络道。陆景有些诧异，陛下后宫几百人，怎么被贬到幽宫的贵妃只有这2位？公公，您有所不知，后宫几百人能坐上贵妃之位的只有区9个人。这9人要么天香国色，艳丽天下，要么背景深厚，即便陛下不喜欢了，也不会贬到幽宫。也就胡贵妃和夏贵妃的情况比较特殊，这才被贬来这里。周公公解释道。陆景点了点头。然后呢？幽宫内还有哪位妃子的地位比较高？周公公狐疑地看了一眼陆景，觉得有些奇怪。陆景都是胡贵妃钦点的掌事大太监了，怎么还需要去巴结其他主子？不过他也没敢多问，沉吟片刻后，一连点出几个名字：玲珑宫的秦妃，素云宫的洛妃，培圣宫的，他们原本都是宫里的大夫人，要么是因为年纪大了被贬过来，要么是因为得罪人。大夫人也就是妃嫔级别的妃子，比苏贵人还高一个头。陆景点了点头，挥退了周公公。周公公走后，陆景吃饱喝足，让负责伺候自己的小太监给自己烧水洗澡。没错，以陆景如今的身份，已经能配备一个专门服侍自己的小太监。等小太监烧好水，陆景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前他所在的院子洗澡都是在集体大澡堂，他害怕暴露自己的长处，因此一直没有洗澡，身上早就黏腻不是好几天。如今终于有机会洗澡了。洗完澡，陆景躺在大床上休息。一大早，陆景就来到了太和宫。此时太和宫内几个太监站在庭院里等待胡妹儿的挑选。陆景成为了掌事大太监，自然不需要再做贴身太监，因此需要换一个人替他的工作。陆景察觉到一道目光正向自己投来，他扭头看去，只见王公公那双阴翳的眼神正在打量自己。小金子，别以为成了掌事大太监就真能和咱家平起平坐了。王公公轻蔑一笑，咱家可是内务府钦点的大公公，
你只是娘娘的奴才。他今天可得杀杀陆景的锐气，否则这小杂碎仗着娘娘的宠爱，还真想牛气上天了，也不知道这奴才是怎么讨得胡贵妃欢心的，居然被直接点成了大公公。不过他是正儿八经的有品阶的大太监，名字挂在内务府的名册上，和陆景这等靠着胡妹儿身份提起来的人可不一样。老东西，我们不都是为主子服务的奴才吗？怎么做几年大公公就当自己也是主子了？陆景毫不客气对道。这话前几天就是王公公拿来说他的。王公公面色阴毒，狗奴才，咱家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如此牙尖嘴利呢？哼，我倒是一直知道你这条老狗一直很狗。王公公何时被人如此羞辱？此刻一张老脸愤怒的都有些扭曲起来，指着陆景大骂：小杂碎，得罪咱家，别以为贵妃娘娘就能保得住你，咱家想弄死你方法多的是。王公公，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本宫，还想伤本宫钦点的人？忽然一道声音从寝宫里传出，胡妹儿冷着脸从寝宫里走出。王公公拱手行礼：娘娘，您误会了，老奴只是给这小子提醒一二。胡妹儿满脸嘲讽：本宫的人需要你来提醒？王公公丝毫不慌，只是低头道：那是老奴僭越了，还望娘娘恕罪。胡妹儿随手指了指一旁的一个太监：就他了，带着其他人滚吧，老奴告退。王公公躬身再次行礼，转身时瞪了陆景一眼，然后带着人离开了太和宫。胡妹儿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面沉如水。狗奴才，他骂了一句，又看向陆景：随本宫进来。寝宫内，啪！胡妹儿满脸怒意地摔烂一个茶杯。狗奴才，狗奴才！要是本宫还是贵妃，一定把他千刀万剐。胡妹儿显然是被王公公刚才的态度给激怒了。刚才王公公看似对他很恭敬，但却是心口不一，很是敷衍。自己要还是正宫里的贵妃，他胆敢如何对待他，自己定要他好看。但现在自己被贬到冷宫，虽然那狗奴才不敢正面给自己脸色，但是确实也不怕自己。他是内务府钦定的冷宫长侍大太监，确实有些权力。明面上冷宫的长侍大太监是由他负责指定的，不过要是内务府那边找理由推脱个几年，他也没办法。而且据说王公公背后还有朝廷的大人物站台，此外他还能走出冷宫前往正宫，而自己要是没有皇命，只能待在这冷宫里一辈子。娘娘，您消消气。陆景等他发完脾气，才凑上前给他倒了一杯茶。胡妹儿想到陆景，这才脸色稍缓。要是陆景能写出更多好的诗词，他凭借诗词能再引起陛下的注意力，直到能让陛下把他调回正宫，那就再好不过了。陆景是他唯一的希望。小景子，胡妹儿忽然看向陆景，眼神炽热。奴才在，陛下临幸本宫，你功劳很大，你还想要什么奖励？奖励？陆景眼咕噜一转，客气道：为娘娘分忧是奴才的职责所在，而且娘娘让奴才我成为长侍大公公，已经是很大的奖励，奴才不敢再索求什么。胡妹儿满意的笑了笑，一双媚眼在陆景身上打量。这小太监倒是会做人。他摆了摆手：你的长侍大太监职位是陛下赐给你的，本宫赏罚分明，你既然立下大功，自然也会给你相应的奖赏。无需推脱，说吧，想要财物还是其他东西，本宫都可以给你。能要你的身子吗？陆景心中暗自想到，自从前天开了荤，他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些按耐不住，有些蠢蠢欲动，无比渴望。如今再看到胡妹儿这骚狐狸，想到他那晚的疯狂，心痒难耐。当然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他思索了一下，道：娘娘，小人想学武，不知娘娘可否赏赐给小人一些武功秘籍之类的东西？学武？胡妹儿一愣：你这个年纪还怎么学武？我听说武者都是从小修炼打基础，呼吸方式都和平常人有所不同，16岁之后再学武就很难了。陆景沉吟片刻：娘娘，小的我只想试试，进宫后我曾被人欺辱，如今想学点本事防身。那行吧，我托人帮你找一找。胡妹儿皱眉点头，要是钱财还好办一些，直接给就行。武功秘籍他还得托人去找，不过想到陆景的作用，他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对了，以后王传福那老东西要是对付你，你就和本宫说，本宫帮你出头。你是本宫看中的奴才，有事我一定保你。胡妹儿想起了刚才王公公对陆景的威胁，提醒道：王传福也就是王公公，奴才谢过娘娘。陆景叩首感谢。还有，午后夏贵妃要来找本宫探讨诗词，你也一起来吧。夏贵妃？陆景眼前一亮，终于有机会在这位贵妃面前露脸了。是。陆景点了点头。下午陆景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前往太和宫。此时红儿已经在寝宫门口等着他。红儿姐姐。陆景笑着打招呼。
被陆景这么一个大帅哥称自己为姐姐，红儿有些脸红，不敢多看陆景。陆景自从服用培元丹后，身上的气质愈发的阳刚强横，对红儿这等少女眼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陆公公，您是大公公啊，叫我红儿就好。红儿羞涩的低下头。如今陆景已经是长侍大太监，按理来说职位已经比红儿还要高。陆景笑着点头，然后和红儿一同走进寝宫。红儿，我问你点事。路上，陆景忽然开口：公公，您说，你可知夏贵妃有什么爱好？红儿以为陆景只是想巴结交好夏晴岚，并不觉得问出这个问题有什么奇怪的，于是道夏贵妃平日里喜欢高雅之事，比如诗词和书法，您要想送礼，可以选择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他跟随红儿来到花园里，胡妹儿此刻正在和夏晴岚享受下午茶。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许多卷宣纸。姐姐，这首七律是大学士曹林的最新作品，据说太后看了都称赞是难得的好诗。夏晴岚指着桌面上的一首诗对胡妹儿说道。胡妹儿看了一眼，随口点评道：倒是不错。看到陆景过来，她微微一笑，介绍道：兰兰，她就是我和你说的小景子。小景子给两位贵妃娘娘请安。陆景行了一个礼。夏晴岚淡淡的点了点头。刚才胡妹儿已经和她说过，有一个小太监写词的水平很不错，等会儿可以让他过来一起谈论探讨诗词。虽然夏晴岚性子温润，比胡妹儿更好说话，但尊卑意识总还是有的。让一个卑贱的太监和自己一同论诗词，他总觉得有些不合适。不过既然是胡妹儿叫来的人，他也不好意思拒绝。胡妹儿见夏晴岚对陆景的态度有些平淡，知道他是不清楚陆景的本事，有些看轻他，于是笑着道：兰兰，你出个考题，让小景子写首诗吧，请娘娘赐题。陆景知道这是自己给夏晴岚创造良好印象的机会，因此也比较期待。虽然自己有迷魂香，也能随意出入整个冷宫，不过迷魂香不多了，只剩一个，他很珍惜。他更想通过其他途径拿下夏晴岚，比如直接用魅力征服她。毕竟系统说过，让狗皇帝的女人变心，对她的气运伤害更大。如此一来，自己能获得的气运点也更多一些。可以。莫婉晴点了点头，她看了看桌面上的宣纸，红唇轻启。曹学士的这一首诗，据说是给天香阁的花魁倩儿姑娘写的，你也给我写一首诗吧。陆景也看了一眼桌面上的那首诗，是夸赞女人美貌的诗。他沉吟片刻，道：东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闻言，胡妹儿和夏晴岚眸光同时一亮。好诗。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这才多久，陆景居然就做出这么一首好诗出来。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小景子，你这句诗很不错。胡妹儿赞叹道。陆景笑着道：娘娘，这首诗不仅是我送给夏贵妃，也是送给您的。两位贵妃在奴才眼里都是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绝世佳人，这个形容词好。胡妹儿显得很是高兴。要是这首诗流传出去，只怕以后美人的形容词都要变成绝世佳人和倾国倾城了。夏晴岚也微笑颔首，表示认同，看向陆景的目光满是好奇。一般太监面对他们都唯唯诺诺，可不敢如此和他们说话。这小太监虽然也表现得颇为恭敬，但却不怯场，倒是有点意思。娘娘，您再给奴才出一题吧。陆景趁热打铁。胡妹儿也看向夏晴岚。夏晴岚思索了一下，道：你写一首表达忧愁的诗吧。他被贬入冷宫，父兄皆被流放不知所踪，因此心中整日都很忧愁，想看看陆景能不能写出能表达他内心愁意的诗词。忧愁，陆景想了一下，娘娘，我以前写有一首表达愁意的词，您看用词代替诗是否可行？也行。娘娘，我能写下来吗？可。胡妹儿看向一旁的侍女。红儿，备纸笔。是。过了一会儿，纸笔过来了。陆景握笔写下了词牌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胡妹儿和夏晴岚互相对视一眼，皆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疑惑。这词牌名怎么都没听说过。两人都是贵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自然都是基本功，但都没看过这个词牌名。陆景继续往下写：春花秋月何时了，故乡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毕，胡妹儿和夏晴岚看着宣纸上的文字，都震惊得无话可说。绝顶好词，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念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胡妹儿和夏晴岚品味着这一句话，良久都说不出话来。这词写得太好了，好的让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娘娘，如何？陆景出声打破了两人的沉默。夏晴岚长出一口气：你这首词写得很好，能算得上流传千古的名词。多谢娘娘夸奖。陆景高兴地拱手行礼。
夏晴岚看向胡妹儿，由衷感慨道：“姐姐，你手下这小太监确实厉害。”胡妹儿闻言，仿佛与有容焉的昂了昂头，然后又从一旁取出陆景那天写的武陵春新词：“兰兰，你看这首词也是小景子写出来的。”夏晴岚看了一眼那首词，品味一番后，看向陆景的眼神更加震惊。这小太监的才华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2首词都很暗合他如今的心境，让他无比的喜欢。他再看向陆景，那衣袍之下是壮硕魁梧的身材。这小太监长得倒是不错，才华也好，不知道为何成了一个太监。兰兰，要不你把小景子这一首新词递到陛下面前吧，或许能让陛下重新想起你。胡妹儿犹豫片刻后，给夏晴岚出了一个主意。上次她就是因为陆景的新词，才重新获得了陛下的恩宠。虽然没能把自己调回正宫，不过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夏晴岚是她的好姐妹，她也想夏晴岚能恢复贵妃之位，如此一来，她在后宫里也能有一个对付皇后的助力。夏晴岚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姐姐，先不说陛下会不会因为一首词就考虑重新恩宠我等，就算会，妹妹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勾心斗角的后宫里去了。我全家皆被流放，只怕如今都已经死在各地，我已然不想再面对陛下，只想着在这幽宫里安静地度过一生。家族覆灭，他已经心如死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是他的灭族仇人。那好吧。”胡妹儿叹了口气，她原本还在考虑要不要把陛下前2天刚恩宠过自己的消息告诉夏晴岚，如今既然夏晴岚不想再回后宫，那她也就没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她了。接下来，夏晴岚又给陆景出了几道题，陆景一一写出几首自己脑海中还不错的诗词来应付，倒是没有再拿出那些千古名诗名，不然就有些过火了。3人的谈论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2位娘娘都不再把陆景当成奴才，而是当成一个与他们处在相同层次的才子。一直聊到接近傍晚，陆景才从胡妹儿的寝宫离开。姐姐，你手下这小太监在诗词方面果真厉害。夏晴岚看着陆景离去的背影，忍不住赞叹。胡妹儿抿了一口茶水，笑着道：“厉害吧？文采确实斐然，而且长得俊俏，很有男人味。要不是知道他是太监，本宫都以为他是个真男人呢。”夏晴岚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像的太监，身材不像，声音也不像。或许是因为刚进宫，声音还没开始变化。原来如此，今天表现得很不错。走到公道上，陆景想到自己今天的表现，咧嘴一笑，很是满意。离开之时，夏晴岚看向自己的目光甚至显得有些尊崇，看来自己给她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女人对狗皇帝没有了什么期待，我或许真能搞定她。陆景有些庆幸自己没有第一时间用迷魂香装成狗皇帝去享用夏晴岚，毕竟夏晴岚对狗皇帝不像胡妹儿一样期待，没有皇宫里其他大太监的通知，自己贸然过去睡她，只怕会让她起疑心。而且既然夏晴岚甚至都不愿意回正宫当贵妃，自己或许真有可能正面攻略她，让她乐意当自己的女人。如此一来，获得的奖励或许会更多，也能节省宝贵的迷魂香。夏晴岚那绝美的面容和超绝的气质浮现在陆景的脑海中，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把她斩落身下，陆景只觉得未来可期。正走着，陆景前方的公道忽然走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华服的美丽女子，身侧是一个面白脸俏的小太监，身后还有一个侍女跟着，是小桂子和苏贵人。对面的苏贵人和小桂子也都看到了陆景，小桂子瞳孔一缩，有些怯懦地往苏贵人身后挡了一下。苏贵人见此，有些奇怪地开口问道：“怎么了？”“主子，他就是小景子。”“是他。”苏贵人怔了一下，这才将注意力放在陆景身上。刚才他远远见陆景穿着太监服，没太在意，此时一看，顿时愣住了。这小太监好俊，而且和小桂子不是一种俊。小桂子有些柔美，像个娘们，好看是好看，但是在这算是女人味的深宫里，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久了甚至有些厌烦。但眼前的小太监却不一样，身上的阳刚之气扑鼻而来。他身材高大威武，孔武有力，完全不像太监，倒像是锦衣卫里的那些武夫。苏贵人不禁咽了咽口水，冷宫里出现这等极品太监，这谁顶得住？他3两步走到陆景面前：“你是小景子，见过小主。”陆景面色平淡地对着苏贵人行了一个礼。他现在是掌事大太监，地位虽然还是奴才，不过实际的权力比他一个贵人还要大，因此也不必对他太过于尊敬。苏贵人对此倒没在意，因为他的目光一直在陆景身上游走，他越看心里越是喜欢。这小太监实在是太合他口味，只是简单看了陆景几眼，他就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欲火。“小景子，你可愿做我的贴身太监？”苏贵人突然语出惊人。一旁的小桂子原本以为苏贵人急切上前是想要给自己出气，
脸上带着轻蔑的笑意，想看陆景的笑话。但此时听到这话，彻底懵逼了。小景子做苏贵人的贴身太监，那自己怎么办？主子只见了小景子一面，就变心了。另一边，陆景也有些发懵，这女人居然想让自己做她的贴身太监。要是以前，他或许会同意。毕竟作为妃子，苏贵人长得确实很漂亮，属于在前世能被称为女神的人物，能和她负距离接触一晚，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想到苏贵人和小贵子已经搅和在一起，他立马就对苏贵人没了兴趣。娘娘，小贵子语气可怜地摇了摇苏贵人的手臂，一脸的哀怨。您让他做您的贴身太监，奴才我怎么办？苏贵人轻轻地瞥了小贵子一眼。我已经玩腻了，回杂役房干活吧。什么？小贵子脸色煞白，有些难以置信。要是自己回到杂役房，先不说凭他现在这小胳膊小腿的身板会不会累死，就算累不死，只怕这些年他凭借苏贵人的权势欺压的那些太监一定会找他算账，到时候他估计得被他们活活折磨弄死。想到这，他内心惶恐不安起来。他猛然看向陆景，咬牙切齿道：你这小浪蹄子，你居然敢勾引我主子！说罢，他也不顾之前被陆景揍得头破血流的教训，直接冲过去，张牙舞爪的想抓花陆景的脸。要是陆景没了这双脸，主子就看不上他了。谁知他刚靠近陆景，砰！陆景猛然出腿，直接将他踹飞好几米。小贵子躺在地上哀嚎起来：狗东西，娘里吧唧的，给老子滚远点！陆景满脸的凶狠。苏贵人身后的侍女见此，脸色煞白。苏贵人却是把目光投向陆景的大腿，满眼欢喜。小景子，气你已经出了，考虑的怎么样？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贴身太监，我会亲自和贵妃娘娘申请把你调过来，你以后就不用再挨鞭子了，甚至会获得不小的权势。苏贵人面带笑意，一脸期待，丝毫没有在意地上哀嚎的小贵子。在他看来，陆景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毕竟成为他的贴身太监，不仅能脱离胡贵妃的魔爪，还能凭借自己的权势一跃成为这冷宫里的红人。陆景一脸淡然地看向苏贵人：小主，我如今已经是掌事大公公，做不了您的贴身太监。什么？苏贵人的笑容僵了下来。你现在是掌事大公公？陆景点头，拿出自己的令牌。小主，贵妃娘娘前天已经把我封为幽宫的掌事大公公。苏贵人看着陆景的令牌，这才让确认他真成了掌事大公公。怎么会？苏贵人咬牙，很是不甘。这么帅气阳刚的小太监，他刚想收进自己的寝宫，如今居然成了整个冷宫的掌事大公公。如此一来，陆景的权势甚至可以说比自己还要高。没什么事的话，奴才我就走了。陆景朝着地上哀嚎的小贵子又猛猛地踹了一脚，然后离开了此地。小贵子见陆景走了，挣扎着从地上起来，向着苏贵人的方向爬去。小主，既然那小景子不想当您的贴身太监，您就继续让奴才我当您的贴身太监吧，我以后一定更加卖力，让您满意。小贵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看起来委屈极了。苏贵人嫌隙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陆景离去的背影，面色有些难看。不会吧，这小子前几天不还是胡贵妃的出气筒，怎么如今就成了掌事大公公？难道胡贵妃也看上了他？该死的，要是我能早几天看到他就好了。苏贵人呢喃自语。时间还早，陆景没有直接回自己居所，而是在冷宫里闲逛起来。他有大公公的令牌，能自由出入整个冷宫，本身又是4品巅峰的武道能人，翻墙什么的非常轻松，于是想着趁着夜色，想着去检阅一番冷宫里那些大夫人的姿色。很快他来到了玲珑宫外，这是嫔妃秦其韵的寝宫。看了一眼周围没人，陆景翻墙进入寝宫里。此时已经天黑，陆景根据亮光来到秦其韵的房间门口。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小兰，我是不是老了？夫人，您刚刚30，正是大好年华，怎会老了呢？陆景戳破窗户纸，看到了里边的情况。一个身穿薄蝉翼的霞影纱玫瑰胸衣的绝美女子正在梳妆，她美目盼兮，不施粉黛，却美丽无比。此刻正一脸哀怨的在镜子面前，背后一个侍女正在为她梳妆整理秀发，旁边还有一个浴桶，似乎她是刚沐浴结束。靠，来早一些就好了。陆景不禁为自己错过一桩好风景而感到可惜。我要是没老，陛下怎会把我丢到这冷宫里来？8年都不曾见我一面。秦其韵的声音再次响起。夫人，侍女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秦其韵自顾自地说道：入宫15年，妾身只被陛下宠幸过寥寥几次，距离妾身上次见到陛下已经是8年前了。秦其韵自嘲地笑了笑，都说一入宫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但在我看来，一入后宫深似海，从此郎君是路人。这后宫不是凤凰台，而是牢笼，我想要飞出去，却无可奈何。秦其韵神色很是哀伤，他想起刚进宫时的期待，
被宠幸时的幸福，被冷遇后的迷茫，被贬入冷宫时的绝望。再回首，已经入宫15年，他还能有多少个15年？不，他已经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娘娘，要不你也找一个贴身太监吧？侍女咬了咬牙，开口道：“找贴身太监？为什么？”秦其韵有些疑惑，突然他一怔，扭头看向自己的侍女：“你是说那种关系的贴身太监？”侍女点了点头：“娘娘，宫里其他主子好多都找了，您要不也？”侍女跟随秦其韵许多年，已经情同姐妹，因此才敢提这等大逆不道，可能会被抄家灭族的建议。她也不忍心自家主子大好年华，却只能独守空房，在这冷宫里烂到死。这等事，秦其韵脸色发烫。冷宫里的妃子会找贴身太监，这是她知道。有时候寂寞了，她也想着和他们一样，只不过念头只是起来一瞬，又被从小到大灌输的礼义廉耻给掐灭。如今听到侍女的建议，心里那股火又被激发起来。自己为陛下守身8年，陛下如今估计都不记得自己这号人物了，难道自己还要傻傻的等他？况且被贬入冷宫，他这辈子都无望继续见到陛下了。下一次见面，估计得等到陛下驾崩，他去陪葬皇陵的时候。夫人，您要是有意，我帮您挑一个。见秦其韵没有直接拒绝，侍女继续道：“小兰，这种事不太好吧？万一被发现。”秦其韵眼神飘忽，显然她动心了，只是有些担忧。小兰微微一笑：“夫人，您放心，宫里找贴身太监的主子没有5成，也有4成不碍事的。你看着办吧。”秦其韵丢下一句话，不敢再多聊这个话题。让一个侍女帮自己找太监，实在是太羞人了。但同时，她也异常的期待。窗外，陆景听着两人的对话，眸光发亮。好家伙，这消息也太劲爆了！秦夫人想找男人了，这冷宫里还有比自己还要适合的人吗？想到这，陆景心情激荡，得在秦其韵找到其他太监之前，在他面前露露脸。陆景心中暗道，他有信心，只要自己能在秦其韵面前出现，自己大概率会被他选上。从秦其韵的寝宫离开，陆景继续在冷宫里寻找漂亮妃子。他已经得知了其他大夫人的住所，于是逐一过去检阅。很快，他来到了林夫人所在培圣宫，翻墙进去，来到正厅，发现林夫人正在提笔练字。这林夫人也是个大美人。陆景评价一句，觉得练字没什么好看的，就离开了。之后，他又去往其他夫人的寝宫，得以窥探那些夫人的美貌之后，他才离开。有些人已经睡了，陆景也只能转身离开。看了6个夫人，看来最美的是秦其韵，其次是林夫人。陆景在心中根据美貌的程度给几位夫人进行排位，几位夫人都很美。陆景这个排位只是根据自己的第一印象和审美标准给出的评价。正好秦夫人想要找太监给自己排解寂寞，看来要便宜我了。陆景嘿嘿一笑，刚才看了好几个美妇人，此刻的他又有些蠢蠢欲动起来。自从品尝过狐妹的美味之后，他对男女之事就有种痴迷感，总想再品味一番。因此对于秦其韵，他势在必得。正想着，陆景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宫殿附近，这是哪儿？陆景有些疑惑，冷宫太大了，像一个小城，不熟悉的人甚至会迷路。陆景来到一处宫门面前，抬头一看，云溪宫。云溪宫，这是夏晴岚的寝宫。陆景眼前一亮，他之前找人拿来冷宫的寝宫分布图，查找过几位夫人所在宫殿，也记下了夏晴岚所在的寝宫名为云溪宫。进去看看。陆景想到夏晴岚的美貌，于是翻墙进入寝宫里，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寝宫里灯火通明，点亮着各种烛火和灯笼，显然待遇比其他夫人和妃子要好很多。其中一处建筑有声音传出，陆景悄悄走了过去，手指捅破窗户纸，里边的场景差点让陆景鼻血流出。那是一个浴池，陆景的位置正好面对着夏晴岚，看到了正身无寸缕泡澡的夏晴岚。卧槽！陆景惊呆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好被他看到夏晴岚在洗澡。此刻的贵妃娘娘正舒服地闭上眼睛，仰靠在浴池上，一旁有侍女正在给她梳洗那稠密的秀发。娘娘，您真漂亮！浴池内，侍女看着夏晴岚那完美的身材，忍不住感慨道。即便她也是女人，也不得不感慨夏晴岚的美丽。夏晴岚淡淡的笑了笑，漂亮又如何？还不是只能孤芳自赏，一辈子烂在这冷宫里。娘娘，万一那天陛下因为夏丞相的事气消了，您还是有机会回宫的。说话的侍女湿润了眼眶，她自己也知道这话有些自欺欺人了。夏晴岚叹了口气，如果说冷宫里的其他姐妹还有机会回到正宫，还有一丝希望的话，本宫却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了。本宫的父兄都被陛下认定为叛贼，陛下连带恨上了本宫，怎么会让我回去呢？
不把我贬入教坊司，也都是因为怕丢了他的脸。夏青兰脸上无喜无悲，显然已经认命了。娘娘，夏丞相和夏御史仁德忠孝之心，天下皆知，怎会是叛贼呢？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夏青兰摇了摇头，父兄他们的事我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父兄对大景忠心耿耿。夏丞相他们是好人，陛下怎么能？侍女咬了咬牙，莲儿，明年我就会把你送出宫，到时候你就找一个好婆家嫁人吧。夏青兰忽然睁开眼睛，看向那跟随自己7、8年的侍女。侍女莲儿已经22了，在宫外这个年纪，孩子都能跑会跳了。娘娘，奴婢不想走，奴婢要一直跟着您。侍女带着哭腔，哎，跟着我有什么意义？和我一起烂在这阴暗的冷宫里。夏青兰摇了摇头，娘娘，我没机会再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你帮我去看看吧。窗外，陆景听着两人的对话，有些唏嘘。身处冷宫，不，身处整个后宫的女人确实有些惨。这辈子能出宫的时间，估计只能等狗皇帝驾崩，被带走陪葬的时候。狗皇帝，我绿了你，也算做好事，不然你占着茅坑不拉屎，那些花儿一样的美娇娘都要枯萎了。陆景转身离开了夏青兰的寝宫。说起来，夏青兰的父亲前身还见过几面呢。夏家因谋反被灭，难道武王府被诛九族和武王府接触夏家这件事也有关？忽然，陆景离开云溪宫的脚步顿了一下，他刚想起来，前身对于夏青兰的父亲夏丞相有一些印象。前身记忆里，这是一位迂腐陈旧的老头，喜欢把一些大道理挂在嘴边，来找自己父亲武王聊过几次天，最后都是气愤的拂袖而去。具体聊了什么，陆景不得而知，不过想来不会是什么谋反的事。自己那位武王父亲的性格，陆景很清楚，除了喜欢做生意赚钱，压根没什么大志向，不然也不会放任自己一天天不务正业的吃喝玩乐。反叛什么的，压根不可能。这些事等雨化天以后上位了，再让他调查吧。翌日，由于昨晚去看小姐姐们看得太晚了，陆景一直睡到了中午。刚洗漱好吃完饭，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给公公请安。小太监给陆景行礼。陆景一看，是自己之前的那个搭档，也就是胡妹儿的另一个贴身太监，名叫小杆子。小杆子，怎么了？公公，娘娘让您过去一趟。行。陆景点了点头，和小杆子一同前往胡妹儿的寝宫太和宫。路上，小杆子对陆景有些恭维，唧唧歪歪的吹捧个不停。陆景被他吹捧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于是就随口打断问道：小杆子，最近有没有被娘娘打？托您的福气，娘娘这几天脾气很好，奴才我没被打过。小杆子满脸堆笑，他确实是觉得这是托陆景的福，在陆景来之前，他每天都被打。陆景来了之后没2天，贵妃娘娘的脾气就变好了许多，嘴里不时就念叨陆景的名字，这种变化他看在眼里，因此他是真觉得陆景是个福星。陆景笑了笑，娘娘没打你，是娘娘心善，跟我没关系。陆景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认同小杆子的说法，想来是因为自己那晚装成狗皇帝，安慰了一番寂寞的胡妹儿，让他不再有怨妇心态，才不会继续想着通过打骂底下的太监出气。两人很快就来到了胡妹儿的寝宫门口。娘娘，您找我。小金子，你来了。胡妹儿此刻正在镜子面前梳妆打扮，看到陆景微微点头，她挥了挥手，红儿就将2本书册模样的东西呈到陆景面前。这是你要的武功秘籍，我特意托人带来的，你看看吧。陆景看着那2本书册，眼前一亮。云行术、映山拳，这是一门轻功以及拳法，据说都是很不错的武功，是皇宫武库里流出来的，我托了关系，用了重金才买到，你看看吧。胡妹儿道。陆景接过秘籍，翻看了一下，一脸激动的磕头致谢道：奴才多谢娘娘，你给本宫办事，本宫不会亏待你的。胡妹儿转过身来，一脸高高在上的说道：奴才明白，奴才以后一定好好为娘娘效力。胡妹儿露出明媚的笑容，忽然她有些期待地看向陆景。小金子，陛下那边可有消息？娘娘，没有。胡妹儿眼神暗淡了下来，轻叹一口气后道：好了，归安吧。是。陆景带着那2本武功秘籍回到自己的居所，都是武功秘籍，要是有内功心法就好了。陆景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喃喃道：这2门武功确实很不错，一门轻功，一门攻击拳术，刚好是防御和攻击手段都有。不过其实他更想要一门内功心法，有了内功心法就能修炼增长修为了。陆景如今虽然已经算是实力不弱，不过还没修炼过1天时间呢，都是靠嗑药才有了如今的实力。不过算了，我也懒得修炼，还是等以后靠系统抽奖嗑药变强吧。自己修炼哪有靠系统嗑药变强的快。陆景打开那门名为云行术的轻功，浏览了起来。这轻功牛逼，这门轻功练到大成非常牛逼，能让人身轻如燕，缩地成寸。
陆景又看了看应山拳，这是一门威力很大的拳术，练成后出拳能打出强大的隔空拳印。先练轻功，陆景做好决断，拿出了那一门云行术，修炼了起来。接下来3天，陆景也没什么事，于是都沉浸在修炼武功的忙碌之中。这天下午，陆景站在院子中，修炼了3天，来试一试。陆景看着面前的高墙，脑海一抹回忆云行步的步伐。某一瞬间，他大步踏出，咻！他身形快速地爆射而出，临近高墙，他一个跃身，快速掠过。踏！陆景收住了脚步。卧槽，我使出来了！陆景停下脚步，回头看着那高墙，惊呆了。只修炼了3天云行步，他就用出来了。牛逼啊！看来我的根骨不太行，不过悟性倒是很容易牛逼。陆景咧嘴一笑，他服用了2颗培元丹，相当于修炼了20年，可是如今也才达到4品巅峰的实力。不能说根骨很差，但是也绝对不算太牛逼。不过他这悟性倒是有些可怕，只修炼了3天云行步就使出来了。根据秘籍上的记载，这门功法比较高深，许多修炼这门轻功的武者需要大半个月才能第一次使出来。陆景这个速度属于非常罕见的级别，等再用的熟练一些，或许都不用通行证，就可以直接翻墙进入那些嫔妃的寝宫里。陆景美滋滋地想到，现在的他虽然也能翻过那些10几米高的宫墙，不过可能会弄出很大的动静，他担心会引起附近巡逻护卫的注意，因此平时他出入宫内其他地方都是拿令牌通行。但是如此一来，就会有人知道自己去了哪里，要是发生点什么事，能追查到自己身上。不过要是学会了这云行步，他就能悄无声息地出入整个冷宫了。不仅是冷宫，甚至整个后宫都有可能。一想到这，陆景只觉得自己动力十足。冷宫一处院子内，王公公坐在椅子上举杯喝茶，一个小太监正在说话。公公，这就是那小景子这几天的近况。小太监说完，低头等待王公公的回复。如果陆景在这，就会发现这小太监是现在专门服侍他的小太监。王公公点了点头，挥挥手让他离开。这小杂碎日子倒是过得越来越好了。王公公放下茶杯，目光深邃地看向远处的天空，脸色阴沉不定。他原本是想让陆景被胡妹儿折磨致死，好完成任务，没想到陆景居然被胡妹儿看上了，还成了胡妹儿钦点的掌事大太监。如此一来，更不好对他动手了。该死的，失算了。一想到是自己一手把陆景送到胡妹儿面前，他就有些后悔。此外，这小子居然还有几分气力，5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王公公又想起自己知道的关于陆景一个人打倒小桂子带来的5个帮手的事，他倒不觉得是陆景会武功，只以为他天生神力，力气大。毕竟普通的伺候主子们的太监和宫女没有准许，是不能练武的。这些事情入宫之前都会检查，隐瞒不了，倒是有些棘手啊。手指轻敲桌面，王公公沉思片刻，拿上能出冷宫的令牌，走出院子。太和宫，夕阳西下，赤红的天际慢慢浸染了黑墨。胡妹儿沐浴完，让侍女给她梳洗打扮。娘娘都要睡觉了，怎么还梳洗打扮呢？一旁的红儿不解地问道。胡妹儿抿了抿嘴，看了一眼门外，没有说话。她自然是在等待陛下过来临幸她。她早已经托人又将自己的新词递到陛下面前，期待着陛下继续像前些天那样登门。可惜已经过了3天，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小景子那边也没有消息。不过她怕陛下突然登门，因此总会在晚上梳妆打扮好，期待能有惊喜，不想在陛下面前失了脸面。娘娘，您是在想陛下过来？红儿嗫嚅着嘴唇问。胡妹儿叹了口气，万一陛下像上次一样突然过来呢？虽然这个可能很低，可是她还是抱着这个希望。红儿心中一叹，没有说话。在她看来，陛下上次来已经非常不可思议，毕竟那次陛下是过来宠幸娘娘的，不是来谈论诗词的，很难因为诗词再来一次。陛下要真对娘娘还有情谊，上次就该把她调回正宫了。天色越来越暗，胡妹儿坐在床头等待着陛下登门，一直等到深夜，她忽然流下一行清泪来。已经过了3天，陛下还没来看她，只怕都不回来了。就算不想来宠幸她，看到那首诗，如果真感兴趣，也会有过来看望她。想到这，胡妹儿心如刀绞，只怕以后陛下都不会再因为诗词而来看她了。上次过来，恐怕只是黄粱一梦。烈日炎炎，奇怪，最近几天胡妹儿怎么都没人叫我过去谈论诗词了？院子内，陆景刚练完武，坐下擦汗，忽然想到，这几天他一直在自己的院子里练武，胡妹儿那边一直没过去。胡妹儿这几天都没喊他过，没什么动静。对了，秦夫人那边，陆景拍了拍脑袋，他太专注于练武，差点忘记了秦其韵正在挑选贴身太监。万一他已经挑好，那自己可就亏大了。他洗漱一番，
走出院子，快到门口，就听到外边有太监在低声交谈。嘿嘿，听说秦夫人正在挑选贴身太监，要不要去凑凑热闹？秦夫人怎么突然挑选贴身太监了？她不是一直只用侍女服侍吗？谁知道呢？估计是终于想通了吧。这冷宫里过半的主子都找过贴身太监。嘿嘿，秦夫人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只怕早就饥渴难耐了。要不要去凑凑热闹？怎么，你有想法？嘿嘿，万一被选上，那可就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哈，是飞上枝头变鸭子吧？陆景推门而出，见到2个太监正在门口扫地，刚才就是他们在交谈。看到陆景的大太监服饰，2人心里一凛，连忙行礼，见过公公。陆景点头，离开了这里。他一路来到秦其韵的寝宫玲珑宫，走到门口，刚好秦其韵的一位侍女正好从里边走出来，看到陆景，他皱眉问道：“你是想来当夫人的贴身太监的？娘娘已经取消这个决定了，你回去吧。”秦其韵的寝宫里负责伺候的都是宫女，并没有任何太监。此刻陆景出现在这里，让侍女一时间认为陆景是来毛遂自荐，准备来当秦其韵的贴身太监。这几天秦其韵和他的侍女们有些苦恼，一来是找不到合适的贴身太监，二来他挑选贴身太监的事传播的有些广，很多人都知道了，导致好多长得油头粉面的太监主动上门，想当秦其韵的贴身太监。秦其韵虽然确实想找一位贴身太监，不过他脸皮薄，不想弄得动静太大，让众人皆知。为了不让事情传播得太广，他已经下令暂停寻找贴身太监这件事，想着等过了一些风头，再私下找一找。取消了。陆景愣了一下，然后将自己的令牌递给侍女，说出早已想好的说辞：“咱家是胡贵妃新钦定的掌事大公公陆景，今天过来是想给夫人请安，见个脸熟。”呀，奴婢见过大公公。侍女心里一惊，连忙行礼。她见陆景长得确实不错，还以为他是来竞选贴身太监的，没想到居然是新晋的大公公。她将陆景引入玲珑宫内，随后她让陆景在门后等着，自己走进寝宫给秦其韵通报。过了一会儿，侍女又出来了：“公公，您里边请。”2人走进寝宫的大厅，秦其韵正在看书，听到声音，他的目光投向陆景，陆景的目光刚好也投向秦其韵。够正点，他心中暗叹。秦其韵身姿饱满，满脸脸蛋精致俊俏，气质很好，是1等1的大美人。秦其韵看向陆景，目光里也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这小太监长得够俊，要是当自己的贴身太监也不是不行。可惜他已经是整个冷宫的掌事大公公，说起来自己地位虽高，但陆景手中的权势估计比自己还要高，他不会再愿意舍身给自己当贴身太监。咱家给夫人请安。陆公公不必多礼。夫人，咱家今天是过来给您请安的，还望夫人以后能多多提点奴才1、2。秦其韵笑了笑：“陆公公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妾身配合的，妾身一定尽力。”2人客气一番，陆景这才离开了玲珑宫。陆景走后，侍女小兰看着陆景离去的背影，忽然笑道：“娘娘，您觉得陆公公如何？”“什么如何？”秦其韵下意识地问，然后又反应过来，嗔了小兰一眼：“人家是大公公，怎么会愿意给我当贴身太监？”说实话，秦其韵确实对陆景很满意。陆景身上的男人味很强烈，面相刚毅，声音沉稳有磁性，不像有些太监比女人还要娘，除了男人相貌，几乎和女人完全没什么两样。然而当贴身太监是为了服务主子，这个过程不仅不是一件享受的事，反而会因为吃不到还要努力迎合，憋得慌，导致身心不适。因此像陆景这等有了地位的大公公，自然不会愿意当任何人的贴身太监。夫人，陆公公早不来晚不来给您请安，偏偏在您挑选贴身太监的时候过来，万一他真有想法。小兰在一旁开口道。这秦其韵愣了一下，望向陆景离去的背影，眼神中带着某种渴望。唉，居然不要人了。从玲珑宫离开，陆景叹了口气，也不知道秦其韵是找到了合适的人，还是突然就不想找了。算了，反正也不差这么一个。陆景摇了摇头，冷宫里美女多的是，大不了自己去找其他人。在宫道里走着，前方的一个宫门里忽然跑来一个宫女，陆景定睛一看，发现是夏晴岚的侍女。此刻的她一脸的焦急，看到陆景立马跑了过来。快，娘娘不小心掉到镜湖里了，快去救娘娘。她拉住陆景的胳膊，急切地说道，连镜词都忘记带了。什么？陆景瞳孔一缩，这附近就是冷宫里最大的湖，镜湖。镜湖附近的风景很好，不过水很深，很多受不了冷宫孤独的女人就是在这那里投湖自尽而死。可以说镜湖就是拿来给冷宫的妃子自尽用的。娘娘和小婉姐姐在镜湖里划船，娘娘不小心掉到湖里，小婉姐姐就直接跳下去救娘娘，但她也不会水，她们都游不上来了。
侍女哭着说道。带路。两人匆忙赶往一个湖泊附近。此刻偌大的湖中心，2个身影正慢慢沉入水中，湖中心还有一个翻倒的小船。陆景认出来了，其中一个是夏晴岚的侍女，好像叫小婉，另一个赫然就是夏晴岚本人。两人都已经力竭，没有了太多的挣扎动静，已经开始沉水。扑通，陆景快速跳入湖里，将距离自己最近的夏晴岚拦腰抱起，然后又游到侍女身边，将她也抱了起来。两人都已经力竭，夏晴岚甚至已经昏迷不醒，因此也没力气拖拽陆景下水。不过陆景身为武者，力气大，也不怕被拖拽。很快陆景将两人带到岸上，两人全身都已经湿透，特别是夏晴岚，薄薄的绸缎锦衣贴在她的皮肤上，里边紫色的肚兜已经清晰可见，机体也若隐若现，显露出她那美妙的身姿。不过陆景暂时也没有欣赏的心思，他仔细探查，发现夏晴岚已经没有了多少呼吸，脉搏有些微弱。侍女小安好一些，只是有些迷迷糊糊，在不停地吐水。怎么办？怎么办？另一个侍女见夏晴岚如此状态，顿时慌了神，哭哭啼啼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娘娘。被救起来的小婉很快就缓了过来，起身探查了一番夏晴岚的状态，见她气息奄奄，脉搏已经几乎消失，也恐慌起来。她看向另一个侍女，焦急道：快，小莲，去找太医。名叫小莲的侍女反应过来，点了点头，跑开了。陆景知道这个时候什么太医来了都没用，必须立马急救。他脑海中迅速想起前世落水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的方法，掰开夏晴岚的嘴巴，深吸一口气后吻了上去。你干什么？见陆景居然直接吻向夏晴岚，小婉脸色煞白，立马就要推开陆景。不会吧，陆公公居然趁着娘娘快要死之际，趁人之危，想要占娘娘的便宜。他刚才还因为陆景救了他们，对他心存感激，如今看到这一幕，只觉得一阵恶寒和惊恐。陆景没有理会小兰的推搡，而是继续给夏晴岚做人工呼吸。做完人工呼吸，他又双手交叉的放在夏晴岚的胸口，根据节奏按压了下去。娘娘可是贵妃，你别乱来。小婉见此怒目圆睁，刚才他还有些不确定了陆景在做什么，此刻终于意识过来，陆景就是在趁着这个时候轻薄贵妃娘娘。他想将陆景推开，可是他也是刚被救上来，此时没有力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陆景轻薄贵妃娘娘。不过他不死心，依旧无力的推搡陆景，想保护夏晴岚。陆景被他搞得有些不耐烦了，摆开他推搡自己的手，面色凛然道：不想他死的就给我消停一些。小婉脸色一僵。陆景继续救人，先是人工呼吸，然后按压让他心脏复苏。小婉在一旁看着这一切，有些犹豫，但越看越不对劲。陆景这套动作确实不像是在轻薄贵妃娘娘。他想了想，突然明悟了，吻娘娘似乎是在给娘娘传气，按压胸口是在模仿呼吸的动作，这是在救娘娘。噗嗤，过了几分钟，夏晴岚忽然吐出几口浊水，紧接着她的胸口剧烈起伏，开始大口的喘气。娘娘活过来了！小婉惊呼出声，满脸惊喜。陆景看夏晴岚开始恢复自主呼吸，这才松了口气。还差点意思。他继续吻了上去。吻了几次后，夏晴岚忽然睁开了眼睛，见到一双嘴唇向自己袭来，胸口敏感地方又按着一双手，他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上冲，羞恼之下立马抬手朝着陆景山去一个耳光。啪！你干什么？他有气无力的怒骂出声。娘娘，我再救你。陆景捂着一点都不疼的脸，一脸委屈的说道。好吧，好人没好报是吧？娘娘，您真误会了，是陆公公救了您。小婉也赶忙走到夏晴岚身边，探查她的情况，然后将事情和夏晴岚说了一遍。是这样吗？还有些迷糊的夏晴岚愣了一下，是陆景把自己救上岸，刚才吻自己，还把手放在了自己胸口，居然是在救自己。小婉点了点头，惊喜的说道。娘娘，刚才您都没有气息了，是陆公公通过那奇怪动作把您救回来的。他吻您是给您传气，按压胸口是在模仿您呼吸的动作。小婉最后那一段话听得夏晴岚面色微红，她刚才迷迷糊糊中，她只觉得红唇被人吻了上来，胸口还被人拿手触碰，醒了之后嘴巴里似乎还有舌头在嚼，原来那是陆景在救自己。但是这救人手法实在是奇怪，而且也不用伸舌头吧。陆公公，谢谢你，是我误会了。夏晴岚强撑着身体站起来，面色尴尬的道了一声谢。娘娘言重了。陆景撇了撇嘴，自己救了他，还被打了一巴掌，这算什么事啊？呼，一阵秋风吹过，夏晴岚只觉得身体一阵冰寒，她全身湿透，又在湖里泡了一阵子受了寒，此刻全身冷得发颤。娘娘，我们先回宫吧。小婉也有些发冷，缩了缩身子，开口道。
夏青兰点了点头，然后就想起身，但刚坐起来，身子就一阵发软，然后瘫倒在地。他刚才在水里挣扎许久，差点死掉，此刻压根没什么力气，连站起来都不行，更别说走回寝宫了。娘娘，您体力不支，我送您回去吧。陆景见此，开口提议道。这夏青兰面色有些犹豫，怎么送？我抱您回去。陆景一脸的认真。抱我回去？夏青兰一愣，自己可是贵妃，让一个男人抱自己？哈秋！夏青兰忽然身子颤了一下，打了一个喷嚏。娘娘，您身子要紧，我们走小道，不会有人看到的。小婉开口劝慰。她知道夏青兰的顾虑。夏青兰一个贵妃，即便是被贬入冷宫，但被一个太监抱着，事情传播出去也会引起麻烦。那就麻烦陆公公了。夏青兰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发烫。陆景心中暗喜，脸上却是淡然的模样，说道：那奴才我就冒犯了。说罢，他轻易就把地上的夏青兰抱了起来。侍女小婉也艰难地站起身，在前面带路，三人走回夏青兰的寝宫。夏青兰被陆景抱着，眼神一时间不知道该看向哪里，不时地到处乱看。她浑身冰冷，但是身体接触到陆景皮肤的部位，却是感觉到一阵温暖。陆景的身体如同一个烘炉，暖烘烘的，他被陆景抱着，即便隔着衣物，也觉得很是温暖。这就是男人的胸膛吗？这是他从未感受到的温暖和安心。陆景身上的阳刚之气如此的强烈，让他孤独的内心一阵恍惚。他不自觉的就偏过头，过了一会儿，又怯怯的抬头观察陆景，剑眉星目，面色刚毅冷峻，好一个有男人味的俊太监。夏青兰看得心脏砰砰跳，他将头埋进陆景的胸膛里，一脸娇羞的闭上了眼睛。另一边，陆景抱着夏青兰，只觉得怀中的娇躯无比的柔软，夏青兰的体香让他有些心猿意马，特别是走路时不经意间接触到他那高耸的事业线，他身体就仿佛触电一般酥麻。他有些享受，又有些难受。就在这等冰火两重天的感受之下，三人终于来到了夏青兰的寝宫。陆景把夏青兰抱到他床边放下。娘娘，您换一换衣服吧，不然会受凉伤寒的。小婉帮夏青兰拿来一套衣服。夏青兰拿过衣服，看了一眼陆景。陆景明白他的意思，然后道：娘娘，我回避一下。说着，陆景走出了寝宫。过了一会儿，小婉喊了他一声，陆景才回到寝宫里。此刻秦其韵已经换好一身白色素服，她面色有些发白，显得柔弱不堪，没有了往日的庄重高雅，显得别有一番韵味。陆公公，今天的事谢谢你，要不是你，本宫估计就是没命了。夏青兰美目看向陆景，由衷的感谢道。那种死亡的感觉，她如今回忆起来还有些心悸。要不是陆景，她今天真得死在自己镜湖里。陆景连忙道：娘娘言重了，这是奴才应该做的。夏青兰微微颔首，然后有些虚弱地问道：陆公公，你救了本宫，想要什么奖赏？陆景思考片刻后拱手道：娘娘，奴才没什么需要的东西，您还是先好好休息吧。陆景不是在客气，而是他真觉得除了身子，夏青兰给不了自己任何东西了。金钱什么的，他在宫里用不了太多，上次胡妹儿给的几百两，他还剩许多呢。当然，给自己睡一次，这等事情他是没办法说出口的，没什么需要的。夏青兰一愣，他能听出陆景不是在和他客气，而是真的对自己没什么需求。其他太监巴不得有机会得到他的赏赐，但陆景居然拒绝了。一想到陆景还劝他好好休息，他内心只觉得一阵温暖。犹豫片刻后，他道：那算本宫爷你一个人情，之后有需要本宫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好的，快，应该就在寝宫里。就在这时，刚才去找太医的侍女莲儿带着一个身穿白袍的老者跑进了寝宫之中。娘娘，您没事吧？莲儿看到夏青兰居然已经站起身，顿时无比的惊喜。刚才都快没气了，怎么就突然活了过来？是陆公公救了娘娘。小婉开口道。陆公公。莲儿和那太医同时一愣，看向了陆景。能把濒临淹死的人救回来，这是何等的手段？娘娘。太医对着夏青兰行了一礼，老夫给您把脉，麻烦尹太医了。夏青兰面色有些苍白的点头，然后伸出手。太医在夏青兰手腕上把了把脉，然后摸着胡子诊断道：就是染了一些风寒，还有些气虚，身子有些虚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老夫给娘娘开一些滋补的方子吧。说完，太医开了一个方子，让小莲去拿药。两人离开后，陆景拱了拱手：娘娘，既然您没事了，那我也该走了。夏青兰看着陆景，内心忽然有些不舍，但她也没有什么留下陆景的借口，只能点了点头。娘娘，今天太危险了，您以后可不能再去划船了。侍女小婉也刚换好衣服，从偏房里走出。要不是我刚好碰到陆公公，您今天就真得……小婉说到最后还有些心有余悸。刚才夏青兰的情况，她
他是最清楚的，人都有已经快死了，也就是陆景那救人的手段有些神奇，不然真得死人。夏晴岚听着小婉的话，默默无言。今天要是没有陆景，自己真的会死。陆景救了自己的命，可惜自己没有什么能报答他的。他又想起模糊中自己被陆景吻的画面，一时间脸色发烫。听说妹儿姐姐的贴身太监平常经常会被打骂，要不我和姐姐说一声，把陆公公调来负责管理我的寝宫。夏晴岚眼神一闪，如此想到。兰兰。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道急切的声音，胡妹儿带着侍女活快步走了进来。看到床上安然无恙的夏晴岚，她才松了口气。兰兰，我刚才听小莲说你掉入镜湖，身体可有大碍？她走到床边，拉着夏晴岚的手，关心地问道。刚才小莲去找冷宫里的太医，刚好遇到胡妹儿的侍女活，于是把夏晴岚落水昏迷的事告诉了活，让她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胡妹儿。胡妹儿听到这件事，吓得立马过来查看夏晴岚的情况。没想到夏晴岚似乎没什么大碍，看起来还很清醒，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才放下心来。姐姐，夏晴岚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要是没有陆公公，我今天已经落水淹死了。陆公公。胡妹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有些疑惑，那是谁？娘娘，就是陆景，陆公公。一旁的小婉解释道。胡妹儿恍然大悟，到底怎么回事？这和小景子有什么关系？夏晴岚将陆景救了自己的事和胡妹儿说了一遍，不过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什么的自然没有说。这小景子真是一个福星，不仅帮了我大忙，还救了你。胡妹儿听完夏晴岚的叙述，有些惊讶。自从陆景遇到陆景，陆景已经给了她很多的惊喜，不仅写出几首很好的诗词，让自己得到陛下的宠幸，如今更是救了自己的好姐妹。兰兰，既然小景子救了你，那到时候我一定给她一个大大的奖赏。姐姐，我刚才也想给她奖赏，不过她没要。哦，胡妹儿有些难以置信，居然没要奖赏。夏晴岚点了点头。陆公公和其他太监行事风格似乎不太一样。胡妹儿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其他的不说，一般太监可没有他那样的才华。是啊，有才华，气质好，长得还帅，也不知道他为何做了太监。夏晴岚叹了口气，或许有什么隐情吧。胡妹儿道。夏晴岚想了一下，忽然开口道：姐姐，我想要求你一件事。胡妹儿笑了笑，你我姐妹之间还谈什么求不求的？兰兰，你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姐姐我能帮的一定帮你。夏晴岚语气略带撒娇的说道。姐姐，我想把陆公公调来云溪宫。胡妹儿一愣，为何？夏晴岚脸色一红，扭捏着说道。姐姐，你知道的，我不太喜欢太监，因此宫里没有可供差遣的太监，有些事不太方便做。就比如今天妹妹我落水了，身边除了侍女没人能救，因此想找一个能办事的太监。我看陆公公就很不错，就是不知道姐姐您舍不舍得割爱。胡妹儿犹豫了一下，她还想让陆景专门负责对接宫里来的公公，一旦陛下登门就及时告知他。但转念一想，陛下真正想过来，应该也有方法通知陆景，因此她点了点头。可以，既然妹妹你想要小景子为你办事，姐姐我必然是同意的。我让人通知他，让他明天就过来。谢谢姐姐。夏晴岚神色欣喜，不知道为何她忽然有些期待陆景的到来。胡妹儿又和夏晴岚聊了一会儿，见她有些乏了，这才让她好好休息，然后离开了云溪宫。从云溪宫离开，陆景就直接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嘿嘿，今天救了夏晴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陆景想到夏晴岚那绝美的容颜和婀娜的身姿，对未来就无比的期待起来。要是能搞定夏晴岚，那可真是太完美了。陆景在院子里练拳，砰！他一拳打向院内的一棵大树，咔嚓！汹涌的拳劲直接将人身大小的大树打裂。牛逼！陆景惊叹一声，他刚才用了应山拳的招式，没想到居然有如此威力。这一拳打到人身上，起码也能把人打得青一阵紫一阵的。咚咚咚！这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陆景拿起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然后走向院门。打开门后，一个面容清丽的女子正站在门口，居然是苏贵人。陆景由于刚才练武，此时没穿上衣，赤裸着臂膀，露出身上线条分明的肌肉。看到陆景，他顿时就被陆景身上那完美的肌肉给迷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陆景之前还以为是胡妹儿派来的太监，没想到是苏贵人。他立马穿上拿在手上的上衣，穿好上衣。苏主子，抱歉，奴才刚才不知道是您。苏贵人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没关系。陆景问，苏主子，您可有什么事？苏贵人娇滴滴地说道。陆公公，妾身知道您和小贵子之间有一些误会，今天过来是想让他给您道个歉。说完，他让出半个身位，陆景这才看到他背后的小贵子。小贵子脸上还有些肿胀，
此时微微低着头，不敢看向陆景，紧握着的双拳显示出他内心的恨意。以往的他仗着自己的身份，不停地欺负陆景，如今被苏贵人拉过来道歉，非常不甘心。小桂子，过来吧。苏贵人招了招手，小桂子上前几步，语气僵硬地说道：陆公公，以前是奴才我做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和奴才我一般见识。陆景淡淡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苏贵人一巴掌打在小桂子脸上，冷声道：狗奴才，跪下来！还有，大声点，直到陆公公满意，你才能起来。小桂子摸了摸红肿的脸，咬紧牙关，不敢违抗，只能扑通一声跪下。公公，请您责罚。苏贵人看向陆景，面色变得柔和，甚至有些讨好起来。陆公公，您要是还有气，随便处置他。陆景目光在苏贵人身上打量了一下，好奇地问道：苏主子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因为小桂子的事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苏贵人呵呵一笑。陆景闻言，内心一阵恶寒，自己和他有什么情谊？他忽然想到那天苏贵人丧自己当他贴身太监的事。不是吧，他还在打自己的主意，看来自己的魅力确实够大的啊。陆景心里有些小得意，不过苏贵人这等女人，陆景自然是看不上的。他淡淡道：您是主子，我只是奴才，不敢妄谈和主子有什么情谊。虽然苏贵人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自己已经是掌事大公公，不过说起来，她是皇帝的女人，论地位还是比陆景高一些的。陆公公还是对小桂子之前的事耿耿于怀。我还是那句话，您要是还有气，尽管随意处置她。听他这么说，陆景确认了，这女人就是想让自己当她的贴身太监。陆景摆了摆手：不必了，让她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就行。小桂子他都出手打了几次，对他已经没了什么惩戒的心思，主要是他能给自己带来的气运点太少了，估计再怎么惩戒他都拿不到多一点气运点。苏贵人欣喜地点了点头，对着小桂子摆了摆手，让他赶紧离开。陆公公，奴家之前的提议您可考虑好了？小桂子走后，苏贵人一脸期待地看向陆景。陆景没有打骂之前欺负他的小桂子，在他看来，这是陆景在向自己示好。这几天回去后，他脑海中一直浮现出陆景的身影，今天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过来想通过惩戒小桂子让陆景出气，然后自己趁机提出要求。陆景眼睛一眯：娘娘，咱家说过了，我如今已经是幽宫的掌事大公公，贴身太监什么的就没必要去做了。苏贵人一愣：公公，你真不愿意？当了奴家的贴身太监，好处可是很多的哦。苏贵人轻咬嘴唇，扭了扭自己的身材。陆景摆了摆手：小主，咱家已经是阉人了，您还是省省吧。奴家给你钱。苏贵人又认真道。陆景脸色一黑：把老子当什么了？牛郎？小主，请您自重。砰！陆景关上了门。门外，苏贵人看着自己居然被陆景摔门而去，面色顿时就变得无比难看。自己身为贵人，屈尊来邀请陆景当自己的贴身太监，还帮他惩戒陆自己的小桂子，他居然还不愿意，还敢给自己甩脸色。他愤恨地转身离开。这女人也太饥渴了。院子内，陆景摇了摇头，他没想到苏贵人为了让自己当他的贴身太监，居然做到了这一步。没去理会苏贵人的事，他继续练拳。该死的小金子，你给咱家等着，总有一天咱家会把你踩在脚下，以报今日之耻。回到自己的居所，小桂子想起刚才的屈辱，满脸的阴郁。他不敢报复罪魁祸首苏贵人，但是对陆景却是恨之入骨。小桂子怎么气性这么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道尖利的声音，小桂子抬头看向门口，看到是王公公，顿时就有些惊喜起来。公公，您怎么来了？他快速走到门口，扶着王公公走进屋里，找了一个椅子坐下，又帮他倒了一杯茶。王公公坐下后，看到小桂子那肿胀的脸，不禁问道：你这脸怎么回事？小桂子顿时就变得委屈起来：公公，都是那小，都是陆公公打的。你是说小景子？是，公公，就是他。哼，一个没被内务府挂名的奴才，算什么公公？王公公满脸不屑：公公，您不知道，咱家被他给打惨了。说着，小桂子把这几天的事都和王公公说了一遍，然后略带撒娇的哀求道：公公，您得给咱家做主啊。听完小桂子的话，王公公眼中冒出一缕金光：你是说苏贵人看上了小景子？是。小桂子有些难为情的点头，自己服侍苏贵人快2年了，没想到他如今居然移情别恋。王公公思索片刻，忽然笑着问道：小景子，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报复小景子和苏贵人，此外我还可以给你额外的200两银子的赏钱，你看如何？小桂子一愣：有这好事？他犹豫着问：公公，您有什么办法？王公公望了一眼门口，然后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小桂子听完，脸色变幻了一阵。公公，您为何要如此对待小金子？小桂子忍不住问道。她可不认为王公公为了给她出气，就愿意冒这个险。这要是被发现，可是杀头的大罪。王公公脸色一凛，面色冷漠的道：不该问的别问，你只需要给咱家一句话，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小桂子思索片刻，咬牙点头。公公，小桂子愿意为您肝脑涂地。哼，这和咱家可没干系，你只是为了你自己。是，小的明白。下午，太和宫的宫女过来通知陆景前往太和宫。走进寝宫，就见到正在书房里欣赏诗文的胡妹儿。她身穿黑色略有些镂空的蕾丝黑裙，雪白的肌肤隐约可见，颇为诱人。就这件衣服在前世都属于比较大胆的穿搭，胡妹儿却是敢如此穿搭，可见其实热情如火的性子。娘娘，陆景拱手行礼。小金子，你救了夏贵妃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次多亏了你，不然兰兰可能就真死了。胡妹儿放下手中的诗词，抬头看向陆景感叹道：都是奴才该做的，赏赐什么的本宫就不给你了。夏贵妃说你不想要赏赐，既然如此，那算本宫欠你一个人情，你以后有什么请求可以和本宫说，我会帮你办妥。多谢娘娘。胡妹儿顿了一下，又道：还有一件事，夏贵妃想让你去当她的贴身太监，你可愿意？你放心，你救了夏贵妃，过去之后她不会亏待你的。要是愿意，明天就过去伺候吧。她虽然像是在和陆景商量，可语气听起来却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陆景对此也愿意，能去当夏晴鸾的贴身太监，更容易拿下他。自己之前救了他，想来过去也不是去当苦力。娘娘，奴才愿意。那就好。胡妹儿满意的点了点头。翌日一大早，陆景就前往了云溪宫报道。云溪宫的正宫内，夏晴鸾正坐在餐桌前食用早膳。她依旧穿着一身高雅的宫装，略施粉黛，气质极好。见过娘娘。陆景对着夏晴鸾行礼道。看到陆景过来，夏晴鸾显得很是开心。她站起身迎接，全然没有贵妃主子接见奴才的架子。陆公公，你来了。她将陆景轻扶起来。娘娘，胡贵妃说您想让奴才咱家当您的贴身太监，所以我今天过来了。您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的，我一定尽心尽力帮您去办。陆景拱手道。夏晴鸾笑了笑，没什么事，其他杂事交给小莲他们去做就好，以后你要是有空陪着我赏诗听曲就行。陆景点头。来，先一起用早膳吧。夏晴鸾热情地邀请陆景道。陆景看了一眼桌面上的食物，精致糕点、面食、肉粥还挺丰盛，比自己吃的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娘娘，那奴才我就不客气了，放心吃吧。陆景直接坐下吃了起来。夏晴鸾也坐在对面，不过没有动筷，只是看着陆景吃。陆景脸蛋俊俏刚毅，让他不自觉就多看了几眼。陆景吃着糕点，忽然抬头看向夏晴鸾。娘娘，啊，怎么了？夏晴鸾此时正在盯着陆景看，陆景突然抬头和他对视，让他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娘娘，我还在宫外的时候就曾听闻夏丞相中正廉洁之名，是一等一的好官，怎么会因为叛国罪名流放呢？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陆景好奇地开口问道。武王府被抄家灭族，罪名上可能和夏晴鸾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陆景想从夏晴鸾口中看看能不能知道一些秘闻。夏晴鸾神色忽然变得哀伤。父兄他们的事我一向不会过问，不过我相信父兄他们都是忠义之士，叛贼之名绝对是子虚乌有，被人陷害的。陆景微微颔首，我也相信夏丞相他们绝对是被奸人所陷害的。夏晴鸾摆了摆手，不说这些了。你呢，怎么会选择入宫当太监？我观你气质谈吐不凡，才气可比那些大才子，想必曾经身份不一般，不像其他太监是在外面没饭吃才进宫当太监。陆景沉思片刻。娘娘，我在外被奸人陷害追杀，没了活路，只能进宫当太监自保。夏晴鸾眉头一皱，怎么不报官？陆景苦笑一声，娘娘，对方背景通天，报官也没用。报官？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狗皇帝就是这大景最大的官。原来如此。夏晴鸾叹了口气，对陆景不禁有些同情起来。像陆景这等俊才，除非山穷水尽，不然绝不会进宫。不过至于他是被什么大人物陷害，陆景不直接说，他也没兴趣打破砂锅问到底。毕竟即便他知道了，他一个在冷宫里的贵妃也没办法帮陆景。要是被他知道陆景的仇人是皇后和皇帝，只怕会被吓死。两人又闲聊了一阵，中午的时候陆景才从云溪宫离开。在一处巷口附近，陆景前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是秦其韵的侍女小兰。看到陆景，小兰有些惊喜地走了过来，然后行礼道：见过陆公公。
陆景以为他只是路过，淡然点头。正想离开，小兰忽然又道：“公公，夫人今晚想请您过去一叙，您看方便吗？”陆景一怔，然后内心狂喜起来，这是想找自己私通。他看了一眼小兰，见她眼神躲闪，就明白自己猜的没错。他按耐住内心的激动，脸上淡然道：“行，我知道了。那公公，今晚需时钟响后，娘娘与您不见不散。”小兰说完，立马就有些慌张地跑开了。我去，真有这好事！小兰离开后，陆景立马就喜笑颜开起来。天上掉下个美夫人。虚时过后，那都是晚上9点过后。这个时候，秦其韵邀请自己去他的寝宫，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一想到今晚就能拿下秦其韵，陆景内心就无比的激动。他回到自己的院子之后，一整天都在练武，等待晚上的到来。夜色降临，陆景洗漱完后，前往秦其韵的寝宫。玲珑宫的大门口，陆景站在大门口，一时间有些忐忑。马德，怎么这么紧张？他吐出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大步走进了寝宫内。寝宫的路上点着灯笼，一路将陆景引入秦其韵的房间里。房间里灯火很亮，在灯光的映照之下，能看到有人影散动。嗨嗨，陆景在门外轻咳一声：“夫人，咱家是陆景，前来赴约。”陆公公，请进。一声柔和的声音响起，陆景推门而入。只见秦其韵穿着一身红色袍衣，端坐在椅子上，她头发盘起，脸上明显能看出刚化好淡妆，显得美艳动人，很有女人味。这么晚了还梳妆打扮，显然是为了等待陆景的宠幸。陆景看着眼前娇艳欲滴的大美人，心中一片火热。秦其韵看到陆景进来，眼神一下子就有些躲闪。虽然这一整天她都在做心理准备，但此刻看到陆景赴约，内心还是无比忐忑。这2天她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打破禁忌，为自己而活。陆公公，请坐。他示意陆景坐下。陆景点头。陆公公，您喝茶。秦其韵又没事找事的给陆景倒了一杯茶，陆景装模作样的喝了一口茶水，然后瞥了一眼秦其韵。他能明显看出秦其韵很紧张，刚才给他倒茶的手都有些颤抖，显然内心很不平静。陆景也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夫人，您叫奴才我过来，不知道有什么事？陆景懒得多和他闲扯浪费时间，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秦其韵怔了一下，没有想到陆景居然这么直接。他看了一眼门外，寝宫内的侍女都已经被他遣散，如今整个寝宫内就只剩下他和陆景。他定了定心神，然后悠悠开口：“陆公公，妾身在我冷宫里已经待了15年，这15年妾身都洁身自好，从未有过任何的愉悦。但妾身不甘心就这么在这深宫枯萎凋零，妾身也想活得有滋有味。”秦其韵仿佛下定了决心，直视陆景的眼睛，眼中有着某种炽热的光芒。陆景明白他的意思，却还是明知故问道：“所以，夫人您想做什么？”秦其韵脸上露出一抹霞红：“妾身想做女人，想让你当我的贴身太监，如何？公公你可有意？”秦其韵希冀地看向陆景，脸上尽是忐忑和期待。陆景微微一笑，然后果断摇头。秦其韵神色一僵，完全没想到陆景会拒绝他。要是他不愿意，今晚为何要赴约？难道只是为了来羞辱他的？冷宫里的太监们有时候喜欢虐待羞辱那些低阶的秀女，这等是他是知道的。难道陆景也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思才来的，就为了践踏自己的自尊心？想到这，莫大的耻辱感瞬间袭上了秦其韵的心头。自己主动邀请，做出如此屈辱的事情，陆景居然拒绝了。秦其韵咬牙道：“公公，你要是答应了，我这里有不少这些年积攒的银两，妾身都可以给你。”秦其韵不死心，继续开口。陆景却是依旧摇头。秦其韵脸色煞白，身子都有些摇晃起来。就在他羞恼的有些不知所措之时，陆景悠然的声音开口道：“我不会做你的贴身太监，不过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当我的女人。”陆景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秦其韵脑海中炸响。他愣了愣：“你说什么？”陆景笑道：“我说我可以考虑让你当我的女人，可你不是。”秦其韵有些发懵。陆景一个太监，自己怎么做他的女人？让他当自己的贴身太监，是让他给自己服务，自己当他的女人，岂不是要自己给他服务？陆景只是神秘一笑：“你只需要回答愿意或者不愿意就行了。”这秦其韵思索片刻，轻吐出一口气：“我愿意。”那就好。陆景咧嘴一笑，站起身走向秦其韵，然后一把握住她的手：“公公，你……”秦其韵被陆景握住手，也猛然站起身，一时间有些慌乱起来。温暖的大手抚摸着他那洁白的玉手，让他犹如触电一般不知所措。陆景身上那刚猛的男人味，更是让他有些头晕目眩。时间不早了，陆景坏笑一声，
直接把他抱了起来，然后走向床边。秦其韵惊呼一声，就被陆景丢到了床上。待等他回过神来，瞳孔骤然一缩：“你是贾太监？”翌日一大早，陆景悠然地醒了过来，想起自己昨晚，陆景颇为满意。自己身为4品巅峰武者，体质强得离谱。每日气运结算开始。叮！恭喜宿主攻略了秦其韵，成功损伤景帝的气运，获得气运值108点。当前气运值112。陆景正在回忆昨晚的滋味，系统的结算声音再次响起：108点。不错不错。陆景满意的点了点头。系统进行一次终极抽奖和一次初级抽奖，正在进行终极抽奖一次。叮！恭喜您获得功法阴阳无极功。阴阳无极功，顶级双修功法。修炼此功法后，在阴阳调和之时，武者可增进功力，普通人也可延年益寿，滋养体魄，美容养颜。注：双修的双方实力越强，效果越好。正在进行初级抽奖。叮！恭喜您获得奖励大师级书法技艺。大师级书法使用后可获得大师级书法技艺。一连串的声音在陆景脑海中响起。阴阳无极功，陆景眼前一亮，看起来是个很好的功法，双修就能增进功力，这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功。功法的内容很快就能出现在了陆景的脑海之中。接收完功法，陆景不禁看向还在沉睡的秦其韵，他没有怜香惜玉，直接把秦其韵给推醒了。秦其韵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然后就看到了一脸火热看向自己的陆景。你还没走啊？他瞬间清醒过来，一脸娇羞地问道。回想起昨晚的一切，他依旧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陆景居然是一个假太监，而且强得离谱。你快走吧，小兰快要过来了。突然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微光，催促道。虽然陆景就是小兰叫来的，但是他也不太好让陆景待在他的寝宫里被小兰看到。嘿嘿，陆景钻进被窝里，不急。1个时辰后，陆景神清气爽地躺在床上，正在感受自己和秦其韵双修之后的感受。他丹田之中有种暖烘烘的感觉，体内的气力稍微增长了一些，有点意思。这双修之后的功力增长居然如此强烈，陆景暗自啧舌。和秦其韵双修之后，他不仅没有掉血，反而感觉气血充盈了不少。这种修炼方法不仅不枯燥乏味，反而畅快得很。刚才要不是秦其韵一直说侍女小兰快要过来了，怕到时候场面太难看，让他赶紧走，他还想继续奋战几轮呢。你好厉害啊！这时候身侧的秦其韵忍不住崇拜地开口道，这是对男人最好的评价。陆景转过头微微一笑，抚摸他的秀发。对了，你怎么是一个假太监？秦其韵终于想到问起这个重要的问题。这你别管。陆景摆了摆手，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的。秦其韵点了点头，陆景不说，他也不想深究。他把头埋进陆景的怀里，撒娇道：那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你一定不能负我。他现在已经被陆景征服，想以后都和陆景好。放心，你只要好好听话，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的。陆景捏了捏他的下巴，还有我的情况别和任何人说，包括你的侍女。秦其韵应声点头。行了，我得走了。陆景听到寝宫外有脚步声，已经有人准备进门，估计是秦其韵的侍女小兰上秦来了。秦其韵也站起身，不顾身上的春光，如同一个给出门的丈夫整理衣服的小媳妇一样，温柔地帮陆景穿戴好衣服。陆景亲了她一口后，在秦其韵恋恋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寝宫。走出寝宫大门，刚好看到小兰走进来，两人擦肩而过。小兰见到陆景居然还在，微微有些惊愕。这都已经快到中午了，没想到陆景才刚要走。回过神后，他躬身行了一个礼，见过陆公公。陆景点头，离开了寝宫。小兰看着陆景离开的背影，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夫人这些年估计是寂寞坏了，现在才放陆公公离开，真是辛苦陆公公了。他小声嘀咕道。在他看来，陆景和秦其韵之间的关系是秦其韵在享受，而陆景在给秦其韵服务。陆景现在才离开，想必是秦其韵一直没放人。小兰走进屋里，秦其韵还躺在床上，睁眼看着头顶的帐帘，面带奇怪的笑容。娘娘，小兰，你来了。秦其韵转过头，面带笑意。夫人，怎么好像很不一样了？小兰吃惊地看着秦其韵。如今的秦其韵面色红润有光泽，气质都显得年轻了一些。什么不一样了？您好像变得皮肤更好，更年轻了。说罢，小兰拿来了铜镜。秦其韵看了一眼自己如今的状态，微微一愣，还真是，自己之前的皮肤虽然也不错，但是今天看来似乎更好了一些。不会吧，被男人滋润过后居然能有如此奇效。
他赶忙转移话题：“小兰，我昨晚没睡好，想着再睡一阵子，你去给我烧水，我醒后要沐浴更衣。”“是，夫人。”小兰走后，秦其韵躺在回想起昨晚的一切，只觉得拥有从未有过的畅快。从秦其韵的寝宫离开，陆景只觉得心情大好。这几天他憋坏了，昨晚一通发泄，感觉全身都通达无比。这冷宫的漂亮女人太多了，天天接触又吃不到，时间久了真得憋出病来。幸好能用上秦其韵。陆景思索间回到了自己的居所，感觉昨晚没睡够，他躺下又休息了一阵子。睡到下午醒来后，他让膳房的周公公给自己送来了一桌好菜。吃完饭补充好体力，又休息了一阵子，陆景又开始打拳练轻功，练了大半个时辰，有些累了，于是他停下休息。小的见过公公。这时陆景的跟班太监小东子走了进来，他平时就是专门服侍陆景的，陆景让他隔一周就来给自己清扫一次院子，因此此刻看到他，陆景也没在意，就让他进来收拾屋子。陆景坐在石椅上休息着，过了一会儿，发现客厅里正在干活的小东子的目光不时就透过窗户在自己身上偷瞄，似乎在注意自己的情况。但陆景一看过去，他就又有些惊慌的把目光给移开了。“小东子，有事吗？”陆景忽然出声，把小东子吓了一跳。“没事。”小东子连忙回道，继续给陆景清扫院子。陆景狐疑了看了这小子一眼，没有多问。“公公，奴才给您打扫一下房间吧。”又过了一会儿，小东子开口询问道。陆景说过要进自己房间需要和他报备一声。陆景诧异的看了小东子一眼，这小子平时伺候自己懒得很，今日怎么这般殷勤？小东子心虚的低了低头。陆景点头，可以。半刻钟后，小东子清扫完房间，告别了陆景。陆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思索片刻，走进了房间里。这小东子有些不对劲，陆景有必要小心一些。他探查了片刻，没发觉少了什么东西，钱财之类的东西还在。难道是我误会他了？又在屋里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觉少了什么东西，他也就没再理会。随后陆景前往了夏晴岚的寝宫。昨天他和夏晴岚约好，今天下午要去和夏晴岚探讨诗词歌赋。进到云溪宫，夏晴岚正端坐着，正拿着毛笔在练字。“见过娘娘。”陆景拱手行礼。夏晴岚热情地邀请陆景入座。“娘娘，您书法造诣真不错。”陆景看了一眼桌面上的宣纸，随口点评道。他拥有大师级书法造诣，能很容易看出夏晴岚的书法水平，可以说他的书法水平已经触摸到高手水准了。不过距离陆景自己差距还非常大，陆景的大师级书法造诣比他要高上2个大层次。夏晴岚诧异地问：“哦，你也懂书法？”陆景笑了笑：“略懂，略懂。”夏晴岚点了点头。上次他在胡妹儿的寝宫谈论诗词时，见过陆景写字写得非常一般，因此陆景说自己略懂，他也就没在意，不觉得他是在谦虚。在这冷宫里，我平时也没什么消磨时间的事情，就是喜欢评词论诗，写字听曲，你陪我吧。是。夏晴岚拿出一本薄薄的册子，这是前几个月从江南那边传到京城的好词佳句，我也是刚拿到手的，我们一起品评，待会儿各自说说自己的见解。说着，夏晴岚摊开册子看了起来。陆景点了点头，也站起身凑过去，和夏晴岚一起看那册子上的内容。夏晴岚看着陆景直接贴到他身侧，愣了一下。他是想等自己看完册子再传给陆景看的，没想到陆景直接凑过来一起看了。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不成体统，毕竟两人一个是太监，一个是贵妃娘娘，尊卑有别，贴得太近，有些太过于不合适了。不过夏晴岚却是不觉得被冒犯或者厌恶，反而内心有种莫名感觉。感受着身旁陆景那浑厚的男子气息，他一阵失神，突然发觉那册子上的诗词竟然有些索然无味，没有了太多钻研品评的心思。陆景凑得太近了，让两人的关系看起来非常亲近。这要是被其他有心人看到，绝对会认定陆景和夏晴岚之间有不洁的关系。但夏晴岚却也没想过让陆景坐回去，而是有些心不在焉的看完了册子上的诗词。陆景倒是没有注意到夏晴岚的情况，自顾自地靠近着夏晴岚脑袋，两人一起看册子上的内容。待到看完那几篇诗词，陆景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接下来就到了点评的环节。陆景没有什么评诗论词的心思，也就随口敷衍了几句。但是夏晴岚却是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陆景没办法，只能偶尔附和几声。陆公公可是看不上这些诗词。夏晴岚看出陆景的兴致不高，于是笑着问道。陆景也不好说自己是个俗人，不喜欢附庸风雅，只能点头说道：这些诗词确实是不错的，不过还是差一些火候。夏晴岚知道陆景的水平，对他这话是相信的。要不陆公公你再写一首诗词给我看看吧，你之前那几首
我都很喜欢，每日都诵读品评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夏晴岚一脸期待地说道。陆景的《武陵春》和《虞美人》皆可称为传世的经典，他喜欢得很。要是能从他手里再压榨出一些名词骚诗，那就更好了。陆景问道。娘娘想让我写那种类型的诗词？夏晴岚沉思片刻，鬼使神差的道，要不写有关爱情方面的吧。他刚说完这话，立马就有些后悔了。自己一个贵妃让一个太监写有关爱情的诗，着实有些不合适。一来陆景是太监，以后和爱情已经绝缘，让他写有关爱情的诗词，着实有些让他难堪了。二来自己可是贵妃娘娘，陆景虽然是太监，却是男性，孤男寡女在这寝宫里谈论有关爱情的诗词，说出去只怕会被其他人扣帽子。要不换一个你擅长的主题也行。夏晴岚尴尬补充道。陆景摆了摆手，无妨，娘娘容我想一想。陆景沉思片刻，从一旁拿过纸笔，写下了自己想好的诗词。却瞧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写完，陆景把字帖交给夏晴岚。娘娘，请您辅正。夏晴岚接过字帖，还没仔细看内容，先是看到那笔走龙蛇的字体，顿时就震惊不已。陆景这字写的龙飞凤舞，力透纸背，居然有书法宗师的味道。夏晴岚越看越觉得心惊。陆公公，你真懂书法？他抬头看向陆景，满脸的疑惑。陆景笑了笑，我在书法方面也有些造诣。夏晴岚沉默不语，还处在震惊之中。这哪里是有些造诣，简直能和历史上那些书法大师相媲美了。可是几天前我看你的字还显得普通，怎么今天就……陆景说谎也不用打草稿，随口解释道，我之前尝试用其他书写技巧，还不熟练，所以写出来的字普通了一些。夏晴岚恍然大悟，陆景已经是能开创书法道路的大师了，以前是在练字，所以不出奇。陆景不仅诗词方面的造诣极深，居然还是一位书法大师。夏晴岚看向陆景的眼神中又带上了几分敬意和崇拜。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被培养在诗词歌赋以及书法方面的兴趣。如今在这深宫里，唯一的乐趣就是品读诗词歌赋和写字听曲，偶尔听闻皇城内新出名的大才子，都心生仰慕之情。他还是贵妃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想偷偷出宫去见见那些大才子。然而等到他被贬入冷宫，也就没可能出宫去了。如今陆景这等一的大才子就在眼前，他生出了一种偶像就在自己面前的感觉。娘娘，您觉得这首词如何？陆景见夏晴岚神情呆滞，忍不住开口问道。夏晴岚这才反应过来，开始品读。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夏晴岚咀嚼着这两句，再看向陆景的眼神，有着无尽的柔和和爱意。能写出这等诗词的人，内心的有多么的细腻，得是多么痴情的人。陆景不就是那些情爱小说中的大才子形象吗？他想到陆景救了自己，想到他那大师级的书法，想到他那不可思议的文采，种种结合起来，这一刻他内心对陆景的崇拜之情几乎已经泛滥成灾了。陆景看着夏晴岚那灼热的眼神，有些吃惊。不会吧，夏晴岚这眼神难道被自己攻陷了？不是他自大，就夏晴岚那看向自己的眼神，真就是拉丝了。娘娘，夏晴岚收回目光，你这首词写得很好。何止是很好，简直是好极了。要是流传到外界，那些青楼花魁看到，估计愿意给陆景献身。大景虽然尚武，但是文人的地位也很高，大才子的地位更高，除非武力通天，不然一般的武道强人在女子眼中还是不如那些高雅浪漫的大才子有吸引力。这是奴才为您写的，娘娘喜欢就好。陆景面带笑意地说道。他这话一出，夏晴岚心头却是一颤。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首词是陆景给自己写的，他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意思吧？夏晴岚心头巨震，有些娇羞地低下了头。陆景自然不清楚夏晴岚内心的想法，他虽然确实对夏晴岚有想法，但是刚才只是说自己写出这首词是献给夏晴岚的，只是为了恭维他，并没有暗示自己对夏晴岚有特殊想法。接下来两人又一起品评了一些诗词，还探讨了一下有关书法。夏晴岚让陆景临摹一些书法名帖，陆景都写得非常出彩，甚至夏晴岚觉得陆景写出来的韵味比原作更甚之。夏晴岚终于确认陆景的书法造诣非常高，高到有些离谱，笔法变化丰富，书写的帖子充满了生机和美感，妥妥的宗师气象。陆公公，你以后能不能过来教我书法？夏晴岚看着陆景临摹出来的字帖，略有些恳求的开口道。陆景点头，既然娘娘开口了，奴才我哪能推辞？谢谢你。夏晴岚笑靥如花。
陆景看着那双绝美的面容，一时间有些看呆了。夏晴岚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美女，颜值高，家世好，气质佳，放在前世是女神级的人物。陆景一辈子都没有和她说一句话的机会，而如今他很有信心能让她做自己的女人。狗皇帝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女人丢到冷宫里，真是浪费资源。陆景心生感慨，却忽然又想到，不知道狗皇帝的后宫还有多少漂亮的美女，以后搞定冷宫还得去他的正宫去祸害几个贵妃才行。还有皇后，我要她在床上给我唱征服。一想到还有那么多大美人要照顾，陆景就心潮澎湃。又和夏晴岚探究了一阵子书法，陆景才离开了他的寝宫。正想走回居所，却迎面看到几个小太监正迎头走来。该死的小金子，仗着有几分力气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把咱家打得这么惨，好几天都没消肿。为首的小桂子摸了摸自己的脸蛋，一脸的愤恨。贵公公，那小子走了狗屎运，被贵妃娘娘看上，成了大公公。不过你放心，王公公都和我们说好了，我们不会把他当回事的。一个小太监嬉皮笑脸的挤到小桂子前面开口道：对，您放心，我们只认王公公一位大公公。其他人也纷纷开口表忠心。小桂子冷冷一笑，哼，放心吧，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其他人心中一惊，公公，那小金子要倒霉了。嘿嘿，你们等着吧。小桂子和几个太监一边交谈，一边向着陆景的方向走来。看到前方来人是陆景，顿时面色一僵。刚才自己说的话他应该没听到吧。小桂子测算了一下两人刚才的位置，心想这个距离他不太可能听得到自己说的话，这才松了口气。陆公公，几个小太监自然也认识陆景，等几人照面后连忙对着陆景行礼。虽然他们刚才嘴中看不起陆景，但真看到陆景还是得恭敬的行礼。陆景淡然地看了一眼小桂子，小桂子见到咱家居然不行礼，怎么皮又痒了？小金子浑身一颤，连忙躬身行礼道：见过陆公公，他身上现在还疼着，可不能再被打一顿了。陆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甩手走开了。小桂子看着陆景离开，这才松了口气。哼，他冷哼一声，也带人离开了。刚才小桂子这么自信，不会真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吧？陆景回到住所，想起小桂子刚才兜话，沉思了起来。他实力已经达到4品巅峰，刚才的距离清楚地听到了小桂子的话。他没有当场和小桂子翻脸，还想着看看他一个小太监到底有什么办法来搞自己。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老子4品高手，还是掌事大太监，还怕他一个小太监？陆景懒得多想，摇了摇头。冷宫通往正宫的大门口，一处大树下，咱家见过贵妃娘娘。一个瘦高太监对着胡妹儿行了一个礼。陈公公，我一个弃妃，哪里还当得起贵妃娘娘的称呼？胡妹儿苦笑一声，摇头叹气。娘娘，您找咱家可有什么事？瘦高太监没有接话，直截了当地问道。陈公公，前些天我给您传上去的那几首诗词，陛下可曾看过？胡妹儿忧虑地问。陈公公是负责处理陛下御书房事务的大太监，平日里会帮陛下收集皇城里一些出名的诗词，整理好后传到陛下的书案面前。他之前通过陈公公把陆景那几首诗词传给了陛下，但如今过了这么久，陛下都没能来继续看他一面，他实在是有些急了，因此才重金邀请和陈公公碰头，想问问情况。陈公公面色淡然道：娘娘，您之前给我那几首诗词确实不错，我也帮您记录在册，一同呈给陛下了。但是陛下有没有看，看完什么反应，咱家就不知道了。陈公公其实想说，陛下应该没看过的，毕竟陛下并不是真喜欢诗词，只是因为太后喜欢，陛下投其所好，才分出点心思去了解一番，只是为了能在太后面前有些谈资。但陛下最近连政务都懒得理会，自然没空去理会什么诗词了，呈上去陛下也不会去看。不过只要自己不说，胡妹儿就还会心存希望，自己就还有钱拿，因此他也就懒得提醒他。胡妹儿面露无奈，点了点头。陈公公知道胡妹儿的心思，于是笑着安慰道：娘娘，就算陛下真的因为看了您的诗词有了什么心思，那您也得多等几天才好，毕竟那些诗词刚呈上去2天，陛下要看到，想去看您也得抽出时间，您还有机会的。是这个问题里。陈公公笑了笑，躬身道：娘娘，那咱家就告退了。说着，陈公公离开了此地。胡妹儿看着陈公公离去的背影，叹了口气，然后也转身离开了。夜晚，陆景沐浴更衣完后，来到秦其韵的玲珑宫。咚咚咚，谁？是我。秦其韵打开门，看到陆景，俊俏的脸蛋上满是惊喜。公公，您怎么来了？今早陆景走之前没说自己今晚还会来。秦其韵以为他昨晚消耗太大，今天不会来了，都准备吹灯睡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来。陆景亲了他一口。怎么不欢迎我？秦其韵倚在陆景怀里，
怎么会呢？妾身以为您今晚休息，不来了，都没梳妆打扮呢。陆景嘿嘿一笑，我不用冷却时间。翌日，陆景抱着美人醒来，耳边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您彻底征服夫人秦其韵，获得气运值11，当前气运值13。这么少？陆景嘀咕一句，然后直接道：系统进行初级抽奖，正在进行初级抽奖一次。叮，恭喜您获得轻取制服星号20，轻取制服包含有护士制服、JK 制服、空姐制服、学生装、OL 装等20套斩男制服，注包含内衣。此外，衣服尺寸可根据所使用对象而定。轻取制服，陆景看到奖励的内容，顿时嘴脸一抽。好家伙，这系统有些不正经啊！不仅有避孕套，居然还给自己抽到这种东西。不过，我喜欢。要是让秦其韵穿起来站在自己面前，绝对能让自己增加攻速和暴击率。秦其韵还在睡着，陆景昨晚和他折腾得太晚了，也不想再叫醒他，只能等下次过来再给他穿上，让自己用。他穿好衣服，离开了玲珑宫，回到自己的居所。陆景又睡了一阵子，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这日子爽啊！陆景起床后伸了一个懒腰，惬意极了。他现在的日子非常舒服，白天不用做事，偶尔去和夏晴岚谈天说地，晚上还能玩嫔妃，简直就是梦中的生活。前世忙忙碌碌，哪有现在安逸舒心？真想一辈子待在这宫里。我要求也不高，晚上能玩玩贵妃，平时制造业事端给狗皇帝添添堵，让我赚一些气运值，我就满足了。陆景感慨几句，不过他知道，要想给景帝制造大一些的麻烦，凭自己现在的实力还不够。他来到院子里继续练拳和练轻功。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他的云行术和应山拳都已经达到了小成的地步，已经能熟练的使用出来。其中使用云行术时，他已经能勉强做到身轻如燕的地步，应山拳也进展许多，一拳就能打裂一棵大树。此外，通过和秦其韵双修，体内的气血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得到了精进。虽然精进的没有太多，但是也能明显感受到体内气血的增强。练武就是牛逼啊！陆景心里美滋滋的，有实力傍身，在这冷宫里也就能更加随心所欲了。时间又过了2天，这2天陆景不是在练武，就是去找秦其韵双修，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好不快哉。这天，陆景走出自己的居所，前往夏晴岚的寝宫。走进寝宫里，看到夏晴岚正在练字。陆公公，您来了。夏晴岚看到陆景，眼睛立即放光。陆景点了点头。夏晴岚拿起自己刚写好的字，举到陆景面前：你帮我看看，写得如何？他一脸期待地问道。陆景瞟了一眼，点评道：娘娘，您写得很不错。夏晴岚满意的点了点头，却还是问道：你觉得还需有改进的空间吗？陆景想了想道：娘娘，技巧上来说，您的字锋有些发飘，收束不够自然，我还想改进，您能提点我1、2吗？夏晴岚期待道。他已经完全把陆景当成了老师的角色，语气很是谦恭。陆景有些犹豫地说道：娘娘，练字需要奴才我手把手教您，不过您是千金之躯，咱家一个阉人，要是触碰到了您的贵体，不碍事。夏晴岚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我已经是废妃，哪里还称得上千金之躯？而且你之前都救了我，哪里还需要讲究这些？陆景点了点头：娘娘，那奴才我就得罪了。说着，陆景来到夏晴岚背后，做出类似搂住她的姿态，把手伸到夏晴岚握着毛笔的玉手上，准备指导她练字。卧槽，好滑，好嫩，好软，这双手娇嫩无比，雪白如玉，要是能拿来，陆景内心开始歪歪起来。夏晴岚身上的体香更是仿佛一种情药，两人身体接触的那一刻，令得陆景浑身火热。陆景恨不得此刻就把他就地正法。陆公公，你贴得太近了。夏晴岚如蚊声一般的声音响起，才把陆景的心神拉了回来。此刻的夏晴岚脸上晕起了一道红霞，神色显得不好意思。陆景握住她的手后，又摸又揉，让她有种陆景在占她便宜的感觉。此外，他贴得太近了，几乎是从背后抱住了自己。而夏晴岚要练字，需要弯着腰，这等姿势看起来像是他被陆景压在桌面上欺负。两人此刻的动作实在是太过于暧昧，要是被外人看到两人的动作，要是不误会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怪了。嗨，陆景轻咳一声：娘娘，不好意思，我刚才太专注于思考如何指导您了。他哪里是在思考如何指导夏晴岚，而是在感受她身体的美好，一时间有些恍惚。夏晴岚动了动身子，有些不自然的点了点头。陆景有些心不在焉的，不过依旧指导着夏晴岚。他一双温暖的大手握紧夏晴岚的小手，一笔一画的在纸上写着字。
夏晴岚被陆景如此贴身指导，羞得满脸桃红。不过陆景身上的男人气息太过于浑厚刚强，犹如正午的大日阳光，让他觉得很是温暖，竟有种想要和他亲近的想法。因此过了一会儿，他就不抵触陆景和他如此贴身练字，反而有些乐在其中起来。陆景指导了夏晴岚2个多时辰之后，夏晴岚根据陆景的教导重新写了一份字帖，让陆景评价：娘娘，您写得很不错，笔画饱满圆润，有筋有骨，已经有了一定的境界了。陆景看完夏晴岚写的字，点头称赞。夏晴岚闻言很是开心，仿佛一个被夸奖的小学生一样。都是陆公公您教导的好，您的悟性很高，只需要2个时辰就能做到这一步，一般人没个10天半个月都改不到这个程度。又被陆景夸奖，夏晴岚脸上的笑意藏不住了，捂嘴轻笑起来。两人又继续聊了一会儿有关书法的事。等到中午，夏晴岚直接邀请陆景在他这吃饭。夏晴岚特地让侍女给膳房送了一些银两，做了一大桌子菜宴请陆景蛙，好丰盛的一餐。陆景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口水直流。夏晴岚等贵妃和嫔妃的伙食有专门的御膳房负责，平时吃的就还不错，如今给膳房塞钱，吃得更好了，连各种海鲜都有。要是在周公公那里，即便有钱都搞不到海鲜，最多有一些鸡鸭鱼之类的普通肉类。陆公公，没什么能感谢您的指点，就只能请您吃饭了。陆景嘿嘿一笑，没事，能吃大餐就够了。两人坐下后，陆景也没客气，狼吞虎咽了起来。夏晴岚看着大口吃肉的陆景，没有动筷，而是坐在一旁提着筷子看着。这些山珍海味他都吃腻了，没太多胃口。不过他不动筷，主要是想让陆景吃饱一些。他感觉和陆景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快乐。陆景对待他并不像其他太监那样非常的谦卑和恭敬，而是显得很是平常心，甚至比和跟随他多年的侍女还要更平常心。他很喜欢陆景这么对待自己，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朋友一样，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从小就被养在深闺，从没有什么朋友，后来嫁给皇家，连家人都看不到，如今被贬入冷宫，也就能和胡妹儿说一说话。不过他和胡妹儿在一起聊天，基本都是聊一些琐事。胡妹儿并不是真心喜欢诗词歌赋和书法，只是想在陛下面前露脸，水平并不强。和他聊起来，在这方面两人没太多能交流的东西。但陆景不同，无论是在诗词歌赋还是书法上，他都比自己强，因此夏晴岚对他非常的珍惜。夏晴岚多想这一刻能永远的维持下去，如果以后陆景都能陪他，那该有多好。娘娘，你怎么不吃？很好吃的。陆景鼓囔着嘴巴问道。夏晴岚笑了笑，夹起了一块肉放到陆景的碗里。我不饿，好吃你就多吃吧。陆景一怔，好家伙，夏晴岚身为贵妃，居然给自己夹菜。夏晴岚也意识到了自己对陆景的态度有些太过于热情了，脸色有些发烫，不过却继续帮陆景夹了一块红烧肉。膳房大师傅煮的红烧肉很好吃，你多吃点。陆景咧嘴一笑，嘿嘿，只要是娘娘帮我夹的肉都好吃。夏晴岚闻言嗔了陆景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心脏砰砰直跳。从云溪宫离开，陆景神色很是欣喜，看夏晴岚对我的态度，估计真是已经沦陷了。我需要做的只是找个机会捅破那一层窗户纸。一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多出一个双修伴侣，还是那么漂亮，身份还高的女人，陆景内心就开心不已。看着时间还早，他准备再去看看冷宫里其他漂亮妃子的样貌，给自己挑选双修用的工具。能给景帝当妃子的人，肯定都是一等一的美女。陆景逛了一圈，几乎每一个女人都让他有些心动。狗皇帝，浪费这么多漂亮的女人，老子前世找不到女朋友，都是你们这些霸占资源的人害的。陆景一边无耻的吐槽，一边走着。没多久就来到了冷宫里一处偏僻的区域。此处区域毫无人气，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小院子，和夏晴岚以及胡妹儿所住的宫殿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景想了一下，才记起这是冷宫的西南区，之前住的都是一些冷宫里的秀女之类的底层妃子。前几年因为一场疫病，此处的妃子死了不少人。内务府害怕疫病侵染正宫，直接把这里封锁起来，没有理会里边那些妃子的生死。那些妃子连吃喝都没有人提供，全都病死或者饿死在里边。冷宫很大，此处如今虽然不再封锁，但由于之前疫病的事，也就一直空了下来，没人来住。陆景也不想沾染晦气，就想转身离开。走到一处拐角，忽然闻到了空气中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陆景内心咯噔一下，低头一看，发现地上有几滴血滴。心中盘算片刻，陆景跟着血迹一路往里边走。自己身为4品巅峰武者，轻功也了得，也算有些底气，不怕出意外。血迹在一处院落停了下来，陆景绕着院落看了一圈，确定人就是在这消失的。人在里边。陆景看着破败的院落，
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看看。能在皇宫里出入，还受了伤，不会是什么刺客之类的人物吧？要是对方是刺杀狗皇帝的刺客，自己救了对方，那如此一来，自己是不是算给狗皇帝制造了麻烦？略微思索一番，他咬了咬牙，翻墙进入了屋内。踏入院子内，一股发霉的味道就涌入陆景的鼻息之间。这里荒废得太久了，破败不堪，到处是灰尘，偶尔还能看到一些白骨，估计是以前饿死病死在这的那些妃子的尸体。时间又是傍晚，天色已经缓缓暗了下来。陆景没带照明的工具，看的距离不太远，他找不到任何有人存在的迹象，甚至找不到脚印。虽然这里到处是灰尘，对方的实力一定很强。陆景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受伤了还能不留下脚步，说明那人的轻功很好，实力不会差。不过应该也受了重伤，不然也不会一路都流血被自己发现，没来得及清除。他在院子中探寻了一会儿，却还是没找到任何有人存在的迹象。难道人已经走了？陆景皱了皱眉，刚想离开，目光忽然落在一旁的一个水井上。这水井废弃多年，井口却没结有任何的蜘蛛网。不对劲，陆景立马心生警惕，漫步走向井口。来到井口，正想往下看去，咻！一道暗光忽然从井底射出，陆景心头一惊，立马躲开了那道暗光。铮！背后的门板被什么东西射中，陡然炸开。没来得及去细究那是什么东西，井口又忽然冲出一道身影，唰！拳劲呼啸，带着一股香风直冲陆景的面门。陆景手中拳印凝结，猛然击出，和那道拳劲碰撞在了一起。砰！两股巨力相互碰撞，磅礴的劲力弥散在两人周围。院子年久失修的围墙因为那股庞大的劲力冲击，直接倒塌了下去。对了一拳后，陆景立马扭动云行术，往后退去，来到了旁边的一处屋顶上。和陆景对了一拳的那人也有些踉跄的往后退去，不过似乎被这一拳震得不轻，勉强才稳住了身形。嗨嗨！那人重重的咳嗽一声。朦胧的夜色中，陆景没看清对面那人的样子，不过他知道那人是个女人，因为他看到了那人惊心动魄的身材曲线，横看成岭侧成峰。此外，那股属于女子的香风也能让他猜出对方是女人。你是谁？为何出现在这冷宫里？陆景问。哼，你一个阉狗也配知道我的名号？那人声音冷淡，显得很是不屑，是一个很好听充满磁性的女生。陆景笑了笑，哟，听声音就知道你是一个美女。哼，东厂的阉狗，女人脾气太差，可不利于乳腺。阉狗，住嘴！女人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乳腺，但是听到前面那个字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词。陆景语气无奈，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阉狗？阉人。陆景想说，要不你给我试试，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阉人。不过他最终还是忍下了男人的自尊心。你怎么受的伤？阉狗，你伤了我，还明知故问。陆景脸色发黑，刚才不是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想取我性命的，该怪我伤了你。我问的是之前的伤。女人沉默了一瞬，没有说话。你不会是刺客吧？陆景忽然开口问道。他，女人脚下的瓦片陡然裂开，预示她不平静的内心。还真是刺客。陆景没想到真被自己猜到了，这女人居然真是刺客。你刺杀了谁？陆景问道。女人依旧默默无言。不会是皇帝吧？陆景继续问。女人还是不说话。陆景也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女人缓缓开口。你不是来追捕我的东厂太监？陆景反问。你觉得呢？女人又沉默了下来。她现在明白了，陆景不是东厂的太监，不然没必要和自己废话。她刚才见陆景穿着太监服，还身怀不凡的武力，就下意识地以为他是东厂的人。你到底是谁？女人又问。冷宫里一个疑似拥有3品实力的太监，又不是东厂的人，这太诡异了。陆景笑了。我问你，你没回我，我也没必要告诉你。那你想怎么样？女人沉声问道。她平时话很少，不过如今的境况，她只能尽量帮自己拖延一些时间，修复体内的伤势。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否则我就去喊东厂的人过来抓你了。女人冷笑。你敢通知东厂，你自己也跑不掉。一个3品武者出现在冷宫里，还不是东厂的人，必定会被调查。陆景一愣，似乎是这个理。呵呵，放心，我有后台，不怕被抓。陆景神色淡然。你既然是刺客，在这宫里刺杀了谁都是死罪，不如和我说说你干了什么，如何？对面的女人又沉默了下来。陆景见此，摊了摊手。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算了。说完，陆景转身离开了此地。女人看着陆景离开，矗立了一下，之后也离开了小院。离开了院子100米开外，
陆景转身看了一眼背后那墙壁已经倒塌的院子，然后摸了摸有些发闷发疼的胸口。这女人受了这么重要的伤，居然还有如此实力，只怕实力远比我强大许多。此刻的陆景面色没有了刚才的淡然，而是显得异常的凝重。刚才他和那女人对了一招，如今体内的气血翻滚不休，受了一些内伤。如此看来，那人实力绝对强得可怕，不然也不会能在这皇宫里进行刺杀，还能逃到这来。就是不知道他刺杀了谁，如果是刺杀了狗皇帝就好了。他和狗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是景帝被人杀了，他会很开心。不对，陆景又突然拍了拍脑袋，要是景帝死了，那我岂不是少了一个大敌？还怎么在他身上刷气运指？最好是被人给阉了。要是狗皇帝被人阉了，以后这后宫可就任凭自己驰骋了。陆景在心中坏坏的想到。想着想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刚坐下调理了一会儿被那女刺客震乱的内息，门口就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踏踏踏，快搜！门外有人在呼喝呐喊，脚步繁乱，显然来的人不少。很快，陆景的大门就被人敲响了。砰砰砰！陆景停止调息，前去开门。门口站着10几个带刀禁卫，陆景能看到附近其他太监住的区域也有禁卫在敲门搜查。禁卫入后宫，一看就知道是发生了大事，不然用东厂的太监就可以了。难道和那女刺客有关？见过公公。为首的小统领看到陆景的大公公服饰，微微行了一个礼。可是发生了什么事？陆景问。公公，宫内有刺客出没，我等奉命稽查刺客，还请公公让我等进去屋内搜一搜。刺客？陆景祥装出害怕的模样。什么刺客？刺杀了谁？公公，具体的数在下不能多说。小统领拱手。咱家明白，咱家明白。陆景让出一个身位，让小统领带人走进屋里。禁卫搜了一遍，没看到人后道：公公，要是有看到任何可疑人员，烦请奏报给东厂或者宫内的禁卫。一定一定。将几人送走，陆景目光幽邃想了一下，他前往胡妹儿的寝宫。胡妹儿是冷宫之主，或许会知道一些事情。路上，陆景看到大批的禁卫和东厂太监在冷宫内出没，正在到处搜查刺客。要不是陆景有大公公的令牌，此刻都很难在宫内行走。来到胡妹儿的寝宫外，陆景看到他的寝宫大门居然有东厂太监在驻守。以往东厂太监们都只在重要路口和宫门附近把守，此刻居然来到胡妹儿的寝宫门口驻守。陆景亮明身份后走进寝宫内。娘娘，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多带刀禁卫入宫了？陆景凑到胡妹儿身边，小声问道。胡妹儿满脸愁容，咬牙切齿道：一个时辰前，陛下被刺客刺杀了。什么？陆景满脸的不可思议，谁这么大胆，居然敢行刺陛下？不清楚，听说是一个女刺客，武艺高强，居然和保护陛下的大高手打得不分胜负，要不是宫内其他高手过来支援，那位近身大高手还真打不退他。陆景小心翼翼地问：娘娘，那陛下他可有大碍？我在宫内的眼线说并无大碍，只是被余波波及到了一些，受了一些轻伤。这样啊。陆景面露遗憾，不过胡妹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他握了握拳，愤恨地说道：该死的刺客居然敢行刺陛下，要是被我知道他藏于何处，一定把他揪出来。娘娘，那刺客逃走了。他实力太强，好几个宫内的强者都没能留下他，被他遁逃了，据说如今估计还在宫内潜藏。胡妹儿的目光看向陆景，叮嘱道：小景子，那女刺客受了重伤，如今整个皇宫都被封锁了，她估计正躲在那里疗伤。你要是发现任何异常，一定要立即禀报给本宫，要是他能找到刺客的踪迹，上报给陛下，之后陛下或许能让他回归贵妃宝座。想到这，胡妹儿神情兴奋。陆景看着胡妹儿那略微有些期待的神色，却是有些无语。娘娘，那可是能刺杀景帝的刺客，你以为是什么小猫小狗啊？你这么期待是什么意思？不过他还是点头道：是，娘娘。陆景从太和宫离开，发现禁卫和东厂的太监们还在他附近搜查，并没有前往女刺客所在的废弃区域。于是他立即前往之前发现那女刺客的地方。他能根据血迹找到那女刺客，想必禁卫或者东厂的太监也能找到。既然那人刺杀的是狗皇帝，也算和自己有相同的目的，那自己理应帮他一个忙，把他留下的血迹擦除。不过等陆景回到最初发现女刺客血迹的地方，却发现血迹已经被人消除。再往前走几十米，依旧没看到血迹。难道是他擦的？陆景目光看向不远处那栋房子，他猜测是那女刺客恢复了一些伤势后自己过来擦除的。之前能让自己顺着血迹找到，估计是伤势太重，实在是没精力去处置那些血迹，算了，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如今正是禁卫们搜查的敏感时期，陆景不想惹麻烦，接下来要看那女人的造化了，看她能不能躲过禁卫们的搜查。
陆景回到了自己的寝宫，接下来的一天，他都没有出门。禁卫和东厂的人一直在冷宫里搜查刺客，冷宫里整夜都是有人踏步行走的声音。不过，他们最终似乎一无所获。到了第二天下午，禁卫和东厂的太监们慢慢退去，看来禁卫们都走了。庭院内，陆景喝了一口茶水，看着沉寂下来的冷宫，低声呢喃。禁卫和东厂的人把整个冷宫都翻了一个遍，似乎还是没能找到那个女刺客。难道是跑出宫去了？陆景想了想，又觉得不太可能。胡妹儿说过，因为刺杀的是景帝，如今整个皇宫都被层层封锁了起来，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那人很难逃出去，不然之前也不会被自己找到，早就直接逃走了。思索了一下，陆景换了普通太监的衣服，走出房门，又来到了昨天碰到那女刺客的位置。周围到处是凌乱的脚步，看来禁卫和东厂的太监们早就把这里给翻找了一遍。陆景走进屋内，看了一眼水井，发现里边并没有人。他又在周围查找了一遍，依旧没找到人。难道真跑了？既然没找到人，于是他就准备离开。他来也只是想来探查看看那人到底是何等的高手，居然能近身刺杀景帝，还差点成功了。想来实力应该已经达到了先天的水平，不然也跑不掉，更没能力刺杀景帝。要是自己能帮他一手，他也不介意帮一帮，毕竟两人拥有景帝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要是自己帮了他，不仅能多一个强大的帮手对付景帝，陆景猜测自己还能从系统那里拿到气运值呢。毕竟帮了敌人的敌人，这也算破坏了景帝的气运吧。如此想着，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微不可察的轻咳声。陆景脚步一顿，循着声音，他看了过去，那是种在公道边的一棵大树上，声音从树上那茂密的枝叶里传来。陆景愣了一下，定睛看去，他看到了一个人影正躺在一个树杈上。他脚步一重，跳到了树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浑身带血的绝色女子，她面容绝美精致，身材高挑，曲线玲珑，整个人透露出一股孤傲的气质。不过人是很漂亮，就是此刻满脸痛苦，气息有些低迷。听到陆景落到树干上的声音，女人微微睁开眼睛，摄人的目光投向陆景，同时握紧了手中的一把短刀。她对陆景的到来虽然有所防备，不过却做不出更大的反应，已经虚弱至极。陆景看着她，淡淡道：“听说你刺杀了景帝。”女人显然认出陆景就是昨晚的太监，声音低哑道：“是又如何？”陆景笑了笑：“厉害。”然后他又问：“你为何要刺杀他？有仇？”哦。女人侧目看向陆景，见他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站在一旁观察自己，忍不住问道：“你不想抓我？”以他如今的身体状况，即便陆景只是三平武者，也能把他擒住。陆景却是摇了摇头：“我为什么要去抓你？”女子一愣，自己是刺客，抓自己去领赏，陆景能直接飞黄腾达，获得高官厚禄，甚至不用他亲自抓，只要弄出动静，引来禁卫抓自己，等待他的就是泼天的富贵。他居然问为何要抓自己。陆景没有理会女人的诧异，他的目光看向了女人的胸口位置，但是不是在看美好的事物，只是在看伤口。那里鲜血浸染了女子的素黑色袍服，能看出一道狰狞的伤口贯穿了女人的胸口，看起来像是被利器割破的，此刻还在渗着鲜血，看样子女人没有伤药覆盖。这等伤口一般人撑不住1刻钟，就是陆景莫要的话，估计也撑不过2个时辰。他居然能从昨天支撑到现在，不愧是能刺杀景帝的牛逼人物。你能混进宫里，居然没带伤药？陆景诧异地问。我的伤药在战斗中被打掉了。女子声音虚弱的道。他说完，目光看向陆景，眼神中带着一丝希冀。其实他刚才是故意暴露自己的咳嗽声的，因为他在树上看到了似乎在附近找他的陆景。从昨晚到今天，禁卫和东厂太监们没有大规模搜查此处，只是例行检查，他就知道陆景没有去高密，不然这附近早就被包围的水泄不通了。因此原本已经逃到其他地方的他，今早又跑回了这里躲藏。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不告发自己，而且如今还敢过来探查自己的情况，但目前看来，整个皇宫里能救他并且有实力救他的，也就眼前这个太监了。因此他才故意吸引陆景的注意力。他倒不是有多么的怕死，只是大仇未报，他还不能死。陆景读懂了女人的目光，不过他并不打算帮他去找伤药。如今这个时候，他要是去找冷宫的太医拿伤药给他治疗，任谁都会怀疑他是拿来给我刺客用的，那到时候可就麻烦了。女人见陆景没有任何表示，眼神暗淡了下来。咕噜噜。这时一阵不合时宜的肚子叫声打破了2人之间的沉默。女子尴尬地撇过脸，不敢看向陆景。她已经许久没有进食，打斗时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恢复伤势也特别消耗体力，如今早已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眼花，没什么力气了。陆景笑了笑，伤药我找不到，不过倒是可以帮你找一些食物过来。
不用了。陆景没有理会他的拒绝，转身离开。过了半刻钟，他带着一只鸡和几个馒头和一壶水走了回来。先填饱肚子吧。陆景把手上的东西递了过去，见女子有些不好意思拿，他继续道：填饱了肚子才能恢复伤势，才能杀景帝。女子看了看陆景递过来的东西，喉口微微动了动。放心，没毒的。陆景直接在烧鸡和馒头上咬了一口，还打开水壶大口的喝了一口。女子沉默了许久，最终把陆景手中的东西默默的接了过去。看着那被吃过的烧鸡馒头以及沾满陆景口水的饮水壶，要是以往这种被人吃过一口还是一个男人吃过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吃。但是现在他犹豫片刻，转过身默默地吃了起来。美女就是美女，即便饿得发慌，吃的也斯斯文文的，没有狼吞虎咽。陆景觉得看着这等大美女吃饭，感觉也别有一番趣味。等女人吃完，已经过了7、8分钟。你叫什么名字？陆景忽然问道。女子沉默了一下。江雅丹。好名字。陆景点头，又问：你为何刺杀景帝？女子没有说话，陆景也没再追问。江雅丹吃饱喝足后，盘腿坐下运气疗伤。她实力强大，即便没有伤药，依靠功力以及强悍的体魄，也能压制伤势。陆景看着她运功疗伤了一会儿了后，才离开了此地。陆景走后一会儿，原本在运功疗伤的江雅丹缓缓睁开了眼睛，她看向陆景离去的方向，默默无言，随后又闭上了眼睛，继续运功疗伤。陆景从江雅丹那里离开后，前往了夏晴岚的寝宫。夏晴岚的寝宫附近如今也配有东厂的太监在镇守，虽然几个太监都是低阶武者，碰到能刺杀景帝的江雅丹也只有死路一条，不过这也显示出东厂对贵妃的重视。陆景出示令牌后，走进了夏晴岚的寝宫。娘娘。夏晴岚看到陆景过来，面色愉悦地招呼他坐下。刚坐下，他就略微有些担心地开口问道：宫内这2天出了刺客，你的住所没有护卫，平日里要小心一些为好。夏晴岚觉得自己疯了，听到景帝被刺杀，他内心都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一想到陆景有可能会遇到刺客，他就有些担忧起来，忍不住开口提醒。陆景感动地点了点头：娘娘您放心，我能保护好自己的。倒是娘娘您是贵妃，万一刺客想对您出手，那就麻烦了。夏晴岚听到陆景关心自己，内心暗自有些欣喜。我不碍事，有东厂的护卫呢。随后两人又继续谈论诗词，陆景还抽空指点了一番夏晴岚的书法。晚上夏晴岚还想留陆景下来吃饭，不过想到这2天风头有些紧，两人太过于亲密，可能会被引起麻烦，陆景开口婉拒了，然后离开了云溪宫。翌日，陆景刚睁开眼，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每日气运结算开始。叮！恭喜宿主帮助了大夏皇朝长公主江雅丹，成功损伤景帝的气运，获得气运值155点，当前气运值159。卧槽！陆景疼的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没看错吧？155气运值。陆景惊呆了，他就随手给了江雅丹一顿饭，居然能获得了155的气运值。等等，江雅丹是大夏皇朝的长公主。陆景震惊过后，这才注意到了系统的提示词：大夏皇朝。陆景的前身小时候在王府里念书时，在教书先生口中听说过这个名字。有关这个皇朝的事，前身作为学渣，具体的事情也记不清了，只是模糊的知道大夏皇朝已经是历史中的国家，早就已经消失。没想到江雅丹居然是大夏的公主，难道江雅丹是大夏留下的余脉？所以我只是给了江雅丹一顿饭，就获得了这么多气运值，是因为她是大夏皇朝的长公主，还是因为她刺杀了景帝，又或者两者都有？陆景心中暗自思索了一番，拿到手这么多气运值，他心情愉悦，立马就开始抽奖了。系统：中级抽奖1次，初级抽奖5次，正在进行中级抽奖。叮！恭喜您获得伤药9转金丹。9转金丹，疗伤圣药，拥有活死人、肉白骨之效。注：只对宗师及宗师以下修为的人有效。正在进行初级抽奖5次。叮！恭喜您获得培元丹。恭喜您获得洗衣粉星号100袋。恭喜您获得华夏诗词大全。恭喜您获得土法味精制作工艺。恭喜您获得培元丹。一连串的声音在陆景的耳边响起。9转金丹，这倒是一个好东西，还有2颗培元丹，不错不错。陆景拿出抽到的培元丹，吃进嘴里一颗，随着身体气血一阵涌动，他的内力又增加了一些，修为正式突破了3品武者。好强！陆景紧握双手，感受着体内庞大的心情激动。如今他成为3品武者，也算正式踏入高手行列了。这才不到1个月，
他就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成为了一个3品武者。一般的武道天才不修炼个几十年，达不到这个程度。天赋差的，资源差的，那更不用说了。而他只用了不到1个月，只能说系统牛逼。还剩1颗培元丹，陆景感觉体内的药力还没完全消化，此时继续服用转化效果可能不太好，因此想着先留着，过几天再继续服用提升修为。起床洗漱完，陆景去膳房点了一些吃的，吃完又打包了一些，然后前往江雅丹所在的位置。自己给了江雅丹一顿饭，居然就获得了这么多的气运值。陆景觉得自己还能从他身上搞出一些气运值来。冷宫里某处破烂的屋子里，江雅丹正在盘腿坐下，闭眼修炼。许久，他缓缓睁开了眼睛，此刻原本那如同星河一般璀璨漂亮的瞳孔显得无比的暗淡。我真被废了。他语气中有着强烈的不甘，满脸的绝望。这2天下来，他终于确认了，他的丹田被击碎，已经没有了修复的希望。那天景帝身边的小宗师级强者貌似贴近他，击中了他腹部一掌，但对方也被自己打得垂死倒地，没了声息。为此他还是高兴不已，觉得自己赚了。被打中后，一开始他只是觉得丹田隐隐作痛，似乎有什么东西打进了自己的丹田之内。之后越来越不对劲，他的丹田开始胀痛，内力开始紊乱。到了昨晚，内力开始慢慢消散，他才意识到自己被废了。那小宗师级别的高手居然如此狠辣，用自己的一条命废了自己的修为。自己背负滔天血仇，要是无法修炼，以后可怎么复仇？甚至要是没有这一身修为，他都压制不住身上的伤势。想到这，难以想象的恐慌席卷了他的全身。他不想死，他想活。咯吱，门忽然被推开了。江雅丹紧张地拿起地上的短刀，警惕地看向门口。他身体现在越来越虚弱，连被人近身了都不知道。你好一些了吗？陆景开口问道。这个屋子就在昨天江雅丹躲藏的大树旁，他看到江雅丹不在树上，就进入屋子里看看，没想到她真在这里。江雅丹只是默默放下短刀，没有说话。陆景对她的态度也有些习以为常了，这女人性子很冷，要不是自己对她有点用，估计早就对自己动手了。他放下手中的食物和水，吃点吧。江雅丹抬眼看向陆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因为我和景帝也有仇。江雅丹恍然。所以你入宫当了太监，只为有朝一日能斩杀景帝。他脑补到这，忽然有些佩服陆景。一个3品武者居然为了报仇，能舍弃男儿身去当太监，只为了接近景帝，估计也和自己一样，身怀血海深仇，才能对自己如此狠辣。陆景笑了笑，算是吧。其实前身被投入冷宫当太监后，哪有什么报仇的心思，整日只想着能活命，能吃饱饭就好。就算想报仇，前身一个普通人也没有能力报仇。你一个3品武者，进来之时是怎么通过验身的？难道你在这皇宫内有关系？江雅丹可不会觉得陆景是成为太监后才修炼有成的，那太不可思议了。真是这样，陆景不仅要偷偷练功，还得在深宫内偷偷寻找修炼资源，平日里还要干活，如此生活状态几乎不可能在这修炼有成。如此一来，只有可能是陆景原本就身怀修为，在一些人的帮助之下，才隐藏身份入宫潜伏起来。陆景摊了摊手，没什么关系。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江雅丹有些不甘心地问道。他之所以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想通过陆景的关系，看看能不能走出皇宫。他虽然丹田破碎了，但手中还掌握有一些东西，要是能传出去，至少能帮他复仇一部分人。他并不完全相信陆景，不敢把东西交给他，想着自己亲自出去交给放心的人才行。腌了鸡儿之后就被送进来了呗。陆景说的洒脱无比，倒是江雅丹听到有些尴尬。这人说话也太直白了。你是进宫后才学武的？陆景点头。你什么时候入宫的？居然能修炼到这个问题地步？江雅丹心中震惊。一般太监12岁，身体长得足够有力气，能干活之后才能入宫。也就是说，陆景修炼得如此晚，没有太多的额外资源，居然能够修炼到3品武者的地步。他的天赋得有多强？即便是以自己的天赋，估计都达不到吧。你问这么多干嘛？陆景白了他一眼。要不是对方是刺杀狗皇帝的女侠，还给自己赚了这么多的气运值，他哪里会和他说这么多？江雅丹噎了一下。确实，陆景没必要和自己说那么多。你的伤怎么样了？暂时死不了。江雅丹声音清冷，目光看向自己胸口的伤。先吃点东西吧。陆景再次提醒道。吃了东西，自己就有气运值赚了。这一次，江雅丹没有再拒绝。等他吃完，陆景又好奇地问道：话说，你是先天强者吧？江雅丹顿了一下。你觉得先天武者就能刺杀景帝了？你也太大小看景帝周泽，
太小看大景王朝了。陆景倒吸了一口凉气。所以，你是宗师强者？这女人看起来年龄和自己差不多，最多大2-3岁，居然是天下罕见的宗师级的强者。是她天赋异禀，还是驻颜有方？江雅丹沉默了一下，然后点头道：以前是。陆景愣住了，什么意思？前天那一战，我的丹田被景帝身边的高手打碎了，不用多久，等我真气退散，我就要成为一个废人了。江雅丹垂下眼帘，语气平静，令人听不出喜怒哀乐。被打碎丹田，陆景闻言有些吃惊。丹田被打碎，那以后也就得告别修炼了。怪不得昨天自己一个3品武者就能击退他，原来他除了受重伤，丹田也出了问题。那你的伤还能支撑个半天吧？陆景感觉有些唏嘘，一个如此年轻都宗师级高手，居然就要死在这了。突然，陆景想到了自己手里的9转金丹，系统说他能活死人，肉白骨，那么修复一个丹田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不过这可是他花费了100气运值抽到的好东西，要是就这么一个给了江雅丹，那也太亏了。正在他思索利弊之间，江雅丹继续开口了：你和景帝有什么仇？似乎怕陆景不信任他，不想说，他又补充道：要是你真和我一样和他有深仇大恨，我可以给你复仇的资本。哦，陆景嘴脸微勾，什么资本？江雅丹道：反正足够你掀翻整个大景王朝了。你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东西，居然还亲自来刺杀狗皇帝。他只是我众多敌人之中的一个，我此次前来皇宫也不是想来刺杀他的，只是想通过挟持他拿回一些原本属于我的东西罢了，没想到中间出了岔子。陆景沉思片刻道：他是我的灭族仇人。江雅丹一愣，然后点了点头。景帝是9武至尊，灭他人9族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我可以传给你我祖传的炼气法，那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功法，来自天外，即便你没有从小修炼，只要修炼几年，以后也能有所成就，起码也能突破先天。先天之下皆蝼蚁，不入先天，终究上称不上强者。陆景虽然年纪轻轻就是3品武者，然而要想突破先天，除了根骨要好之外，修炼功法也得有突破到先天的法门才行。不知多少1品高手被挡在先天之外，几十年不得破境。就这，陆景有些无语。他有系统，倒不怕以后突破不了先天。别说先天了，宗师也是唾手可得，也就是需要多睡几个景帝的女人就行了。因此，什么高深的修炼功法，他倒不是非常在意，并且老老实实修炼也太累了。嗑药或者双修就能变强，那才舒服。再说了，江雅丹一个宗师刺杀景帝都失败了，自己练到先天也没用。江雅丹见陆景那副嫌弃不识货的模样，不由得有些气结。他冷着脸道：你知道这门功法在外界有多少强者在觊觎吗？这可是能突破无上之境，能舞破虚空的不实功法。要是被人知道我身怀这门功法，即便是作为宗师全盛状态的我，也得遁逃隐世。行吧，那你传我吧。陆景摆了摆手，懒得再听。虽然不是很感兴趣，不过多拿一门功法，能拿来玩玩也不错。小说里的剧情果然是真的，救人后真能获得奖励。不过，要是江雅丹能以身相许，就更好了。陆景对他的身子很感兴趣，一个宗师级高手和自己双修，估计只用1晚就能让他突破到2品了吧。当然，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虽然如今的江雅丹看起来无比的虚弱，不过他再怎么说都是宗师强者，要是听到这话，一生气给自己拼死一击，那就得不偿失了。江雅丹看着陆景那无所谓的态度，脸色有些发黑。自己要传授给他绝世功法，他怎么一副爱给不给的不耐烦模样？难道是自己求着他接受自己的功法的？既然你不想要，那就算了。江雅丹感觉心口有些窝火，于是冷冷的开口：不给就算了。陆景摊了摊手，倒也不在意江雅丹看他这副模样，气得牙痒痒。这人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样的机缘啊！就一门功法而已啊，我还以为你还有什么宝藏或者什么隐世势力准备留给我继承呢。陆景淡淡的瞥了江雅丹一眼。对于陆景来说，金银珠宝以及现成的势力更实际一些，有了钱以及势力，就能在大景做一些小动作，给景帝找麻烦了。功法还要修炼好几年才有可能成气候，哪有直接用气运值抽奖来的舒服？有也不给你。江雅丹气疯了，他之前还觉得这人净身入宫蛰伏当太监，心性足够果决狠辣，没想到只是一个贪财图享乐之人。你还真有啊！陆景眼前一亮，这女人是大夏皇朝的长公主，年纪轻轻就成了宗师强者，只怕背后还真有庞大的资源以及势力支持。要是自己能得到她背后的助力，那对付景帝就更有底气了。嗨，江雅丹忽然重重地咳了一声，她的丹田被废，如今修为开始退散，已经压不住伤势了。
此刻白皙粉嫩的脸蛋毫无血色，显得异常的苍白。过了一会儿，等他勉强压住伤势，才面色虚弱地看向陆景，语气郑重道：“我活不久了，现在传你无上功法神下诀，就当给你这2天帮我的报酬。”陆景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盘腿坐下。江雅丹轻念口诀，将功法的内容悉数传给了陆景。这就是神下诀的全部内容，要是你根骨足够好，练成宗师不是问题，再差也能成就先天。陆景默然点头，然后根据口诀的内容运转了一番功法，体内立马气血翻滚，内力涌动。这功法果然不凡，可惜修炼起来还是没有双修来得快。紧接着，江雅丹又从袖子中拿出一个玉佩，递给陆景。拿着这个玉佩去皇城内的醉香楼，找到3楼第5间房的客人，和他说清楚我的情况，他会给你一笔可观的报酬的。还有，我死后，你可以把我的尸体交给东厂，就说是意外发现，借此或许能在宫内获得一个不错的职务，方便你修炼和以后接近景帝报仇。说完，江雅丹挥了挥手，让陆景离开。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死去的样子。陆景拿到玉佩，怔了一下，这女人有些意思，还挺相信自己。自己给了她2顿饭，就报答给了自己一门绝世功法，倒是个懂得感恩之人。他轻笑道：“要是我能救你呢？”江雅丹闻言一愣，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脑海中刚才都在回忆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了。陆景却是忽然来了这么一句话，但一想到自己的伤势，他却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喜的神色。他摇了摇头：“就不活了。我的丹田被那位宗师的灭杀之力侵蚀，体内生机被断，没有修为压制伤势，即便有顶级宝药也很难恢复。而且他顿了顿，丹田被废，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丹田破裂，即便在大夏最为鼎盛的那个年代，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逆天绝症。即便他能活下来，也会变成普通人，那样子他接受不了，还不如一死了之。你就甘心这么死了？”陆景问。江雅丹绝美的脸上露出凄惨的笑容：“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说了，我能救你，也能修复你的丹田。”江雅丹瞳孔一缩，猛然看向陆景：“你真有办法救我？不试试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条件？”江雅丹可是不会觉得陆景这么好心，白白想救自己。陆景淡然一笑：“很简单，为我所用就行。要是能用100气运值换来一个宗师级的高手为自己所用，那还挺赚的。而且这100气运值还是因为江雅丹得来的。为你所用。”江雅丹皱眉：“我要是救了你，那么你这条命，你的修为都是我给你的，因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我让你做什么，你都得做。”陆景看向江雅丹的目光有着某种不明的意味。既然都说为我所用了，那么之后给自己当女人用也行吧？和一个宗师级的绝美女子双修，想想都觉得刺激。主人。江雅丹念出这个词时，只觉得嘴巴干涩无比，难以启齿。自己一个宗师强者，大夏皇朝的长公主，居然要给她一个3品武者为奴，喊她为主人。对方要自己做什么，自己就得做什么。万一他要自己给她暖床，江雅丹想到某种可能，身子忽然一颤，这真是奇耻大辱。不对，他转念一想，对方只是一个太监，针对自己有想法，也有心无力。刚才他见陆景说话中气十足，面容俊朗刚毅，就把他当成正常男人了。现在才反应过来，他只是一个太监而已。想到这，江雅丹内心稍微放松了一些。不过让他一个宗师级强者，还是大夏皇朝的长宫主任一个太监为主，还是让他内心非常的抗拒。陆景看到了江雅丹的犹豫：“任我做主，你就能活，就能修补丹田，以后还有机会报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真有办法救我，并且修补我的丹田？”江雅丹又有些挣扎地问道。有。陆景点头。不过我可说好了，我要是救了你，你可就是我的人了，以后无论我让你做什么事，你都得做到，不可违背。我和你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对付景帝。我以后让你做的事情，基本也都是为了对付他。当然，你要是还有其他仇人，我也不会阻止你去报仇。江雅丹听完陆景的话，思考了一阵子后，咬了咬牙：“我愿意。”陆景内心欣喜，脸上却是平淡的问：“愿意什么？”江雅丹看着陆景那明知故问的期待神色，只觉得内心有些抓狂，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只要你能修补我的丹田，我愿意奉你做主，做你的奴隶，以后绝无二心。”为了复仇，他能付出任何代价。陆景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一个散发着金色光泽的丹药出现在了他的手上。江雅丹看着那枚金丹，一时间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这丹药一看就非常不凡，丹身耀着金纹，有淡淡的异香弥散，或许真能如陆景所说的那样，能救自己的命，修补丹田。这是九转金丹，有活死人、肉白骨的奇效，能帮你重塑躯体。陆景道：“
活死人，肉白骨，这世上真有如此奇药？江雅丹心神俱震。这颗丹药是我的祖传圣药，原本是在我遇到生死之困的时候才能拿出来的，现在给你了。不过你得记住，拿了我的东西，以后就是我的人了。你要以武道之心起侍奉我为主，从此以后对我的任何命令都不得违抗。发誓这种东西，对于普通人和低阶武者来说，可以随便违背。不过，对于那些先天之上的大高手来说，拿武道之心起誓可不是开玩笑的，有一定的约束力。要是违背誓言，有可能在突破时遭遇心魔，导致身死道消。当然，有些人走的就是邪道，有时候誓言什么的对他们没有一丁点影响。不过，陆景观察下来，觉得江雅丹不是那种人，应该会遵守誓言的。而且，反正这丹药也是用从他身上刷来的气运值抽来的，给他用了就用了吧。自己这次若是救了他，估计还能得到不少的气运值。总的来说，这波交易应该不会亏。江雅丹脸上散出一抹红晕，纠结了一下，做出跪拜模样，然后恭敬地脱手道：“我江雅丹以武道之心发誓，认你为主，请主人赐药。要是真能修补丹田去报仇，他甘愿做奴。”陆景满意地笑了笑，他将金丹传到江雅丹的手上，吃下去，赐你新生。江雅丹拿到丹药，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丹药入肚，江雅丹只觉得浑身一阵暖烘烘的，如同在寒冷的山洞里饮下一口烈酒，全身因为虚弱导致的麻木和痛苦全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被温润的感觉浸泡。身体一阵酥麻，骨头发着咯吱的声音，似乎药力正在重塑他的躯体。仅仅过了几息的时间，江雅丹就感觉自己仿佛得到了新生一样，身体彻底恢复，连一丁点疼痛都没有了。我的伤，江雅丹拉开胸口的衣布，直接惊呆了。他那被景帝身边高手用剑击穿的伤口，居然完全愈合了，伤口处光滑如新，就仿佛完全没有受伤过。我的伤真好了！江雅丹激动地抬头看向陆景，却见陆景的眼神正在他胸口处游走。江雅丹一愣，低头再看向胸口，这才发觉自己一激动，扯开胸口的布衣后泄露了春光。他立马用衣服遮住了那洁白的景色。嗨嗨，陆景轻咳一声，转移了视线，再看看丹田的情况吧。江雅丹尴尬的点头，然后开始感受自己丹田。丹田也被修复了，他惊呼出声，满脸激动，脸上尽是劫后余生的惊喜。陆景倒是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系统说这9转金丹能做到活死人肉白骨的程度，修复一个丹田自然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多谢。江雅丹感激的目光投向陆景，羞涩的道谢。这等级别的仙丹价值极高，难以估量，要是送给那些不出世的老妖怪或者皇朝皇主，陆景能够一步登天。然而陆景居然把他送给了自己，这其中的恩情，江雅丹觉得自己怎么都还不完了。陆景摆了摆手，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救你也只是为了我自己罢了。江雅丹点头，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心中对陆景依旧十分感激。你现在感觉如何？身体完全恢复了吗？江雅丹感受了一番身体的变化，皱眉道：伤势好了，但是境界跌落了。境界跌落了？我原本是小宗师，丹田破碎导致内力消散，如今虽然及时修补回来，不过实力就剩先天中期了，估计得慢慢修炼回来才能重回宗师境界。小宗师？陆景不是很懂一品武者之后的实力划分。江雅丹听不了他的疑惑，继续解释道：一品之后为先天，分为先天前期、中期、后期以及巅峰。先天之后为宗师，分为小宗师、宗师、大宗师，再之后就是陆地神仙了。陆地神仙？陆景一愣，他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个境界。达到陆地神仙的境界，就如同神话故事中的仙人一般，能推山断海，连皇朝势力都不能节制，能逍遥人间，不受凡俗事物的影响。江雅丹继续解释。陆景点了点头，没想到武者还能练到如此地步，他还是真有些向往自己以后达到那个程度的样子。你现在也有先天中期的实力，那现在能出宫了吗？陆景继续问。江雅丹摇了摇头，要是以往先天武者前出冷宫倒是有可能，但现在整个皇宫必定已经被团团包围起来了，要想此时出宫不太可能。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那这几天你先在这待着吧，等时机成熟再出去。食物什么的我回去帮你带过来的。谢谢你。江雅丹嗡声谢道。陆景面色板正起来，你要喊我什么？我没有听清。主人。江雅丹脸红如血。陆景哈哈一笑，收一个宗师级强者为奴，调戏一番，这种感觉还不错。行了，我有事先走了。陆景摆摆手离开了屋子。陆景走后，江雅丹深吸一口气，这2天的事情太过于不可思议，
让他一下子还有些难以接受。自己挟持景帝，丹田被毁，差点就死了。但陆景拿来一颗仙丹，直接救活了他，还让他得以修补丹田。但是自己居然要认他为主，一想到这，江雅丹只觉得有些荒诞。不过只要能报仇，那么一切是值得的。江雅丹呢喃自语，他开始运功修炼。他现在的处境还很危险，禁卫和东厂的人都在找他，他必须尽快恢复实力。江雅丹盘腿坐下，然后运转了功法。刚半刻钟，他就震惊地睁开了眼睛。我的修炼速度怎么变快了这么多？他刚才的修炼进度比得上以往1个时辰的修炼时间了。难道是修为散失，修炼回来会比一般的先天武者要快很多？还是因为那颗仙丹的功劳？从江雅丹那里离开，陆景回到了自己的居所。房间内，陆景盘腿坐下，他开始运转江雅丹给他的那一门功法。功法运行后，陆景就感觉身体开始温热起来，气血翻涌，修为开始增长。这就是修炼的感觉吗？2个时辰后，陆景睁开了眼睛。这是他第一次修炼，说实话，感觉还不错，身体能明显感受到内力的增长。虽然不多，没有双修来得快，但好在持久，积少成多的话，增长也挺明显的。这功法着实厉害，修为精进的感觉很明显。陆景觉得自己真的赚大了，修炼2个时辰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修为的增长。一般武者不修炼个2、3天，压根感觉不到修为的增长。这门功法着实厉害，怪不得江雅丹这么年轻就是宗师强者。想来除了他武道天赋强之外，这门功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陆景沉下心修炼起来。庭院内，陆景修炼完，又开始练拳。拳头打在空气中，声响连绵不绝。打几拳下来，他已经浑身大汗淋漓，通体红润，蒸腾的汗气弥散在他体表。呵！陆景大喝一声，隔空打出一拳。砰！远处的石桌直接被他给打裂了。陆景的应山拳已经被他练到一定的境界，能隔空打出拳印，非常可怕。呼！某一时刻，陆景收了功，他坐回自己的座位休息起来。应山拳已经修炼到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出来，云行步也修炼到了小成的地步。如此看来，我的武道悟性还是很强的。陆景非常开心，他的武道天赋肯定比不上江雅丹之类的天才，不过他的悟性着实有些可怕。这才没多久就入门了2门武功，实在是惊人。天赋方面，不知道以后抽奖能不能抽出能改变天赋的奖励。陆景想到了之前抽到的9转金丹，那是疗伤的丹药，以后自己或许也能抽到改变天赋的丹药。不过就算抽不到，他倒也不担心，有系统在，大不了多嗑药，有阴阳无极功在，多睡女人自己也能变强。咚咚咚，门口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陆景眉头一挑，又是谁？他穿好上衣，打开大门，只见门口站着的是负责服侍他的太监小东子，他满脸堆笑。公公。陆景看了他一眼，小东子，你有什么事吗？公公，我今天是来给您清洁院子的。哦，那你去吧。陆景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算算时间，确实到了他来给您自己整理内务的时间。是。小东子拿上工具，来到陆景的屋内清扫起来。陆景在院子里坐下，刚才修炼累了，他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这是他昨天从夏晴岚那里拿来的历史书，陆景想了解一下这大景的历史。前身是个纨绔子弟，脑子里没多少信息，只能自己看书补充。原来这大夏以前这么厉害。陆景翻看了许久，突然有些感慨。虽然这大景的历史书说的都是大景的历史，不过其中一部分也提到了大夏的存在。大夏皇朝曾经是天下共主，国力强盛，曾经的景朝都属于大夏的属国，每年都得进贡。不过大夏皇朝在20年前发生内乱，后来被灭国，之后分成了许多个国家，景朝也吃了一些原本属于大夏的属地。江雅丹说他并非想要刺杀景帝，而是想通过挟持他拿回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知道他想拿回什么。陆景觉得自己下次去找江雅丹有必要问清楚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奴，自己得弄清楚他的情况。又翻看了一阵子，时间已经到了傍晚。陆景放下书，刚想去膳房吃饭，就见小东子从里屋走了出来。公公，您看书辛苦了，喝碗茶水。小东子拿来了一碗茶水递到陆景面前。陆景正想喝下去，却忽然瞟到小东子那有些压制不住的兴奋神色。陆景眼睛微眯，这小子不对劲啊。他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小桂子的话，小桂子似乎要对自己使阴招，再结合小东子如今的表现，他不会联合了小东子要给自己下毒吧？小东子看着陆景停在手上的动作，有些紧张地问道：公公，您怎么了？陆景假装抿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水杯。没事，想到一些事情。公公，水还是温热的，您趁热喝了吧。
小东子催促道。陆景点了点头，又抬起水杯，扭头突然神秘地问道：小东子，我怎么感觉你很紧张啊？好像很在意我是不是要喝水。这水你不会加了什么东西吧？小东子那期待的脸色僵硬了下来。公公，您真爱开玩笑。哼，既然没加东西，那你就喝下去吧。说着，陆景把茶水碗递到小东子面前。小东子一愣，不过还是接过茶水碗，当着陆景的面把水都喝了下去。陆景见他如此，干脆都喝了下去，不禁有些诧异，难道是自己多虑了？公公，奴才我可以走了吗？陆景摆了摆手，去吧。小东子随即离开了陆景的住所。离开陆景的居所，小东子回头看了一眼大门，然后一脸庆幸的呢喃自语：还好，那药不用我亲自给他下。嘿嘿，陆公公，你别怪我，王公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从袖口掏出一个小银袋，握紧之后迅速离开了此地。小东子离开后，陆景又检查了一遍自己房间里的钱财，发现都没少。奇怪，难道是我误会小东子了？陆景嘴上这么说，内心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算了，先吃饭再说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陆景觉得还是自己的肚子更重要一些。他来到膳房，让周公公给自己准备饭菜。没多久，饭菜就被一个小太监给端过来了。陆景吃了起来。等到酒足饭饱，他坐在院子里消化食物，继续看一些有关这世界历史的书。奇怪，怎么感觉身体好热？陆景看着书，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发热起来。他顿感不妙。几分钟后，他的身体越来越热，脑海中满是男女之间的想法，那种欲火非常强烈，几乎要焚烧他的身体。靠！中招了！陆景立马反应了过来，他被人下药了。欲火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陆景只觉得头晕脑胀，身体摇摇欲坠，口渴难耐，浑身火热的发烫。他绝对是被人下药了，而且下的是药力非常恐怖的情药。他猛然看向刚才吃的饭菜，他知道问题出在了刚才吃的饭菜上。该死的，那老东西居然给我下药！陆景想到了周公公，这饭菜是他做的，估计药也是他给下的。不过他给自己下情药做什么？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吧？陆景只觉得一阵恶寒。自己长得确实够帅，引起一些表态的觊觎也是难免的事。那老东西不会想着今晚过来贪自己的身子吧？不过这情药也太厉害了，自己一个三品武者居然压不住药力。仅仅几分钟，陆景意识就已经有些模糊起来，身体有些发软。他咬了咬牙，强撑着让自己冷静起来，准备出门一趟。既然被下药了，索性直接去找秦其韵。原本今晚想让秦其韵休息一下，他这2天被自己给折腾坏了，现在看来还得找他。刚走到门口，就听门外有声音传来：公公说1刻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贵哥，他气力大，据说一个人能打5、6个人，等会儿他知道我们要害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吧？嘿嘿，你放心，那药名叫妙玉散，寻常人服下一剂就会欲火难耐，浑身乏力，除非释放出来才能缓解这等情药，连我们这等阉人都扛不住，会丧失理智。我给他用了10个人的量，任凭他气力再大，现在也肯定已经虚软无力，神志不清了。贵哥，等会儿我们该怎么做？把苏贵人丢到他床上，让他们苟合一阵子，然后我们再去叫人。门外的声音非常熟悉，是小东子和小桂子。苏贵人，陆景眉头一挑，这怎么还扯上苏贵人了？而且这事居然是小桂子和小东子一起干的，怪不得小东子这几天这么不对劲，之前一直以为他是手脚不干净，想偷东西，现在看来他不是想偷东西，而是被小桂子给收买了，要对付自己。听他们这意思，是要把苏贵人丢到自己床上，让自己和他苟合，然后叫人过来抓床。太监和贵人苟合，这事传出去，自己必死无疑。陆景想看看他们具体想怎么做，强忍着体内的欲望，再运行修炼功法转移注意力，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下。小桂子和小东子推开门，蹑手蹑脚地来到陆景的房间，两人一前一后搬着一个裹着被子的人形物体。此时陆景正躺在床上来回翻滚，口中哼哼唧唧地低吟着，一副药力入体难以自拔的模样。他真神志不清了。嘿嘿，那当然，10个人的药量，大象都得被药倒。他一个太监，发泄不出，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烧坏脑子都有可能。小桂子嘿嘿一笑，得意极了。砰！他一脚踢在陆景的屁股上。狗东西，敢打你贵公公，这就是下场。快，把苏贵人放出来。两人把手中的人形物体放在地上，摊开包裹着的被子，里边赫然就是同样有些神志不清的苏贵人。苏贵人满面潮红，面露癫狂，衣服被扯开了许多，春光乍现，口中被塞住了一团布料。小桂子将布料扯开，苏贵人立马开口渴求：我
我要！骚东西，见到个男人就发春。小桂子对着地上的苏贵人骂了一句。虽然苏贵人是因为药物的原因才如此发浪，但他想起苏贵人看到陆景后就把自己给抛弃了，此刻心里怨念颇深。王公公提出用计弄死陆景后，他就答应了下来，即便这样也会害死苏贵人，他也愿意。贵公公，我们赶紧把苏贵人搬上床，然后出去吧，万一被人发现就麻烦了。小东子催促道。他有些害怕，他们干的这事是杀头的大罪，要不是有王公公的指示，他压根不敢做这事。怕什么？小桂子瞥了一旁的小东子一眼，我们背后有王公公撑着，出了天大的事，在这冷宫里他都能帮我们擦掉屁股。说着他又踢了一脚陆景的屁股，然后指挥小东子一起搬起地上的苏贵人，丢到陆景的床上。床上的陆景听着两人的对话，有些吃惊，这两人背后居然是王公公在指使，怪不得敢把苏贵人拉进来。那条老狗不对劲，如此三番四次的找自己麻烦，估计不单单是看自己不顺眼的原因。不过陆景倒是不怕他，既然选择当了自己的敌人，那就拿来刷气运值吧。两人把苏贵人丢到陆景的床上，苏贵人感受到身旁男人的气息和温度，立马贴了上去，对着陆景一顿乱啃，还一边脱衣服。陆景忍着恶心也抱住了他。嘿嘿，王公公的这情药真是厉害，连太监都能勾起欲火。小桂子满意的笑了笑，他又看向小东子，东西你放在哪儿了？贵哥，在这。小东子引着小桂子掀开床单，从床底掏出一个四方盒子，他把盒子打开，从里边掏出一个药包模样的东西，以及好几套女人的肚兜。这盒子是陆景的，不过这药和肚兜都是之前小东子带来的，就是为了陷害陆景，证明他平日里就和苏贵人私通。好，就放在这里，待会儿就带人从这找出秦药和后妃的肚兜，人赃俱获，等上报内务府，他小景子只有死路一条。小桂子冷冷一笑，等会儿两人被抓奸在床，再从陆景屋里搜出秦药和妃子的肚兜，陆景必死无疑。然后又看了一眼床上和陆景缠绵的苏贵人，神情冷淡。贵人，你别怪我，这都是你自找的。贵哥，小东子神色有些复杂，这苏贵人平日里对你不错，你就这么把她对我不错？哼，遇到新人第一时间把我踹开，还对我不错？而且你以为这女人是什么好人？死在她手上的侍女和太监，我知道的都有好几个了。在我之前的那个小勇子是怎么莫名其妙死的？还不是被他嫌弃玩腻了，又怕小勇子在背后嚼他舌根，借这事拿捏他，然后找我一起把小勇子溺毙的。小桂子和小东子在同一条船上，也不怕他把这事泄露出去。不过他说的轻松，小东子却是神色一凛。小勇子是苏贵人之前的私通太监，这是他有所耳闻，没想到他居然是这么死的。看来这苏贵人也是一个狠角色。小桂子挥挥手，就想带着小东子离开。原来是给我送东西来的，不是偷东西啊！一道略显低沉的声音忽然在昏暗的房间里响起。小桂子和小东子的身体陡然一僵，两人艰难地转过身，只见陆景已经坐起身，他一边擒住了身侧的苏贵人，一边冷冷地盯着他们看，那眼神仿佛在看向死人。你没被下药？小桂子声音都有些颤抖。要是陆景没被下药，就凭他们两个人绝不可能打得过陆景。被下了，该说不说，你这药的药里有点东西，把老子要的够呛。陆景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克制情绪的感觉。你被下药了，居然还没丢失理智？小桂子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他给苏贵人用了1个人的量，他就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陆景被他用了10几个人的量，居然还能保持头脑清醒，这是何等恐怖的体质！呵，陆景冷笑一声，直接问道：王公公派你来的？你刚才都听到了。小桂子面色有些惊恐。陆景强压下心中的火，那条老狗为何要和我作对？我不知道。小桂子丢下一句话，就想往外跑去。唰，一双大手猛然抓住了他的肩膀，然后把他往回甩。砰！小桂子摔倒在地，撞在桌子上，身体发出巨响。一旁的小东子见此，早就被吓怕了胆，他跪倒在地，直接把事情全盘托出了。陆公公，不关我的事，是王公公和小桂子逼我做的，他们想给你和苏贵人下药，然后叫人来抓奸。你屋里的东西也是王公公叫我送进来的，就是为了陷害你私通后妃。陆景原本还想再问一些问题，但如今他现在的脑海里想的只有女人，没时间去审问他们，和他们磨叽。他直接抓起一旁那一包秦药，随手抓起一大把塞进小东子的口中，紧接着又将剩余的药粉全都塞进了还在哀嚎的小桂子嘴里。两人都想吐出来，却全都被陆景扼住嘴巴，没法吐出来。待看到他们全都咽了下去，陆景才放开了他们。嗨嗨！小桂子重重地咳了一声，抬头看向陆景的目光有些目眦欲裂。你居然给我们喂了整整1包的药量，这一大包
能分成20次的用量，陆景居然全塞给了他们，这可是会死人的药量。陆景沉默不语，用修为尽全力压制体内的药力。小桂子两人没坚持一会儿，药力起效后全都扑到了苏贵人身上。他将3人用床单包裹住，连带着那些肚都一起丢到自己住所旁边的一个巷道里，懒得再理会。他原本想丢到王公公的住所那里恶心对方的，不过身体实在是太难受，只能匆匆丢到外面。紧接着陆景运转云行步，向着秦其运的寝宫狂奔而去。此刻的陆景已经双眼赤红，耳鼻喷出热息，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弥散，让他神智都开始有些恍惚起来。他疾步前进，如同蜻蜓点水，在冷宫里飞行掠过。靠，不行，坚持不住了。秦其运的寝宫还有一些距离，陆景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停下了脚步，看向一旁的一个宫殿，云溪宫。陆景一愣，这是夏晴岚的寝宫。他咬了咬牙，不管了，就你吧。他一个跳跃进入了宫内。云溪宫内，夏晴岚刚刚沐浴结束，侍女已经全部离开寝宫。夏晴岚坐在自己的化妆台面前，通过铜镜打量着的美貌，她生得美丽动人，脸蛋精致漂亮，气质也是丽好的，整个人如同一个下凡的仙女。放在外界，以她的容貌以及原来的身份，嫁给一个一品大员当正室，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以及尊崇，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如今她却被丢到冷宫里，自生自灭。皇帝眼瞎，把她贬入冷宫，还让他的兄长以及父亲皆被流放，令得他们家破人亡。他对皇帝有怨，更有恨。要是陆公公不是太监，那就好了。不知为何，夏晴岚突然就想起了陆景。陆景模样俊朗，富有才华，让他很有好感。要是对方不是太监，夏晴岚甚至愿意打破世俗的桎梏，和他在一起苟合。然而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砰！门突然被打开，刚想吹灭蜡烛躺下入寝的夏晴岚陡然惊呼出声：你是谁？陆景捂住了想要尖叫的夏晴岚，比了一个嘘声的动作。你，陆公公，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夏晴岚这才发现来人是陆景，有些震惊地问：陆景大晚上的来他寝宫做什么？陆景正在强压着内心的冲动，没有说话。你怎么了？此刻夏晴岚才发现陆景看向自己的眼神中充满了原始的欲望，一副想要把他生吞活剥了的样子。那双喷火的眼神盯着他看，让他有些毛骨悚然。他咽了咽口水，继续问：你怎么了？我看你有些不对劲。陆景只觉得自己浑身火烧一样的难受，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发热。帮我！清晨，一缕阳光照进了房间内，陆景迷迷糊糊醒来，睁开眼，怀里是还在昏睡一脸满足的夏晴岚。呼！陆景吐出一口气，好嘞，小桂子那狗东西给他下了10人份的药量，差点要了他的命。要不是他身体素质够强，昨晚真挺不过去。陆景忽然想起了什么，看了看怀里的夏晴岚，想起昨晚夏晴岚的反应，有些疑惑。他下意识就看向床单，然后就怔住了。那里洁白的床单上一片嫣红弥散，他脑袋一下子就懵了。夏晴岚居然是处子之身，不会吧？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位居贵妃之位，狗皇帝居然没碰过她。陆景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么说来，自己岂不是捡了大便宜了？叮！恭喜宿主救治了江雅丹，获得气运值475。叮！恭喜宿主惩戒小桂子、小华子，获得气运值5。叮！恭喜宿主攻陷贵妃夏晴岚，获得气运值125。当前气运值608。这时，一连串的声音在陆景的脑海中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这么多气运值，陆景呼吸一滞，自己给江雅丹的那颗9转金丹投资对了，单单从江雅丹身上，他就是获得了475点气运值。哈哈，牛逼！陆景咧嘴一笑，激动万分。这还是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的气运值，足足608点，能进行6次终极抽奖。另一边，夏晴岚嘤鸣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身侧的陆景，此刻大眼瞪小眼。夏晴岚率先害羞地低下了头，不敢再看陆景。他没想到自己只是偶尔在心中胡乱想的事情，这么快就成了现实。陆景居然是个一个假太监。你醒了？陆景摸了摸他的穷鼻，语气中满是爱惜。这是第一个把完璧之身交给自己的女人。夏晴岚温声点了点头。她有很多话想和陆景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还是处子之身。陆景指了指床单上的梅花嫣红。夏晴岚有些娇羞地点了点头。陛下还没碰过我。怎么会？陆景实在是有些震惊。夏晴岚坦然道：陛下不喜欢我父兄，连带也不喜欢我。我入宫后
就一直独守空房，连陛下的面都只远远看过几次。陆景觉得狗皇帝真是暴殄天物，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碰都没碰过，即便不喜欢夏晴岚也不该浪费啊。陆景内心没那么高尚，如果他不喜欢一个女人，但对方长得漂亮，他也不会嫌弃。比如皇后，他也有兴趣对皇后下手。你不是因为我调侃你几句就让我灭族净身进宫吗？我偏偏要征服你。狗皇帝绝对是身体不行，不然也不会如此。陆景心中嘀咕道，你呢？你怎么是个假太监？夏晴岚倚在陆景肩膀上，吐气如兰地问道，满眼的好奇。陆景笑了笑，怎么，你不喜欢我是真男人？不是，我就是好奇你怎么入宫的。秘密。陆景淡淡道，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秘密，即便对方是他的女人。那我不问了。夏晴岚抱住了陆景，把头埋在他的怀里。陆景有些感动，这女人气质看着有些端庄高雅，不过成了自己女人后还挺听话，这么重大可能关乎她性命的事都不想问清楚。两人互相抱了一阵子，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娘娘，你还没起来吗？侍女的声音传入房间内。夏晴岚闻言被吓得脸色发白，要是被小兰他们看到自己如今和陆景如此坦诚地躺在床上，她不得羞死在他们面前。小婉，我昨晚没睡好，你中午再过来吧。娘娘，您没事吧？没事，就是昨晚看书看太晚了，我补一觉。哦，好的。门外的脚步声远去，夏晴岚才松了口气。虽然小婉等人都是她的心腹，不会背叛她，不过她还是不太好意思暴露自己和陆景之间的关系。对不起，我昨晚不知道你是第一次。陆景很是抱歉地说道。没关系，我也很开心。夏晴岚声音很低，显然觉得这话有些难以启齿。那就好。两人腻歪了一阵子，陆景才起身离开。咯吱，陆景刚起身穿衣，就觉得双腿一软，差点跌倒。他现在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双腿都有些发软。都说只有耕坏的牛，没有耕坏的田，果然是真的。陆景总算有些体会到这句话的含金量。夏晴岚一个普通人，昨晚又是第一次，如今虽然也很累，但也没自己那么虚。自己一个三品武者，一晚过后却虚的一批，站都站不稳。昨晚忘记用双修功法了。陆景突然拍了拍脑袋，有些懊悔。要是昨晚用了阴阳无极功，估计今天不仅不会虚成这样，甚至还能增加修为。不过当时实在是意识都不太清醒，记不起来很正常。你没事吧？夏晴岚见陆景都有些站不稳了，披了一件薄衣后起身关心地问。没事。陆景摆了摆手，我得回去了。好。夏晴岚乖巧地点头，也怕陆景在这过夜的事情被人发现。后妃和男人私通这等事被发现，不管双方的身份如何，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他自己倒是不怕，只是担心陆景。陆景穿好衣服和夏晴岚告别，扶着腰子走回自己的住所。他怕被人看见，没敢走正门，而是翻出寝宫的宫墙，还迂回了一段距离，才向着自己的居所走去。等回到自己的住所附近，陆景看到自己门口旁的巷道里围着一群小太监和宫女，还有东厂的太监也出现在了这里。苏贵人居然和小贵子以及小东子在这私通，真是胆大包天。嘿嘿，听说都还用药了，现在小东子和小贵子因为用药过猛，脑子都被烧傻了，不然也不会在这巷道里明目张胆的乱搞还不自知。苏贵人真是够浪荡的，居然让他们吃那么多禽药助兴，他竟有这个胆子。太监和后妃私通，如今弄得人尽皆知，这下子他们死定了。有为官的太监在窃窃私语，语气显得很是幸灾乐祸。不管他们和三人有没有仇，看到别人倒霉，他们这些太监都会觉得开心，就当无趣生活里看个乐子。陆景凑过去，外围人群看到陆景立马躬身行礼，见过陆公公。陆景点头，假装问怎么回事。公公，苏贵人和小贵子以及小东子两人私通，还跑到巷道里寻刺激，如今被人发现，东厂的公公们过来调查了。有小太监殷勤地过来解释道。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正在被东厂的太监抬走的小贵子三人。小贵子和小东子口吐白沫，已经昏死过去，嘴里因为没能发泄出药力，依旧哼哼唧唧的。两人各自被两个东厂太监抬着走。苏贵人虽然醒着，但是神情有些恍惚，像是傻掉了一样。东厂太监不敢碰他，毕竟是后妃，还是贵人级别的，只能让宫女扶着他将人带走。公公，领头的东厂太监走向陆景，和他拱手行礼。陆景穿着大公公的衣服，他见到自然得行礼。这位统领，他们怎么样了？陆景客气地问道。领头的太监摇头道，苏贵人意识还有些不清，估计得休息1-2天才能恢复。那两个吃了太多的情药，又发泄不出来，脑子已经被刺激得坏掉，人已经不行了。陆景点了点头，自己一个3品武者都累得够呛，这两人无处发泄，昨晚一定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他们不是想下要害死自己吗？那就自作自受吧。那我就不打扰几位干活了。陆景正想扭头离开，转身却迎面看到了王公公过来了。他笑容满面，看起来颇为开心。但当王公公见到陆景安然地站在这，面色顿时就有些难看起来。你怎么在这？陆景笑了笑，指了指一旁的房子。王公公，我怎么不能在这？我的住所就在这啊。王公公面色一僵，心中顿感不妙。他看小桂子等人今早居然没来给他汇报情况，以为他们被内务府叫去配合调查了，于是就亲自过来看看。看到有人在这围观，以为这是稳了，没想到陆景如今居然安然无事。如此一来，估计出事的是小桂子他们。他走向刚准备抬着人离开的那几个东厂太监，就看到了口吐白沫、奄奄一息的小桂子两人，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回头看向陆景，神色冷冽：“小景子，这是你干的？”陆景见他还是喊自己小景子，冷笑一声，也不再给他面子：“你这老狗，污蔑人也得拿出证据来。我再怎么说都是贵妃娘娘钦定的掌事大公公，和你平起平坐。你平白无我清白，当真觉得自己算根葱？”小桂子、小东子两人和苏贵人私通，众人皆看到了，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关我什么事？倒是你，小桂子不是你干儿子之类的身份吗？如今他私通后妃被发现，希望你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交代给东厂的公公们，不要因为你们关系好就徇私枉法，亵渎天颜。王公公被陆景一阵输出，脸色难看至极。他还以为这次能彻底搞死陆景，没想到小桂子他们居然翻车了。怎么回事？王公公扭头看向一旁的一个小太监，那小太监被他的眼神吓得哆哆嗦嗦的，连忙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王公公听完，脸色更加的难看起来。下药的是，他原本想让小东子下在陆景的水里，但怕药量放多了，水变得浑浊，会引起陆景的注意。于是他亲自吩咐膳房的一个掌勺太监干的，就在陆景的饭菜里下。原本以为已经足够小心，没想到陆景居然没被下药，还反倒给小桂子两人下了药。难道是那小太监出卖了自己，还把事情吐露了出去？他的目光变得异常的阴狠，甩了甩手后径直离开了此处。这老狗必须得把他弄死，这冷宫才真正由我说了算。陆景看着王公公离开，啐了一口唾沫。这老狗敢算计自己，那就必须死。不过弄死他之前，得知道他为何要对付自己。陆景猜测和自己的身份有关，不过具体的还得从他口中才知道。他随即也拂袖而去。王公公面色阴沉的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招了招手，一个在旁边专门侍奉他的小太监迎了上来，小心翼翼地问：“公公，您有事吩咐？”王公公轻敲桌面，开口道：“去把膳房的小园子给咱家叫来。”是。过了一会儿，那太监带着一个体态微胖的太监回来了。“公公，您找我？”小园子以为王公公是准备给他办完事的奖励，此刻有些兴致勃勃的：“小园子，你好得很啊。”王公公说话显得有些阴阳怪气。“多谢公公夸奖。”小园子没听出对方语气中的愠怒，拱了拱手，才抬头谄媚地看向王公公。待看清王公公那要杀人的神色，顿时心中就咯噔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公公，我让你做的事，你不但没做，还把事情透露了出去。啊！小园子慌了，他感觉自己太冤了。公公，我可都按您的吩咐做了，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啊。那小景子怎么没被下药？反倒是小桂子他们中招了。不可能！小园子面露惊恐。周公公做好饭菜，我亲自下的药，也是奴才我亲自拿去给陆公公的。我确定看着他吃进嘴里才离开的。王公公沉声道：“那他怎么没事？”这……小园子有些头大。这他怎么知道？王公公见小园子一副似乎真不知情的模样，皱了皱眉：“你真给他饭菜下药了？”小园子跪拜在地：“公公，千真万确。您的事，奴才我怎么不尽心去做呢？这是你的赏钱。”王公公面色平淡的丢给小园子几枚银锭，嘴巴给我严实一点，否则……奴才明白，奴才明白。小园子拿钱走人后，王公公神色变得疑惑起来。既然不是小园子这边的问题，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小园子这人没什么城府，骗不过自己，看他刚才的反应，不像是装的。王公公越想越弄不明白，最后也只能叹息一声：“算了，既然阴的行不通，那就直接找人动手吧。要不是由于陆景的事涉及到大人物们的算计，上头让他干得隐晦一些。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参与的迹象太过于明显，不想淌那些浑水，怕以后被清算，所以都是暗中使唤。之前想着让陆景多干活，活活累死他，又把他调到陆湖贵妃那里，想着被胡妹儿打死最好。谁知道他后面居然讨得了胡妹儿的欢心，成了掌事大太监，能和自己平起平坐，自己对他再也使不了小手段。既然如此，
那他也就没必要再用那些小手段了。回到住所，陆景觉得自己全身都有些脏臭，他命人给自己打水，好好的洗了一个热水澡，实在是太累了，他又补睡了一觉，午后才醒来。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己的状态栏。宿主陆景，年龄20，功法阴阳无极功，武功应山拳、云行术，修为三品武者，技艺大师级书法。物品迷魂香星号1，碧云桃星号9988，培元丹星号1，洗衣粉星号100，华夏诗词大全，土法未经制作工艺。追随者羽化田，先天巅峰武者，气运值611。先抽奖试试手气。陆景如今手上这么多的气运值，自然想要抽奖试试。系统终极抽奖一次，正在进行终极抽奖。定，恭喜您获得技艺满级易容术。满级易容术可做到化皮抽肉调骨，改变全身样貌。注：只有在比使用者高3个武道境界之人面前，才有可能被发现。陆景听到抽到的东西有些惊奇，这满级易容术有点意思。有了这门易容术，以后易容成某个大公公，岂不是可以随意的在皇宫内行走了？以自己现在的修为，只要不碰到先天大高手，那就没问题。好东西。陆景评价一句，继续抽奖。定，恭喜您获得符文敛息符。敛息符使用后可敛住气息半个时辰，陆地神仙之下无法发现。不错不错。陆景继续抽奖。定，恭喜您获得九转金丹。九转金丹疗伤圣药，拥有活死人、肉白骨之效。注：只对宗师及宗师之下修为的人有效。又来一颗。陆景眼前一亮，这九转金丹牛逼得很，有一颗在身上，以后要是受伤了，只要不是断头截腰那种，那几乎死不了了。还剩300多气运值，先留着。陆景沉吟片刻，决定先留着这308气运值。他想攒够1000气运值，然后来一次高级抽奖。他很期待高级抽奖的奖励。起床洗漱一番，陆景前往膳房，准备解决昨晚自己被下药的事。此时周公公正躺在太师椅上晒太阳，陆景面无表情地走过去。那个狗东西敢挡住咱家的阳光！他怒骂一声，睁开眼看到陆景，这才站起身，恭维地说道：是陆公公啊，你有事吗？陆景面色冷冽：是你干的。干什么？周公公有些疑惑。陆景眯眼：你还装？陆公公，可是昨天的饭菜不可口吗？周公公挠了挠头。陆景开门见山：昨天的饭菜里，你是不是给我下了东西？周公公闻言满脸惊恐：公公，您说什么？我怎么会给您的饭菜下东西啊？不是你还能是谁？陆景目光摄人：公公，真不是咱家，咱家和你无冤无仇，怎么会给您的饭菜下东西呢？周公公惊慌失措地朝着陆景跪了下来。虽然他执掌膳房，有些权力，但和陆景这等整个冷宫的掌事大公公比起来，还是不够看。要是陆景要搞他，他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不是你！陆景皱眉：不是，绝不是，公公您明鉴啊！周公公连忙摆手：我问你，我昨天的饭菜除了你，还有谁能碰到？这周公公思索了一下：公公，这膳房一共8个帮厨太监，要说谁能碰到您的饭菜，好像每一个都能碰到。把他们都给我。陆景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昨天是谁给我送的饭菜？是小园子。他去哪了？周公公挠了挠头：好像刚刚被王公公的人叫走了。陆景闻言心中就有了答案：我来过的是保密。是。周公公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还是点了点头。陆景又让周公公给自己煮了一些饭菜，用菜盒装好，提着离开了。回到住所，吃饱喝足后，陆景一直等到了晚上。眼看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此刻宫内大部分人都已经睡着了，他才走出门。目标：膳房。陆景知道膳房的帮厨太监们住在膳房旁边的一处屋舍内，于是直奔那里。他轻手轻脚地跳上屋檐，进入小园子等人的院子里。哈哈，咱家今晚的手气真好。马德，我不信，再来。3个5，1个1 ，16.4，青龙。哈哈，我又赢了。屋内传来热闹的呼喝声。陆景点开窗户纸，看到正在玩骰子的一众膳房太监，他们一共8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桌上还堆放着一些银两和铜钱以及骰子。这些太监执掌膳房，平日里难免会遇到需要在吃饭的问题上向其求助的太监或者宫女，因此油水颇多。手里有钱，闲下来就会行赌。玩的东西也很简单，就是摇骰子、看点数。小园子，你今晚都输快100两了，你哪来那么多钱？是啊，你小子在哪里发的财？不会是被那位贵人看上了吧？
有太监见小园子输了这么多，还能继续赌下去，忍不住问道：“100两，这可不是小数目，有些在正宫的普通太监存一辈子钱，到死也达不到这个数，更别提他们这些在冷宫的太监了。而如今小园子一晚上就输了这么多。”小园子嘿嘿一笑：“这你们别管，老子今晚要玩得尽兴。”说着，他又押上了1枚银锭。“来来来，继续，我就不信了，今晚还赢不了一次。”几人继续赌下去。陆景在门外等了将近半个时辰，才等到他们结束。结束后，几人各自散开。可恶，今晚手气太差了，100多两银子就这么没了。小园子搓了搓手，感叹一句后，回到了自己在旁边的住所。陆景跟着他走过去。由于这些太监们住的都很近，陆景怕弄出声响，只能等其他人都安静下来再行动。又躲在屋檐下等了半个时辰，见周围几个屋子都传来打呼的声音，陆景正想进入小园子的房间，突然一声轻微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陆景眼睛微眯，有人来了。陆景不动声色地引入黑暗之中。很快，一个体格健壮的黑衣人翻墙进入院子中，这是东厂的太监。陆景敛住气息，借着月色暗中观察那黑衣人的动作，很快就判断出来那人的身份。那人体格略显健壮，估计是武者，不过动作自带着属于太监的娘气，陆景因此判断出了他的身份。东厂的太监来这干嘛？陆景心中疑惑。那人进入院子后没有太多的停留，直奔小园子的房间。他的目标是小园子。陆景想了想，就在门外等着。房间虽然上锁了，不过难不倒一位武者。黑衣人捣弄了一番，很快就进入小园子的房间里。等了小一会儿，黑衣人从屋里出来，转眼又消失在了夜色之中。陆景进也入小园子的房间，只见刚才还在打呼噜的小园子，此刻已经毫无声息。陆景拿手一探鼻息，死了，会是谁？陆景有些疑惑，这小园子会得罪谁？居然能够引来东厂的太监，杀人灭口，难道是那老狗叫来的？陆景不禁想到王公公，对方陷害自己不成，杀小园子灭口泄愤，或者为了不让苏贵人等人的事牵连到他自己身上，要灭掉小园子的口，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也正好，不用自己动手了。陆景走出屋子，动用云行步，很快跟上刚才那人。陆景想看看对方去了哪里，比如会不会去王公公那里禀报情况，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这人的实力最多不过6品。陆景跟了一会儿了后，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此人不管是轻功还是气息，都比不上自己刚服下第1颗培元丹那时候的实力。不过就算只是6品武者，在东厂里也是个小统领了。在这冷宫里能驱动一位东厂的小统领，除了王公公，陆景觉得也只有贵妃或者夫人级别的后妃能做到。黑衣人转进了一个巷道里，陆景眼睛微眯，那个巷道的尽头是自己的住所。又跟了一会儿，黑衣人果然在陆景的屋子面前停了下来。观察了一番后，他翻了进去。看到这一幕，陆景基本就确定了这人是王公公找来的。他不仅要灭口小园子，也想杀掉自己。没人。罗成在屋子里搜索一圈，没看到人后，皱着眉来到院子里。这么晚了，陆景居然不在屋子里睡觉，这是他没想到的，不好交差啊。他轻叹一口气，有些无奈。谁能知道这位陆公公大晚上居然不睡觉，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算了，先等等再说。他转身想先去房间里埋伏起来，看陆景什么时候回来。不用等了。一道声音轻飘飘的从背后传来，刹那间罗成只觉得全身热血都凉了下来，自己被人近身了，居然没发现。他正想扭头，咔，一双有力的大手猛然擒住了他的喉咙，他被人给拎了起来。被陆景擒住的罗成神色惊骇，疯狂挣扎。不过不管他如何使力，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还是难以挣脱。高手，他脑海中冒出这么一个念头。陆景按着罗成的喉咙，将其转过身面对自己。待看清陆景的面容，罗成瞳孔一缩，这不就是王公公说的稍微有些气力的那个陆公公吗？这是稍微有些气力，能擒住自己一个6品武者，让自己完全无法动弹，这踏马至少是4品武者。王公公，你害惨我了啊！谁派你来的？陆景松开了一些力量，冷冷地问。他知道此人大概是王公公派来的，不过还是得确定一下。那老东西，可害惨我了。罗成语气悲凉，惨然一笑。他没想到只是简单接了王公公的一个委托，自己居然就要死在这里。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陆景还会放他走。对方一个起码4品的武者居然没有报备，要是被发现绝对是死罪。因此自己今晚绝对没有活路。是王公公让我来的，他给了我500两银子，让我杀掉膳房的帮厨太监小园子，还要我杀掉你。罗成把事情全部交代了。虽然他知道即便自己说了，
陆景也不会放过自己。不过王公公害惨他了，他得报复回去，不能让他好过。陆景见对方如此干脆，有些意外。他又问，他为何要杀我？不知道，我只是拿钱办事。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好走不送。咔嚓，他扭断了罗成的脖子。居然是他！陆景揭下那人的面罩，这才发现对方是前些天带队搜查江雅丹的一位东厂议长。那天陆景还和他客气了一番，没想到今天就成了死敌，心里有些唏嘘，不过不妨碍他杀人。老子还没上门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陆景想起王公公，冷冷一笑。他蹲下身，在罗成身上一番搜索，找到了几枚银锭和一些铜钱，大概50两银子。出门杀人，犯不着带银子。陆景猜测，这银子应该是罗成从小园子身上搜出来的。随后，陆景拎着罗成的尸体前往王公公的住所。月明星稀，周围无比的安静。王公公迎着月光，坐在院子中，旁边放着一壶酒。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小小的抿了一口，应该也差不多了。他放下酒杯，看了一眼天色，喃喃自语道：他不担心今晚不成功，毕竟出手的是东厂的一位议长，实力为6品武者，陆景即便有些蛮力，也肯定打不过。踏！突然，一声踏步的声音从屋檐上响了起来。友们，你不走，你们这些武者！王公公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抿了一口酒。月下独酌，王公公好雅兴啊！陆景冰冷的声音的开口道。啪嗒，酒水洒落一地。王公公猛然抬头，看向他走来的人不是罗成，是陆景。你怎么很意外？陆景在王公公对面坐下，淡淡的问道。王公公惊恐地看了一眼地上那被陆景丢在地上的尸体，借着月光，他看清了，那是罗成的尸体。他瞳孔一缩，能杀掉罗成，陆景得有多强？难道他也是武者？一瞬间，他心中惊惧不已。完了，说吧，为何处处和我作对？陆景紧盯着他问。我说了，能活吗？王公公强撑着镇定问道。不能。陆景摇了摇头，不过会死得干脆一些，没那么痛苦。我可以给你我所有的钱财，只求你留我一命。可以，拿出来吧。王公公坐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现在拿出来，那就真死定了。他轻吐出一口气，有一些东西不在这里，我得明天再给你。只要陆公公留我一命，我会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您，并且以后以您马首是瞻，绝无二心。此刻的王公公不再是执掌冷宫10几年的大公公，而是一个只求活命的可怜虫。陆景淡然地笑了笑。明天，你觉得有可能吗？王公公喉咙一噎，他咬了咬牙。我身为冷宫掌事大公公，要是死了，东厂绝对会来追查的，到时候你也得死。放心，你可能是死在刺客手里的，和我一个普通人可没有关系。陆景毫不在意地笑道。他已经想好了，这事或许可以推到江雅丹头上，虽然可能有些对不起他，不过也没办法。刺客！王公公脸色有些难看，他站起身，刚想大声喊叫，一只手就破空而来，他被陆景捏住了脖子，然后举了起来。这位冷宫的掌事大太监此刻如同一只小鸡仔一样扑腾个不停。王公公满脸通红，面露痛苦，但说不出话来。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不然我会让你在痛苦中慢慢死去。陆景神色淡淡，但是语气阴冷至极。说完，他又加大了几分力气，过了几秒才减轻了力气。嗨嗨！王公公的喉咙被卸掉力量，重重的咳了几声，看向陆景的神色满是疯狂和怨恨。哈哈，我死了还会有人来杀你的，今后你就活在恐惧之中吧。唰！陆景猛然又加大了手上的力量，没一会儿，王公公就不再挣扎了。陆景随手将他丢在地上，倒是有些骨气。他淡淡说道。跨过王公公的尸体，陆景来到他的房间内搜查了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钱财之类的东西。才800两。陆景在抽屉中找到了一沓银票以及一些银锭，合计800两。不可能吧，一个大太监所有的身家只有800两。陆景有些不信。要知道，冷宫掌事大太监身份虽然不高，不过管着整个冷宫，有时候连夫人级别的后妃都得求王公公帮忙办事。那些更低阶的妃子更不用说了，各种打点少不了王公公执掌冷宫10几年，没个小几千两银子傍身，陆景是不信的。他继续在房间里翻找了起来，之后又去客厅找了一遍，不过最终一无所获。难道没藏在房间和客厅里？陆景沉思片刻，目光落在了院子里。他扫了一眼整个院子，最终目光停在了一棵大树下。整个院子都有石砖铺底，只有那里是泥土，能埋东西。试一试。陆景随手拿起一个木棍，来到大树下挖了起来。没挖多深，他就感觉木棍碰到了什么东西。陆景面色大喜，真有收获。他继续挖下去，
很快就挖出了一个箱子。他惊喜地打开箱子，然后惊叹出声：“卧槽，真挖到宝了！”陆景赶忙打开箱子，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一箱黄金，以及许多的珠宝首饰。此外，银票也有几张，5000两。看到银票的数额，陆景倒吸了一口凉气，单单银票就有5000两，再加上那些珠宝首饰，他估计在这的财物至少值10000两白银。我的乖乖，这冷宫长侍大太监的身份这么值钱，陆景激动坏了。这么多钱放在外界，已经属于大户人家的家产了。我就知道这老狗手上的好东西不会少。陆景将箱子合上，拿回了自己的屋子，随后又返回，将两人扛到冷宫内一处少有人出没的地方。他在王公公和罗成身上各自绑上一块大石头，然后将两人沉入一个水井里。做完这些，他才满意的拍手离开。回到自己的居所，陆景照常睡觉。一晃一大早，叮！恭喜您击杀王公公，获得气运值62。耳边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才62。陆景有些无语，原本以为王公公这等敌人弄死后获得的气运值不会少，起码能过100，没想到居然只有62。我拿下秦琪运都有100多的气运值，看来这狗皇帝身为95至尊，身上的气运属实逆天，连他的妃子都能沾染这么多的气运。算了，62就62吧，聊胜于无。陆景起床洗漱之后，他又来到了膳房准备吃早餐。刚到膳房门口，就听到隔壁屋子里有小太监在低声交谈。怎么死的？突然暴毙？不清楚，早上起来喊不动，过去一看，尸体都已经僵硬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据说身上的钱财都找不到了，不会是财不外露，这点道理都不懂，也是死有余辜。嘿嘿，让他嘚瑟，这下子连命都没了。在众人的议论声中，陆景走过去看热闹。只见小园子的尸体被2个太监从屋子里抬了出来。快，麻利一些！周公公嫌弃地挥了挥手。这是怎么回事？陆景上前几步问道。周公公见到陆景，面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陆景昨天还来找小园子说什么下药的事，晚上小园子就死了。他总觉得这事和陆景有关，不过就算是陆景让人杀的，也不关他的事。他来到陆景面前，恭敬地说道：“公公，这小园子半夜暴毙，我们正准备把他拉走呢。”周公公等人只是普通人，自然看不出小园子是怎么死的，只能归结于突然暴毙。哦，陆景点了点头，毫不在意。小园子这种普通太监，死了就死了，不管什么死因，内务府都懒得叫人过来调查，直接烧掉尸体就行。至于王公公，没什么特殊情况，他的失踪应该还要几天才能被发现。毕竟作为冷宫的长侍大太监，免不了要出宫办事之类的，几天不见很正常。还有那位东厂的议长，他的失踪应该牵扯不到陆景身上。让周公公令人给自己做一些饭菜，陆景提着饭菜赶往江雅丹所在的地点。他刚想起来，昨天忙着解决小园子和王公公，居然忘记给江雅丹送饭了。先天高手，一天不吃饭，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陆景安慰自己道。来到之前江雅丹待着的住所外，陆景推门而入，听到声音，还在修炼的江雅丹豁然睁开了眼睛。他听脚步就知道是陆景来了。陆景对上江雅丹那双美丽至极的眼睛，讪讪一笑：“抱歉，昨天有事，忘记给你带饭了。”江雅丹语气清冷，看不出态度。陆景把盒子里的吃食一一拿了出来，摆在江雅丹面前，又将一双筷子递给了江雅丹。来，他也没吃饭，于是也拿出一双筷子。我也没吃早饭，我们一起吃吧。陆景说着就动筷子吃了起来。江雅丹微微蹙眉，犹豫片刻，最后还是和陆景一起坐下吃了起来。两人一人一块，默不作声的夹菜。陆景一边吃一边时不时就偷瞄几眼江雅丹。不得不说，这女人很漂亮。他见过很多漂亮的女人，比如妖媚的胡妹儿，比如温婉端庄的夏晴岚和秦琪韵。不过江雅丹有不同于她们的美，清冷孤傲，还有那股属于宗师高手的气质。陆景是一个俗人，要说他不想拿下江雅丹，那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心理上的满足，还能通过和他双修增进修为。不过他知道，现在的他虽然名义上是江雅丹的主人，不过自己没他强，真让他服侍自己，他不愿意，自己也没辙。另一边，江雅丹也忽然抬头看了一眼陆景。他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的品尝美食了，此刻放下姿态和陆景一起吃，倒是觉得这感觉很不错。没有生死搏杀，没有尔虞我诈，没有血海深仇，平淡而美好。这糖醋排骨味道不错。陆景忽然点评了一句：是。江雅丹也鬼使神差地应了一声，但刚说完，他就觉得有些后悔了。一般人或许不觉得这种对话有什么，但是江雅丹不同，他性子冷淡，
很少会和其他人一起吃饭，更别提一个男人了。如今陆景突然来这么一句话，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他觉得两人像是一对普通夫妻在吃饭一般，这等对话有些太过于亲昵了。对了，你什么时候能出宫？陆景不知道江雅丹的心绪，开口问道。还不清楚，起码得等我恢复宗师的实力。宗师？陆景一愣，那不是要很久？江雅丹叹了口气，虽然如今宫内看似风平浪静，不过景帝必然不会如此轻易的放过我。要想出宫，没有宗师的实力，很难突破层层的包围圈。而且江雅丹一顿，我要想恢复宗师的实力，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哦，江雅丹继续解释，我是散掉修为重修，修炼速度比一般的先天突破宗师进要快上许多。那你大概要多久能恢复宗师实力？很快，3-4个月左右就可以了。噗！陆景刚喝了一口汤水，直接喷了出来。3-4个月？他愣住了。他听江雅丹说的很快，还以为最多10来天、半个月这样子。3-4个月，那还不够久。江雅丹以为陆景是震惊于自己的天赋，心中有些得意。你给我的那枚金丹，似乎改造了我的丹田，让我的修炼速度快了不少。要是以往，起码得要再修炼1年，才有可能再踏入宗师境。好吧，陆景点了点头。你当初说进宫是为了挟持景帝拿回自己的东西，是想拿回什么？江雅丹愣了一下，嘴巴嗫嚅，不太想说。陆景摆起脸来，别忘了，你这条命是我给的，我现在是你的主人。江雅丹又沉默了一瞬，才缓缓道，是一张地图的拼图。地图拼图？那地图事关重大，涉及我祖上留下的一些东西，要是能拿回来，我就能更有底气去复仇了。原来如此。陆景点了点头。江雅丹是大夏皇朝的长公主，看来那地图是大夏皇族留下来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宝藏之类的东西吧？对了，和你说一件事。陆景想到了王公公的事。我杀了冷宫的长侍大公公，还有一个东厂的议长，只怕上面会觉得这事是你做的，过来冷宫搜查你。最近你要小心一些。哦，江雅丹淡淡的点了点头，没有多问陆景为何杀人。在江雅丹那里待了一会儿，陆景就离开了。本想多问一些东西，不过见江雅丹对他还是有些戒心，他也就懒得再多问。刚回到住所，陆景就看到胡妹儿的侍女红儿在门口等着。红儿妹妹，怎么了？公公，娘娘让您过去一趟。好。陆景跟着红儿前往太和宫。太和宫内，胡妹儿正愁眉苦脸地端坐着，一身黑色蕾丝长裙，显得无比的妩媚动人。娘娘，陆景拱手行礼。坐吧。胡妹儿兴致不高。娘娘，可是有什么烦心事？陆景坐下后问。胡妹儿一叹，再过几日就是本宫的26岁生辰了，我年岁渐老，但是陛下那边一直没动静，本宫心里忧虑啊。这段时间下来，胡妹儿已经明白，陛下是不会因为他的诗词就让他回正宫的，但要是诗词这一法子也勾不回陛下的心，那他一辈子就真的只能待在冷宫里了。要是以往，他最多有些怨气，也没太多奢望能回正宫。可是前段时间陛下临幸了他，又让他重拾希望，但是如今希望似乎又落空了。这种落差感让他内心无比的纠结和痛苦。娘娘，您才26，正是大好的年纪，怎么会老呢？再说了，女人过了30才更有韵味，您还年轻，没到30呢，一定还有机会的。陆景认真道。胡妹儿轻笑，露出风情万种的笑容。哦，小金子，你这话是认真的？女人都喜欢别人夸她，胡妹儿也不例外。当然，前提是夸她的人她不讨厌。当然。陆景神色认真。娘娘，不瞒您说，奴才我进宫之前就喜欢那种丰腴饱满的美妇人，那些未经人事的小娘子不合我的胃口。你倒是会说话。胡妹儿白了陆景一眼，要是其他太监敢如此对他说话，他必定要罚他几十鞭子。不过他对陆景都印象很不错，倒是不介意陆景在他面前说这些混话。不过胡妹儿又叹了口气，就怕陛下不这么想啊。陆景一时间有些语塞。这女人对狗皇帝倒是深情，狗皇帝把他丢在这冷宫里，几年都不闻不问，他居然还这么想念狗皇帝。小金子，你可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再讨得陛下的欢心？胡妹儿的目光突然又看向了陆景，眼神里尽是期待的神色。他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能再次吸引陛下的目光，只能求助于陆景。陆景可是大才子，他想看看陆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陆景挠了挠头，思索片刻，问道：娘娘，奴才我斗胆问一个问题，但问无妨。娘娘，您喜欢的是陛下还是贵妃娘娘的身份？本宫喜欢的自然是陛下。那奴才我没办法了。胡妹儿沉默片刻。那要是我喜欢的是贵妃娘娘的身份呢？那或许就好办一些了。哦，
胡妹儿眸光一闪，你有办法？陆景沉思片刻，在此之前，娘娘，我还想知道，陛下和太后娘娘的感情如何？自然是极好的。陛下年幼时生母病重，他的母族为了在陛下生母薨后能有人帮扶陛下，特地让如今的太后在13岁时就入宫给太上皇当了妃子。陛下生母死后，就是如今的太后一直在庇护陛下，这才让陛下安然走上大位。太后和陛下虽然并非亲生母子，但感情极深。陛下为了太后能开心，不知做了多少事情。比如太后喜欢诗词，陛下就设立诗词大会，每年一次，只要能拔得头筹，就能入朝为官，地位比状元还要更受重用。这是以你的才气，以前在宫外应该也是听说过的。其他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总之，陛下和太后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听胡妹儿说完，陆景点了点头，道：娘娘，您不妨从太后娘娘那里入手。此话怎讲？陆景微微一笑，自然是想办法讨好太后。讨好太后？胡妹儿眼前一亮。陆景继续道：娘娘，您不是说太后爱好诗词吗？不如就把奴才我写的那些诗词传到太后面前，或许能获得太后的赏识。对啊，陛下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诗词，只是为了能和太后寻求话题才偶尔看看。我要是能讨得太后的欢心。胡妹儿捶了一拳自己的手掌，肉眼可见的欣喜起来。要说她真喜欢陛下，其实也并没有多喜欢。她喜欢的是陛下的权势，是能把她带回正宫的权势。她喜欢后宫之主的位置，但要是她能获得太后的喜爱，也可以让太后把自己调回正宫。想到这，胡妹儿又动力十足起来。小金子，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胡妹儿看向陆景，眼中满是感激。她以前一直想着讨陛下的欢心，一心一意都扑在了学习如何讨男人欢心的事情上。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去讨太后欢心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有门路，连见上太后一面都难。如今有了陆景的诗词，那就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陆景笑笑，为娘娘分忧，是奴才我的荣幸。胡妹儿听到陆景这么会说话，对他更加满意了。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和本宫说，本宫帮你解决。多谢娘娘抬爱。又和胡妹儿闲聊几句，门外忽然走进来一个曼妙的身姿。姐姐，秦岚妹妹，你来了。胡妹儿笑着和夏秦岚打招呼，坐吧。娘娘。陆景起身行礼。夏秦岚这才看到了屋子里的陆景，两人互相对了一眼。陆景目光柔和地盯着他看，夏秦岚赶忙移开目光，面色微红，神情有些不自然。那晚发生的事太过于突兀，早上醒来他还有些懵，没太多思绪，但如今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景了。陆景突然跑进他的屋子，突然显露出自己假太监的身份，又突然要了自己的身子。一切发生的太快，他这2天想起来都有些难以置信，总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没敢看陆景的眼神，点了点头，侧对着陆景坐在胡妹儿面前。胡妹儿奇怪地看了一眼夏秦岚，对他居然没和陆景打招呼感到有些奇怪。之前夏秦岚对陆景可是佩服得很，在他面前不知道念叨了几遍陆景的才华，如今面对陆景居然只是点了点头。不过胡妹儿也没多想，和夏秦岚攀谈了起来。胡妹儿和夏秦岚攀谈了许久，陆景不时就插几句话，不过他说话的时候，夏秦岚几乎都没有以前那种热情的回应，只是偶尔礼貌性的回话，甚至只是点头。姐姐，那我先走了。许久，夏秦岚起身和胡妹儿道别。好。胡妹儿点头，又嘱咐了一句，对了，妹妹，你今天的嗓子有些沙哑，是不是那天落水后伤寒还没好？你平日里可得注意一些身体，不行就去找太医再看看。夏秦岚闻言，脸上荡起了一抹红晕，她这嗓子哪里是因为伤寒而哑的，分明是被某个人。她瞥了陆景一眼，随后道，我知道了，谢谢姐姐的关心。夏秦岚走后，陆景也和胡妹儿道别，然后转身离开。胡妹儿奇怪地看着两人离开，心中感觉有些疑惑，难道是陆景惹得秦岚妹妹生气了？怎么感觉今天她对陆景冷淡了不少？她摇了摇头，懒得再去想。突然她看着夏秦岚离去的背影，愣了一下。秦岚妹妹今天走路的姿势怎么怪怪的？娘娘。陆景从夏秦岚背后快步走了上来，我有话和您说。夏秦岚回头犹豫了一下，挥手让2个侍女先回去。见侍女走后，陆景才开口道，娘娘，那天的事是我的错，我没事。夏秦岚摆了摆手，你那天也是因为被人陷害，我不怪你。陆景有些无语，不怪我你怎么如今这个态度？陆景原本以为夏秦岚成了自己女人后就能任凭自己驰骋了，没想到她对自己的态度反而冷淡了起来。女人心真是海底针，明明那天早上她也说了自己那晚也很开心的，没想到提上裤子她就不认人了。陆景正想说话，夏秦岚又道，那晚的事
我们都忘了吧？你之前救了我一命，那晚算我报答你了。夏青兰说完，没等陆景回复，就径直地转身走开。陆景愣了愣，这什么情况？把夏青兰睡了，让她体验到了女人的快乐，她反而不喜欢自己了。云溪宫后花园，夏青兰心情有些沉闷。她坐在花园的石桌上，一只手托着漂亮的脸蛋，目光无所事事地看向远处。她刚才对陆景的态度有些冷淡，此刻心里有些不好受。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和陆景发生了那样的事，实在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和陆景相处。当没发生过，然后和以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一个贵妃，是皇帝的女人，难道要背弃纲常和陆景私通？她心里不太能接受这种事情。倒不是她对皇帝还有什么旧情，单纯只是因为从小到大的教养，让她无法接受自己和太监私通，更别提陆景只是一个假太监。她从小家规就严，父兄都是刚正不阿的君子，做事讲究。每想到自己和陆景苟合在一起，她就觉得心中不太舒服。而且要是自己真和陆景产生了感情，万一以后皇帝突然要临幸自己，那该如何应对？那时候只能是两个人都很痛苦。想到这，夏青兰叹息了一声，有缘无分啊。陆景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夏青兰的态度让他心里有些郁闷，不过并没有多想，只当他一时间接受不了。刚才在太和宫和胡妹儿聊天，倒是让陆景知道了一件事，过几天就是胡妹儿的生日了。胡妹儿的生日得好好帮她筹办一番，生日礼物也得选好。陆景思索了起来，自己全靠胡妹儿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她的生日自己可马虎不得。要不给她写首诗词，让她拿给太后？不妥，她手上的诗词已经有了不少，再写一些就没太多新鲜感了。陆景想了想，还是没找到什么特别好的礼物给她。她手上的金银珠宝不算少，不过对于那些一般的财物，胡妹儿应该不感兴趣。算了，先确定好她的生日时间，其他的之后再说。陆景摇了摇头，他准备明天去找胡妹儿的侍女活，问清楚胡妹儿具体的生日时间，也好为胡妹儿的生日宴会做准备。第二天，陆景从王公公留给他的珠宝中拿出一根卖相不错的簪子，来到太和宫外，他叫来了红儿。公公，您找我有事吗？红儿问。陆景递上那根簪子，笑道：红儿妹妹，前几天底下有人给我孝敬了这根簪子，我看着还挺漂亮，你看看喜不喜欢？红儿接过簪子，有些吃惊，这簪子做工精致，沾金带银，一看就不便宜。这公公，我怎么能拿您的东西呢？红儿连忙给递回去。陆景摆了摆手，这东西我也用不到，送你了。红儿犹豫片刻，收下了。公公，您是有什么事吗？红儿，过几天是不是就是贵妃娘娘的生日了？是啊，还有3天。往年娘娘生日，你们都是怎么给她庆祝的？红儿道：一般都是让御膳房做一些好酒好菜，娘娘和夏贵妃一起聊天吃个饭，也就如此了。这样啊。陆景摸了摸下巴，行，我知道了。和红儿道了一声谢，陆景离开了太和宫。该送什么礼物好呢？不剩几天就是胡妹儿的生日，陆景却依旧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他上辈子母胎单身，都没能和女生说过几句话，更没机会给女生送生日礼物，完全不知道该送什么。要是在前世有钱就能解决，什么口红化妆品，甚至直接转账就好。可如今是在这冷宫里，送礼对象还是不缺钱的贵妃娘娘。陆景只觉得有些头疼，算了，抽奖看看能不能抽到什么好东西。说着，陆景就让系统给自己抽奖。他直接进行了3次初级抽奖。叮，恭喜您获得培元丹。又是培元丹。陆景如今手里还剩1颗培元丹没吃，上次他服下那1颗培元丹，感觉身体已经消化不下，就一直留着，如今又多了1颗。叮，恭喜您获得润滑剂。润滑剂，做事不要太急躁，不然对方会觉得痛哦。陆景，好吧，这润滑剂不怎么正经。叮，恭喜您获得养颜丹星号3。养颜丹，服用后可养护容颜，让皮肤更加白皙光滑透亮。卧槽，养颜丹，好东西啊！陆景激动坏了，有了这东西，岂不是就能给胡妹儿送生日礼物了？系统真是雪中送炭啊！这养颜丹真不错，而且居然有3颗。陆景心情无比的愉悦。搞定完生日礼物的事，他又拿出了1颗培元丹。他现在身上有2颗培元丹，吃掉1颗还能剩1颗。之前没吃掉那1颗，主要是觉得一时间吃太多丹药，身体无法炼化药力。如今距离上次服用已经过了几天，就没有这个疑虑了。将培元丹吞下，很快猛烈的药力就开始冲击着陆景的身体。他体内的修为快速暴涨，最终修为在3品后期停了下来。呼，陆景吐出一口浊气，再往前1-2步，他就是2品武者了。
能达到今天这一步，我陆景不靠其他人，全凭自己的努力。抽奖，有了系统，还修炼啥啊？等着系统投喂就行。陆景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强大，咧嘴一笑。这种变强的东西感觉太爽了，而且不需要埋头苦练，嗑药就能变强，就适合他这种躺平族。不过我如今吃了4颗培元丹，相当于修炼了40年，却只是2品后期武者。江雅丹才20出头，却已经是宗师武者，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陆景想到这，又叹了口气。他不仅是根骨的问题，主要还是修炼的时间太晚了，20岁才修炼，错过了最佳的根骨打磨时间。要是他和其他人一样，5、6岁就踏入武道，天赋估计也不会太差。不过自己有系统，倒也无所谓了。虽然已经是3品武者了，不过江雅丹这种宗师境界的强者，刺杀景帝都失败了，我一个3品武者，还是再苟一苟吧。陆景在心中提醒自己道。紧接着他又从系统那里支取了满级易容术。系统说这满级易容术能让我改头换面，倒是挺期待的。陆景接收完这记忆的信息后，脑海中浮现出小桂子的样子，然后开始第一次易容。只见他的脸部一阵扭曲，很快面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卧槽！陆景拿出铜镜，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无比震惊，他的样子完全变了，没有一丁点之前的面部轮廓，看起来和小桂子一模一样。这哪里是易容，分明就是变脸。所以我通过易容能变成任何人的模样。陆景神情激动，要是能如此逆天，他以后在这皇宫可就去取无人之地了。他想象出王公公的样子，继续易容，面貌很像，就是身材不太像。陆景看着镜子中那苍老的自己，点评道：他的样貌完全变成了王公公的模样，就是身材有些不一样。自己人高马大，身材算得上魁梧，王公公的身材却是有些发福，没自己高大。他的易容术能改变样貌，不过身材却是没办法改变。不过也够用了，穿上衣服再佝偻点身体，应该也很难认出来。陆景觉得自己易容成王公公的样子，或许能把他的死掩盖一段时间。通过易容，他能化皮抽肉调骨，几乎能变成任何人的样子，以后甚至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前往正宫甚至出宫。想到这，陆景心情大好。时间还早，他继续尝试练习使用易容术。第二天，陆景叫来了8个小太监。之前服侍他的小华子已经死了，他得重新找个人帮自己干活。这8个太监都才刚进宫没多久，底子很干净，于是陆景都叫了过来。8人站成一排，陆景一一挑选。最后他来到一个皮肤黝黑、长相憨厚的少年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为何入宫？陆景语气冷淡地问道。小太监身子一抖，颤颤巍巍地说道：回公公，我叫杜芳，老家被盗匪入村劫掠，全村被屠戮无数，我父母皆死在了那场匪乱之中，在外面没了活路，没办法才入宫的。陆景点了点头。就你吧，留下来伺候咱家，之后就叫你小芳子。小太监杜芳一喜，连忙点头。是，能伺候长侍大太监，他以后前途无量，其他人见到他都得喊一声公公。陆景挥退其他人，和小芳子说了自己的规矩，随后就前往了膳房。虽然生日礼物有了，不过他还想再给胡妹儿一些惊喜。他准备帮胡妹儿做一个生日蛋糕。前世陆景上大学，在蛋糕店里兼职了1个月，因此知道蛋糕怎么做，做法倒是不困难，主要看做出的卖相如何。陆公公，您怎么来了？见到陆景，周公公热情地迎了上来。陆景开门见山，帮我准备一些食材。啊，周公公愣了一下，您都需要什么食材？要是那些山珍海味、树奴才，我没办法给您找来，那些东西都是定额的，只有贵妃娘娘才有资格享用。陆景拿出一个清单，无需山珍海味，就按照上面的清单准备就行。周公公一看，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比如面粉、鸡蛋、白糖之类的。他虽然疑惑陆景的目的，不过还是颔首道：公公您放心，这些东西膳房里都有，奴才我这就去给您拿来。说着，周公公就带人去准备。才过了一会儿，他就又回来了。公公，东西都给您准备好了。周指了指一旁被2个小太监抬过来的食材。陆景点了点头，他挽起袖口，开始做蛋糕。虽然后天才是胡妹儿的生日，不过他得提前看看怎么才能做出卖相好的蛋糕，到时候插上蜡烛，应该能给胡妹儿一些惊喜。蛋糕倒是不难做，只是卖相可能要稍微差一些，不过口感倒是能复制前世蛋糕店里的那样。陆景根据各种食材的配比不同，一连做了5个蛋糕，连烘焙时的火候都是他自己亲自动手。没多久，5个小蛋糕就被他搞出来了。陆景选择一个卖相最好的，用刀切下一小块，尝了起来。这个配比的还行。他咧嘴一笑，除了卖相差一些，味道很不错。卖相方面还有改良的空间，不过多做几个，掌握好面粉都用量以及火候就好了。
狐妹儿没吃过蛋糕，应该会喜欢这种口味的。毕竟女生喜欢吃甜食，即便换了一个世界，这个口味应该也不会变。又尝试了几遍，陆景终于做出了口味和卖相都很不错的蛋糕。公公，这东西叫什么？真好吃。几个帮厨太监在一旁吃着陆景赐给他们的小蛋糕，其中一人实在是好奇，于是开口问道：叫做蛋糕。蛋糕，一种甜品。公公，这蛋糕味道真好，我以前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甜品，您要是献给娘娘们，必定能获得赏赐。陆景瞥了一眼那个小太监，你倒是聪明，咱家就是要把它送给娘娘当生日礼物的，在此之前可别把事情透露出去。是。几人连忙点头。从膳房离开，陆景提着饭菜赶往江雅丹的住所，简单和江雅丹打了一个招呼。陆景放下饭菜，刚想离开，就听江雅丹清冷的声音开口了：那个，能帮我找个地方让我洗澡吗？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显得有些难为情。洗澡。陆景脚步一顿，回过头看向江雅丹，只见她头发凌乱，白嫩的脸蛋沾染了不少污渍。我已经好几天没清洁身体了，身上全是汗渍和血污，身上不太舒服，所以想洗个澡。江雅丹抬头看了一眼陆景，又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他身上不仅黏腻，甚至还有些发臭了，这是有洁癖的他没办法忍受的。周围的水井他看过了，都是枯井，没有水。更远的区域他不太敢去，怕被人发现，所以只能求助于陆景。现在的他已经不自觉就有些依赖起陆景来。陆景看了看攥紧双拳的江雅丹，显然他说出这话非常忐忑紧张。要不是实在受不了，他估计也不会提出这等要求。陆景沉思片刻，把江雅丹接回自己的住所洗，有些风险。江雅丹对自己有所防备，陆景自然也不能太放心他，倒不是怕他会做出对自己不利，就是单纯的不想让他知道太多有关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是冷宫长侍大太监的身份。我去帮你找个地方吧。陆景还没想好去哪里给江雅丹找地方洗澡，不过不妨碍他先应下来。谢谢。江雅丹面露感激神色。从江雅丹那里离开，陆景易容成了王公公的样子，前往了他的住所里。见过王公公。在一处巷道的拐弯处，几个太监见到陆景，连忙给他行礼。陆景一脸高冷的点了点头。等几人离开，他才露出了神秘的微笑。成功了，没人认出来。陆景有些开心，有了王公公这一层身份，他以后就能出入正宫了。紧接着，陆景又在王公公的住所周围转了一圈，在一些太监和宫女面前露了脸之后，才又易容回原来的模样，离开了那里。接下来2天，陆景都待在自己的屋子里修炼，偶尔易容成王公公的样子，在冷宫里走动，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感。奇怪，夏晴岚好些天没找我了。庭院内，陆景放下刚喝完的茶杯，有些疑惑的呢喃自语。自从上次睡了夏晴岚，他就再没让他的侍女叫自己过去聊天过。陆景想了想，觉得是那天之后，夏晴岚有些不清楚怎么面对自己，有些害羞，自己得主动出击。于是他打算前往夏晴岚的寝宫，当面再和她聊一聊。他起身走向了云溪宫。小婉妹妹。在云溪宫的寝宫门口，陆景刚好看到了夏晴岚的侍女小婉刚从里边出来，于是笑着打招呼。小婉看到陆景，微微行了一个礼。见过陆公公。小婉妹妹，帮我和贵妃娘娘通报一声，就说我来找她。一般来说，陆景一个太监来找贵妃得要说明原因，不过陆景之前过来都是直接让夏晴岚的侍女去通报就行了，从没想过说明原因。因此此刻的陆景依旧直接让小婉去通报。小婉面色有些不自然，扭头瞥了一眼宫内，才问道：公公，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倒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刚写好一首很好的词，想着拿给娘娘看看。那就下次再过来吧。娘娘说这段时间她身体不适，没什么重要的事，就不见客了。身体不适？陆景皱眉，可有大碍？太医怎么说？不会是那晚被自己折腾的原因吧？陆景哪天没有怜香惜玉，夏晴岚又是第一次遇上体质强悍的自己，真出了什么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小婉叹了口气，公公，这段时间您还是别来找娘娘了。陆景一愣，为什么？娘娘最近心情不太好，不想见任何人。陆景沉吟了一下，你可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小婉摇了摇头，不知。前天之后突然就这样了。前天？这不是和自己在太和宫外分别的那一天吗？陆景心中隐约觉得事情有些麻烦了。小婉妹妹，你去和娘娘说是我来了，看看她什么态度。小婉苦笑一声，公公，我实话和您说吧，娘娘这寝宫除了胡贵妃，3、5个月都不会有其他人上门。她说不想见客，就是不想见您，我去通报也无用。陆景沉默了下来。夏晴岚连自己的面都不愿意见，那真是有些棘手了。公公，您是不是惹娘娘生气了？
小婉忍不住问。夏晴岚有多欣赏陆景，小婉身为夏晴岚的侍女，心里清楚得很。她也希望夏晴岚身边能多一些说得上话的人，平日里能解解闷。前段时间陆景来了，夏晴岚明显心情好了许多，眉目间都是喜色。而这几天一切都变了，夏晴岚开始变得闷闷不乐起来，吃饭都没了胃口，显得心事重重的。小婉觉得这是和陆景有关，这才忍不住开口询问，惹他生气。陆景苦笑一声，如果把他说服也能惹他生气的话，那自己也无话可说了。如果说夏晴岚是因为被自己用强才生气的，陆景也好对症下药。然而那天早上他明明没有表现出任何生气的迹象，反倒是自己觉得已经拿下他居然不想理自己了，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陆景没有回答小婉的问题，而是说道，小婉，等会儿你回去和娘娘通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又走了。是。小婉点了点头。陆景转身离开，随后小婉返回了寝宫，来到了云溪宫的后花园。此刻夏晴岚正在练字。娘娘。小婉喊了一声，婉儿，你怎么又回来了？夏晴岚问。娘娘，刚才陆公公来了。夏晴岚的毛笔一顿，他人呢？您说最近不见客，我就让他走了。哦。夏晴岚放下了毛笔，神色显得有些落寞。女人啊。陆景走在公道上，摇头叹气。他实在不明白夏晴岚这是什么意思。他原本以为两人有了夫妻之时，夏晴岚就会对自己死心塌地，没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更疏远了。如今自己甚至连见一面夏晴岚都不行，算了，去秦其韵那里过夜吧。陆景想不明白，也懒得再想。他看了一眼天色，转身去了秦其韵的玲珑宫。刚到门口，就看到秦其韵的侍女小兰。公公。小兰明白陆景过来是为了什么，立马将陆景引入了寝宫内。秦其韵正在用膳，看到陆景，立马开心地站起身迎接。公公，您来了。陆景点了点头，看向桌面上的饭菜，正在用膳啊。公公，要不一起吃？陆景也不客气，点头坐下了。秦其韵让小兰拿来一双筷子递给陆景。公公，妾身吃的简单一些，您别嫌弃。陆景无所谓，摆了摆手，已经很不错了。虽然这是冷宫，但是嫔妃及以上的膳食其实都很不错。山珍海味没有，不过家常小炒还是有的，不至于吃糠咽菜，和他吃的也差不多。陆景夹了一口肉片，盯着看了看，然后闷声吃了起来。秦其韵看出了陆景心情不佳，帮他夹了几口菜后问道，公公，您怎么了？心情不好。陆景看了一眼在旁边伺候的小兰。小兰明白陆景的意思，躬身告退。夫人，你们女人真是太难懂了。小兰走后，陆景叹了口气说道，秦其韵面露诧异，怎么了？哎，算了。陆景摆了摆手。秦其韵也是自己的女人，把夏晴岚的事情和她说，总觉得有些不合适，恐怕前世那些海王渣男都不敢这么做。秦其韵笑了笑，公公，我也是女人，您要是有什么关于女人的问题，大可以问我，放心，妾身一定帮您保守秘密。听陆景刚才这么说，秦其韵猜测陆景应该是为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而烦恼。不过即便如此，秦其韵也没有什么吃醋的感觉。他和陆景只是各取所需，并非夫妻，他没必要管那么宽。皇帝不也有几百个女人，他也只是其中之一。他这个年纪情情爱爱什么的已经看淡，只想趁着年轻多享受一番，免得老了之后后悔。陆景嘴巴微张，思索片刻后，把自己的事大致和他说了一遍。当然他自然没有提对方的身份，不然要是秦其韵知道端庄高雅的夏晴岚成了自己的女人，估计得惊掉下巴。此外，其中一些细节和他不应该知道的事，陆景也没说。果真如此，秦其韵听完心中了然。陆景作为一个真男人，长得还很帅气，在这美女云集的冷宫里，看上其他女人也被其他女人看上，并不奇怪。他思索片刻后道，公公，你说的那位姐妹应该也是喜欢您的，只是暂时还有些接受不了，不知所措。要我说啊，您现在去找她也没用，您应该先把她晾一晾，给她一些时间和空间，等她后悔或者说想通了，您再去找她。晾着她。陆景皱眉，不会把她越推越远吧？陆景倒不是什么恋爱脑，非夏晴岚不可。后宫内漂亮女人多的是，他没必要非吊在一棵树上，就不理会整个草原。不过夏晴岚作为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女人，长得又漂亮，气质出众，他实在是不想太容易放弃。秦其韵笑了笑，不会的，女人不能一直抓着，稍微放一放，她对您或许会更加上头。再说了，她现在都不想见您，您非要去找她，她会更加抵触，您还是让她自己想通比较好。最好什么？最好让她吃醋。吃醋？陆景一愣。对啊，既然她不愿意理您，您对其他女人更好，
他看到了，吃醋了，或许更容易想通。当然，您得把握好尺度，既要让他心里不好受，也得拿捏好分寸，别真把他推开了。这样啊。陆景沉吟了一下，有道理。陆景觉得秦其韵说的对，对女人，特别是夏晴岚这等漂亮的女人，还真不能太舔狗。特别是现在这等情况，把她压得太紧，她反而更想离开自己。等她哪天想通，估计就再也离不开自己了。嘿嘿，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奖励一个。陆景凑到秦其韵跟前，给她一个吻。秦其韵白了他一眼，神情娇羞。她感觉自己真是太奇怪了，居然帮自己的男人追另一个女人，而且居然一点不吃醋。不过也好，只和陆景产生身体上的牵扯，不涉及感情，这种状态才不会内耗。那位姐妹或许就是太过于投入感情，现在才和陆景弄成这样。秦其韵站起身，公公您慢吃，我去洗个澡。去吧去吧，今晚把自己弄得香一些。第二天，陆景醒来后，秦其韵还没醒，他穿戴好衣服离开了玲珑宫。等回到自己的住所，小芳子已经清扫好整个院子。不错不错，小芳子很干净，多谢公公夸奖，这是奴才应该做的。小芳子开心地应和。陆景挥手让她离开，随后陆景开始盘腿坐下修炼。昨晚和秦其韵双修了一晚，体内的修为又精进了一些。陆景觉得这功法实在是太过于牛逼了，要是其他人有了这门功法，谁还苦哈哈的修炼？自己和非武者的普通女人双修一晚，堪比其他武者苦苦修炼一晚，这找谁说理去？要是能和江雅丹双修一段时间，只怕其中的好处更是非同寻常。陆景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说起江雅丹，他洗澡的事还没着落呢。陆景不想让江雅丹来他住所，不过又不知道该把她带去哪里。突然他灵光一闪，对了，可以带她去王公公那里。王公公已经死了，他那里现在没人住，倒是可以去那里洗澡。甚至陆景可以让江雅丹以后都住在那里，等他突破宗师再离开。这段时间只要自己易容成王公公的样子在人前出现，就可以继续蒙混过关。就这么办。陆景走出屋子，前往王公公的住所。快到的时候，在一个巷道角落里，他易容成了王公公的样子。公公，您去哪了？在住所门口，一个太监看到王公公，快步走了过来。陆景仔细一瞧，这人好像是负责伺候王公公的小太监。陆景见过他一面，何事？公公，刚才宫内来人，没找到您，又离开了。宫内来人，陆景心中咯噔了一下，可留有口信。没有，那位公公说他明天再来。知道了。陆景淡淡点头，我最近几天有事，没什么要紧的事，不要来找我。是。那小太监应和一声，陆景挥手让他告退。走进屋内，陆景皱了皱眉，这王公公的住所也不太好住，万一江雅丹在这住，忽然有人来，那就麻烦了。想到这，陆景又有些不太敢把江雅丹放在这里。还有，明天宫内那人还会过来，万一被对方发现猫腻。想到这，陆景有些头疼，他怕自己和对方交谈时会露馅。算了，随机应变吧。将这些事抛在脑后，陆景来到膳房，点了一些菜让伙夫煮好，之后提着饭菜盒来到江雅丹所在的屋子。进来才发现江雅丹居然不在，去哪儿了？陆景跳上屋檐，眺望了周围一眼，没看到人。在周围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于是陆景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屋子。江雅丹没给他留任何信息，应该还没走去其他地方，估计是出去溜达了。陆景坐下等他，等了一会儿，一阵风拂过陆景面前，睁开眼，一个面容绝美的女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脸蛋是精致的瓜子脸，身材高挑，气质清绝，只是那沾黏了污渍的脸蛋以及衣服看起来有些滑稽和窘迫。恢复的如何？陆景问。还好。吃饭吧。陆景依旧是和江雅丹一起吃。吃饭时，江雅丹几次欲言又止。陆景明白他想问什么，不过他没有主动提，得让江雅丹自己问，不然就显得自己太热情了。对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宫的？直接潜进来的。气氛有些沉闷，陆景主动找话题，不过没提洗澡的事。我在宫内有内应。哦，那他能想办法送你出去吧？他们应该都死了。江雅丹语气悠悠。陆景一愣，江雅丹声音低沉道：为了掩护我死的，不然面对那么多高手的围攻，我杀不出来。就算有些人那时候没死，如今肯定也被牵连查到，没有活路。闻言，陆景点了点头，看来江雅丹背后真有势力，不然做不到能在皇宫内安插内应把他接进来，还能掩护他撤退。两人又沉默了下来。快吃完饭的时候，江雅丹终于忍不住了：你能给我安排洗澡了吗？他实在是受不了身上的气味和脏污，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皮肤上爬。刚才出去就是为了去找地方洗澡，不过还是没找到。
他原本想直接打晕一个后妃，去后妃的寝宫洗澡，但又怕节外生枝给陆景添麻烦，最终还是忍住了。陆景笑了笑，找到了，就去被我杀死的那个王公公那里洗吧，反正他死了。江雅丹面色大喜，现在可以去了吗？陆景无语地看了他一眼，起码得等到晚上才行，白天可能会被人看到。江雅丹尴尬一笑，好。吃完饭，陆景准备离开，江雅丹却又叫住了陆景，那个，我还想换一套衣服，可以吗？衣服？陆景回过头，目光上下打量江雅丹，她如今的穿搭可谓衣衫褴褛，衣服破洞不说，还很脏。可是我上哪去给你找一些衣服？如今即便是冷宫的人也知道刺客是女人，要是宫女或者后妃的衣服不见了，或许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被那个女刺客拿走了。这种风险陆景不敢冒。那算了。江雅丹低了低眉，神情失落。日落1个时辰后我来找你。陆景说罢转身离开了。唉，头疼。想起江雅丹刚才那有些失望的神情，陆景心中有些不太舒服。没办法，这女人长得太漂亮了，气质清绝，霎时间露出可怜的神色，真是我见犹怜。不过自己没有女人的衣服，总不能给她穿那些抽奖抽到的轻取内衣吧。自己是愿意给她穿的，就怕她不愿意穿。正想着，陆景突然有了主意。等到傍晚，陆景来到了苏贵人的寝宫。苏贵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私通太监，还是2个，如今被东厂的人带走，肯定是没办法回来了。那么他的衣服自然就是无主之物，自己拿走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陆景来到寝宫门口，发现大门敞开着。陆景走了进去，寝宫内没有任何烛火，一片寂静。陆景环顾了一遍四周，作为贵人，他的寝宫很小，只是一个4合院，各处屋子的门都已经被打开，地上散落着各种东西，仿佛此处被盗匪劫掠过一样。陆景知道，这是因为苏贵人被东厂的武夫带走，那些小太监和宫女知道他已经回不来，过来把能用的东西都带走自己用，希望别糟蹋那些衣服。陆景嘀咕了一句，走进了苏贵人的房间里。房间里依旧是各种东西被随意丢弃，花瓶碎片到处都是，还有各种杂物。陆景点燃一根蜡烛，到处看了起来。在衣柜里，他看到了整整一柜子的女人衣服，虽然被翻动了一些，不过倒是没有被弄脏，就是有些乱，还好没被弄脏。陆景咧嘴一笑，这些衣服属于贵人级别才能穿，那些宫女即便知道这些衣服材质好，价格不菲，也不敢拿出去穿，不然被发现是大不敬之罪，会被打死，比偷东西的罪名还要大。别说宫女了，就算是秀女也不能穿贵人的衣服，不然罪名很大。陆景刚才只是担心那些宫女或者太监把衣服弄脏，如今看来倒是还好。陆景帮江雅丹找了3套衣服，正想离开，又看了看柜子里的亵衣亵裤以及肚兜，江雅丹全身都脏了，要是换衣服肯定是全身上下，包括贴身衣服都得换掉。既然要帮他拿衣服，贴身衣服也得拿几套，总不能让他开空档吧。拿完东西，陆景出门回到了王公公的住所，在附近随便找了一个太监过来给自己烧水，他又前往江雅丹所在的区域。还没到江雅丹的居所，就看到一个清丽的身影出现在前方。江雅丹似乎早就等不及，站在一处巷道口等着陆景，不时抬眸看向前方的巷口。看到陆景出现，他明显有些欣喜起来。你在等我？是。陆景笑了笑，看来你这几天没能洗澡，很难受啊。江雅丹有些不好意思的点头，跟我来吧。2人一前一后来到了王公公的住所，径直来到了侧厅。侧厅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浴桶，水汽蒸腾，整个侧厅都是弥散的水汽。浴桶里还放着几片花瓣，旁边还有一些梳洗用品。那个帮陆景烧水的小太监已经离开，整个住所如今就只剩陆景和江雅丹。陆景从王公公的房间里拿出从苏贵人那里找来的衣服，递给江雅丹，你自己看看哪一套喜欢，就拿去穿吧。江雅丹看到陆景手中的衣服，顿时就眼睛发亮起来。陆景之前说找不来衣服，让他有些失望，没想到如今居然找来了。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你别管，你只要知道这可是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弄来的就可以了。谢谢。江雅丹满眼感激，接过了衣服。要是没有换洗的衣服，她洗完澡穿着脏衣服也会很难受。去洗吧。陆景摆了摆手，江雅丹点了点头，却没有动。怎么了？陆景回头问。江雅丹看了一眼身侧的浴桶，又看了一眼陆景，显得有些难为情。你不出去吗？哦，对。陆景尴尬点头。江雅丹刚松一口气，就听陆景又道，我就在正厅喝茶，有事叫我。说着，陆景转身来到旁边的正厅。正厅和侧厅只用一块屏风隔开，能相互走动，相距只有5-6米。江雅丹看着屏风后晃动身影的陆景，有些无语。自己一个先天高手，洗个澡能叫他干嘛？
而且这屏风这么薄，陆景不会能看到什么吧？他脑海中犹豫片刻，最终长出一口气，心中暗自告诉自己，他只是一个太监，不碍事的。他褪下了衣服。另一边，陆景端起一杯茶水，看着屏风后那隐隐约约、曼妙又饱满的身姿，暗自啧舌。乖乖，这营养也太过剩了。很快，里边就传来了江雅丹入水的声音。好久没有沐浴更衣过，此刻温暖的感觉浸透江雅丹全身，她一下子没忍住，低哼了一声。那声音很小，不过陆景一个三品武者倒是听得很清楚，声音有些暧昧，听得陆景差点喷出嘴里的茶水。这声音怎么怪怪的？有必要吗？大半刻钟后，江雅丹终于洗好了，她穿戴完好的走进正厅，看到穿戴崭新的江雅丹，陆景呆愣了一瞬。好美。前几日江雅丹头发显得有些凌乱，衣服破烂，人显得憔悴，不过依旧很美。如今洗完澡，全身上下都干净整洁，整个人增添了一股仙气飘飘的感觉。此外，头发湿漉漉的，精致的脸蛋无比的红润，又有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她将挑剩的衣服交回给陆景，陆景看了一眼，发现那些亵衣肚兜他都没动。你不要这些。陆景直接问了出来。江雅丹脸蛋更红了，低声道，这些贴身衣物不能穿其他人的，怕得病。那你里边不会？陆景目光一停，问得更加大胆了。江雅丹闻言抬头瞪了陆景一眼，心中有些羞恼，这人怎么问得这么直白？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真的没穿。陆景看了一眼那衣服之下的顶级身段，咽了咽口水之后道，我还有一些女人的贴身衣物没人穿过，不过风格有些大胆，你要不要？陆景抽到的制服各种的都有，系统甚至还贴心的配套了 bra。江雅丹黛眉微挑，风格有些大胆，有多大胆？反正是穿在里边，没人能看见。他点了点头。那你拿来给我看看吧。行，你等一下。陆景来到王公公的房间，假装找东西，让系统给自己抽到的衣服。随后，一个紫色的 bra 和蕾丝出现在他的手上。紫色的果然很有韵味，尺寸是他目测过江雅丹的身材后让系统给的，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他拿到外边，这些都是从其他地方传来大景的，我从一个后妃手里买来。他原本想穿着伺候皇帝，不过没用上，就被贬到了冷宫。江雅丹看到了陆景手中的东西，只是看了一眼，他就明白了这些衣服的用处。正如陆景所说，这东西的风格果然很大胆，不过也很好看。陆景既然买了这东西，之前没给自己，现在才给，不会想着拿来。江雅丹有些犹豫地看向陆景，陆景似乎知道他那眼神的意思，又解释道，我之前买来原本想给你，不过怕你接受不了，才换成了亵衣。你要不要？不要我丢了。陆景做事就要拿走。要！江雅丹立马伸手直接拿了过来。这东西风格确实有些大胆，不过也很好看。不仅好看，材质也很舒服，比他之前那些锦缎还要贴身。他心情有些欢喜地走进隔壁的侧厅，能穿好给我看看就好了。现代的制服穿在一个古代绝顶美女身上，那种反差感想想都刺激。明天去找秦其韵，让她穿给我看看。陆景呢喃一声。江雅丹在里边捣鼓了半天，才又从侧厅出来。合身吗？陆景问。小一些。江雅丹原本不想回复这种私密的问题，不过想着陆景帮了自己这么多，还是回答了。还小啊。陆景还是有些低估了江雅丹的身材。我们走吧，下次你想洗澡，我再带你过来。好。送江雅丹回去后，陆景才回到自己的住所。第二天，今天是胡妹儿的生日。醒来洗漱后，陆景起身去膳房制作蛋糕，食材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好。陆景很快就做好了3个生日蛋糕，其实1个就够了，不过他怕有什么意外情况，所以做了3个。蛋糕没有奶油以及其他花花绿绿的添加剂，不过味道还是很不错的。陆景咬了一口，觉得不比自己前世吃的那些差。陆景一个人就吃了1整个，之后他满意的端着剩下的2个蛋糕前往胡妹儿的寝宫太和宫。胡妹儿和夏晴岚正在后花园的石桌上相对坐，桌上摆放着许多山珍海味，不过都没怎么动筷子。姐姐，今天是您的26岁生辰。夏晴岚掏出一个手帕，这是我亲自缝制的手帕，祝你山色既无尽，恭寿亦如山。胡妹儿笑了笑，谢谢晴岚妹妹，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胡妹儿接了过来，神情满意。金银珠宝什么的，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已经不需要了，更喜欢这类用心制作出来的手工小玩意。姐姐，你今天好像不怎么开心。夏晴岚能看出胡妹儿有些强颜欢笑。本宫又老了1岁，回正宫没什么指望，怎么高兴得起来？胡妹儿卸下笑容，叹了口气，举杯抿了一口酒，
相对于夏晴岚的无所谓，她对于回正宫的心思无比的强烈。姐姐，陆公公那些诗，陛下看完没什么表示吗？夏晴岚问。胡妹儿摇头，陛下那边没有了指望，小金子建议我从太后那边下手。夏晴岚一愣，太后，把小金子的那些诗词给太后看，太后要是喜欢，我或许可以借着太后的风调回正宫。不过诗词我刚让人递交上去，还不知道能有什么结果呢。胡妹儿这几天度日如年，整天想着太后那边的消息，连自己的生辰都没兴趣过。原来如此，夏晴岚点了点头，内心有些唏嘘。她不明白自己这位姐姐为何这么执着于回到正宫，她觉得这冷宫也挺好的，起码不会有那些尔虞我诈，不会被人算计。两人聊着，胡妹儿的侍女活忽然来报：娘娘，陆公公来了。哦，让他进来吧。过了一会儿，陆景带着2个蛋糕进来了。见过2位娘娘。他和胡妹儿和夏晴岚各自行了一个礼，还特意盯着夏晴岚看了一眼，见她神色淡然，不禁感觉有些无奈。小景子，你怎么来了？陆景笑道：娘娘，今天是您的生辰，我自然是来给您庆祝的。哦，你有心了。胡妹儿看向陆景手上的蛋糕，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娘娘，这叫做生日蛋糕，奴才老家每当过生日时，都需要对着生日蛋糕许下生日愿望，然后吃生日蛋糕才算过完生日。陆景说着，把其中一个蛋糕放到桌子上，拿出一根蜡烛插在蛋糕上。蛋糕上没那多地方插蜡烛，只能凑合着插一根算了。娘娘，您许下您的生日愿望，然后吹灭蜡烛，或许以后能实现您的愿望哦。陆景原本还想着给胡妹儿唱生日祝福歌，不过想到自己那五音不全的音色，就放弃了。生日蛋糕，生日愿望，胡妹儿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倒是有些意思。一旁的夏晴岚也不自觉地看向陆景，也觉得陆景这种说法有些奇特。娘娘，对着生日蛋糕许个愿望吧。那我希望，娘娘，您在心里默念就行，说起来可能愿望就不灵了。陆景见胡妹儿要把自己的生日愿望说起来，赶忙提醒道。其实胡妹儿不说，她也知道胡妹儿的生日愿望大概率是想回到正宫当自己的贵妃。这样啊，胡妹儿觉得有趣极了，在心里默念出自己的生日愿望。娘娘，可以吹灭蜡烛了。陆景开口提醒。胡妹儿笑着点头，吹灭了那根蜡烛。娘娘，生日快乐。陆景咧嘴一笑。胡妹儿点了点头，心情愉悦，这小景子搞的生日仪式倒是有些意思，女人就是喜欢这种仪式感。陆景拔出蜡烛，2位娘娘，我们吃蛋糕吧。陆景可不敢把生日蛋糕丢到寿星脸上，他怕自己被拉出去砍头。他让活儿拿来匕首，把蛋糕切成小块，各自给胡妹儿和夏晴岚端去一块。2位娘娘，这生日蛋糕是我亲手做的，你们试试口味如何？哦，这是你做的。胡妹儿和夏晴岚互相对视一眼，那我真得好好尝一尝了。胡妹儿举起盘子中的蛋糕，咬了一口，咀嚼又吞咽下肚后，她瞪大了眼睛。好好吃，这名叫蛋糕的甜品当真好吃，口感绵密蓬松，甜而不憨，非常合她的口味。另一边，夏晴岚也有些吃惊，她从小出生在富贵官宦之家，世间的甜点基本都吃过了，这还是她第一次吃到口感如此独特的甜品。她原本就喜欢吃甜品，平日里没什么胃口，就喜欢吃一些甜品填肚子。此刻对这名为蛋糕的东西喜欢极了，吃了几口，脸上竟露出满足的神情。2位娘娘，口感如何？陆景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很喜欢，不过还是得意的开口问到：小景子，这名为蛋糕的甜品味道好极了。胡妹儿由衷夸赞。原本陆景给他弄的这个生日仪式，他已经觉得很新奇了，没想到这名为蛋糕的甜品味道更是出乎他的意料。这小景子当真会办事，他是越看越喜欢。好吃。夏晴岚也不再吝啬和陆景说话，点评道。陆景笑了笑，2位娘娘喜欢就好。说着，他还自作主张的给几位侍女也分了一些蛋糕。娘娘，生日蛋糕就应该分给所有人吃，让大家沾一沾寿星的福气。陆景解释道。准了。胡妹儿点头同意。一旁的几位侍女吃到蛋糕，也纷纷开口夸赞好吃。陆景对众女的反应很满意。这里还有一个蛋糕，2位娘娘要是喜欢，可以吃到饱。陆景指了指身侧的另一个蛋糕。胡妹儿点头。小金子，你今天送我的这个生日礼物我很喜欢，今天我很开心，你做得很好。陆景却是笑了笑。娘娘，我的生日礼物还没给您呢。说着，陆景从袖口掏出一个小盒子。娘娘，这才是我送您的生日礼物。这是什么？胡妹儿接过盒子，有些疑惑。她打开盒子，里边是一颗白色丹药。娘娘，这是养颜丹，是我入宫前好心给一个游历四方快饿死的道士买了一顿饭后，他为了报恩送给我的，
说是有美容养颜的奇效。美容养颜？胡妹儿神色诧异。是的，按她的说法，您服下后皮肤起码能年轻好几岁呢。是吗？胡妹儿笑了笑，平淡点头。她不是没吃过一些美容的丹药，不过效果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如今陆景说吃下后能年轻好几岁，她只觉得是夸大的噱头。谢谢你，小金子，礼物我很喜欢。胡妹儿说完就想让侍女把东西拿下去，陆景却道：娘娘，您要不现在就服用吧，我想看看那道士有没有骗我。这胡妹儿想了一下，既然是那道士报恩给的陆景，效果怎么样难说，不过应该没毒。她点头道：那行。说着她吞下了那一颗养颜丹。过了几息，胡妹儿只觉得身体涌起一阵温热的感觉，很快她就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在舒展，紧接着她浑身变得有些黏腻，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排出来。姐姐，你的脸。对桌的夏晴岚忽然惊叫出声。怎么了？胡妹儿见夏晴岚如此反应，心中一惊。小金子这丹药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她如此想着，立马让侍女拿来铜镜。看到自己脸上的情况，她惊呆了。她脸蛋上的毛孔浸出了黑色的泥垢以及油脂，脸上全是黏糊糊的脏物。这是……她想到了某种可能，内心激动，立马让侍女又端来一盆水。待清洗完脸上的脏物，她再用铜镜欣赏自己的容颜，脸上立马露出无比震惊的神色。她的皮肤原本就很好，不过也有些皱纹和小斑点，年龄到了也没有了以前的光滑和白皙。而如今她的脸蛋似乎回到了18岁那年的样子，变得白皙光滑透亮。我这是真年轻了好几岁。胡妹儿摸了摸自己那光滑的脸蛋，有些难以置信的呢喃自语：姐姐，你真变年轻了不少。一旁的夏晴岚忍不住感叹，语气里有着无比的羡慕意味。陆景这一颗丹药果真能让人年轻好几岁，变年轻啊！多少女人，不，这甚至也是男人的愿望。而如今这是真实的发生了，仅仅是因为陆景的一颗丹药。想到这，夏晴岚为胡妹儿高兴的同时，心中忽然有些酸溜溜的起来。自己和她有了肌肤之亲，都没能获得什么礼物。胡妹儿过生日，陆景不仅亲自做了生日蛋糕，弄了生日仪式，还给胡妹儿送了一颗如此贵重的丹药。如此想着，他有些幽怨地看向陆景。陆景注意到了夏晴岚的目光，也扭过头看向对方。夏晴岚见此，立马又转移了视线。陆景觉得好笑，同时心中有些得意，自己给了胡妹儿这等神奇的丹药，想必夏晴岚也很想要吧。他让胡妹儿当场服用这颗养颜丹，就是为了让夏晴岚看到效果后心里不舒服。如今看来果真达到了效果。夏晴岚不是高冷吗？那就先吊一吊她，让她吃醋冷静几天，等过几天再看看情况，找个理由给她送去一颗，讨她欢心。如此一放一拉，起码能让她不至于见到自己连招呼都不想打。陆景，谢谢你，这是我此生过的最好的生日。胡妹儿感动得喜极而泣，不再称呼陆景为小金子。今天陆景给她庆生，不管是生日蛋糕还是生日仪式，都让她很惊喜。如今加上这一颗养颜丹，更是让她直接破防，感动得落泪。她性子高傲，总觉得自己是主子，陆景是奴才，但此刻已经完全把陆景当成自己的好友。陆景注意到了胡妹儿称呼的改变，心中也颇为高兴。娘娘，这都我也应该做的。身体排出各种脏物，胡妹儿感觉全身都有些黏腻，立马让侍女去烧水，然后和夏晴岚以及陆景告别，自己去洗澡去了。胡妹儿走后，夏晴岚看了一眼陆景：陆公公，我还有事，先走了。她站起身：娘娘慢走。陆景点了点头。既然如今夏晴岚没有和自己聊天的心思，他也没必要强求。夏晴岚见陆景居然一句挽留的话都没给自己，顿时就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转身离开了太和宫。过了小半个时辰，胡妹儿才沐浴完，回到了后花园。此刻她换上了一身喜庆的红色长袍，看起来无比的妩媚动人。她的容颜变得年轻了不少，还增添了一股空灵的气质，搭配上那熟透了的身材，整个人诱人到了极点。服用下养颜丹之后，她的漂亮程度直接上了一个层次。晴岚妹妹走了？胡妹儿笑容明媚地问。陆景深吸了一口气，平复自己的心情。夏贵妃有事，先回去了。怎么样？胡妹儿心情看起来无比的愉悦，竟然在陆景面前转了一个弯，秀了一下自己的身材后，又眨了眨自己那明亮的大眼睛，问道：本宫好看吗？娘娘，你好看极了。陆景忍不住称赞。胡妹儿身上这一股子妩媚妖娆的味道，就仿佛一个痒痒挠，在她心里不停地抓挠，勾得她心潮浮动。娘娘，您不知道您的魅力有多大，这么转一个圈，谁顶得住啊？多亏了你的养颜丹，那丹药真是神奇。我刚才沐浴，体内排出的脏东西，居然把整个浴桶里的水都染脏了。胡妹儿想起自己刚才沐浴时的场景，还有些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自己这么一个香香软软的大美人，体内的杂质污垢居然这么多，能把整个浴桶都给染黑。不过这也更加让他意识到陆景这一枚丹药的神奇之处。这生日礼物实在是太过于贵重了，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陆景讨他欢心的手段，如果陆景不是太监，胡妹儿觉得自己肯定会沦陷于他。要不是上次陛下临幸自己，他甚至愿意让陆景做自己的贴身太监，真正意义上的那种贴身太监。特别是当他想起陛下对他不闻不问，生日也没托人送点东西过来，两相对比，他心里对陆景更加有好感起来。陆景和胡妹儿又聊了一阵子，才从太和宫离开。要是也能拿下胡妹儿，那就太好了。陆景又走在公道上，脑海里满是胡妹儿那曼妙的身姿。他很期待胡妹儿被自己攻略的那一天，不为气运值，只为了让自己念头通达。上次拿下胡妹儿，让他有种食髓知味的刺激感。那晚胡妹儿太过于主动，让人欲罢不能，回味无穷。回到住所，陆景想起了宫里要来人的事，不知道会是什么人。陆景脑子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连那人是男是女，什么身份都不知道。不过他还是得去看看。他有预感，那人和想弄死自己的背后之人有联系。要是能够抽丝剥茧，找出背后之人，他或许又可以找到刷气运值的敌人了。他觉得背后之人不会是皇帝或者皇后，凭借他们的权势，针对如今的自己有恶意，何必这么麻烦，直接动手也就他们一句话的事。给江雅丹送完饭，陆景易容成了王公公的样子，在王公公的屋里待了一个多时辰，门口忽然响起了推门声。那人刚进门就立马问道：哥哥，罗公公让咱家问你，怎么还没告知你这边的情况，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吗？声音尖利，同样是太监。陆景放下茶杯，抬头看向那人，体型瘦高，看起来颇为年轻，估计也就是20出头，穿的是蓝色暗纹长袍，这是普通太监的衣服。不过保不得他是某个大人物的行走，因此也不能直接根据衣服款式来判断王公公和他之前地位的高低。不过听他喊自己哥哥，倒是已经能看出他的地位没王公公高。陆景心中了然，知道自己对他不用太尊敬。他捏着嗓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王公公的音色。这几天得了风寒，嗓子不舒服，脑子还晕乎乎的，一时间忘记了。那小太监一愣，这等大事都能忘记，这王公公当真不知死活。那结果如何？什么结果？陆景直接问。反正真要得罪什么大人物，也是个王公公的锅，和自己没有干系。瘦高小太监瞪大了眼睛。罗公公让您办的事，您给忘了？罗公公让我办的太多。你说的是那件事？就是那陆景啊，弄死了没？瘦高小太监语气高亢了几分，显然有些不满。哦，陆景点了点头，是他没死。什么？瘦高小太监站起身，一脸的惊愕。您没出手？陆景叹了口气，我几次对付他，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他躲过去了。如今他被胡贵妃看上，胡贵妃亲自点名要保他，我最近没办法对他出手。胡贵妃？瘦高小太监皱眉，是那胡妹儿？是，怎会如此？要是胡贵妃插手，倒是有些麻烦。不过一个废妃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也就王传福忌惮他，罗公公自然是不怕的。陆景继续道，我得罪了胡贵妃，胡贵妃知道我与那陆景不和，亲自点名让我不要对那陆景下手。我要想对那陆景下手，得等到胡贵妃不再关注那陆景，对他厌烦了，才能再次出手。要多久？说不准。瘦高小太监皱眉，我得回去禀报罗公公，领了旨意才能给回复。行。瘦高小太监没继续和陆景客套，转身直接就离开了。陆景盯着他离去的背影，目光深邃。罗公公。接下来几天，陆景日子过得平淡。冷宫西北区一处空地上，唰，一道刀气纵横而出，裂空斩去，掀起了巨大的破空之音，犹如天雷滚动。厉害！一旁的陆景看着江雅丹舞剑，心中惊叹。江雅丹已经收力了，不然一击就能轰掉整个院子。先天高手实在是厉害，完全不是他能匹敌的，更别提宗师高手了，还得好好苟着。他心中念叨。紧接着他继续欣赏起舞剑的江雅丹，忽略那强大的攻击力，手持短剑的江雅丹舞起剑来，凌厉之中又带着一丝潇洒从容之感，就如同看舞女跳舞，看得陆景有些陶醉，心情很好。许久，江雅丹收了弓，满面桃红的来到陆景面前。吃饭。陆景道。好。如今的江雅丹和陆景吃起饭来，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窘迫和尴尬，早已习惯和陆景一起坐下吃饭。两人吃着，江雅丹忽然抬头问道，那个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两人已经相互度过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
但他却还不知道陆景的名字。陆景之前让他喊他主人，他喊了一次之后，如今怎么都没好意思再喊出口。他和陆景说话从来不带称谓。陆景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又道：你以后叫我公子就行，主人就先不必这么喊了。江雅丹自己喊他公子，那么自己算什么？他的丫鬟，我还是喊你陆公子吧。江雅丹道：带上一个姓氏，意义就不一样了。也行。陆景也不纠结。话说你刺杀景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陆景又问。宫里好几天没什么动静，他在想大景官兵是不是已经放弃搜查江雅丹。不知道。江雅丹摇了摇头，不过估计没那么简单，这次景帝的境地如此凶险，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善罢甘休。陆景颔首。那你继续恢复实力吧，等你有了宗师实力，再看看能不能冲出皇宫。他手中还有培元丹，要是给了江雅丹，或许能让他再次达到宗师的境界。不过代价或许他给不起，或者说不愿意给。陆景从江雅丹那里离开，原本想回自己的住所，但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宫门前。宫门恢宏大气，这是通往正宫的大门。看着这通往正宫的大门，陆景突然有了一些其他心思。他易容成王公公的样子，拿出王公公的令牌，走向正宫的大门。见过公公。门口的几位东厂武夫见到陆景，鞠躬行礼。陆景点了点头，直接踏步走过宫门。又走了100多米，陆景才回头，居然就这么过来了。他神色欣喜。冷宫别说对于一般的太监了，对于胡妹儿这等贵妃来说，都是一座牢笼，没有准许，一辈子都不得出宫。而如今陆景出来了，这王公公的身份就是好用，都不用出示令牌，就能直接出了冷宫。陆景深吸了一口气，沿着宫道走去。大景皇宫很大，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各种建筑非常多。一路走来，陆景逛了一阵子。正宫的气氛比冷宫好上不少，宫女太监们的精气神比起冷宫的要好上许多，没有那么的阴翳。不过整体的氛围看起来也更加庄严肃穆，不像冷宫，能看到太监和宫女互相嬉戏打闹。各处宫道的守卫实力也强大许多，陆景甚至察觉到有一个实力接近5品的武者在守着宫门，这等实力在冷宫里都已经能当统领了。陆景走了许久，最终来到一个宫殿群附近。靠，居然迷路了。陆景看着陌生的地点，有些头疼。这正宫太大，他又第一次过来，如今居然找不到回去的路。就在此时，前方走来一个太监。这位公公，咱家是冷宫的掌事大公公王传福，原本是来正宫办事的，谁知道迷了路，不知此处是何地。陆景拉住那路过的太监，开口问道，还顺手递上一块不小的碎银子。那太监见陆景穿着大太监的衣服，还如此客气，立马就眉开眼笑起来。王公公，此处是春兰宫，是陈贵妃的住所。陈贵妃？陆景想了一下，周公公和他提过9位贵妃，其中一位姓陈，叫陈安隐，想来就是这一位了。公公，您来办何事？找那位当差，要是方便和奴才说，我带您过去。那太监拿着陆景给的碎银子，语气殷勤地问道。陆景想了一下，道，我来找罗公公。他不知道罗公公的全名，因此打算赌一把。要是罗公公是有名的大太监，这太监应该会知道他的存在。要是不知道，那就胡乱编造一个人名。罗公公。那小太监一愣，问，可是罗永璋，罗公公？陆景颔首，是的。好吧，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随口应下。您要找罗公公啊？罗公公的住所就在不远处，我带您过去吧。多谢。公公言重了。于是陆景跟着那太监来到了所谓的罗永璋的住所。小太监在门口处和陆景告别。陆景看着那小太监离开，又看了一眼周围，见没人，他轻脚一踏，跳到了房檐上。走了几步，就听到脚下的屋子里传来声音。哼，这王传福真是好样的，咱家让他办的事，他居然如此不上心，害得咱家被陈贵妃骂得狗血淋头。公公，或许是他不愿掺和进这等事情来，钱都收了，他跟我说不愿意掺和。公公，那怎么办？算了，先放几日吧。要是胡妹儿真要保那陆景，确实有些麻烦。王传福说的也有些道理。底下稀稀疏疏的在聊天，陆景听出来了，其中一人就是那天来见自己的人，另一人估计就是罗永璋。歪打正着，背后之人还真是这罗永璋。不过怎么又扯上陈贵妃了？陆景一阵头大。见罗永璋最后说的都是一些没有信息含量的话，陆景离开了此处。循着记忆，他又来到了陈贵妃的寝宫门口。大门口有侍卫驻守，陆景绕了一些路，来到了侧面，直接翻墙进入。此刻已经是傍晚，夜色沉寂了下来。陆景在陈贵妃的寝宫内摸索了一会儿，来到了会客厅门口，透过窗户纸
他看到了两个女子正在品茗聊天，看装扮，其中一人是嫔妃，另一个是贵妃，想必她就是陈贵妃了。陆景看向其中那穿着粉色装花缎的女子，心中暗道：陈贵妃长得美丽，气质出众。不过陆景不明白，自己和她无冤无仇，他干嘛要费尽心思想着弄死自己？难道是武王府以前的仇敌？陆景皱了皱眉，在记忆中搜索了一番，却是没有任何有关武王府仇敌的信息。在前身记忆中，武王府地位尊贵，却又不参与朝堂事务，只喜欢赚钱，属于闲散王爷，压根没太大的可能树敌。都说能当上贵妃的，要么艳绝天下，要么背后家族权势滔天。这女人确实漂亮，不过似乎还没到那个程度，甚至不如秦琪玉。如此看来，她能当上贵妃，是背后家族的功劳。姓陈的家族，陆景继续在脑海之中回想，好像就只有尚书陈元龙的地位比较高了。不过陈元龙和我父亲关系不仅很好，两家还是世交，他不说会照拂我，起码不会想着弄死我吧。陆景挠了挠头，有些想不通。除了尚书陈家，他真不知道皇城里还有哪一家陈姓人家地位比较尊贵了。如果陈贵妃是陈家的人，那陈元龙处心积虑要弄死自己就很奇怪，除非陈贵妃不代表陈家的意思。陈家，陆景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陈元龙的女儿似乎还与我有一桩婚事呢。陈元龙的女儿好像名叫陈曦，陆景小时候见过几面。那女孩模样长得水灵可人，清丽脱俗，性格安静沉稳，和调皮捣蛋的纨绔子弟陆景明显不一样。双方父母自小就给两人定了娃娃亲，约定18岁长大之后就完婚。印象中父亲还和自己说过，结亲这事还是陈元龙主动提的。不过后来陆景都20了，按理说早就该娶妻生子，但一直没有动静，也不知道两家父母是怎么沟通的。陆景隐约听父亲说过，陈曦一直不在皇城里住，具体去哪了，似乎连父亲都不知道。难道是陈家见我武王府倒台后，想要弄死我悔婚？不对啊，我都入宫当太监了，他们又何必在意这桩婚事呢？直接当不存在就可以了。陆景实在想不通，算了，以后再慢慢弄清楚吧。陈贵妃地位尊贵，陆景暂时还不敢动她，况且里边还有其他人，只能等以后再说。陆景转身离开了此地，回到冷宫。翌日，陆景一大早就被胡妹儿的侍女通报前往太和宫。陆景，我被太和娘娘宣召了。一见面，胡妹儿就激动地对陆景说道，她神色激动，甚至可以说有些狂热。陆景神色惊讶，居然真成功了，恭喜娘娘。这还得多亏了你胡妹儿，由衷的感激道。没有陆景的诗词，他绝不可能被太后注意到。陆景帮了他太多，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陆景了。陆景只是笑着颔首。胡妹儿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又突然愁眉苦脸起来。太后让本宫5天后入宫参加今年的中秋诗会，你觉得我该如何应对？我怕太后娘娘出题考我，要是我表现不好，中秋诗会，这是由太后娘娘牵头举办的诗会，每年中秋在御花园里举行一次，能参加的都是正宫的后妃以及一些宗室子弟，陛下也有可能会出席。胡妹儿神色又变得欣喜，要是表现得出色，太后会赐下自己的墨宝以资鼓励。本宫要是能拔得头筹，或许能和太后娘娘亲近不少。陆景思索片刻，娘娘，要不您带上我，带上你？胡妹儿眼前一亮，对，就说我是您的贴身太监，到时候我找机会给您一些提示，或者直接帮你代笔。好，就这么办。胡妹儿喜笑颜开起来，你回去好好准备，5天后我们一起进宫觐见太后娘娘。是。又和胡妹儿闲聊一阵，陆景才从太和宫出来，去膳房拿了一些食物，他前往江雅丹所在的住所。快到附近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破空的声音，陆景心头一凛，立马找个角落躲避起来。只见几个身穿蟒袍的太监快速地掠过，他们的身姿轻盈，速度极快，居然引动空气产生了轰鸣声。好强！陆景心头一沉，这些太监实力起码是2品，因为他从那股气势察觉出自己一个都打不过。看他们的方向，好像是从江雅丹那里过来的，难道他被发现了？陆景心中不安，连忙向着江雅丹所在的方位走去。过去之后，发现之前江雅丹居住的屋子已经坍塌成了废墟，连带周围的许多栋屋子全都坍塌了。显然这里动过手，而且是高手之间的较量，破坏力惊人。陆景找了一下，没发现江雅丹的身影，跑掉了，还是被抓了。陆景有些担心，自己在江雅丹身上投资了1颗9转金丹，要是他被抓了，那可就太浪费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等到江雅丹回来，陆景转身离开。就算他没被抓，估计也泄露了自己的藏身之处，很难再回来。回到自己的住所没多久，
陆景就听到了地动山摇的踏步声。透过门缝看去，只见无数带刀的金甲官兵正列阵以待。这些官兵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官兵，他们体格魁梧，身上杀气弥散，看起来全都是修炼有成的武者。坏消息，江雅丹被发现了，如今估计要被围杀。好消息，他现在应该还没被抓。陆景呢喃自语。砰砰砰，突然大门被敲响了。陆景打开门，只见一个黑皮肤黝黑的带甲壮汉站在门口，见到陆景，他高声问道：你是这冷宫的长侍大太监？见过大人，咱家正是长侍大公公，你随我等来。那壮汉军官语气冷淡，眼神睥睨，显然不把陆景这等身份放在眼里。大人，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带路去胡贵妃和夏贵妃的住所。是。陆景点头。紧接着他带着那队官兵前往了胡妹儿的寝宫。你们这是做什么？胡妹儿见到陆景带着一队官兵过来，皱了皱眉。娘娘卑职刘言，为威武军校尉，奉命前来保护你。军官拱手行礼道：保护我？为何？娘娘，之前刺杀陛下的刺客经过排查，发现他一直藏匿于冷宫，如今东厂正在奉命绞杀刺客，我等负责保护您的安全，防止被他挟持。什么？胡妹儿大惊失色，刺客居然就躲在冷宫里。娘娘放心，我等可以保护您，而且他如今被宫内的高手追杀，自顾不暇，伤害不到您的。那军官语气殷勤，目光在胡妹儿身上流连了一阵子。那就好。胡妹儿松了口气。我妹妹哪里呢？胡妹儿又问。妹妹？那军官一愣，就是夏晴岚，夏贵妃。娘娘您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说着，壮汉又让陆景带着一队人马前往了夏晴岚的寝宫。等领头的统领和夏晴岚说明情况后，夏晴岚面露担忧地看向陆景。有其他人在场，他不太好直接对陆景表示关心。陆景明白他的意思，有些感动，对他示意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说放心。随后陆景离开了云溪宫。看来江雅丹确实麻烦了。陆景叹了口气，如今江雅丹只能靠他自己了。时间很快就能过了2天，陆景一直待在自己的住所里。如今整个冷宫到处都是带甲的官兵，他们时不时就操练巡逻，动静极大，得去打探一下消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陆景站起身前往胡妹儿的寝宫。太和宫门口不远处，一队官兵正在列阵操练。陆景大概能判断出这些官兵都是武者，不过实力比较差，都是8品甚至9品。不过他们身上的肃杀之气非常强烈，显然是经过战场杀伐的军士。战场上的武者结成战阵，即便是顶尖高手也不敢轻易应战。普通官兵都能有如此实力，这些绝对是大景的王牌之一。陆景走过去，向着门口站岗的军士通报一声后，进入了寝宫内。陆景在红儿的带领之下，在后花园见到了胡妹儿。娘娘，这2天你那边没事吧？胡妹儿关心地问。陆景摇头。娘娘，刺客还没被抓住吗？还没。胡妹儿叹了口气，听刘校尉说，那刺客被围杀了几次，不过由于宫内高手太过于分散，没能第一时间集中绞杀他，因此被他逃掉了。陆景点了点头，还好还没被抓住。但下一秒胡妹儿的话就让他心提到了嗓子眼。不过刘校尉说，如今他能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小，估计很快就能完成合围，对他进行绞杀了。从太和宫出来，陆景心情不是很好。江雅丹这女人虽然性子冷淡，不过陆景还挺好这一口的，跟她相处也觉得挺有意思，自然不愿意看见她被围剿而死。而且他在江雅丹身上投资了一颗9转金丹，要是对方就这么死了，也太亏了。当然了，陆景对江雅丹也不仅仅只是觉得对方有利用价值或者相处的愉快，他主要还馋对方的身子。一个先天高手，要是能和自己双修，自己必定能进展神速。早知道直接把培元丹给他算了。他要是知道江雅丹会被绞杀，直接把培元丹给他，或许能让他突破境界。回到宗师境，他也就有可能杀出皇宫了。要是能趁机和他交易，让他做自己的女人，那绝对妙不可言。算了，生死有命，看他自己的造化吧。陆景摇了摇头，以他现在的实力，也帮不了江雅丹什么忙。回到自己的住所，陆景打拳修炼。第2天一大早，他又前往了胡妹儿的寝宫，想着再打探一下有关江雅丹的消息。去的路上，陆景看到穿着各种颜色甲胄的官兵在巡逻，各处宫门的驻守人员也变成了官兵，不再是东厂的太监。要知道，这里可是冷宫，是皇帝的女人住的地方。虽然这些女人警惕都不要了，不过一群血气方刚的武夫出现在这冷宫里，一待就是好几天，可见景帝对于抓住江雅丹有多执着，以至于连自己的女人可能会被玷污都不在意。此时太和宫后花园，
那位负责保护胡妹儿的壮汉校尉正在花园里的石桌上和胡妹儿喝茶，身旁侍女活在侍奉左右。陆景到了之后，看到那校尉军官居然在这，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男女有别，更何况是皇帝的女人，还是贵妃，两人得保持距离。这校尉胆敢和胡妹儿在这里喝茶，也是够大胆的。要是被人捅上去，只怕这小小的校尉估计得没命。胡妹儿肯定也知道这些规矩，也不知道为何没拒绝。见过娘娘。陆景对胡妹儿行了一个礼，又转身对那壮汉行礼。见过大人。在这冷宫里，除了贵妃，他鲜少需要给别人行礼。即便那些嫔妃之类的后妃地位说起来比他高，他不想行礼，对方也不敢说什么。不过这人是校尉，属于中高级军官，自己还是得去装装样子的。刘校尉冷淡的点头。你来了。看到陆景，胡妹儿神色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娘娘，既然你有客人，卑职就先走了。那校尉起身道。好，刘校尉慢走。胡妹儿站起身送别了刘校尉。娘娘，这刘校尉在这。陆景看了一眼远去的魁梧汉子。胡妹儿明白陆景的意思，解释道。刘校尉巡逻累了，来我这讨杯茶水喝。陆景提醒道。娘娘，别怪我多嘴，这刘校尉不是太监，是气血旺盛的武夫，您和他待在一起，万一传出去。陆景的话戛然而止。胡妹儿叹了口气。我原本也只想让红儿给他把茶水送到寝宫门口，和他那些兄弟们分一分，谁知道他主动问起能不能进来坐一坐，话到这个份上，他又是来保护本宫的，我也只好让他进来了。下次还是得注意一些。陆景再次提醒。身为男人，陆景自然明白刘校尉的心思，上次他见刘校尉对胡妹儿的态度就很殷勤，如果胡妹儿还是贵妃，那态度倒也正常。不过他如今只是一个废妃，刘校尉的态度就有些微妙了。他猜测这刘校尉估计是对胡妹儿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毕竟一个武夫见到娇媚多姿的落魄贵妃，自然不免会蠢蠢欲动。当然了，可能也只是有些想法不敢逾越。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明白。胡妹儿颔首，倒也不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只觉得陆景多想了。陆景坐下和他聊了一阵子，最后又问起了有关刺客的事，然后得知江雅丹昨晚被几个高手围杀，身受重伤，不过还是跑掉了。从太和宫离开，陆景有点想去江雅丹之前待的屋子，看看他在不在。不过想了想，如今整个冷宫都有带甲的官兵在驻守着，自己要是出现在那里被人发现，那就说不清了。他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又过了一天，陆景又有些忍不住，再次前往了胡妹儿的寝宫。等到寝宫门口，刚好碰到刘校尉从太和宫里走出来，他看起来心情很好，春风得意。刘校尉。陆景对着走过来的刘校尉又问候了一声。刘校尉看到陆景，皱了皱眉，这小太监怎么也天天来找贵妃娘娘？刘校尉轻哼一声，离开了寝宫。陆景走进太和宫的会客大厅，胡妹儿正坐在大厅里，神色看起来有些忧虑。娘娘，您怎么了？陆景过去问。胡妹儿犹豫了一下，才道：那刘校尉天天往我这跑，我总觉得有些不合适。我隐晦和他说了其中的厉害，他居然还装傻充愣。他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刘校尉一天来2-3次，他也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这刘校尉怕是对自己起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虽然刘校尉不至于敢对他有什么不敬的行为，不过要是传出闲话，也会非常麻烦，甚至会要命。陆景眉头微挑，胡妹儿自己可是打定主意要拿下的，可不能被这刘校尉先吃了。这刘校尉也是大胆，一介武夫居然看上了贵妃。娘娘，下次他过来，您直接不让他进门就行，就说您身体不适。胡妹儿点了点头。陆景这才问起了江雅丹的事。娘娘，那刺客还没被拿下吗？没有。胡妹儿叹了口气，据说他躲起来了，宫内的高手暂时找不到他。刘校尉过来他这，总会透露一些消息。据说刺客躲起来了，出动了大批的人马，也搜查不到他的位置。从太和宫离开，陆景又前往了夏晴岚的云溪宫。他已经把夏晴岚晾了好几天，得去关心一番，不过关系真就生疏了。来到云溪宫，宫门口依旧是有重兵把守，全是带着重甲的官兵。陆景出示了令牌后，门口的守卫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夏晴岚的侍女小婉就出来了。公公，您进来吧。他道。陆景内心欣喜，夏晴岚终于肯见自己了。好。走在前往后花园的路上，陆景能看出小婉有些欲言又止。小婉姑娘，怎么了？陆景直接问道。公公，娘娘最近吃饭都没有胃口，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过饭了。陆景一怔。娘娘她身体没什么事吧？小婉摇了摇头，可能就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哦，公公，您和娘娘吵架了？小婉小心翼翼地问。虽然一个太监跟贵妃吵架，导致贵妃好几天都吃不下饭，这种事情听起来有些离谱，或者说有些禁忌。
不过小婉的直觉告诉她，夏晴岚就是因为陆景才闷闷不乐好几天。要是陆景和夏晴岚之间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也不可能说出去。夏晴岚这几天的样子，她看在眼里，心疼坏了。要是陆景能让她娘娘心情好起来，她愿意去做任何事。像这次陆景过来，她都没和夏晴岚通报，就自作主张的把她请进来了。她觉得心病还需心药医，要想娘娘好起来，还得陆景出马才行。对于小婉的问题，陆景只是无奈的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小婉又道：公公，娘娘不知道您过来，是我私自让您进来的，您等会儿好好劝劝娘娘吧。陆景诧异的看向小婉，他还以为是夏晴岚终于愿意见自己了呢，没想到是小婉自作主张。小婉姑娘，谢谢你。陆景由衷道谢。小婉笑了笑，我都是为了娘娘，公公，您可不能让我失望。陆景也笑了，我尽力。后花园，夏晴岚看着案牍上自己刚才写出来的字帖，默默无言。她写得很好，笔走龙蛇，已经勉强算得上名师字帖，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她却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以前她写出一幅好字，能开心很久，如今心中却是有些苦涩。这段时间没和陆景见面，自己的进步她看不到，她内心空落落的，无论如何都开心不起来。上次看到陆景给胡妹儿过生日，做生日蛋糕给胡妹儿送礼物，夏晴岚心中滋味复杂。她也想陆景给自己做生日蛋糕送礼物，不过似乎又没有什么由头。更何况前些天陆景想见她，她没见，估计陆景已经不想再过来了。这些天她仔细想了想自己和陆景之间的关系，之前她很是纠结，总觉得两人要是私通，她内心会备受煎熬，觉得太过于羞耻，会担惊受怕，怕自己突然被皇帝临幸。如今却是想通了，什么礼法规矩都只是枷锁。从他入宫到现在，狗皇帝都没碰过他，他还怕以后会被突然临幸吗？不可能的。因此他如今已经明白自己对陆景的心思，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挽回。如此想着，背后忽然响起了脚步声。他回头看到了侍女婉儿以及身侧的陆景。你，夏晴岚震惊的同时也很是惊喜，她这一表情被小婉看在眼里。果然，他心中感叹一声，退出了后花园。后花园里只剩下陆景和夏晴岚。你怎么来了？听说娘娘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奴才我过来看看。我没事。陆景点头，看了一眼夏晴岚刚写的字帖，称赞道：娘娘，您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听到陆景夸奖自己，夏晴岚露出满足的神色，昂了昂头，又谦虚道：还是你教得好，我才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娘娘心情不好，是因为我吗？陆景话头一转，眼神突然直勾勾地盯着夏晴岚的眼睛看。夏晴岚不自觉就有些心虚，低了低头。说什么呢？我只是……夏晴岚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陆景笑了笑，娘娘，我想送你一个礼物。夏晴岚诧异地看向陆景。陆景掏出一个小盒子，这是……夏晴岚认出来了，这是那天陆景送给胡妹儿装有养颜丹的盒子。娘娘，拿着。陆景强硬地递了过去。夏晴岚接过去，激动坏了。那天她看到胡妹儿服用养颜丹后变化那么大，也很想要一颗。不过她一直以为这等神奇的丹药应该只有一颗。陆景把这么贵重的丹药给了胡妹儿。说实话，她那天醋意大发，有些生气。没想到陆景居然还有一颗。娘娘，这一颗是我留给您的，服下试试看吧。陆景笑着道。看夏晴岚这激动的样子，觉得自己今天稳了。夏晴岚开心的点头，直接服下了那一颗养颜丹。只是片刻，她就排出了身体的各类杂质和脏物。我去洗个澡。夏晴岚见自己身上又油又黑，有些不敢面对陆景。过了大半刻钟，沐浴结束，夏晴岚焕然一新的出现在了陆景面前。她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白皙透亮，气质更加端庄优雅了起来。能看出来，她还特意化了妆，真漂亮。陆景忍不住称赞。夏晴岚听得陆景如此直白的夸奖，面颊变得桃红。虽然她和陆景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不过之前的关系并不算亲密。陆景直接这么夸她，让她开心的同时也有些脸红。陆景，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夏晴岚美眸里是藏不住的爱意。陆景嘿嘿一笑，那你想怎么报答我？报答？夏晴岚看了一眼周围，咬了咬红唇。你想我怎么报答？陆景靠近夏晴岚，低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夏晴岚脸色立马红得发烫起来，她羞恼地瞪了陆景一眼，然后只能答应。半个时辰后，夏晴岚一脸幽怨地跑去洗脸。等她回来，陆景很自然地把她抱到自己的大腿上，然后手开始不老实地到处乱探。夏晴岚一开始还有些挣扎，觉得难为情，最后还是放任了陆景的动作，外面还有人呢，别太过分。夏晴岚被陆景抓弄得有些无力，
担心的看了一眼后花园的入口后，无奈的说道：“要是被人撞见两人的关系，那可是死罪。”不过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有些兴奋。这种私通带来的背德感，让他害怕的同时，内心也隐隐的有些暗爽，觉得很刺激。嘿嘿，放心，小婉他们已经识趣的走开了，刚才那样你都不怕，现在怕什么？陆景得意的亲了他一口。你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夏晴岚嗔了他一眼，算是默认了。之前陆景救了他，他已经芳心暗许，之后又被陆景夺了身子，早就已经沦陷。如今过了心里的那一关，内心的情愫更是已经难以自抑。你之前为什么对我那个态度？陆景好奇地问道。夏晴岚犹豫了一下，才道：我当时还过不了心里那一关，觉得和太监私通有些羞耻，现在倒是看开了。此外，我也怕我以后被陛下临幸，到时候你会很伤心。陆景一愣，然后笑道：放心吧，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碰过你这个美娇娘，现在你进了冷宫，他更加不会想起你了，你以后只会是我的人。而且陆景顿了顿，霸气道：他要是敢对你有想法，敢碰我的女人，我就阉了他。陆景现在只是三品武者，不过已经摸到了瓶颈，想来不用多久就能再进一步了。等过一段时间自己足够强大了，要是狗皇帝敢碰自己的女人，就阉了他。夏晴岚闻言很是感动，虽然心中觉得陆景这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陆景一个太监阉了皇帝也太异想天开了。不过陆景敢因为自己对皇帝如此不敬，倒也让他心里很感动。那我们以后……陆景目光灼热地看向夏晴岚，夏晴岚主动挽着他的脖子靠了上去。我想通了，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那今晚我再来找你。陆景笑嘻嘻地说道。大白天的，陆景确实不能太过分，外面还有镇守驻守的官兵，可不能暴露自己和夏晴岚之间的关系，只能晚上再过来。晚上，夏晴岚有些犹豫，门口晚上也有重兵把守，你晚上过来会不会不合适？陆景摸了摸他光滑的脸蛋，放心，我是武者，可以不从正门进来，等他们换班不巡逻的时候，我翻墙进来。武者？夏晴诧异地看向陆景，怪不得陆景那晚这么厉害，他之前还以为是秦药的作用，如今看来是陆景的体质原本就很强大。对了，你之前说自己被人下药，是怎么回事？夏晴岚那天早上没来得及问，之后也没机会问的问题。陆景脸色有些凝重，沉声道：和我的仇人有关。你的仇人？夏晴岚有些吃惊，他们的手能伸进皇宫里？陆景无奈道：我的仇人包括了景帝和皇后南宫婉。什么？夏晴岚大惊失色。陆景继续解释：我之所以入宫当了太监，就是景帝和南宫婉的手笔。夏晴岚有些难以置信：你做了什么？陛下为何？陆景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狗皇帝为何突然灭我武王府，我们武王府远离朝堂，压根对他没有威胁。武王府？我是武王府的世子，怪不得我觉得你的名字有些耳熟。夏晴岚恍然大悟，倒不是陆景多么的出名，相反，陆景虽然地位尊贵，但在一众皇城的一众王侯子弟中，算是比较低调的，从没惹出过什么大事。夏晴岚之所以听说过陆景，是因为夏晴岚的父亲和武王府的武王关系还不错，他曾在父亲的口中听说过陆景的名字。不过，陆景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恶名，却也没有什么好名声，算是一个普通的纨绔子弟。但如今看来，陆景是在藏拙，他有如此才华，居然甘愿不显不露，背着一个纨绔的名头。狗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灭我武王府满门，还把我丢进冷宫里当太监，我不会放过他的。陆景语气森冷，怪不得你能写出那些诗词，看来你的经历和我类似。夏晴岚有些感慨地说道，他父兄也是被狗皇帝流放，如今是死是活，杳无音信。从某种境地上来看，自己和陆景倒是同病相怜。两人互相拥抱，沉默了片刻。夏晴岚又问，所以给你下药的是陛下或者皇后？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皇帝要想对付一个太监，何须这等手段？陆景摇头，不是。那是谁？是王公公，不过背后还有人，我暂时还不知道是谁，只是探查出有尚书陈元龙出手的可能。陈元龙？夏晴岚瞪大了眼睛，陆景的敌人怎么个个都这么大的来历？跟了我，你害怕吗？陆景笑问。夏晴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好怕的了。陆景轻易地摸了摸他的头，又腻歪了一阵子，陆景从云溪宫离开了。陆景走后没一会儿，小婉回到了后花园。娘娘，我自作主张放陆公公进来，您不会怪我吧？小婉忐忑地问道。虽然她和夏晴岚的感情很好，但是两人总归是主仆身份，她擅自做主，也怕夏晴岚会责怪她。小婉，你做得很好，我怎么会怪你呢？夏晴岚拉着小婉坐了下来，感慨道，要是没有你，我也迈不出这一步。娘娘，你和陆公公。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吧。夏青兰摆了摆手，小婉知道的太多，不仅对自己不利，对小婉也不利。你只要知道，以后陆公公过来不用通报，直接放他进来就行。小婉点头，是。不知道江雅丹的情况怎么样了。回到住所，陆景在院子里喝起了茶。胡妹儿说江雅丹受了重伤，估计情况很不妙。这么多大警的高手在绞杀他，他虽然是先天高手，不过应该也很难应对。冷宫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知道他能藏在哪里。胡妹儿从刘校尉那里听说刺客躲了起来，如今大批的皇宫高手正在继续搜查。江雅丹之前那个位置肯定是不能待了，其他地方他又不熟，难道跑出冷宫了？陆景思索了一下，又觉得不太可能。据说冷宫已经被团团包围起来，无数带着重甲的官兵在巡逻，江雅丹要想冲出去，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动静，那些大警的高手绝对会围过来绞杀他。如此想着，陆景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地点，王公公的住所。难道他躲在王公公哪里？陆景仿佛抓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上次江雅丹就在那里洗澡，也知道王公公已经死了。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雅丹躲在冷宫长侍大太监的住所里，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但正因为如此，那里才有可能成为江雅丹的藏身之所。越想越有可能，陆景立马动身前往王公公的住所。走到半路，他在一个小巷子里直接易容成了王公公的样子。很快他就来到了房门外，他推门而入，房子里很安静，似乎没人在住。陆景走进大堂，然后又走进了侧厅。难道不在这？陆景皱了皱眉，他正想离开此地，目光却陡然被侧厅沐浴桶吸引了目光。这浴桶是上次江雅丹洗完之后没人处理的桶，这浴桶里的水怎么这么满？一般来说，浴桶里的水都会留有给人泡进去的余量，防止水漫出来，而如今浴桶里的水几乎已经要溢出来了。陆景似乎想到了某种可能，向着水桶走去。快到水桶边的时候，唰，水桶里忽然飞出一道身影，向着陆景急冲而来，携带着可怕的灭杀之势。是我！陆景立马出声。那可怕的掌影停在了陆景面前，同时一个清绝的面容出现在了陆景面前。你是陆景？江雅丹看着眼前的老太监愣住了，面容一点都不像，声音却是很像。陆景笑了笑，卸掉了易容。我更喜欢你叫我主人。真是你！江雅丹面露惊喜之色。我猜你在这，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真在这。陆景说着，偷偷看了一眼江雅丹的身材。乖乖，尸身诱惑啊！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江雅丹没注意到陆景的目光，侧着头，语气一下子就变得委屈起来。江雅丹的这一下子倒是把陆景给弄不会了。江雅丹怎么好像在和自己撒娇？我前几天去找你，没找到，看到你居住的小屋塌了，还看到有大警的高手在附近出没，就猜到你出事了，不过也没办法找到你。我这几天被大警的高手围杀，实在没地方躲，才来到这里躲起来，不过躲了2天都没见你来。江雅丹的语气依旧有些幽怨。不好意思，我刚才想起来你可能会在这。陆景语气关心地问，你怎么样？受伤了没？陆景说完就想去拉住江雅丹的手。还好。江雅丹有些手足无措地避开了。我看你脸色这么白，肯定受伤了吧？江雅丹缓缓点头。昨天受了不轻的伤，运功疗伤了1天，现在好了不少。那就好。陆景颔首，又问，要不我去给你找些吃的吧？好。江雅丹点头，她确实已经饿了好几天。陆景离开了此处，过了一会儿，从膳房带着一些吃的回来了。此时江雅丹已经自己换好了干净的新衣服，之前苏贵人的衣服就在王公公的房间衣柜里，想来他还记得。那个怎么没有那些贴身衣服？只有一套吗？陆景回来后，江雅丹东西都没来得及吃，就扭捏地问道。他里边不穿，总觉得非常不舒服。陆景瞥了一眼高耸的地方，还有，我藏起来了，现在去给你找出来。说着，陆景走进王公公的房间，让系统拿出一套黑色的比基尼，黑色的也很有韵味。他拿给江雅丹，江雅丹脸色瞬间有些发红。这贴身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风格也确实太过于大胆了。他拿着衣服跑到房间里穿了起来。过了一阵子，他从里边出来了。苏贵人的这套衣服是薄衫的材质，陆景能隐约看到薄衫之下的黑色蕾丝。此刻如此穿着的江雅丹竟给他一种欲迎还休的诱惑感，刺激。陆景心中暗叹道，吃饭吧。陆景把饭菜递给他，江雅丹熟忍地接过去，然后拿起筷子狼吞虎咽了起来。陆景笑了笑，看来你是真饿了。江雅丹饿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他对陆景没有了之前的拘谨，敢于把自己狼狈的一面显露在陆景的面前。
对了，你这几天是怎么活下来的？等江雅丹吃了半刻钟后，陆景才开口问道。江雅丹咽下一口汤水，述说道：3天前，我正在修炼，忽然听到周围有好几个脚步声，我立马就明白有其他人来了。我本想藏起来，等他们走后再出来，不过其中一人似乎修炼有奇特的武功，居然像是有狗鼻子一样，能一路凭借嗅觉找到了我。我杀了他们好几个高手，包括那个狗鼻子武者，才逃了出来。之后大批的大景高手到来，不过他们没办法找到我，只能分成很多批。我一路偷袭，又杀了10几个，直到遇到一个宗师高手，我拼尽全力才从他手中逃脱，不过也被重伤了。好在似乎体内还留存有你给我服用的那颗仙丹的药力，我只用了1晚就恢复了七七八八。江雅丹说的轻松，陆景却是听得心惊肉跳。景帝绝对出动了许多高手来围剿江雅丹，其中不乏先天甚至宗师高手，不过还是被江雅丹给逃脱了。厉害！陆景竖起了大拇指，多亏了你给的那枚丹药，不然我现在也是重伤状态。江雅丹面露感激之色，那丹药仅仅是一些药力残留，就能让他1晚上就重伤恢复，可见那丹药的神异以及珍贵程度。而陆景就这么的把丹药送给了自己，虽然名义上自己要认他为主，不过陆景从未要求过自己什么，反而是陆景帮了自己好多次。江雅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陆景如此帮他，他内心感激不已。对于江雅丹的话，陆景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你现在恢复了，不过如今大景的官兵都在找你，只怕这里之后也不会安全。陆景提醒道。我明白。江雅丹神色变得落寞，自己伤势如今虽然恢复了，不过并没有逃出皇宫，依旧很危险。包围圈越来越小，他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到时候大景高手齐聚，他就算恢复了小宗师的实力，也很难杀出重围。更别提他如今只是先天中期的境界，还要好几个月才有可能恢复实力，也仅仅是有可能。要是我死了，江雅丹一顿抬眸看向陆景，就没办法帮你复仇了。不过我在外面还有势力，他们能帮你。陆景装出诧异的模样，问道：什么势力？我是20年前覆灭的大夏皇朝的长公主，大夏覆灭后，虽然一些势力叛变了，不过我大夏在暗处依旧有一些忠臣，他们的能量依旧庞大，是一股很大的助力。我给你写一封书信，帮你证明身份。你出去后，去我之前和你说的醉香楼2楼第5间房，找到其中的客人。那人是我大夏皇朝留下的案子，他得到书信后会帮你引荐的。此刻，江雅丹不再隐藏，说出了自己的来历。陆景惊讶道：大夏皇朝？你居然是大夏皇朝的长公主？江雅丹点了点头，神色黯淡。不过大夏已经是往事了，我这个长公主已经没什么意义。陆景沉默良久，随后缓缓开口：我还有一枚丹药，想和你做一个交易。江雅丹一愣，陆景继续道：我有一枚丹药，服下后能给你增加10年的修为。江雅丹闻言瞪大了眼睛，能增加10年修为的丹药，这是何等恐怖的丹药。不过想起陆景那一颗能修复自己丹田和伤势的丹药，又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陆景拿来的这么多神奇的丹药，自己身为大夏皇朝的长公主，都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丹药。你刚才说交易？什么交易？江雅丹小心翼翼地问道。他心中隐隐有预感，陆景所谓的交易应该不会那么简单，起码不是让自己喊他做主人这么简单。陆景轻咳一声道：这颗丹药我原本想着自己服用，增加修为后去找狗皇帝报仇，不过既然你更加需要，我也可以给你。交易的内容很简单，我要你做我的女人。陆景最后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江雅丹的耳边炸响。做你的女人？她神情呆滞，一双漂亮的琉璃瞳里满是惊愕。对，我要你的身子。陆景说的异常直白。你不是太监吗？陆景笑着道。我能在这冷宫里拥有3品武者的实力，是假太监很奇怪吗？江雅丹怔住了，再次追问。所以你是真男人？陆景嘴脸微勾。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江雅丹看着陆景那有些邪魅的神情，突然想起陆自己洗澡那天，陆景就在自己的隔壁喝茶。陆景不是太监，那岂不是说自己隔着一个屏风，在一个男人隔壁赤身洗澡？想到这，江雅丹只觉得强烈的羞耻感袭上心头。她咬牙看向陆景，这人居然装太监，让自己隔着一个屏风在他隔壁洗澡。不过只是心中气了一下，他又释然了。都这个时候了，也没心思去追究这些。他深吸一口气，你说有能让我增加10年修为的丹药，当真？陆景点头。我能给你修复丹田的丹药，再有一颗能增进10年修为的丹药，很奇怪吗？江雅丹沉思了起来。要是自己能增加10年的修为，绝对能直接突破小宗师，甚至能达到宗师境。江雅丹眼眸流转。他正要开口，目光陡然凌厉起来，
看向门口的方向。有人来了，陆景也皱眉看向大门口。他三品武者，耳力也很强，听到了震动大地的踏步声，显然有大批的人马在往这里赶。我被发现。江雅丹握紧手中的短刀，显得很是紧张。自己死了就死了，牵连陆景是他不愿意的。应该不是，要是发现了你，他们不会只派官兵过来。陆景听出来人是大景的官兵，不是那些飞檐走壁的高手，估计是过来例行巡查。陆景猜测。那怎么办？江雅丹下意识看向陆景，想要他来拿主意。陆景环顾四周，这地方很小，真没什么葬人的地方。突然，陆景看向了刚才江雅丹藏在的玉桶，他面色古怪地看向江雅丹，只能先委屈你一下。啊！江雅丹一愣，大门口，砰！大门突然被人强硬地推开，一大堆重甲官兵冲进王公公的住所，搜！10几个官兵在房子里搜了起来。你们在做什么？尖利的声音陡然响起，官兵们听到声音，纷纷涌向侧厅。只见一个老太监正泡在浴桶里，正一脸惊恐地看向众人。众人面面相觑。大白天泡澡，你们是谁？咱家可是这冷宫的掌事大太监王传福。王公公拿出了自己的令牌。其中一个为首的官兵闻言，面色一凛，立马拱手道：见过公公，我等奉命搜查刺客，还望公公恕罪。他们都只是小角色，还得罪不起一个大太监。啊！搜查刺客，刺客跑到咱家这里来了。王公公表现得很慌张。公公，刺客的踪迹不明，我们只是例行在宫内搜查。那就好。王公公松了口气。那行，你们尽管搜查吧，不过可别弄坏了咱家屋子里那些贵重的东西。那为首的官兵立马道：公公您放心，我等一定小心行事。说着，官兵们走出了侧厅，在王公公的住所里随意看了一遍，最后又回到侧厅，对着还在泡澡的老太监告别：公公，叨扰您了。没什么异常吧？公公，一切正常。那行。官兵们退出了屋子，临走时还小心翼翼地帮关上了门，倒也好糊弄。等官兵们离开，陆景微微一笑，咕噜浴桶挤冒出几个气泡。陆景这才想起江雅丹还在水里呢。刚才他灵魂一动，想起来让江雅丹潜到浴桶里，然后他假装泡澡，那些官兵不可能搜查到浴桶里去。事情正如他所料，他们糊弄过去了。陆景赶忙走出浴桶，拿上衣服穿了起来。江雅丹从水里冒出头来，他看向陆景的眼神有尴尬，有幽怨，但更多的是羞涩。他刚才看清了，陆景是个真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大男人。嗨嗨！陆景看到江雅丹那奇怪的眼神，战术性的咳了一声。刚才的情况没办法，我只能出此下策。没事。江雅丹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刚才两人在水里的姿势有些太过于难以启齿。你那是什么功夫？易容术吗？江雅丹不敢再去回想刚才的场景，连忙转移话题问道。陆景咧嘴一笑，将自己的面貌易容回了自己的样子。没错，易容术能让我易容成任何人的样子。陆景说完，面容一阵变换，很快就变成了江雅丹的模样，只是胸口不够宏伟。好厉害的易容术！江雅丹神色震惊，只是几息，不用任何面皮之类的道具，就能易容成他自己的模样。哪怕江湖上赫赫有名，以易容化变之术闻名的采花大盗瘦驼子，都没有此等厉害的易容术吧？江雅丹对陆景的来历愈发的好奇了。他手中的丹药堪称仙丹，再加上如此年轻就是3品武者，还有如此神奇的易容术，必定来历也不简单。嘿嘿，厉害吧？陆景看到江雅丹那震惊的神色，有些得意。系统爸爸的出品，那肯定是牛逼的不行的。对了，那事情你想的怎么样了？陆景盯着江雅丹，再次问道。江雅丹闻言，面色顿时就不自然起来。陆景说的自然是他用身体换丹药的事。你不愿意也没事，我不会逼你。陆景道。当然了，他想逼对方也没那个实力。江雅丹咬牙，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抉择。过了片刻，他深吸一口气，才道：我愿意。好。陆景脸上平淡点头，内心却是乐开了花。不枉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如今终于得偿所愿。江雅丹低着头，红着脸，开始褪去自己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别急。陆景摆了摆手，你先服用完丹药再说。江雅丹一愣，抬头看向陆景的神色满是惊愕。他不怕自己服下丹药之后反悔。你不怕我反悔？陆景摇头。不怕。他是真不怕。这些天下来，他已经看清了江雅丹的心性，虽然有些高冷，不过也有些单纯，心性很好，懂得知恩图报。江雅丹听到陆景如此果决的摇头，心中很是感动。刚才陆景让自己用身子换丹药，他心里还微微有些不舒服。虽然他明白这是等价交换，可是总觉得
也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意味在里边。但陆景愿意让自己先服用丹药，再拿自己的身子，倒是让他心里那一点点的不舒服彻底消散了。陆景不清楚江雅丹内心的想法，他之所以愿意让江雅丹先服用丹药提升实力，再睡他，单纯是因为他变强了，和自己双修，自己获益会更多。陆景手中凭空出现一颗丹药，这是培元丹，服下后能获得10年修为。陆景把丹药递给江雅丹，江雅丹接过丹药，好奇地看着手中的丹药。那我服下了。陆景摆手，服用吧。江雅丹服下了丹药，只是顷刻之间，他就觉得体内庞大的力量在涌动。他盘腿坐下，运转功法吸收药力。过了半刻钟，江雅丹他的身上显露出一股玄而又玄的气质，气场无比的强大。他猛然睁开了眼睛，我突破到宗师境界了。他呢喃自语，神情无比的激动。服用下陆景给的丹药之后，他直接突破到宗师境界。宗师啊，即便他天纵之才，也不敢妄想能在10年之内能突破。虽然他之前已经是小宗师，不过只是刚突破没几个月，境界还不稳。而小宗师要想突破宗师，不仅需要武道天赋，还需要时间，需要各种大药进补，需要悟性以及某种契机。有些先天高手，先天之前修炼的无比顺遂，但接下来几10年都难以踏入宗师境。他为了能尽快突破到小宗师，已经几乎耗尽了整个大夏皇朝留下的修炼资源。而要想突破到宗师，那条件更是无比的苛刻。而现在他成就宗师之境了，而且他的宗师不是普通的宗师，而是宗师后期，在宗师之中也属于强者级别。他扭头看向陆景，无比的感激。陆景2次救了他，修补了他的丹田，如今更是送到踏入那无上的宗师之境。恭喜！陆景拱手向他道谢。虽然江雅丹对于自己能突破宗师境界非常的满意，不过陆景却是有些意外。他还以为凭借江雅丹的天赋，这次最起码能突破到大宗师，甚至接近陆地神仙呢。没想到只是突破到了宗师境界，看来修炼到最后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不过自己有系统，倒也不用太过于担心。陆景，谢谢你。江雅丹深吸一口气，由衷地对着陆景鞠了一躬。陆景对他的恩德太重了，他如今能做的只能是好好服侍他。想到这，江雅丹再次准备脱下衣服。你干什么？陆景忽然出声。江雅丹低着头，难以启齿身的小声道：我准备好服侍您了。陆景，这女人怎么比自己还急？好吧，虽然她确实也很急，不过还不到时候。陆景摆手道：不着急，我传你一门功法，你吸收完之后我再来找你。功法？江雅丹手中解开衣服的动作顿了一下。你听着。紧接着陆景把阴阳无极功的功法传给了江雅丹。待到江雅丹记完功法的内容，绝美的脸上满是错愕的神色。这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双修功法。江雅丹接收完功法的内容，内心震惊不已。他之前觉得自家的神下诀已经是天下至高的修炼功法，但在陆景这一门功法面前，他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功法也不过如此。这门功法无比的玄奥繁杂，虽然是双修功法，但是却隐约直指天人合一之道。他也曾听说过双修功法，不过那些功法都只是小道而已，上不得台面，属于旁门左道。对于顶尖强者来说，修炼效果并不好。通过男女之事修炼到顶尖水平的，也只有财帛功法。但那等事情，只有一方受益，另一方可能会被吸干。而陆景的这一门双修功法，却是可以让他这个级别的强者，也能在双修之时受益无穷。他终于明白陆景为何要让自己做他的女人了，不是馋她的美貌，而是想着通过双修提升实力。没错，这就是双修功法。陆景点头承认了。你先吸收完这门功法的内容，再稳固好修为，明天我再来找你，到时候我们再……说到最后，陆景轻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把功法传授给江雅丹，得给他一些时间消化。毕竟自己和他不一样，系统把功法传给自己是直接传到他脑子里，因此他不需要时间去消化修炼功法。江雅丹明白陆景的意思，面色微红的点了点头。好。从江雅丹那里离开，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陆景前往了夏晴岚的寝宫。趁着看守的官兵换岗，陆景翻墙进入了寝宫内。此刻云溪宫只有一个地方亮起了灯，那是夏晴岚的房间。咚咚，陆景轻轻敲门。谁？是我。夏晴岚来到门口，帮陆景开了门。此刻的夏晴岚穿着清冷的薄纱衣裙，端庄的同时又增添了一股魅惑的气质，脸上能看出有化妆的痕迹，虽然不是浓妆艳抹，只是淡妆，但也能看出画得非常精心。红唇艳丽，皮肤细腻光滑，美丽无比。显然她对于今晚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今晚好美。
陆景忍不住称赞，被自己心爱的人如此夸奖，夏晴岚羞涩的满面桃红，内心甜蜜。快进来吧。夏晴岚将陆景拉进房间，把门关了起来。两人来到桌子前坐下，夏晴岚给陆景倒了一杯酒，这是做事之前的准备工作。陆景抿了一口酒水，目光却在夏晴岚身上流转。夏晴岚紧张的不敢看陆景，目光飘忽。她一整天都很紧张，也很难期待。陆景突然贴到夏晴岚的耳朵边，悠悠地说道：“你今晚不要叫得太大声，我怕外面的守卫能听到。”第二天，叮，每日气运结算开始。恭喜宿主帮助了江雅丹，获得气运值285。叮，恭喜宿主彻底拿下夏晴岚，获得气运值66。当前气运值694。陆景醒来后，系统再次进行气运结算，694的气运值。陆景看到自己如今的气运值，咧嘴一笑。对他来说，气运值就是实力，有了气运值，自己面对景帝就更有底气了。陆景看了一眼身旁的夏晴岚，他把头埋在自己的怀里，还在睡着。陆景昨晚和夏晴岚双修了一整晚，如今不仅不累，反而精力充沛，而且体内的修为也得到了精进，实力又突破了一些。和普通人双修都有如此效果，等这2天我拿下江雅丹。陆景愈发期待起来。江雅丹不仅是宗师高手，还被自己传授了阴阳无极功，想必和他双修起来效果绝对无比的明显。对了，我也可以给夏晴岚传授功法呀。陆景忽然想到这件事，这双修功法不需要什么根骨，不用考虑年龄，传给夏晴岚也能让她修炼。如此一来，自己以后和她双修效果会更好。如此想着，陆景抱着夏晴岚，准备等她醒来就传授功法给她。接近中午，夏晴岚才悠悠地醒来，她睁开眼就看到正在欣赏她身体的陆景那炽热的眼神。醒了？夏晴岚羞涩地点头。对了，夏晴岚忽然想起了什么，道：“那个刺客还在宫里，你要不就待在我这里吧，我怕他会伤到你。”陆景笑了笑，摸了摸他的脑袋：“没事，他也是我的人。”夏晴岚一愣：“啊？”陆景解释道：“具体的你不用管，你只需要知道他不会伤害我就行了。”那行。夏晴岚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陆景继续道：“我传你一门功法，你记一下。”功法？夏晴岚有些犹豫：“我这个年纪修炼起来很难的。”陆景笑道：“没事，不用你吃苦，也能修炼有成的。”不用吃苦？夏晴岚神色诧异：“真有不用吃苦的练武方式吗？”有的。陆景坏笑起来，低声在夏晴岚耳边说道：“不用吃苦，但是得吃。”夏晴岚被他的话羞红了脸，嗔了陆景一眼后问道：“你是说这是双修功法？”“嘿嘿，没错，就是双修功法，而且是很高深的修炼功法。你没察觉到，你昨晚那么晚才睡，今天却不是很累吗？这还是只是被动收益，要是你修炼这门功法过后，效果会更加明显。”“好像确实如此。”夏晴岚昨晚凌晨才睡，这才睡了2个时辰不到，醒来后也不觉得累。这还是在你没有功法的基础上就有如此效果，要是你修炼了我这一门双修功法，效果更明显。美容养颜都是基本的功能，每次练功结束，你会更年轻一些。美容养颜，变年轻。夏晴岚听到这，立马眼前一亮起来，她立马道：“那行，你传给我吧。”陆景笑了笑，女人果然对美容和变年轻没有抵抗力。随后，陆景把阴阳无极功的内容传授给了夏晴岚，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我。陆景开口道：“好。”夏晴岚躺在床上，开始琢磨陆景传给她的功法内容。陆景见她那样，没再折腾她，直接起床穿衣，和夏晴岚告别后离开了她的寝宫。走出云溪宫，陆景正想回到自己的住所，但突然又想起得去胡妹儿那里打探一番消息，于是又前往了太和宫。太和宫，此刻后花园，胡妹儿正站在案牍边练字，不远处是在给她站岗的刘校尉。刘校尉身姿挺拔，看起来正在尽职尽责地保护着胡妹儿，不过目光却时不时的就偷偷瞄向胡妹儿的身体，那目光很是大胆，几乎没有遮掩。胡妹儿感受到了刘校尉那充满欲望的目光，心中有些恼怒。这刘校尉越来越大胆了，刚才自己以避嫌为由，好声好气的和他说，他不应该直接进入自己的寝宫内，不然有可能会引起非议。但刘校尉以刺客就在附近，必须近身保护胡妹儿为由，非要进来。他如此行事，胡妹儿也奈何不了他。要是以前一个校尉，他自然不放在眼里，但是他如今只是一个废妃，虽然在这冷宫里权势依旧很大，不过却是没能力管不了一个校尉。更何况如今这特殊时期，刘校尉是奉旨保护自己，附近的兵力都归他调遣，胡妹儿也只能调动冷宫内的一些东厂太监。
不过那些东厂太监自然不可能敢为了自己得罪统御带甲重兵的刘校尉，他们那些三脚猫功夫也打不过刘校尉，甚至打不过他手下最为普通的士兵。该死的东西！胡妹儿捏紧了手中的毛笔，心中无比的愤怒。他这辈子最讨厌别人看不起他，这刘校尉如此行事，当真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更让他内心有些恐惧的是，刘校尉似乎针对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看向自己的眼神几乎没有任何遮掩，仿佛想要把自己生吞活剥了。刚才几次开口，语气都似乎在调戏自己，听得胡妹儿心中无比的惊恐和厌恶。胡妹儿真担心他会色心大起，对自己用强，到时候她一个弱女子压根抵抗不了。如此想着，胡妹儿心中就愈加的恐惧起来。几个侍女都不在这，万一刘校尉真起了邪念，胡妹儿有些不敢想。娘娘，您的字写得真好，都比得上那些书法大师了。一道浑厚粗糙的声音陡然在胡妹儿耳边响起。胡妹儿身子一颤，转过身，这才发现刘校尉不知何时已经贴到他身边，正咧嘴笑眯眯地看向自己。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半米。胡妹儿看到他那粗糙的皮肤、黄黑不齐的牙齿以及那淫邪的目光，恐惧感袭上胡妹儿的心头，她下意识地退后几步，然后才勉强地笑了笑。刘校尉过誉了，我这书法普普通通，也才堪堪入门而已。胡妹儿不是在谦虚，她的字很一般，只是平时无聊才偶尔练一练。要是她喜欢的人如此夸她，她或许会觉得开心。但话从这刘校尉口中说出，她只觉得这人当真是粗鄙无知。刘校尉对于胡妹儿的话也只是微微一笑，说出了自认为很浪漫的话：娘娘，在我眼里您是最美的女人，字也自然是最美的。胡妹儿脸色一变：刘校尉，你说什么？娘娘，我说我觉得您很美，我很喜欢您。刘校尉说着又向着胡妹儿走近几步，眼中的贪婪和欲望更加的明显。他看着眼前美味可口的大美人，呼吸都不自觉加重几分。这要是能推倒，他一辈子都值了。刘校尉，请你自用重，我可是陛下的女人。胡妹儿惊恐地提醒他道。刘校尉听到陛下两个字，顿了一下，目光才又清明了一些。娘娘，他咽了咽口水，神色纠结。他第一眼看到胡妹儿就惊为天人，对她起了邪念。胡妹儿太美了，又美又玉，直接把他勾得神魂颠倒。他一开始明面上不敢对胡妹儿有任何的想法，只敢暗地里偷偷看她。但是这几天他经常出入胡妹儿的寝宫，内心不自觉就大胆了起来。胡妹儿一个废妃，身边只有几个侍女，要是自己对她用强，他也压根没办法反抗。而且事后他估计也不敢去告状，不然不仅是自己失了清白身子的他也得死，而且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想到这，刘校尉又变得有底气起来。娘娘卑职仰慕您许久。他伸手想要抓住胡妹儿。娘娘，陆公公来了。就在这时，胡妹儿的侍女活儿走到后花园禀报道。刘校尉的手僵在原地。胡妹儿仿佛抓住陆救命稻草，连忙道：快把陆公公请进来。过了一会儿，陆景走进来了，看到刘校尉也在家后花园，他顿时就皱眉起来。这人怎么还在胡贵妃妹儿的寝宫里？刘校尉看到突然过来的陆景，同样很不高兴，甚至可以说出奇的愤怒。自己差点就迈出那一步，没想到被这死太监给破坏了自己的好事。娘娘，陆景对着胡妹儿行了一个礼。陆景转身看向刘校尉，刚想和他打个招呼，就看到他那几乎要喷火的眼神。你这太监天天往娘娘的寝宫跑，算怎么回事？要是被有心人看到，告知内务府，岂不是污了娘娘的名声？陆景一愣，自己没得罪他吧？他也不再客气，斜眼看向刘校尉。哼，刘校尉，我身为冷宫的长侍大太监，来找贵妃娘娘议事，天经地义，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倒是你，身为军士，是气血方刚的武夫，天天往娘娘这跑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不怕污了娘娘的名声，不怕污了陛下的名声？你……刘校尉被陆景的反问弄得十分恼火，自己出言训斥这太监，居然反被他训斥了。他咬了咬牙，宫内出现刺客，我奉命保护娘娘，自然得要贴身保护。呵呵，陆景冷笑，那刺客敢刺杀陛下，必定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你这点实力，真遇到刺客，只怕连一招都撑不住吧？你要真是为了贴身保护娘娘，为何不把其他官兵一并引进寝宫内避嫌？还是说，你真有什么别的企图？陆景一点都不给刘校尉面子，之前对他客气，只是不想惹麻烦。但是既然他不领情，那自己也不必忍气吞声。你这狗奴才！刘校尉被陆景说的大怒，身上气息猛然爆发而出，然后抬手就想打向陆景。自己一个校尉对贵妃都敢犯上，哪里需要忌惮眼前这一个冷宫太监？刘校尉！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冷冽的呵斥声。刘校尉的手停在半空，
扭头看向胡妹儿。只见胡妹儿面冷如霜，正愤怒地看向自己。刘校尉，我有事和陆公公相谈，你先出去吧。胡妹儿语气冷冷道。刘校尉咬咬牙，也不好直接在胡妹儿面前直接动手，他恶狠狠地看向陆景，最后也只能负气地甩手离开。娘娘，你怎么还放他进来？等刘校尉走出后花园，陆景沉声问道。刚才要不是胡妹儿突然开口，他都想直接出手拍死这小子。看那刘校尉显露出来的气息，实力应该也是3品，不过整体应该没有陆景强，最多3品后期，但陆景已经是3品巅峰，快要突破2品，自己对上他，偷袭之下胜算很大，起码不会落败。不过要是自己现在对他出手，暴露了实力，那就麻烦了。胡妹儿叹了口气，哎，本宫也不想，但是他非要进来，也不好拒绝。胡妹儿没有继续说下去，对方真不卖他这个废妃面子，自己还真管不住他。陆景见胡妹儿那欲言又止的神色，眉头一挑，娘娘，这刘校尉可是对您有什么非分之想？他要是心思不干净，我帮你处理了他。胡妹儿一愣，然后勉强的笑着摇头，没事，这事你不用管。刘校尉可是武者，而且实力应该很强。陆景只是一个太监，还是依托自己的身份才成为掌事大太监，和他说了也没用。至于陆景说帮自己处理刘校尉，他只当是一句恭维讨好自己的话。不过陆景能这么说，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陆景见胡妹儿不愿意说，心中其实已经隐约有些猜测，只怕这刘校尉的存在已经让胡妹儿很不舒服了。这刘校尉得赶紧把他处理掉，不然真出事了，那就麻烦了。陆景已经把胡妹儿当成自己的归属物，绝不可能让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给摘走成果。等我和江雅丹双修完，就让江雅丹杀了他，再让江雅丹离开皇宫。陆景心中有了决断，等2人双修过后，江雅丹杀出宫之前，得让他帮自己处理掉刘校尉。如此一来，自己也不会暴露，把锅都甩给江雅丹就行。不过在此之前，得保护好胡妹儿。娘娘，您平时不能再和他独处了，小心他色心大起，得让侍女在身边看着才行。我明白。胡妹儿点头。陆景在胡妹儿那里聊了一阵子，临走的时候找来了侍女红。红儿妹妹，这几天你要时刻待在娘娘身边，有什么事让人来通知我。离开后花园，陆景对红儿交代道。红儿有些疑惑，公公，您是在担心刺客的事吗？您放心，我们这有刘校尉帮忙保护，很安全的，倒是您得注意安全才好。陆景瞥了一眼寝宫门口的带甲护卫，淡淡道，我担心的就是刘校尉。红儿一愣。陆景继续道，我觉得这刘校尉对娘娘有非分之想。什么？红儿大惊失色。听陆景这么说，他忽然想起刚才自己进入后花园的时候，看到刘校尉和娘娘靠得很近，娘娘那时的眼神似乎有些惊恐。他刚才以为自己看错了，如今听陆景这么说来，只觉得细思极恐。还有这几天刘校尉经常出入太和宫，刚才还找理由把自己支走。他之前没往这方面想，一来是因为觉得刘校尉是在保护娘娘，所有走的近一些也正常；二来娘娘虽然被贬入冷宫，但是怎么说也是贵妃，身份尊贵，不是一个校尉可以觊觎的。如今一些细节结合起来，他觉得陆景说的是真有可能。公公，那怎么办？红儿担忧地问道。要是刘孝玉真对贵妃娘娘有什么企图，他真要下手，他们没人能拦得住。你和其他侍女要时刻陪侍在娘娘身边，不能给刘校尉创造和娘娘独处的机会，最好不要给他进入寝宫内。有什么事，比如刘校尉强行进入寝宫，你就让人去通知我，记住了吗？陆景告诫道。他现在还不能动刘校尉，不然可能会引起麻烦，大景的高手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同时牵连到江雅丹的身上。他并不知道刘校尉已经准备对胡妹下手，所以才如此安排。要是他知道刘校尉已经忍不住，早就直接对刘校尉动手了。是，公公，我记住了。红儿点头。陆景离开了太和宫，红儿转身回到寝宫的大厅。胡妹儿正坐在大厅内喝茶，神情有些发愁。娘娘。红儿上前几步。怎么了？娘娘。红儿犹豫了一下，那刘校尉以后是不是不能再放进寝宫里了？胡妹儿一愣。你也看出他的心思了。是陆公公和我说的，他让我陪侍在您左右，不给那刘校尉机会。红儿小声说道。他倒是有心了。胡妹儿有些感动，在这种时候也就陆景能给他出主意，给他一些安全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让除陆公公和夏贵妃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寝宫内。要是那刘校尉问起，就说我身体不舒服，需要静养。娘娘，要是那刘校尉硬闯怎么办？红儿担心地问道。今早那刘校尉也是，娘娘婉拒了让他进入寝宫内的请求，可是他还以冷宫内有刺客，需要贴身保护娘娘为由，直接走了进来，让胡妹儿都无可奈何。胡妹儿叹了口气。那你和月儿他们就留在我身边陪我，不给他和本宫单独相处的机会。
是，这刘校尉得尽快处理掉。陆景走出太和宫，面色无比的阴冷。不过对方可是校尉，要是突然死了会很麻烦。江雅丹还没和自己双修，还不能杀出皇宫，自己还不能动他，不然引起动静，估计江雅丹都处境会更加麻烦。到时候他即便有宗师的实力，也很难杀出重围。但是只有红儿等侍女在，陆景怕也不安全。他思来想去，只能尽快把江雅丹给办了。陆景正想准备去膳房拿点吃的给江雅丹，顺路把她办了。去的路上忽然看到一个小太监，引着好几个穿着不同样式的太监服饰的人往他这里走。公公！为首的小太监看到陆景，立马招手大喊。陆景一愣，居然是服侍自己的小方子。陆景看向小方子背后的那些人，心中凛然，都是高手，不是高手。那股隐而不发、玄妙莫测的气质，颇有强者风范。你是这冷宫的掌事大太监？一个穿着紫色蟒袍太监服的俊冷太监向前一步，冷声问道：“见过公公，奴才正是冷宫的掌事大太监陆景。”陆景躬身行礼。蟒袍太监，此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太监，地位极高，极有可能是东厂的大人物。跟着他一起来的那几个人，眼神睥睨，估计身份也差不多。咱家是东厂的掌刑千户吕云春，奉命抓拿刺客。俊冷太监高声说道：“公公，可是有什么事需要咱家配合？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吕云春淡淡的看了一眼陆景。陆景虽然是冷宫的掌事大公公，但在他眼里也就是一个小太监，抓拿刺客的事哪里需要他赴汤蹈火。不过对于这种场面话，他也没什么好指摘的。他道：“咱家需要你回忆一下，这冷宫里那个位置比较容易葬人，要是你能找到刺客，那可是大功一件，咱家会帮你凑明内务府，给你记大功一件。”陆景脸色一喜，连忙点头，然后思索起来：“几位公公，这冷宫内要说能葬人都地方，也就西北那块没人住的地方能葬人，要不您去那边看看？”吕云春淡淡的瞥了陆景一眼，然后道：“那片区域就是最先发现刺客的地方，不过刺客如今已经跑了，你再想想，真在哪里？我前段时间还从哪里路过呢，幸亏没被刺客发现。”陆景假装松了口气，然后又道：“公公，要不您去华阳桥那里看看，那个区域平时去的人也不多，比较好葬人。那个位置我们也找过了，还有哪些位置？”陆景又说了几个位置，不过吕云春都摇头。陆景神色为难：“公公，这些地方都是咱家认为比较能葬人的地方，要是您都找过，那么我也不知道刺客能藏在哪里了。”吕云春皱眉：“难道真跑出宫去了？”这2天他们派重兵把各个区域都搜查了一遍，都没发现刺客的身影，实在没办法，才来找熟悉冷宫环境的陆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哪里能葬人，谁知道依旧没有收获。吕云春甩了甩手，带人离开了。陆景看着吕云春等人离开，心中有些庆幸，刚好吕云春来找的是自己，要是去找的是王公公，那或许就有些麻烦了，毕竟江雅丹就在那里住着。不过也有好消息，看来江雅丹躲到王公公的住所之后，大井的官兵完全找不到他，那个位置倒是安全，可以把那里当成自己未来几天和江雅丹的爱巢。陆景挥退小方子，自己前往了膳房，从膳房拿了一些东西，他前往了王公公的住所。走进房间，陆景就看到了正在盘腿修炼的江雅丹。她容颜绝美，皮肤没有服用养颜丹，但是却白皙光滑的令人惊叹，身上有微微的气势荡漾，有种孤傲的清冷感。这女人气质很高冷，让陆景内心痒痒的。拿下这种女人，他会很有成就感。听到声音，江雅丹缓缓睁开了眼睛，一双琉璃瞳望向了陆景。她看到陆景正盯着自己看的愣神，眨了眨眼睛。吃饭吧。陆景回过神来，说道：“好。”江雅丹点了点头，从床上下来了。陆景也和他一起吃了起来。我刚才看到了东厂的掌刑千户吕云春。吃着，陆景忽然道：“江雅丹一怔。陆景解释道：“我和那王公公一样，也是这冷宫的掌事大太监，他来到找我，让我帮他找一找冷宫内哪里能葬人。”陆景把自己的身份对江雅丹说了出来，如今再隐藏已经没什么意义。哦，江雅丹缓缓点头。对了，以你现在的实力，能杀出皇宫了吗？应该差不多了。大井虽然高手如云，有2位宗师级强者，还有好几个小宗师，不过我一个宗师突然从一个方位杀出去，他们困不住我。2位宗师，陆景心头一震，他没想到大井居然有2位宗师级别的强者，再算上小宗师以及先天高手，岂不是还有更多强者？陆景忽然觉得这大井的水也太深了，自己还是再慢慢苟着吧。那2位宗师级别的高手分别是谁？还有他们之中谁是大井的最强者？陆景好奇地问道。他之前觉得最厉害的人
应该是东厂的督主或者锦衣卫的指挥使。不过，据说那锦衣卫的指挥使才是先天后期的高手，东厂的督主估计也差不多，最多小宗师。江雅丹既然说大井有宗师高手，想来不是东厂的那位督工和锦衣卫的指挥使。大井的2位宗师，其中一人是景帝身边的老太监，我就是得知他有事出宫了才敢入宫的，另一位是大井皇室的一位老祖宗。至于大井的最强者，江雅丹思索片刻，应该是那位女子国师吧。女子国师？陆景一愣，大井有国师？还是女的？这他怎么没听说过？江雅丹见陆景那惊讶的样子，笑了笑，解释道：那位女子国师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通过特殊消息渠道才知道了那一位的存在。据说那女子国师国色天香，实力强大，连皇室哪一位宗师老祖宗都不是她的对手。不过她和大井牵扯不深，所谓国师只是挂名而已。至于她为何来当这大井的国师，那我就不知道了。国色天香啊，陆景从江雅丹的话中提取到了这个关键词，有机会得去会一会这位女子国师。陆景在心中如此想到。不过他心中想象的机会是指自己足够强大到肆无忌惮的时候。对了，突破先天之后实力会发生什么变化？还有小宗师、宗师还有大宗师在实力上区别是什么？陆景想趁着江雅丹还在，想多问他一些修炼上的问题。他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修炼经验，几乎全靠吃药和睡女人。如今有这么一个宗师高手在面前，得多问一些问题。倒不是想让他指点自己的修炼，只是想知道自己变得更强之后会有什么变化。更主要的是为了以后碰到先天甚至宗师级别的敌人，也好掂量一下敌人的实力。江雅丹沉吟片刻，道：武者突破先天之后，体内气血会凝练成先天真气，无论是力量还是体魄，甚至感知能力、反应能力、速度、听力、目力都会获得极大的提升。而宗师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是因为体内的真气已经能够离体。真气离体，能拥有不可思议的威能，摘花飞叶皆能伤人。江雅丹说着，玉指轻轻指向远处的一棵大树，咻！一道光芒爆射而出，直接将那棵大树直接打穿一个大洞。嘶！陆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心里只有一句话来感叹：牛逼！江雅丹看到陆景那震惊的表情，心中有些得意。他继续道：小宗师虽然也被称为宗师，拥有宗师的一些特征，比如真气离体，不过本质还是先天境界，体内真气不够精纯。真正的宗师，体内真气精纯至极，动则山崩地裂，即便刚踏入宗师境界，也能匹敌4-5个小宗师。就比如那个毁我丹田的小宗师，再次遇到他，我只需要拿出3-4层实力就能震杀他。说到最后，江雅丹语气颇为自信，有种无上高手的霸气。至于大宗师，体内真气再次凝结至更精纯的状态，真气贯通全身，到了那个境界，一口气就能灭杀先天武者。那陆地神仙呢？陆景好奇问道。关于陆地神仙的描述，我也只在大夏皇朝留下的古籍上看过。据说到达了陆地神仙之后，实力和传说中的仙神已经无异了，抬手就能毁天灭地，而且还能拥有本命神通。江雅丹语气羡慕。本命神通？陆景眼前一亮。江雅丹点头，那是一种特殊的手段，各有各的不同，也只有成为了陆地神仙，才能一窥那等境界的神妙之处。你们大夏皇朝以前出过陆地神仙吗？陆景又问。大夏以前可是天下共主，威压了上千年，想来是最容易出陆地神仙的势力了。我大夏的开国老祖宗就是一位陆地神仙，而且我大夏当时还不止有一位陆地神仙。江雅丹语气骄傲道。果然啊，陆景心中了然。当年的大夏皇朝何等的风光，连前身这么一个纨绔子弟，在大夏灭国20年后，还能听说他们的名头，果然底蕴深厚。不过这等势力居然也灭国了，陆景想到这，心中也有些唏嘘。他又问了一些问题，江雅丹一一回答。过了一会儿，江雅丹吃完了饭，陆景看向江雅丹，眼里满是灼热的目光。那门双修功法你可消化完了？江雅丹抿了一下双唇，应声道：他明白陆景的意思，要是自己消化完了哪一门双修功法，自己就要给他拿了身子。昨天到现在他一直在想这件事，虽然即便他直接跑掉，陆景也没办法找到他，对他无可奈何。不过他不想跑，甚至他内心还隐约有些期待等会儿要发生的事。这些天和陆景相处下来，他对陆景也颇有好感。这些年他身负血海深仇，内心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但是如今在这危险的大井冷宫里躲起来，反倒是觉得有些幸福和安宁。陆景帮了自己那么多，不仅救了自己，还让他突破了无上的宗师境，如此大恩，自己给了他自己的身子又何妨？他如此想着，心中倒是没有一丁点的抵触，反而有些紧张，
有些期待。他原本还以为陆景要等到晚上，没想到他这么猴急，大中午就想这事。那陆景打量了一下江雅丹，突然从背后拿出一套白色的薄纱长裙，你先去更衣吧。这是他从系统那里拿来的裙子，虽然是古风长裙，不过风格很大胆，非常的清凉，该薄的地方很薄，该镂空的地方镂空。此外还配套有2件内衬。陆景觉得江雅丹穿起来会非常的勾魂。江雅丹红着脸接过衣服，转身走进了隔壁的侧厅。过了一会儿，江雅丹走出来了，换了一身衣服的她，仙气飘飘的同时又带着一股魅惑感，那空灵清绝的气质很是让陆景有些欲罢不能。此刻的江雅丹害羞极了，完全不敢抬头看向陆景。她感觉自己比进皇宫挟持景帝那天还要紧张。她这辈子见过无数大场面，在宗师强者手底下逃走过，也见过那些威震天下的高手，那些时候她都没有这么紧张。而如今她紧张的浑身发抖，心跳加速，心脏仿佛要跳出来了。陆景伸出手把江雅丹的下巴抬了起来。你好美，他温声道。江雅丹没有说话，只是紧张的和陆景对视。让主人我来联系你吧。陆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3个时辰后，陆景突然从床上坐起身，盘腿修炼，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某个时刻，他陡然睁开了眼睛。我现在是2品武者了。陆景惊喜的呢喃自语。和江雅丹双修几个时辰，自己居然就直接突破了一个大境界，直接突破到了2品巅峰。他现在距离1品武者只有一步之遥。如今他体内庞大的力量在涌动，只怕能打好几个之前的自己。我服用3颗培元丹都不一定能有现在的实力。陆景激动的难以言表，这太恐怖了，双修几个时辰居然能相当于自己苦修几10年的时间，这说出去谁信？陆景看向身侧的江雅丹，他早已经穿好衣服，没给自己和他腻歪的机会。刚才他一直忍着自己的情绪，那模样看得陆景心里的征服欲更加疯狂。他此刻也在盘膝修炼，似乎察觉到了陆景的目光，他也睁开了眼睛。你怎么样？陆景问道。江雅丹听到这话，面色变得桃红。我没事，我体质强大，即便是第一次也能受得住。陆景哈哈大笑起来。我是说你的修为如何了？有没有精进？江雅丹愣了一下，尴尬的低下头，脸色变得更加羞红起来。他还以为陆景问的是刚才的感受，没想到他问的是双修后的效果。他幽怨地瞪了陆景一眼，才道：我体内多了有一股很精纯的真气，虽然量不是很大，不过要是平时也需要修炼1个月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江雅丹也没想到陆景给的双修功法居然能拥有如此奇效。他之前还以为自己已经很高看这双修功法，现在看来自己甚至还低估了他。他一个宗师强者和一个3品武者双修几个时辰，就相当于1个月的苦修，可以说非常不可思议。要是陆景实力更强大一些，效果会更好。这样啊，陆景点了点头。他还以为和自己双修，江雅丹的进境也很大呢，没想到才相当于他修炼1个月的效果。看来2人的实力差距太大，自己给江雅丹带来的效果没那么好。不过想想也是，自己刚才一个3品武者，又早就破了童子身，能给江雅丹带来1个月的修为，已经很厉害了。自己能获得如此大的进境，主要还是因为拿了江雅丹身为宗师高手的原因。下一次的修炼效果估计就没有那么好了。陆景站起身，穿好衣服，回过头问道：你想何时出宫？江雅丹目光看向陆景：如果你还需要我，我就再多留几天。陆景一怔，好家伙，他这话岂不是说这几天只要自己想，可以一直和他双修？想到这，陆景心中激动不已。那你过2天再出宫吧。陆景还想多留他几天，不过刘校尉那边是个麻烦，得尽快解决。江雅丹出宫那天再让他解决刘校尉。江雅丹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好。陆景思索了一下，才问道：你现在方便帮我去保护一个人吗？江雅丹面露诧异，保护谁？冷宫的胡妹儿，胡贵妃。好。江雅丹直接点头，没有多问原因。陆景很欣赏她的这种性格，干脆不拖泥带水。不过他还是解释道：我能再成为冷宫的掌事大太监，全凭胡妹儿提拔。现在因为你的关系，进宫负责护卫冷宫的一位校尉看上了胡妹儿，想对她下手。我想你帮我去保护她2天。她的寝宫在太和宫，你收拾一下就可以过去了。行。江雅丹依旧神色平淡。陆景和江雅丹告别，离开了这里。陆景走后，江雅丹忽然抬眸看向他离去的方向。胡妹儿。太和宫不远处的一处住所内，院子里，刘校尉正在和一个同样体格魁梧的汉子举杯对饮。刘哥，那胡贵妃你还没拿下吗？对面的汉子看向刘校尉，眼神戏谑地问道。刘校尉叹了口气：还没有，他不愿意。
嘿嘿，不愿意又如何？汉子痛快地饮了一口酒，然后猥琐一笑，想到王夫人一开始也不愿意，对我表现得极尽厌恶，后来我直接霸王硬上弓，如今我不去找她，她还不愿意呢。放心，这些在冷宫里的后妃一辈子没有陛下的滋润，有男人来帮他们，他们乐在心里，只是表面上装贞洁烈女罢了。就算真不愿意，他们还敢去告状不成？那他们也得死。刘哥，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些女人在外面我们一辈子都碰不到，如今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之后就再也没机会了。汉子对着刘校尉循循善诱道，他倒也不是多么的好心，只是也想把刘校尉拉下水，以后真要出事一起担着。两人都是来这冷宫保护后妃的校尉，之前就约好找个机会看能不能各自拿下一个漂亮后妃。如今自己都已经侮辱了好几个后妃，刘校尉却一个不碰，之后他把这事当成自己的把柄，自己就麻烦了。刘校尉听着汉子的话，神色阴晴不定。他想起胡妹儿那曼妙的身材、精致的脸蛋以及魅惑的气质，内心的欲望蠢蠢欲动。对方说的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如此极品美人的味道。他深深吐出一口气，语气恨恨地说道：今天要不是那陆公公搅局，老子都已经拿下胡妹儿了。陆公公，就是那冷宫的掌事大太监，他整日出入胡贵妃的寝宫，老子没机会下手。哼，刘哥，要不要兄弟我帮你一把？刘校尉看向那汉子，一个太监而已，要是碍事，我就让人把他。汉子做出一个割头的动作。这刘校尉有些犹豫，毕竟是掌事大太监，万一……嘿嘿，您不用担心，到时候推到那刺客身上就行，你看着办吧。明白。两人聊着，又说起了女刺客的事。据说那女刺客有小宗师的实力，杀伐能力无比的可怕，居然能把那位负责保护陛下的小宗师强者生生打死。不过据说那位强者也击碎了他的丹田，但是后来他居然还能击杀如此多的高手，也不知道他的丹田到底有没有被击碎。陛下为了把他找出来，调动了这么多的高手，甚至不管不顾，直接把我们这些武夫调到冷宫内帮忙找人，可见有多么的震怒。毕竟死了一位小宗师，陛下也很心疼的。刘校尉沉吟了一下，希望我们不要遇上他，不然……嘿嘿，刘哥，你放心，没我们的事，我们只是来充人头，负责排查那人的位置而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就交给东厂和锦衣卫的那些人吧，我俩负责享受后妃们的美好就行。哈哈，这话有理。两人碰了一杯。听说那夏晴岚、夏贵妃也是漂亮的不像话，要是能拿下她……汉子继续开口，神色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不行。刘校尉忽然摆手，神色严肃。那夏贵妃我见过两面，此女性格和其他后妃不一样，你要是碰了她，估计她真会为了贞洁选择一死了之，到时候查出来我们都得死。你可别上头，肆无忌惮的，这里是冷宫，不是青楼。这些人可是陛下的女人，虽然都是一些陛下不要的女人，但天颜不可辱，你可得给我看紧你的裤子。哎，刘哥，我懂，真是可惜了。两人又聊了一阵子，那汉子临走前开口提醒道：刘哥，上头如今猜测那刺客可能已经逃去其他区域，甚至觉得已经跑出宫去，我们能在这冷宫里待的时间估计没几天了。胡贵妃那边你可得抓紧才行。刘校尉举起酒碗，一饮而尽之后点头道：我明白，老子明天一定找机会办了他。夜，太和宫，胡妹儿正在浴池之中沐浴，浴池旁边点着灯笼，云雾缭绕，胡妹儿完美的身材暴露无遗，两个侍女在一旁伺候。娘娘，您好像又变得漂亮了许多，其他主子都是容颜随着年龄增大而衰老，您却是越来年轻漂亮了，要是被其他主子知道了，肯定要羡慕死您呢。侍女活盯着胡妹儿看了一会儿，惊叹道：是啊，娘娘，您的皮肤又滑又亮，可羡慕死我们了。另一个侍女也开口附和。胡妹儿笑了笑，摸了摸自己光滑白皙的脸蛋，这还得多亏了陆景，本宫吃了他的丹药，确实感觉自己变年轻了几岁。陆景那一颗养颜丹着实效果显著，胡妹儿如今的皮肤状态已经和20岁甚至18岁那时候差不多了，不过身体是变年轻，她的气质却是妇人的气质。娘娘，陆公公对您真好。是啊，陆公公对您是真上心，他长得俊俏又有才气，他要不是太监，在宫外绝对是一个风流人物，不知道多少女子会倾心于他。嘿嘿，你这小丫头是不是已经春心荡漾了？哎呀，陆公公是太监了，我也只能想想而已。两个侍女跟随胡妹儿多年，在她面前也不怎么拘束，肆意的就聊了起来。胡妹儿听着侍女们的议论，心中也有些感慨，她想起今早的事情，还有些心有余悸。要不是陆景及时过来打断了刘校尉的行为，她今天可能就要被侮辱，贞洁不保了。陆景确实对她很上心，不管是给她写诗，还是过生日，还有她的安全问题，都很让她满意。是啊，可惜
他是一个太监。胡妹儿心中叹了口气。不远处的黑暗之中，一双明亮的眸子正看向浴池中的胡妹儿。江雅丹的目光在胡妹儿身上打量起来。胡妹儿人如其名，倒真是一个妖媚的美妇人。他心中暗道，胡米儿高贵的气质之中带着一种千娇百媚的感觉，即便她也是一个女人，也不得不感叹胡妹儿身上那种妖娆的气质当真是吸引人，一颦一笑都有着一股魅惑气质，对她一个女人都觉得诱人，更别说那些男人了。这景帝吃的倒是不错，连这种级别的女人都能丢进冷宫里，这胡贵妃不会也是他的女人吧？江雅丹听着侍女们的议论，心中忽然想到了陆景。他一个假太监，又是一个武者，要是对胡妹儿下手，估计真有可能得手。一想到这，江雅丹心中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她的身材好像比我还好一些，不对，我们差不多。江雅丹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材，心中才稍微有些放松。而且我可是宗师强者，第一次也给了他，在他心里，江雅丹思绪戛然而止。他突然愣了一下，自己这是吃醋了。他有些不敢再想下去，他身上背负的太多了，不能在这些儿女情长上浪费太多心思。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挥散脑海中的思绪，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他说看上这胡妹儿的是一个校尉，要不直接去弄死那校尉算了。江雅丹懒得不再浪费时间保护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心中如此想到。不过他转念一想，不对，凭借他的实力杀掉一个校尉不成问题，他不动手也没让我动手，是怕引起麻烦。江雅丹一下子想到了很多。现在锦衣卫和东厂的高手都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逃出了寝宫，要是刘校尉死了，可能会让人想到和自己有关，到时候继续增兵搜查，可能会出意外，徒增风险。算了，反正没什么事，就先看着吧。江雅丹闭上了眼睛，运功修炼起来。翌日，定，恭喜您与江雅丹双修，帮助其增加修为，获得气运值25，这也能获得气运值。陆景醒来后听到系统的声音，愣了一下，这居然也能获得气运值，倒是一个意外之喜。不过想想也是，江雅丹是景帝的敌人，帮他提升力量，也是在给景帝制造麻烦。起床洗漱，吃过早饭，陆景叫上了侍奉自己的小芳子，然后前往了胡妹儿的寝宫。冷宫内依旧到处是官兵，在不停的巡逻找人。陆景出示了好几次令牌，才获得通行的权利。此外，胡妹儿的寝宫门口依旧有重兵把守。陆景让小芳子在门口候着，自己走进寝宫里。你来了。看到陆景，胡妹儿神色有些疲惫的开口。她昨晚应该是没睡好，虽然没有黑眼圈什么的，不过也能看出来脸上的疲态。娘娘，您还在担心那刘校尉的事？陆景坐下后问道。胡妹儿勉强的笑了笑，不是，是其他事情。陆景看了她一眼，知道她就是在担心刘校尉的事，所谓其他事只是一个借口，估计觉得自己也解决不了，所以不想说。他道，娘娘，只要红儿他们在您身边，就不怕他敢做什么，您放心。胡妹儿点了点头，昨晚红儿他们也都是陪着我睡，我不会让他有机会的，就是不知道刺客什么时候能找到，要是能和找到，宫内的这些官兵就得撤离了。说到最后，胡妹儿叹了口气，过2天他们就得撤了。陆景道，胡妹儿看陆景话说的如此肯定，疑惑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娘娘，昨天东厂的掌刑千户吕云春公公让我帮他寻那刺客，吕公公说过2天再找不到刺客就撤了。真的？胡妹儿神色一喜，要是刘校尉他们撤出冷宫，他就不必担惊受怕了。陆景颔首，吕公公亲口说的，应该不会有假。过2天将雅丹直接杀出皇宫，宫内的官兵自然就得撤了。那就好。胡妹儿松了口气，2天时间他还是等得起的。陆景和胡妹儿聊了一阵子后起身告别，临走之前他抬眸看向不远处的一处房檐，对那里使了一个眼色，走到寝宫门口。小芳子。陆景招手，公公。小芳子殷勤地跑了过来。陆景拿出一枚银锭递给小芳子，今天要是那个刘校尉来胡贵妃这里，你立马让人赶往王公公的住所和咱家禀报，我有事要和王公公商议，今天天黑之前估计都在那里。小芳子有些受宠若惊，连忙摆手，公公，为您办事是奴才我的荣幸，我怎么能拿您的银子呢？只听说他们这些小太监需要孝敬大公公银子，他还没见过会有大公公会给小太监银子的，一时间不敢收。陆景强硬地塞过去，让你拿着就拿着，哪儿那么多废话？他手上钱财很多，不差这点钱。我告诉你，这钱你可不能白拿。陆景神色郑重，要是那刘孝玉强闯太和宫，你可得把他给我看紧了，千万别让他和娘娘2个人独处。小芳子一脸感动，公公您放心，
我就算豁出去这条命，也一定做到。陆景笑了笑，好。他随即走出了太和宫。快到王公公的住所的时候，陆景拐过一个岔口，看到了前方正在等待自己的绝色佳人。昨晚辛苦了。陆景笑着打招呼。不知道江雅丹是否一晚没睡，一直在保护胡妹儿。不过刚才自己去到胡妹儿的寝宫，她还在，估计是一整晚都在那里。我没事。江雅丹听到陆景关心兜话，神情平淡，不过心中却是很开心的。身为宗师武者，一晚上不睡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她自己一个女人帮陆景去保护另一个女人，心里确实有些不舒服。如今听到陆景这么一个关心的话，心里只觉得暖暖的。两人肩并肩走回王公公的住所。你要不要先休息？回到住所，陆景看向江雅丹问道。我没事，宗师强者几天不睡觉也没事的。哦。陆景笑了笑，目光在江雅丹身上游走了一下。他拿出一套学院风的 JK 制服拿给江雅丹，然后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地说道，去换上。江雅丹看了一眼那一套衣服，低着头去换衣服了。嘿嘿，真听话。陆景心中美滋滋的。江雅丹看着高冷，成了自己女人后倒是非常听话，让他很有征服感。过了一会儿，穿着 JK 制服的江雅丹走到了陆景面前。此刻的他，陆景只能用一个网络用词来形容，又纯又欲，修为又精进了不少。陆景醒来后继续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这一次的双修效果虽然没有昨天好，不过依旧让他修为增加了很多。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已经非常接近一品武者，估计只需要一个契机就能突破，或者再和江雅丹双修几个时辰就能直接突破。你现在快要突破一品武者了。江雅丹从外边走进来，此刻的她头发湿漉漉的，显然刚沐浴回来。刚才她见陆景不再继续，就自己出去烧水洗澡。这女人似乎还对两人之间坦诚相见有种羞耻感，一旦结束立马就穿上衣服，一点都不给陆景回味的时间。陆景点头，快要突破一品了，我昨天还是3品呢，今天就已经一只脚踏入了一品的大门，这多亏了你。陆景笑盈盈地看向江雅丹。江雅丹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陆景的话，她嘴巴张了几次才道，都是相互的，我的修为也精进了一些。说完她犹豫了一下，又道，那帮你突破一品我就得出宫了，宫外还有人在等我。江雅丹猜测自己最多还需要和陆景双修2次就能帮他突破一品，到时候他也得出宫了。似乎怕陆景误会，以为自己不愿意和他双修，他又解释道，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在宫内待的时间太久，我怕他们以为我死了，做出一些不可控的事。不过要是你还需要我，我也可以再多待几天。陆景微笑点头，可以，明天或者后天你就出宫吧。好。对了。两人各自沉默了一会儿，陆景拿出随身带来的1沓银票以及一些珠宝，这些给你。江雅丹接过东西愣了一下，这些东西我在宫内用不到，你拿出去用吧。陆景把身上的绝大部分银票和珠宝都给了江雅丹，自己只留下一部分。江雅丹看了一眼那些东西，银票5000两，还有不少看起来很是珍贵的金银珠宝，我不能要。江雅丹连忙还给陆景，这些东西估计得价值大几千两，甚至上万两，即便以他的身份来说，这些钱财都是不小的一笔钱，对于陆景来说估计得积攒很多年。陆景摆了摆手，拿着吧，这些东西是我杀了王公公拿到的，我在这冷宫想用钱的地方都没有，用不到，你拿出去能用这些东西钱来给景帝制造一些麻烦，就算报答我了。江雅丹见陆景语气坚定，最终点了点头，还是收下了。我先走了，你今天辛苦了，今晚胡妹儿那边你就不用过去了，我去就行。好。陆景随即离开了江雅丹的住所。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陆景正想回自己的住所洗个澡再去胡妹儿那里。陆公公，前方跑来了一个小太监。陆景看着那小太监有些面生，回忆了一下才记起来，似乎是新进宫的小太监和小芳子关系还挺好，陆景见过两人经常一同出入。你是？陆公公，小芳子让我来找您，她说胡贵妃哪里需要您过去一趟。小太监气喘吁吁地说道。你先休息，不用跟着我。陆景说完快步向前走去，拐了一个弯，见没人，他立马扭动身形，快速向胡妹儿的寝宫掠去。太和宫御花园。刘校尉，你这是做什么？胡妹儿站起身，内心有些紧张地看向前方带着7、8个官兵的壮汉。这刘校尉自己闯进宫内就算了，居然还敢带兵进来。娘娘，我听门口的宫女说您生病了，正在静养身体，您现在感觉如何？身体可有大碍？刘校尉没有回胡妹儿的话，而是假装关心地问道。胡妹儿冷冷道，多谢刘校尉的关心，本宫没人打扰的话，静养几天就好了。刘校尉笑了笑，那就好。
回答本宫，你未经允许，私自带兵进入我的寝宫，这是什么意思？娘娘，那刺客至今还未找到，毕竟是刺杀了陛下的极恶之人，上头非常着急。卑职奉命再次巡查整个冷宫，包括您的寝宫，没办法，只能再次叨扰您，还望娘娘恕罪。刘校尉微微拱手行礼，一脸的淡然。如今天色已晚，你居然这个时候才来搜查刺客？娘娘，卑职刚才在搜查完其他区域，因此来晚了一些。胡妹儿强行压下怒火。那行，你随便搜查吧，别乱动本宫的东西就行。刘校尉没有动，他看了一眼胡妹儿背后的2个侍女。娘娘，我怀疑那刺客会易容之术，你这2个侍女有可能是刺客假扮的，我得让人检查一番，他们是否使用了易容术。你说什么？胡妹儿不可思议地看向刘校尉。刘校尉继续淡淡道：娘娘，这冷宫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如今还没能搜查得到，我怀疑她易容成了冷宫的宫女，甚至后妃的样子混迹在我们之间。要知道，那刺客就是个女人，易容成女人的模样非常容易。所以呢，你想怎么检查？刘校尉招了招手，你们几个把这2个宫女带到宫外，好好检查一番，看看是不是刺客易容假扮的。是。说着，刘校尉背后的士兵走上前，就想要带着红儿以及另一个侍女。娘娘，红儿面色惊恐地向胡妹儿求助，自己要是被带出去，被一群武夫进行所谓的检查，天知道结果会如何。等等，胡妹儿拦住了那几人，面沉如水地扫视了一眼众人，没有本宫的允许，我看谁敢动我的人。几个士兵犹豫地回头看向刘校尉。娘娘，这是上头的命令，希望您能配合卑职。如果我不呢？呵呵，那娘娘就别怪我强行检查了。刘校尉冷冷道，对上胡妹儿的目光没有丝毫的惧意。一个废妃，以前的地位再高，如今也只是一个没人要的女人。在这冷宫里，她完全不怕胡妹儿，不给她面子，她又能如何？胡妹儿被刘校尉的话气得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她深吸一口气，做出了让步。行，那你们当着我的面检查吧。刘校尉摆了摆手。娘娘，检查他们可是要脱光衣服，还要检查是否使用了易容面皮之类的东西，过程可能会被脏了您的眼，还是去外面检查吧。刘校尉。胡妹儿见刘校尉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内心恨得咬牙切齿，威胁道：你别太过分，本宫在宫内还是有一些人脉的，今天的事本宫明日一定会奏禀陛下，让陛下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那多谢娘娘帮卑职向陛下报功。刘校尉毫不在意地笑着拱手，如今已经撕破脸，他想要让人把在场除了胡妹儿之外的所有人都赶出去，然后直接对胡妹儿用强。如今在这的都是他的心腹手下，不怕今天的事泄露出去。至于胡妹儿说要禀报圣上，说实话他并不怕，即便胡妹儿真有办法给陛下呈递消息，自己今晚就把她睡了，他还敢让陛下知道这件事不成？这女人这么骚，他可不信她是什么贞洁烈女，被自己睡了估计也只能吃哑巴亏。而且就算他敢上报，这么漂亮的女人这几天把他睡够了，即便是死罪自己也不亏。他已经金星号上脑，完全不管不顾了。刘校尉挥了挥手，几个手下立马上前去拉开红儿和另一位侍女，即便他们不停挣扎，最后也只能无奈地被拖了出去。胡妹儿看着这一幕，心中惊恐的同时还有深深的无力感。以往被贬入冷宫，虽然没有以前光鲜亮丽，不过她依旧高高在上，是冷宫之主。而如今一个校尉居然就敢在她面前如此肆无忌惮，放肆也就算了，胡妹儿更怕他对自己动手。这刘校尉敢如此大胆，直接把自己的几个侍女都赶了出去。至于赶出去之后他想做什么，想起昨天的事，自然不用多猜。胡妹儿还以为只要自己不和他独处，他再怎么样也得顾及自己贵妃的身份，没想到此人放肆到了这个地步。一想到自己会被人玷污，胡妹儿心中就无比的恐慌。她虽然看似妩媚放荡，但对于被人玷污，心中依旧难以接受。更何况要是自己被一个武夫侮辱了清白，以后还怎么回到正宫？这将会成为他致命的污点。要是隐瞒不报，又回到了正宫伺候陛下，被人知道这件事，他或许会被抄家灭族。他冷冷地看向刘校尉，刘校尉是不是觉得本宫也有可能是那刺客假扮的，想要来检查一番？刘校尉闻言顿时一怔，他目光灼灼地看向胡妹儿。娘娘，刺客可易容不成您那么美的样子。胡妹儿听到这话，只觉得一阵恶寒。你要是敢碰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嘿嘿，娘娘你就别装了，就你这放荡的样子，早就想男人了吧？刘校尉完全不再伪装自己的嘴脸，他舔了舔自己的嘴脸，逼近了胡妹儿。娘娘，见到您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你，你跟了我吧，我一定让你满意的。你放心，我可不是陛下那等弱鸡，绝对能喂饱你。说到最后，刘校尉甚至敢出言拉踩景帝。
可见他内心的欲望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对皇帝的敬畏。胡妹儿忽然莞尔一笑，对着刘校尉抛了一个媚眼：“被你发现了，奴家确实想要男人了。”他语气娇媚，听得刘校尉身体都酥了。“嘿嘿，娘娘，我就知道你是个骚货。”刘校尉激动地扑向胡妹儿。就在他准备抓住胡妹儿之时，咻！胡妹儿忽然从袖口里掏出一把匕首，猛然刺向刘校尉的脖颈。咔嚓！胡妹儿拿着匕首的手被刘校尉抓住，匕首停在了半空，差一点就刺中脖颈的皮肉。哈哈，娘娘，我一个3品武者，即便你再怎么偷袭，也伤不到我分毫的。刘校尉看着胡妹儿那一双纤纤玉手，笑眯眯地说道。胡妹儿手臂吃痛的同时，脸色大变。刚才她听到侍女禀报说刘校尉又过来了，立马就准备好一把匕首藏在袖口里，想着如果刘校尉对她用强，自己就直接偷袭杀了对方。她原本是想在床上脱衣服的时候再抽出匕首，但是看到刘校尉那一双丑脸，她实在是忍不住了，直接出刀刺向了他。但她完全低估了刘校尉，低估了3品武者的实力。即便刘校尉已经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自己又是偷袭，但是依旧敌不过3品武者的反应能力。胡妹儿想到自己被玷污的那个场景，心中无比的绝望，想要抽出手臂拿刀自杀，但是却做不到。刘校尉的手力气太大，他竟然完全抽不回来。试了几次，直至手臂显出剧痛，依旧拉不动。娘娘，您的手真小，真白，真香。刘校尉嘟着嘴巴，神情急不可耐的就要倾向胡妹儿那光滑的玉手。胡妹儿看到这一幕，心中万念俱灰，闭上了眼睛。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宫墙外飞了进来，那身影快速逼近两人，然后一脚踹飞了刘校尉。刘校尉想扭身阻挡，但来不及了，他倒飞了出去，连带胡妹儿都因为被牵扯到，身影一个不稳，歪着倒了下去。不过就在胡妹儿想要摔倒在地之时，那个出手的身影伸手抱住了他。呀！胡妹儿惊呼一声，她被人抱住，猛烈的男子气息让她有些恍惚，觉得安全感十足。她脑子懵了一下，抬头看去，才看到了抱住自己的人的面容。你怎么来了？胡妹儿面露惊喜。陆景关心地问：娘娘，你没事吧？听到陆景的关心，胡妹儿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情绪，倒在陆景的怀里哭了起来。她刚才差点以为自己要被玷污了，没想到陆景在关键时刻出手救了自己。另一边，被陆景踹飞的刘校尉身体撞到了墙壁上，发出了一声巨响。不过他依旧能立马站起身，看向了踹飞自己的那人。是你？刘校尉看到是陆景，眼中的怒火几乎化作了实质。陆景三番两次坏了自己的好事，今天必须弄死他。等等，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你居然是武者！此人不是东厂的太监，但是却是武者，这要是上报内务府，是死罪。呵呵，看来即便打死你，内务府也怪罪不了我了。刘校尉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笑着道：刚才陆景那一脚速度很快，不过力道差了一些，想来实力不强。打死我？陆景笑了，刚才要不是怕连带着伤了胡妹儿，自己那一脚就能直接踹死刘校尉。你快去叫人，他是很厉害的武者，你打不过他的。刚才还在哭泣的胡妹儿突然抬头，惊慌地提醒道。他刚才认命地闭上了眼睛，没看到陆景是怎么踹飞刘校尉的。他之前对陆景有些好奇，找人了解了一番有关陆景的情况，知道陆景有些力气在身上，但想来不会是武者，心想刚才能做到踹开刘校尉，是偷袭加上那一身力气才做到的。娘娘，您放心。陆景拍了拍胡妹儿细滑的手，安慰道：交给我。胡妹儿一怔，陆景这一句交给我，让她从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陆景的话让她无比的安心。她温声点头，原本高冷的模样此刻显得无比的乖巧。娘娘，我先解决他。陆景把胡妹儿放下，看向了刘校尉。刘校尉看着两人居然在他面前腻歪，心中更加愤怒了。你这贱人，我就说你长得这么骚，怎么还拒绝我？原来是把自己给了太监。我今晚一定让你好好看看真男人和太监的区别。刘校尉说着，立马愤怒的抽刀，快步冲向了陆景。刚猛的刀法砍向陆景，一时间刀影散乱，陆景随之躲开。他驱动云行术，在刘校尉的刀口之下游刃有余地躲着。他完全没有还手，只是在辗转腾挪，就像在逗弄刘校尉。刘校尉砍杀了一阵子，发现自己连陆景的衣角都碰不到，一时间又气又惧。气的是陆景居然不和自己正面打，一直在躲着。惧的是他感觉自己不是陆景的对手，因为陆景这躲避的身法太过于厉害，自己竭尽全力都碰不到他。陆景没动手都已经是这个结果，要是陆景出手，他怕自己打不过。他咬牙横刀指向陆景，有种就和老子堂堂正正打一场。那行。陆景的身形停在了不远处，
笑着看向了刘校尉。第一次碰到能算得上高手的人，他一时间玩心大起，想试试自己的轻功。如今看来，这轻功确实厉害，能把一个3品后期武者玩得团团转。不玩了。陆景身上的气息猛然变得凛然起来。刘校尉感受到陆景身上的气势，瞳孔一缩，操，高手！话音刚落，陆景已经到了他的面前。陆景一拳轰出，砰！刘校尉提刀阻挡，但是陆景那恐怖的拳头直接将刀身打断，拳头紧接着打在了刘校尉的身上。刘校尉的身形如同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他瘫倒在地，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陆景，再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一个大洞豁然出现。刘校尉倒了下去，很快就没了动静。3品武者也不过如此吗？陆景拍了拍手，淡淡说道。这刘校尉身为军中的校尉，想来已经历经了不少杀伐，在3品武者中也算很强的存在了。不过自己不是自己的一击之敌，毕竟自己比他厉害一个大境界，身法又快，应山拳一拳就能击杀他。解决完刘校尉，陆景走向一旁的胡妹身边。胡妹看着已经没了声息，倒地流血的刘校尉，依旧有些难以置信。你杀了他？陆景居然如此厉害，这是他没想到的。他还以为陆景也就只是有一些力气而已，没想到他居然有杀死一名校尉的能力。陆景毫不在意的点头。可是他毕竟是军中校尉，一旦被发现……胡妹儿有些担忧的看向陆景。如今他杀了刘校尉，只怕后面的麻烦会非常大。娘娘，你会去告发我吗？陆景突然笑问道。胡妹儿一愣，自然不会，但是他是死在我这里，他的手下还在外面，之后必然会有人来太和宫探查，到时候也瞒不住。我已经把他的那些手下也全杀了。陆景神色淡淡，他刚才来的时候顺手就把寝宫门口那些护卫给杀了。陆景的话一出，听得胡妹儿心中一跳，他没想到陆景行事居然如此狠辣。陆景平时在他面前显得温和谦逊，没想到做事竟如此果决，而且他不仅文采斐然，武道居然也如此厉害。胡妹儿感觉自己手底下的这位小景子如今是如此的神秘和陌生，那事情岂不是弄得更大了？杀了一个校尉已经是天大的事情，如今陆景又杀了这么多官兵，必定会引起东厂极大的关注。陆景笑着道：娘娘，是那女刺客杀了他们，与你我都无关。女刺客？胡妹儿眼前一亮。对啊，可以把这事推到女刺客身上。娘娘，您等我一下。陆景一个旋身消失在了太和宫的后花园。没多久，他就提着已经晕倒的红儿和另一个侍女以及小芳子回来了。陆景把人放下。他们怎么了？胡妹儿看向地上躺着的2个侍女，担忧地问道。没事，我动手之前先把他们打晕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会武功。胡妹儿看了一眼自己的2个侍女，她们身上的衣服被扯开了一些，眼角带着泪痕。不过幸好应该没出事，都是因为我，他们才遭到这罪。胡妹儿叹了口气，今天她才感受到自己有多么的弱小，随便一个校尉就能把自己逼到死路，自己空有贵妃的名头，也就只能在这冷宫里装装样子，外头的人不给她一丁点脸面，她也无可奈何。娘娘，您也是受害者。陆景宽慰道。唉，胡妹儿叹了口气，心情复杂。先把他们搬进我的寝宫里吧。胡妹儿指示道。是。陆景点头，一手一个抱起2个侍女搬进里屋。胡妹儿也转身正想往里走之时，啊，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好痛。胡妹儿看向自己的右脚踝，这才惊觉自己刚才被刘校尉带倒，给崴了脚。刚才太紧张，只觉得有些胀痛，没太注意，如今只是抬脚，钻心的疼痛立马传来。娘娘，您没事吧？陆景听到声音，放下2个侍女后跑了回来。我刚才崴脚了，好痛。胡妹儿忍着疼痛说道，语气带着一丝哭腔。陆景看向胡妹儿那洁白的右脚踝，骨头相接的地方一片乌红，显然扭得不轻。娘娘，您还能走回去吗？我进去给您擦点药。胡妹儿站起身，刚想抬脚，立马又痛得差点摔倒。不行。她摇了摇头。那娘娘，要不我抱您回去吧。陆景小心翼翼地建议道。抱我？胡妹儿看了一眼陆景，见他表情真诚，但心中依旧有些犹豫。他性格夏晴岚不一样，夏晴岚性子温婉，但胡妹儿很是高傲要强，让一个太监抱自己，他觉得心里有些难以接受。他思索了一下，反正周围也没人，他刚才都趴在陆景怀里哭过了，再让陆景抱自己回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最终点头。那麻烦你了。陆景微微一笑，轻手轻脚地抱起了胡妹儿。陆景突破2品巅峰之后，气血再次提升了一个程度，别人贴近他会感受到他体内如同熔炉一样温暖的体魄。
胡妹儿感受着陆景身上的男儿气息，只觉得头脑都有些眩晕。她没想到陆景一个太监身上的气息竟然能让她心神不宁起来。她感受着陆景身体的温暖，闻着陆景身上的气味，一时间居然有些陶醉。等等，胡妹儿猛然睁大了眼睛，她看向陆景，满眼的不可思议。陆景身上的味道怎么和陛下这么相似？陆景感觉到胡妹儿抖动了一下，低头看向自己怀中的美人。娘娘，怎么了？没事。胡妹儿愣了许久，反应过来陆景在看向自己，才摇了摇头。或许是自己记错了，男人身上的味道应该都差不多吧。胡妹儿自我安慰道。陆景见此就没再理会，他把胡妹儿放到床上。娘娘，我去找太医，拿一些治疗跌打的伤药回来给您。不用了，我宫内就有跌倒伤药，就在桌子里。胡妹儿指了指一旁的桌子。陆景打开抽屉，拿出了一瓶小药瓶。娘娘，我来给您擦。陆景再次询问，连自己都被陆景抱过了，擦个伤药有什么？胡妹儿依旧点头同意。陆景帮胡妹儿脱掉鞋子，露出了她那双小巧的玉足。就这脚这腿，要是被某些特殊癖好的群体看到，一定惊为天人。陆景心中暗自啧舌，胡妹儿这双脚太漂亮了，简直就是艺术品。不行，什么都遇只会害了你。陆景挥散心中的想法，他扒开瓶塞，倒出其中的药液，涂抹在了胡妹儿的脚踝上。胡妹儿痛得扭过头，不敢去看。她能清晰地感觉到陆景的手在自己的脚踝那里小心地揉搓，伤口处冰冰凉凉的，但也有些暖暖的。过了一阵子，陆景道：娘娘，药涂好了，要不要再去见太医过来看看？胡妹儿摆了摆手，不用了，太医来也只会让我擦伤药而已。陆景点头道：娘娘，那我们对一下口供。说着，陆景把如何把刘校尉的死推到刺客身上的说法和胡妹儿说了一遍。等两人对好口供，陆景看了一眼天色，娘娘，那您好好休息，我先去处理刘校尉的事了。胡妹儿点头道：好。随后陆景处理完刘校尉以及那些官兵的尸体，然后提着还在昏迷的小方子离开了太和宫。陆景走后，胡妹儿看着刚才陆景给自己涂药的位置，有些怔怔的出神。她又想起了自己刚才在陆景身上闻到的气味，那种强烈的男儿气息以及淡淡的独属于陆景的气味，让她再次想起了那晚陛下临幸她的时候，她在陛下身上闻到的味道。那晚她太兴奋了，那晚的场景她还记忆犹新，她记住了陛下身上的气味，那气味和陆景身上的别无二致。她越想，心中越觉得陛下的身影，或者说陛下给她的感觉和陆景的样子慢慢重叠了起来。胡妹儿心中突然有些惊恐起来，要是那一晚宠幸自己的不是陛下，而是陆景，她有些不敢想下去。不会的，陆景只是一个太监，我那晚看到的明明是陛下。胡妹儿深吸一口气，让自己不要再去思考这些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娘娘，突然响起的声音也打破断了她的思绪。胡妹儿抬头看去，只见椅子上的红儿已经醒了过来。娘娘，我这是怎么了？红儿捂着有些发昏的脑袋，迷茫地问道。她只记得那些护卫想要强行脱掉她的衣服，她奋力挣扎，突然就失去了意识。再醒来，就在娘娘的房间里了。没事了，有人救了你。胡妹儿解释道。啊！红儿神色疑惑，是谁？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哪个刺客。刺客？红儿更疑惑了。胡妹儿解释道，那女刺客刚才路过太和宫，看不惯刘校尉他们欺负人，就把他们全杀了。什么？红儿惊呼出声。刚走出寝宫没多久，小方子就醒了过来。陆景见他要醒来，直接把他放到了墙角之下。小方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了在自己面前的陆景。啊，陆公公，您怎么在这？小方子神色迷茫地问。陆景反问，小方子，我还没问你呢，我不是让你在太和宫门口守着娘娘吗？你怎么跑这来睡觉了？睡觉？小方子怔了怔，挠头道：公公，奴才我记得我就在太和宫门口守着贵妃娘娘啊，然后刘校尉就带人闯进了娘娘的寝宫，我想阻拦，却被那些武夫官兵给擒住了，还挨了几巴掌，现在脸蛋还疼着呢。小方子说着，下意识就捂了捂自己的脸蛋。那你现在怎么在这？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自己突然就昏迷了。行了，可能是那些官兵把你打昏，然后丢来这里的。陆景摆了摆手，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谢谢公公。小方子如蒙大赦，把小方子打发走。陆景来到了王公公的住所，走进房间，看到江雅丹正在盘腿修炼。计划有变，陆景道。江雅丹睁开了眼睛。陆景解释道，我把那个觊觎胡妹儿的长军校尉给杀了，还杀了几个官兵。今晚子时过后，他们会换防，估计那会儿就会发现那些人的失踪。所以，江雅丹看向陆景，所以
你今晚就出宫吧。好。江雅丹顿了一下，然后点头。两人沉默了一瞬，江雅丹忽然抬头看向陆景。怎么了？陆景问道。你还要我帮你吗？陆景一怔，然后笑着走到床边。还有小半个时辰，他们就要换岗了。陆景穿着衣服和同样在穿衣服却背对自己的江雅丹说道。江雅丹点了点头，穿戴好衣服，他回过头来。那我要出宫了。陆景想了一下，拿出了脸西服。这东西你拿着。这是什么？江雅丹接过那符文模样的东西，那张俏脸显得很是疑惑。它名叫脸西符，使用方法在背面，作用是能收敛自己的气息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内，除非陆地神仙，不然没人能发现你。江雅丹听到这，内心震惊，又是一样价值极高的东西。陆景总能拿出这些连他都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修复他丹田和伤势的九转金丹，那助他突破到宗师境界的培元丹，还有那一门高深的双修功法，当然还有那让他穿着很羞耻的衣服。他是真的越来越好奇陆景的来历了。这太贵重了，我不用它，凭借实力也能逃出皇宫的。江雅丹拿了陆景太多东西，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拿这等珍奇的东西。虽然大景高手众多，还有战阵之类的存在，不过自己偷摸逃出去，撕破他们的防线，还是做得到的。陆景却道：这东西不是给你逃出去用，而是让钱回皇宫偷走你需要的东西的。江雅丹一怔，确实，如果这符文真有如此奇效，自己确实可以用它偷偷再回到皇宫，潜入皇宫的宝库之中，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到这，他内心激动起来。自己拼死都没能拿到的东西，或许今晚有可能拿到了。拿着吧，你是我的女人，不用和我客气。陆景见江雅丹已经异动，但是却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直接把东西塞到江雅丹的手里。谢谢。江雅丹感动的眼眶都有些发红。怎么谢？陆景嘴脸一勾。江雅丹看了一眼背后的床，忐忑地问：还来得及吗？哈哈。陆景先是捏了捏他的穷鼻，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来不及了，你亲我一口吧。江雅丹娇羞地凑了上去。过了一会儿，陆景意犹未尽地和他分开。对了，江雅丹也似乎想到了什么，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一块玉佩，这是我父皇留给我的，你拿着，出宫后要想找我，带着他去到我和你说过的那个醉香楼2楼房间，那人看到后能带你找到我。那行。陆景也没有推脱，把那块玉佩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那我走了。江雅丹有些依依不舍地看向陆景。放心，我会去找你的。陆景承诺道。我等你。江雅丹露出一抹绝美的笑容，然后一个转身离开了这里。呼，陆景呼出一口气，最后看了一眼两人待过的床，整理了一番，也离开了这里。离开王公公的住所，陆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离太和宫的官兵换房还有小半个时辰，他暂时还不用过去，还可以先洗个澡。今天和江雅丹双修太多次，身上汗渍什么的让他有些不舒服。刚进入院子，陆景就察觉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有人。刚才和江雅丹双修的那一次，已经让他正式突破了1品武者，这等实力，即便在高手云集的皇城之中，也已经是1等1的大高手。他现在的察觉力有了更大的提升，轻易就察觉到了屋子里的轻微动静。那人实力不强，对身体的掌控能力太弱。听到自己开门的声音，一个激动，挪动了脚步，被陆景听到了。陆景推门而入，门后猛然窜出一个身影。那人嘿嘿一笑，举起手中的长刀就要砍向陆景。让小爷我等这么久。唰！陆景探出手，先是拍掉那人手中的长刀，然后又一个反手擒住了那人。罗公公派你来的。陆景把人压在地上，冷声问道：你？那人惊恐的挣扎，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直接撂了，是谭校尉派我来的。谭校尉？陆景一愣，这是谁？思索了一下，才想起来，好像也是驻守在冷宫内的一位校尉。陆景和他也见过一面，自己和他又有什么仇？他为什么派你来？不知道，好像是帮刘校尉的忙。那人语气颤抖。陆景有些无语，这谭校尉居然也有弄死自己的想法，那就别怪自己了。咔嚓，陆景扭断了这人的脖子，匆匆洗了一个冷水澡。陆景带着这人的尸体前往了太和宫。他在宫门外等了一阵子，一队官兵过来换岗了。几位是过来换岗的？陆景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眯眼笑问他，原本想处理好刘校尉的事，再去处理谭校尉，没想到在这看到了他。为首的正是和刘校尉喝过酒的汉子，看到陆景，神色倨傲的点头。他原本不负责此处的安防，此刻是过来找刘校尉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拿下了胡妹儿，顺便再看一眼胡妹儿的姿色。刚进宫的时候他就见过陆景，因此也认识陆景。他刚才还派人去找陆景，准备杀了他，
给刘哥出出气。不过陆景居然不在自己的住所，而是在这，估计自己那手下现在还在陆景的屋子傻傻的等人呢。陆公公，那刺客就在宫内，为了你的安全，我让人送你回去吧。汉子对着身侧的一个副手使了一个眼色，那人心领神会，上前一步，公公请。呵呵，陆景笑了笑，几位，你们不用送我，我送你们吧。什么？谭校尉愣了一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只见陆景正淡然地看向了他们，脸上满是玩味的神色。谭校尉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不妙的感觉。对了，刘校尉带来的人，按理说如今应该在寝宫门口守着，怎么现在人都不见了？他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安的时候，陆景的声音悠悠地响起：我送你们下地狱。十几息之后，地上全是一堆尸体，几十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陆景擦了擦手上的鲜血，走进太和宫里。胡妹儿的房间还亮着灯，估计是听到动静醒了过来。娘娘，是我。陆景表明了身份。过了小一会儿，胡妹儿过来开门了。门被打开，陆景看到了穿着睡袍美丽动人的胡妹儿。她面色有些发白，显然被外面的喊杀动惊吓得不轻，此刻小心翼翼地看向寝宫门口。娘娘，你可是听到了什么动静？外面怎么了？没事，刺客杀人而已。胡妹儿，她知道是陆景又杀人了。娘娘放心，您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东厂追查起来，就按照我今天和你说的去做。好。胡妹儿乖巧的点头，然后目光看向不远处的一处空地。那些尸体你什么时候能处理掉？刘校尉等人的尸体被陆景丢在寝宫的连廊里，胡妹儿一想到自己寝宫里有那么多的尸体，就有些心神不宁，整晚都睡不着。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尸体，而且还是这么多人的尸体，心里发怵得很。娘娘，今天还不行，我明天会让东厂的人过来处理的，您去睡吧。胡妹儿眼神躲闪，有些难以启齿。我害怕，睡不着。害怕？娘娘，您放心，没人会再来欺负你了。刘校尉他们都死了，我怕的就是他们的尸体。胡妹儿弱弱地说道。外边一堆尸体堆积在她的寝宫里，她实在是害怕，总觉得寝食难安。陆景一怔，他没想到高傲要强的胡妹儿居然也有害怕的东西。他还以为胡妹儿之前如此狠辣，对手底下的太监这么狠，不会怕尸体呢。娘娘。陆景想了一下，要不我在房门外边帮你守夜。外边？胡妹儿看了一眼自己的床和房门的距离，有些远，不过也能有接受。好。有了陆景的这句话，胡妹儿心中安定了下来。于是胡妹儿躺在床上睡觉，陆景就在她门外候着。他偶尔轻咳几声，显示出自己的存在。胡妹儿听到陆景嘟声音，心中感到安定许多。没多久，胡妹儿的呼吸变得平稳，睡着了。于是陆景走出太和宫，正准备回去睡觉，明天好早起和东厂的人报备太和宫督情况。忽然听到远处传来的许多喊杀声，抓刺客！同时刀剑相拼的声音传来了。陆景一融成刘校尉的样子，然后一个踏步循着声音疾驰而去。很快他就看到了冷宫内遍地的尸体，有些人还没死透，还在哼哼唧唧的痛苦哀嚎。砰！远处传来巨大的轰击声，仿佛陨石砸地，火光冲天，喊杀声不断，整个冷宫似乎都在震颤。那是无比强大的高手在拼杀。乖乖，动静这么大。陆景知道这是江雅丹在给自己打死刘校尉他们做掩护，死的人多起来，刘校尉他们的死也就不显得奇怪了。不过他弄出的动静也太大了，几乎整个冷宫都在起火，到处都是尸体。江雅丹没有隐藏自己的踪迹，他身上有一团奇异的光团包裹着，无数强者冲天而起，正在围杀他。那就是宗师强者的真气吗？陆景内心有些火热，要是自己成了宗师，也能拥有如此战力，这女人还挺暴力。远远看到江雅丹直接拍死几个围杀他的高手，陆景感慨了一句，随后不再关注战场，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这等级别的战斗，他刚突破1品，还不敢参与，也没必要参与。叮！恭喜您帮助了江雅丹逃出皇宫，让他抢夺回自己的东西，成功伤害了景帝的气运，获得气运值888。恭喜您击杀了刘校尉，获得气运值21。恭喜您击杀了谭校尉，获得气运值16。当前气运值1644。第二天，陆景悠悠醒来，耳边就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多少？陆景直接目瞪口呆，自己帮助江雅丹逃出宫去，居然获得了888的气运值。不对，应该是给了江雅丹那一张脸惜符，让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气运值。陆景转念一想，心中有了猜测，看来江雅丹那张所谓的地图应该事关重大，不然自己也拿不到这么多的气运值。毕竟自己救了他，
都没有拿到这么多的气运值。如今能拿到如此多的气运值，显然是因为帮助江雅丹拿到了他需要的东西1600的气运值啊！看着这么多的气运值，陆景有些激动，自己终于可以开始一次高级抽奖了。系统进行一次高级抽奖，叮，高级抽奖开始，恭喜您获得镇杀符星号3。镇杀符使用后，在使用者10米范围之内，可镇杀任何实力不超过陆地神仙的敌人。系统的声音响起，陆景脑袋懵了一下，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能镇杀实力不超过陆地神仙实力的敌人的符，而且还是3道，牛逼啊！以后那个敢在老子面前装牛逼，我直接弄死他！陆景激动得无以言表。听系统的介绍，即便是陆地神仙，只要在自己10米范围内也得死。有了这3道符，自己以后就安全多了，在这皇宫里也算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不过得是10米范围之内，用的时候还得谨慎一些，不然那等级别的强者要是不顾一切，只怕能直接拉上我一起死。陆景在心中告诫自己一番，没再继续抽奖。陆景决定先去解决刘校尉他们的事。洗漱完后，陆景赶往了太和宫。时间还是清晨，晨光出现，天气还微凉。整个冷宫内，无数官兵正在收拾残尸，可见昨晚江雅丹把冷宫闹的是多么的腥风血雨。等到了太和宫，胡妹儿的寝宫内，也有人正在收拾刘校尉的残尸。哎，老刘他们真惨啊！本来是个美差，没想到送命了。啧，一品和先天高手都死了许多个，他们几个区3品死了也不奇怪。一处亭子内，2个头戴关羽的带刀军士正在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指挥手下收拾残尸。陆景没去和他们打招呼，而是直接去到胡妹儿的寝宫大堂内。大堂内，胡妹儿正在喝茶。陆景走过去，娘娘，你来了。胡妹儿放下了茶杯，娘娘，您按照我的说法和他们说了吗？都按照你的要求和他们说了。那就好。陆景点头，他没想到上面的动作这么快，一大早就来收尸。不过他们的动作这么快，估计江雅丹已经成功逃出去，不然还在围剿。至于说江雅丹被抓住或者被杀死了，陆景觉得不太可能。娘娘，我等已经处理好您寝宫内的尸体，这就离去，刚才叨扰您了。刚才在指挥手下收尸的2位军官一同走进大堂，拱手和胡妹儿道别。2位辛苦了。客气一番，2人带队离去。幸好他们没有怀疑什么。胡妹儿见2人离开了，顿时就松了口气。刚才2人也就随口问一问刘校尉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怀疑什么。昨晚死的人太多了，刘校尉他们的死并不显得奇怪。娘娘，刺客的情况如何了？可有什么消息？陆景又问。说起来，我们的运气真好。胡妹儿笑了笑，我听刚才那2位军士说，昨晚那刺客突然不在潜藏，杀了很多人，连许多东厂和锦衣卫的大高手都死了不少。刘校尉他们的死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已经被认定为刺客所杀。那就好。陆景微微颔首，又问，那刺客呢？可有被抓到？胡妹儿摇头，不知道，不过宫内的官兵今天就要全部撤走了。这样啊。陆景点头，以江雅丹的实力，杀穿皇宫外某一处的防线难度并不大，即便会被皇宫内的高手全部追上，用了自己给的敛息符也能逃走。陆景相信江雅丹已经跑出宫去了，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得想办法去打探一番情况。对了，明天就是中秋了，你得好好准备一下。胡妹儿忽然提醒道。中秋？陆景愣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明天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点头，娘娘，我明天陪您一起进宫。胡妹儿点头，好。经历过这几天的事，他内心对于重回正宫的愿望无比的强烈，倒不是还对皇帝还有什么心思。如今的他，甚至因为皇帝把刘校尉之类的官兵调进冷宫里，完全不考虑他们这些废妃的感受，害得他差点被侮辱，而非常不满。要不是陆景，他如今已经被刘校尉给玷污了身子。又想起这些年的孤独，胡妹儿内心逐渐对景帝有些不满，甚至是怨恨。自己对景帝一心一意，学的东西全都是为了服侍他。可他上次睡了自己之后，如今过了这么久，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没有要把自己接回正宫的迹象。他想回到正宫，单纯是想要重新获得贵妃娘娘的权利，即便陛下都不看他一眼，他也不在意。只要讨得太后娘娘欢心，他就有可能回去。即便回不去，平时能得到太后娘娘的亲近也是极好的。如此想着，胡妹儿对陆景嘱咐道：陆景，明天去见太后娘娘，本宫就全靠你了。陆景拱手笑笑，娘娘，我一定尽力。好。2人又随口聊了几句。胡妹儿忽然看向陆景，一双狐狸眼中满是探究的目光。陆景，陆景放下刚拿起的茶杯。你为什么会进宫？胡妹儿好奇地问道。
陆景如此才华，还是强大的武者，居然进宫当了太监，当真是不可思议。这里边不会有什么谋划吧？陆景沉默了一下。娘娘，陆景有些说不下去。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我讨厌别人骗我。胡妹儿见陆景神色犹豫，摆了摆手。陆景一怔，点了点头。他确实不太想说，胡妹儿还不是自己的女人，心思如今也还在景帝身上。要是自己把身世告诉了他，也不知道他会如何抉择。你放心，你救了我，你会武功的事，我会帮你保密的。胡妹儿又补充了一句。陆景救了自己，他还做不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多谢娘娘。对了，娘娘，王公公也死了。陆景忽然道。胡妹儿闻言，抬眼看向陆景，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明的意味。也是那刺客杀的。陆景补充一句。哦。胡妹儿平淡点头，死了也好，那老东西早就该死了。既然他死了，以后冷宫只有你一位掌事大公公，我过几天就把你的名字上报给内务府，让他们挂上你的名字。之前陆景的大太监身份并没有挂靠在内务府东名册上，如今王公公死了，自然可以帮陆景安排上去。多谢娘娘。陆景拱手，在内务府有了身份，以后在正宫里也好行走了，甚至有可能出宫看看外面的世界。两人聊着，侍女抬着一大篮子的早膳走进宫内。你可用过早膳？胡妹儿问。没有。那就一起吃吧。胡妹儿邀请道。她如今已经完全把陆景当成了自己人，和他一个太监一起用膳，也不觉得有什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娘娘，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陆景也没再客气。两人吃着，胡妹儿因为尸体的事没什么胃口，倒是陆景因为境界突破了一品，食量大增，此时大口地吃着桌上的食物。等陆景吃的差不多了，才突然发现胡妹儿的神色有些欲言又止。娘娘，怎么了？陆景，你……胡妹儿红唇轻启，嗫嚅了一下，最后还是没问出自己想问的话。算了，可能是我想多了。她摆了摆手。胡妹儿想问有关陆景身上气味和陛下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她昨晚到今天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最后又觉得是自己多虑了。先不说陆景一个太监是怎么能让自己体会到男人的感觉，就说陆景变成陛下的模样来找自己，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陆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胡妹儿不想说，她也就没问。在胡妹儿那里吃完早膳，陆景又去往了夏晴岚的寝宫。夏晴岚正在后花园弹古筝，琴声悠扬悦耳，婉转激扬，声音好听的耳朵都要怀孕了。看到陆景过来，侍女小婉识趣地离开后花园。陆景依靠在一处房檐下，没去打扰她，而是安静地听着夏晴岚的琴声。有时候心定下来，感受一下高雅的事情也挺不错。要是有一天我把胡妹儿也给拿下，让夏晴岚给我弹琴，胡妹儿给我跳舞，那生活才舒坦。陆景心生期待，等哪天自己拿下胡妹儿，彻底掌控了冷宫，自己要天天享受狗皇帝才能有的生活。小半刻钟后，夏晴岚才停止弹琴。啪啪啪，鼓掌声在夏晴岚背后响起。她疑惑地转头，就看到了向她走来的陆景。弹得真好，陆景赞叹道。即便他是一个俗人，也能听出夏晴岚弹得很好。夏晴岚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在这世界都属于一等一的才女，要在自己那个世界加上这无可挑剔的容颜，妥妥的女神级人物。什么明星之流，在她面前都要暗淡许多。而如今她是自己的女人，陆景感觉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心中颇为自豪。你来了。夏晴岚被心爱的男人夸赞，心里美滋滋的，笑着点头。两人来到一旁的石桌旁坐下，夏晴岚亲自给陆景泡茶倒茶。宫内的官兵都已经撤走，刺客应该也已经走了。陆景坐下后道：那就好。夏晴岚莞尔一笑，她对于景帝被刺杀，内心并没有什么情绪，真要说有，那也是希望景帝最好直接死掉。两人随口闲聊了一阵子后，对了，陆景看向夏晴岚，你对尚书陈元龙有什么印象吗？陈元龙。夏晴岚没想到陆景会说起这个人，思索了一下道：陈尚书我见过几面，看起来倒是一个中正之人，在外的名声也很好，不过我父亲对他倒是颇有微词。哦，怎么说？父亲说此人道貌岸然，笑里藏刀，不可深交。陆景眼睛眯起，夏丞相为何对他如此评价？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父亲不愿与此人过多接触，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倒是没有想象中的差。我父亲被流放之后，据说陈尚书还去送了一程，可能只是政见不合吧。夏晴岚娓娓道来。听着夏晴岚的话，陆景心里倒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心思。夏晴岚的那个丞相父亲，陆景虽然只是模糊有些记忆，不过印象中他为人倒是不错，刚正不阿。陆景的武王父亲还
还称赞了他几句。他对陈元龙的评价居然如此低，看来陈元龙这人的品性和为人或许真不行。难道背后真是陈家想要弄死我？陆景手指轻扣桌面，思索起来。他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能让陈元龙特意派人进宫搞死自己。自己要不是有系统，这辈子都得烂在冷宫里了，压根起不了什么风浪。和他女儿陈曦的婚约也没什么强制力，自己进宫当了太监，完全影响不到他。怎么了？夏晴岚看到陆景陷入了沉思，开口问道。陆景也没有隐瞒，道：我怀疑上次给我下药就是陈元龙让人安排的。夏晴岚皱眉：没什么，你们陆家和陈家有仇？陆景无奈摊手：不，武王府和陈家不仅没仇，甚至还是世交，是亲家呢。啊！陆景把两家的关系以及自己和陈元龙女儿的婚约和夏晴岚说了一遍。这就奇怪了，如此看来陈家没理由对你出手。夏晴岚也弄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如果我还是贵妃，倒是可以帮你去找那陈贵妃聊天，旁敲侧击一番。不过如今……夏晴岚叹了口气，贵妃身份，陆景听到这话突然想到了胡妹儿。要是自己帮胡妹儿重回正宫，倒是可以让她帮自己去找那陈贵妃探一探口风。不过这也得之后再说了。陆景看了一眼周围，忽然凑到夏晴岚耳边低声说道：我帮你美容养颜吧。在夏晴岚那里待到下午，陆景才从云溪宫离开。刚到自己的院子，门口忽然又响起了敲门声。陆景出门一看，发现是胡妹儿的侍女红儿。陆景疑惑地问：红儿妹妹，怎么了？公公，宫里来人了，娘娘让您过去一趟。红儿气喘吁吁地说道：宫里来人？陆景面露诧异，然后点头：好，我现在过去。两人来到了太和宫。寝宫门口，几个穿着锦衣卫制式衣服的人正站在门口把守。陆景扫了一眼那几人，身姿挺拔，气息绵长，看来实力不弱，全都在闭目养神，手中拿着各种兵器，不是那种制式兵器，而是单独打造的，刀、剑、枪皆有。就这个配置就能看出这些人地位不凡，绝不是一般的角色。听到陆景两人的脚步声，几人眼皮子都没抬，依旧继续闭目养神。锦衣卫来找胡妹儿，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陆景心中呢喃。越过那几人，陆景走进大堂，看到胡妹儿正在与另一个人相向而坐，从侧面看是一个女人，两人正在谈笑，气氛颇为轻松。陆景走上前，拱手行礼：娘娘，您找我？胡妹儿笑着点头，看向对面那人：长公主殿下，这位就是我们冷宫的长侍大太监陆景，陆公公。长公主。陆景心中咯噔一下，这是狗皇帝的女儿？不会吧，狗皇帝才30出头，刚才他粗略一瞥，感觉这女人应该和自己差不多。难道景帝10岁出头就生孩子了？不过想一想，也有可能。这古代世界，13、14岁的普通人都已经要考虑婚姻大事了。不过这10岁出头就生孩子，是不是有些太快了？陆景心中吐槽了一番，却又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不对，此女是长公主的话，也有可能是狗皇帝的妹妹。他恍然大悟，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可能。陆公公，这位是静安公主，见过长公主殿下。陆景反应过来，连忙行礼。静安公主声音冷淡。陆景行完礼，抬起头等待两人的吩咐。这时候他才看清那位静安公主的长相，长发盘起，穿着一套贴身的黑色长裙，面容既有女子的柔美精致，也透出一股子飒爽英姿，隐约有种杀伐果断的气魄。一双眸子清亮无比，仿佛能看透人心，还带着一股睥睨的味道。此外，气质清冷高贵，一看就非寻常女子。陆景，长公主过来是为了调查那女刺客的事情，要问你一些问题，你要如实回答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胡妹儿对着陆景使了一个眼色。陆景了然的点头：娘娘，长公主殿下，奴才我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静安公主偏过身打量了几眼陆景。你刚进宫？陆景知道自己声音的音色没有其他太监的阴柔，即便努力压制也达不到效果，于是干脆回答道：是，殿下，奴才我刚进宫几个月，刚入宫几个月就成了长侍大太监。静安公主神色有些惊讶，不过她也懒得探究这个问题。冷宫之前那个长侍大太监王公公，她命人去找了几遍，一直没找到，不知道是出宫办事去了，还是在昨晚的杀戮中被波及，已经被那武力高绝的女刺客给拍成了烂泥，尸体丢在某个角落，和那些残尸一起被扫走。因此她才来找胡妹儿，原本想从胡妹儿口中问一些话，不过从胡妹儿口中得知了冷宫还有第二个长侍大太监，于是就转而叫陆景过来问话。昨晚那刺客以一人之力杀出了皇宫，最开始出现刺客身影的地方就在胡贵妃的太和宫附近。
我们猜测他最近几天可能是用某种高超的易容手段，易容成了某位宫女或者后妃的模样，潜藏了起来。你作为冷宫的掌事大太监，最近几天可在太和宫附近有什么异常的发现？或者说，可知道那位宫女或者后妃不太对劲？异常的发现，殿下，奴才我自从知道冷宫里有刺客出入，看到宫内有官兵巡逻，就几乎闭门不出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至于刺客易容成谁的模样，那更不知道了。陆景低头恭敬地回答。对于陆景的回答，静安公主微微颔首，神情没有任何的波澜。她也只是过来例行问话，其实也没想着能问出什么东西。那刺客已经逃出宫，还抢了皇宫宝库里的东西。陛下震怒，要求彻查，看是不是还有人在暗中配合那刺客，不然为何一直搜查不出来？静安公主也觉得那刺客能在冷宫里潜藏这么久，必定有人配合，毕竟那刺客能入宫，也是有暗中的棋子放他进来的。如今在冷宫里也有人配合他，实属正常。因此静安公主才奉命来到冷宫调查。不过她也没有什么头绪，也就是只能先问问话。那静安公主顿了顿，清冷乌黑的瞳子直视陆景的眼睛。你可怀疑有谁会配合那刺客，帮助他潜藏？这陆景装出惶恐的神色。殿下，奴才我真想不出谁敢做这等抄家灭族的事。陆景有一瞬间想把这口大祸丢到王公公身上，然后一路顺着丢到陈贵妃甚至陈元龙身上。不过这个问题想法只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一瞬，就被他给抛弃了。万一弄巧成拙，被静安公主发现什么，自己可就麻烦了。真要把锅丢到王公公身上，也得找其他办法，不能直接说出来。如今最好的应付办法就是一直装傻充愣。行了，本宫有事再找你。静安公主见问不出什么，摆了摆手。陆景躬身行礼。是。说着，陆景和胡妹儿对换了一个眼色，随即离开了太和宫。娘娘，你找的这小太监倒是长得俊秀。陆景走后，静安公主忽然看向胡妹儿，话语中带着一丝不明的意味。她这是在诘问胡妹儿，是否是因为陆景长得帅，才把他提为掌事大太监？这话可谓非常不客气，算是直接问胡妹儿是不是和陆景有什么不能说的关系。胡妹儿笑了笑，落落大方地回答道：殿下，那陆公公做事利落，很会讨人欢心，我和夏晴鸾夏贵妃都很喜欢他。哦。静安公主怔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听到夏晴鸾的名字，她眼神中忽然起了一丝波澜。她认识夏晴鸾，很相信夏晴鸾的人品。既然夏晴鸾也很喜欢陆景，那么估计陆景就是因为会讨人欢心才成功上位的。当然，这种讨人欢心是靠着溜须拍马的那种，而不是和后妃有着不正当关系。回到自己的院子，陆景让小芳子叫来了冷宫里的所有太监和宫女。很快，所有太监和宫女就聚集在了陆景的住所外边候着。陆景坐在院子里喝茶。公公，人基本都到齐了。小芳子进来禀报。基本。陆景挑眉。小芳子低声说道：公公，王公公那几个干儿子都推脱说自己有事来不了。呵呵。陆景冷笑一声，看来是不想给自己面子了。他起身走到门外，一众太监宫女全都齐齐看向陆景，神情疑惑。陆景成为掌事大太监后，并没有特别召集众人宣布过自己的存在，要不是口耳相传，有些人都不知道宫内又多出了一个掌事大公公。此刻对于自己忽然被召唤，都疑惑陆景的目的。咱家是冷宫的掌事大公公，陆景，陆公公。陆景语气冷硬地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那语气听得众人心中一凛。身旁的小芳子听完，忍不住挺直了腰板。陆景说话时特意用了内力，将自己的声音变得低沉，充满压迫感。这些普通人听了，内心会不自觉地感到害怕。从今天开始，冷宫内只有咱家一个掌事大公公，任何人胆敢阳奉阴违，别怪我无情。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得众人面面相觑。什么意思啊？那王公公算什么？陆景看众人一副疑惑的模样，这才解释道：王公公已经于昨晚被那刺杀陛下的刺客杀害，所以咱家以后就是唯一的大公公了。什么？人群炸开了锅。王公公那可是执掌冷宫10几年的大太监，在正宫甚至朝堂之上都有许多人脉，如今居然被刺客杀了。众人全都难以置信。不过转念一想，昨晚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太监宫女原本是躲在自己的住所睡觉，也不明不白被波及到而死，王公公也被波及死了，倒也不是不可能。嗨嗨，底下议论声四起，小芳子适时站了出来，肃静。众人闻言才又安静了下来，继续看向陆景，准备听他的吩咐。陆景看了一眼小芳子，颇为满意的点头。他看向众人，神情又冷了下来。今天是咱家第一次召集你们，居然有人胆敢不来，看来是不把咱家放在眼里了。小芳子，奴才在，带上一些人去把没来的那几个
都给我拖过来，杖打50大板。是。小方子领命之后，带着10几个想要在陆景面前变现的太监前去抓人。没多久，4个太监抓过来了。你们要干什么？我干爹可是王公公，你们几个狗东西，以为认了小景子当干爹就能啊？4个对王公公忠心耿耿的太监，在上百个宫女和太监面前被重打到昏死过去，屁股都被打烂了。以后谁敢不听咱家的命令，这就是下场。陆景指着地上昏死过去的4人，沉声宣布道。众人闻言皆惊恐地跪拜在地。谨遵公公教诲。陆景满意的点了点头，挥手让众人散去。回到自己的院子，陆景打了一会儿拳，又修炼了一下云行步，上床睡觉去了。明天要陪着胡妹儿去见太后，可得要好好的养精蓄锐才行。第二天，陆景在下午的时候前往了太和宫。房间里，胡妹儿正在侍女的帮助下挑选进宫面见太后要穿的衣服。她显得很是纠结，到处翻看，不过好像都不满意。陆景，来，你帮我看看哪一套比较好看。胡妹儿见陆景进来，兴奋地朝他招手。胡妹儿让侍女摆出10几套衣服出来，让陆景帮她挑选。陆景摸了摸下巴，娘娘既然是要参加诗会，那么就穿得得体大方，这几套镂空的太过于性感，不太合适。胡妹儿这女人衣服和一般女人不太一样，穿的风格都很是暴露，很大胆。拿到陆景前世的眼光来看，有些都有种情趣衣服的感觉，让人羞得穿出去。但这些衣服居然都是胡妹儿平时穿的，只能说她为了狗皇帝真是费尽心思。不过这等风景景帝看不到，估计要便宜自己了。胡妹儿性子和夏青兰不一样，不过慢慢来，陆景觉得自己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这几套风格不够庄重，这一套又肃穆的有些过头了。娘娘，这一套我觉得倒是不错。陆景指了指胡儿手中的一套淡紫色的宫装，我也觉得这一套比较适合。胡妹儿嫣然一笑，同意陆景的看法。她刚才就想要挑这一件，不过还没拿得准。此时听到陆景的眼光和她一样，心里很是满意。她拿上衣服去到一旁的另一间房间换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出来。怎么样？胡妹儿在陆景面前转了一个圈，蓝色腰束系紧，约束出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未施粉黛，但眼平秋水，只是慵懒一扫，那娇媚的气质扑面而来，让人觉得勾魂夺魄。真是个妖精啊！陆景内心一叹，这女人服用了自己的养颜丹之后，漂亮程度又直接上了一个层次，用倾国倾城来形容真不为过。上次陆景装成狗皇帝的样子宠幸她的场景，现在依旧回味无穷。她如今这个模样，陆景更是胃口大开。他深吸一口气，娘娘，您原本就很漂亮，如今穿上这件宫装，只能说漂亮极了，到时候入宫一定能艳压群芳。胡妹儿身上这股子妖媚韵味，实在是让陆景眼馋。她和夏青兰性格一个火辣似火，一个温婉似水，要是能享受其人之福，陆景心中无比的期待。你倒是会说话。胡妹儿轻嗔了陆景一眼，来到铜镜面前欣赏自己的美态，还真不错。她满意的笑了笑，又叫来侍女帮自己梳理扮妆。半刻钟后，她穿戴梳妆好了，整个人慵懒中又显得贵气十足。时间还未到，两人就坐下聊了起来。娘娘，昨天在长公主殿下可有发现什么异常？应该没有。胡妹儿思索一番，就是一些简单的提问。那就好。陆景又问，娘娘，那静安公主是陛下的子嗣？胡妹儿面色古怪地看了一眼陆景，陛下今年才30有2，哪来那么大的女儿？所以长公主殿下是陛下的胞妹？也不是。胡妹儿笑了笑，静安公主是太后任的干女儿，名叫孟清婉。她是太后任的干女儿，陛下为了讨太后娘娘的欢心，自然也就愿意封那孟清婉为长公主，赐封号为静安。胡妹儿缓缓道来。这样啊。陆景若有所思，这狗皇帝不当人，不过当儿子倒是挺孝顺。不过这长公主殿下的封号为静安，她的行事风格倒是不怎么符合静安2字。哦。看到陆景投来探寻的目光，胡妹儿继续道，听说长公主殿下武道天赋卓越，如今在军中以及锦衣卫中都有当差的身份，是上过战场，抓过敌谍，和敌军厮杀过的战将，还立过大功，因此太后很喜欢她。怪不得眼神中带着一股睥睨的神色，身上的气质也颇为凌厉，原来还是一个辣妹子。陆景在心中感叹，初次看到那长公主，他就觉得对方不简单。她不像一般女人一样柔和温婉，身上有一股锋芒，原来是在军队中厮杀过的战将。走吧，我们现在入宫，闲聊几句有关静安公主的事。眼看时间到了，胡妹儿起身道，好。陆景陪侍在胡妹儿身边来到寝宫外，门口停着一辆挂着精美丝绸帐腰的马车，这是太后娘娘安排的。
胡妹儿看到眼前的马车，明媚一笑。她被贬入冷宫之后，哪里还有马车接送这等待遇？不过太后体谅她，特地安排了马车过来。要不然，她一个贵妃靠走路走到太后的寝宫外，估计到了之后得累得全身大汗，到时候也太不文雅了。而其他后妃都有自己的马车或者轿子，更会显得她无比的落魄。想想都难为情。太后如此细心体贴，倒是让胡妹儿感动不已。娘娘，太后真懂得体谅您。陆景在一旁说道。胡妹儿微笑点头。她刚想登上马车，突然回头看向陆景，语气带着一丝歉意：本宫坐马车过去，但是你一会儿得辛苦你了。陆景无所谓的摆手：娘娘，我明白，放心吧，你知道我的实力，这点路程不算什么。马车很大，4、5个人上去坐也可以。不过陆景一个太监，在正宫的环境里，自然不能和胡妹儿坐在同一个马车里，不然被人看到麻烦得很。因此他只能跑着过去。不过陆景一个一品武者，跟着一辆马车跑，没什么压力，和散步差不多。胡妹儿点了点头，进入马车。车夫驾着马车赶往正宫，陆景悠闲地跟在后边。此时天色已经微暗，一轮圆月挂在天际。今天是中秋，正宫内处处张灯结彩，挂着花灯，气氛热烈。对比起来，冷宫里就没什么节日氛围了，压根看不来有什么人有心思过中秋，和平时差不多。经过一路护卫的检查，小半个时辰之后，两人才来到御花园。此时御花园门口华灯初上，一群穿得莺莺燕燕的女人正在排队进入御花园。这些女人各种类型都有，面容娇媚的、清纯的、高冷的，都很漂亮啊。陆景看着那些女子，心中有些惊叹。这些女人个个举止得体，贵气难言，随便一个都可谓大美女，非常的养眼。也不知道这些人里哪些是皇帝的女人。听胡妹儿说，来的这些人里有宗室子弟，以及一些大景重臣的妻女，并不全是景帝的女人。胡妹儿递上请柬，两人得以进入御花园之中。御花园内很大，各种假山流水，亭台楼阁，水流潺潺，花香草肥。即便如今暮色降临，在灯笼的映照之下，也能看出此地风景如画。在一处空地上摆出了一个巨大的砚台，砚台张灯结彩，摆着许多座位，想来所谓的诗会就是在那里举行了。许多人女子在互相走动攀谈，显然互相认识。胡妹儿离开宫里太久了，似乎没有认识的人，只能站在一旁，有些尴尬的和陆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陆景发现大多数人带来的都是自己的侍女，像胡妹儿一样带着太监来的可谓独一份。陆景能够注意到，不时就有目光向着他这边投来，神色显得颇为诧异，倒是有些尴尬。陆景摸了摸鼻子，整个御花园来陪侍的几乎都只有女的，就他一个太监。御花园虽然里边也有太监，不过都是在干活，比如摆放桌椅、挂灯笼之类的。不过尴尬是有些尴尬，能看到这么多美女，能养眼也非常不错。你是胡贵妃？忽然一道声音在两人侧身响起。胡妹儿和陆景循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个面容清丽、身段略显夸张的女子正带着侍女向两人走来。你是？看到来人，胡妹儿微微皱眉，她不记得这人了，不过觉得有些面熟。女人见胡妹儿居然忘了自己的名字，愣了一下，然后戏谑的道：哼，贵妃娘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徐清河，当初的徐才人啊。哦不，现在的你应该称我为徐夫人才对哦。徐清河。胡妹儿脸色一僵，她想起来了，她还是贵妃的时候，这女人还只是个才人，曾经因为冲撞了自己，被自己训斥了一顿，还略施小惩了一番。没想到当初小小的才人，如今已经成了嫔妃，而自己虽然还是贵妃，但已经被贬入了冷宫，在这正宫里，地位可以说还不如才人级的妃子呢。毕竟才人还有机会爬上龙床，要是有幸被陛下恩宠，能直接一飞冲天，而自己没有特殊的机缘，大概率只能一辈子烂在冷宫里。看这女人如今的姿态，估计是来给自己难堪，找回当初的场子的。原来是你啊！胡妹儿强忍内心的难堪，神色淡淡道。徐清河看着胡妹儿那一副依旧高高在上的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年她是贵妃，能给自己脸色，如今都被贬入冷宫了，还想着在自己面前摆她的贵妃架子。他出言嘲讽道：我刚才还以为是谁呢，居然如此不懂事，竟带着太监进入御花园陪侍左右，原来是胡贵妃你啊！这中秋诗词大会可是圣后娘娘举办的高雅文会，你带着一个太监过来，这算什么事？太后看到了会怎么想？你看看周围有谁带着太监进来的？不过你被抓贬入冷宫，不懂规矩倒也正常。徐夫人语气异常的尖酸刻薄。胡妹儿听的这些话，袖子里的手忍不住捏紧了衣角。
虽然已经预想到了会遇到熟人，比如皇后南宫婉，但此刻真当遇到，他心里依旧有些不好受。南宫婉起码还是皇后，地位尊贵，自己即便被她奚落，也还不算太丢脸。但如今一个嫔妃，还是曾经被自己教训过的人，都敢来教训自己了，风水轮流转。胡妹儿心中五味杂陈。徐夫人的声音调门颇高，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胡贵妃是和皇后娘娘争夺凤位失败的那位吗？她不是被贬入冷宫了吗？怎么在这？啧，不会是厚着脸皮来的吧？门口有护卫，想来没有请柬，怕是进不来的。她以前可是和皇后娘娘争宠的贵妃，有些门路，拿到了请柬，倒也不奇怪。周围许多目光朝着胡妹儿看了过来，胡妹儿觉得很是难堪，咬牙不语。她平日里也算能言会道，强势霸道，咄咄逼人，不能受一点委屈，但此刻却是有些哑巴了。她现在的身份太过于尴尬，曾经无比耀眼，无比尊贵，如今却只是一个废妃。周围有一些她还认识的后妃，以往不如自己，如今却还在正宫里，身份依旧高贵。强烈的落差感让她在众人面前有些不自信，抬不起头，以至于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徐夫人。另一边，陆景的目光在徐夫人身上扫过一眼，这女人容貌还算不错，但谈不上惊艳。能成为嫔妃的原因，应该是那有些夸张的身材。这是个奶牛啊！陆景心中忽然想到这个形容词。狗皇帝的生活确实可以，这等拥有违反科学的身材的女人都能找到。不过，虽然有些猎奇，陆景却是得站在胡妹儿的立场这一边。但是，以目前的情况，他还真不好帮胡妹儿出头。毕竟周围都是地位尊贵的人，自己强行出头会显得很僭越。胡妹儿估计也不想自己一个太监在这么多人面前帮他出头，不然会显得他太软弱没主见。哼，对了，胡妹儿，你一个废妃是如何进到这御花园的？不会是偷偷溜进来的吧？徐夫人见胡妹儿居然没有反击自己，变得更加大胆起来，直接称呼胡妹儿的名字，语气无比的轻视。她倒不是真觉得胡妹儿是偷偷混进来的，毕竟太后举办的诗会是如此的庄重，周围都是护卫，想偷偷溜进来可谓难如登天，只是借口羞辱一番胡妹儿罢了。被当众如此羞辱，胡妹儿再也忍不下去，她怒视徐夫人：你要是觉得本宫是偷溜进来的，大可以去太后娘娘面前举和本宫，倒是你一个 young 大无脑的蠢货，连押韵是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能来参加诗会，请柬该不会是偷的吧？你……徐夫人听到胡妹儿的反击，脸色立马就垮了下来。她就是因为才气不够，又没背景，才一直拿不到贵妃头衔。能成为嫔妃，还是1年多以前，陛下看她胸脯异于常人，一时兴起，临幸了她大半个月，才被封为嫔妃。至于贵妃身份，她估计这辈子是拿不到了。此刻被胡妹儿揭了伤疤，心里无比的羞恼。她这请柬原本还真拿不到，是她用了一大笔银子从负责派送请柬的内务府官员手中买来的。此刻被戳穿，立马就气急败坏了。你一个废妃，胆敢如此羞辱本夫人，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让你懂懂规矩。徐夫人说罢，抬手就想扇向胡妹儿。胡妹儿一个眼神瞪了过去，徐夫人被那气势吓得僵在原地，不敢再动手。当初胡妹儿何等的风光，除了南宫婉，每个妃子见到她起码都得喊一声姐姐或者贵妃娘娘。如今虽然破落，却强势起来后的样子，依旧让徐夫人内心有些发怵。你……她的话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呵呵，胡妹儿冷冷一笑，这是太后娘娘牵头的诗会，你一个嫔妃还敢当众打人不成？怎么，你胆敢如此不把太后娘娘放在眼里？徐夫人脸色一变，支支吾吾：我没有，最好如此。胡妹儿不再理会徐夫人，转身离开。徐夫人恨恨地看了一眼胡妹儿离去的方向，咬牙去了其他地方和其他人攀谈起来。胡妹儿来到远离众人的一处亭子内，坐下后沉默不语，显然在生闷气。陆景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安慰她。胡妹儿不是夏青兰那种性格，自己安慰她，估计会让她更加难受，觉得被轻视。除非她主动示弱，寻求自己的帮助。就在陆景犹豫之间，胡妹儿忽然语气低沉地喊出陆景的名字：陆景，娘娘，刚才你都看到了。陆景一怔，娘娘。胡妹儿转头看向陆景，眼眶红红的：我可全靠你了，等会儿你一定不能让我失望。此刻的胡妹儿娇嫩的脸蛋变得鼓鼓的，显得无比的委屈，和以往强势霸道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得陆景居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保护欲，想要把她拥入怀里。他嘴巴干涩的开口：娘娘，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好。胡妹儿那个好字带着一丝哭音，她以往何等的风光，如今居然被人当众羞辱，莫大的耻辱感充斥她的内心，让她觉得无比的憋屈。
能洗清今天憋屈的，只能是自己在诗会上一鸣惊人，获得太后娘娘的赏识。而这个目标，只有陆景能帮他完成。因此，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陆景的身上。陆景以往没让他失望过，今晚或许也不会。娘娘，以往太后娘娘一般都会出什么题？陆景忽然问道。既然是诗会，肯定需要写诗写词。以往都是太后出题，然后众人写。要是能知道以往的题目，或许能大概判断今晚的题目，陆景也好早做准备。胡妹儿皱了皱眉，我这几年都没资格参加，没被贬入冷宫之前，对这些又不感兴趣，还真不知道太后都出过什么题目。这样啊，陆景摸了摸下巴。今天是不是中秋？不知道太后会不会出有关中秋的诗词？要是出的话，自己倒是有一首很好的词可以拿出来。两人一问一答之间，入席的时间到了。两人起身，一同走进会场。胡妹儿的座位在最后一排。陆景看了一眼周围，和胡妹儿一同入座的，基本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的人。之所以能看出他们地位不高，一来有些人穿着贵人的衣服，二来看他们那低眉顺目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对在场的人显得有些惶恐。胡妹儿坐下后，陆景贵坐在他的身旁，他没座位，只能坐在地上。前方的座位也一一有人入座了，可惜看不到脸。陆景觉得有些遗憾。前排座位坐下的估计都是贵妃级别的，或者一些大臣家里的贵女。不过陆景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看不到他们的脸。不过仅仅是看背影都能知道都是美女。陆景正在心中歪歪的时候，一道高亮的太监声音陡然响起：太后娘娘驾到！全场陡然寂静了下来。随着太监的声音落下，两道身影从前方的主位侧面走来。为首的女子穿着一袭金红色的华丽宫袍，头梳高簪，只余几缕秀发垂到胸前，肌肤如雪，明眸皓齿，玉颈如瓷，精致的五官略施粉黛，美的明艳不可方物。她的气质雍容华贵，端庄典雅，贵不可言。这是长期居于高位才形成的独特气质，比胡妹儿还要更让人觉得高高在上。这是太后。陆景愣住了，他还以为太后得有40-50岁呢，这看起来也就30出头而已啊。陆景只能想到一个词：风韵犹存。这是一个极品美妇。娘娘，太后这么年轻？陆景震惊地低声向一旁的胡妹儿问道。胡妹儿点了点头，笑道：太后娘娘今年应该才37而已。这么年轻？陆景惊诧不已。虽然实际年龄比自己想的大一些，不过总体来说并不老，关键也看不出她有37。胡妹儿笑了笑，太后只比陛下大5岁，当年陛下8岁，生母病危，母族为了保住滔天的荣华富贵，特地让太后娘娘入宫庇护年幼的陛下。太后娘娘入宫不到3个月，陛下的生母就薨逝了。生母死后，太上皇也已经年迈，不再理会朝政，全都交给了几位驻国大臣处理。陛下当初的处境可谓非常危险，当时陛下的母族还不像如今一样权势滔天，仅算得上大族，无法提供太多的助力。不过太后娘娘天生拥有七窍玲珑心，年仅13岁就能应付宫内的尔虞我诈，成功将陛下保了下来，最后还成功将陛下辅佐上了皇位，并在几年后帮助陛下收回了大权。陛下登基后，当时的灵妃就成了如今的太后。陛下感激太后娘娘的恩情，一直待她如同亲母，恭敬之至。胡妹儿一一道来，倒是一个厉害的女人。陆景点头称赞，这狗皇帝倒是有一个好母亲。皇家之间的权力争斗何其的凶险，涉及无数大人物，这太后居然能把当初的小皇帝送上皇位，还能帮他集权，手段绝对非同一般。陆景的目光看向那高台上的绝色妇人，目光有些炙热。要是能把狗皇帝最为尊敬的母亲拿下，只是想想都让陆景觉得很是刺激，当然也只是能想一想而已。如今自己的身份还太低，压根不可能拿下高贵的太后，甚至拿迷魂香接近她，把她迷晕都不行。先不说有没有办法进入她的寝宫，就算能进去了又能如何？总不能化身她死去多年的那死鬼太上皇老公，说想要和她同房吧。太后又不傻，只怕自己一出现，她就会直接喊人把自己抓起来。压下心底的思绪，陆景继续看向高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静安公主孟清婉。此时的她陪侍在太后身旁，穿着不再是黑色长裙，而是一身淡蓝色的长裙，眉如清月，唇色如樱，气质清雅，仿佛那空谷幽兰。脸上依旧没有任何粉黛，却也美得动人心魄。陆景正在欣赏孟清婉的容颜，胡妹儿又开口了：今年的诗词大会看来还是有长公主殿下主持，今年南宫婉应该也不会来参加太后的诗词大会，老对手没有出现，就不会看到自己如今的下场。他对此似乎松了口气。娘娘，这由太后举办的诗词大会，皇后娘娘居然不来。
胡妹儿淡淡解释说道：“南宫婉如今怕是在御书房帮陛下主持那一边的中秋诗会吧？御书房如今也在举行诗会。御书房那一场才是天下瞩目的诗会，御花园这一边，也就是我们后宫嫔妃以及一些宗室、王公贵女之间的自娱自乐罢了。南宫婉身为皇后，往年都是她代为帮陛下主持。”原来如此，陆景儿然点头。不过胡妹儿忽然又道：“即便她没去主持御书房的诗会，只怕她也不会来太后娘娘的诗会。”为何？胡妹儿笑了笑。太后和南宫婉的关系并不好。陆景皱眉，不是说陛下对太后娘娘极其孝顺吗？皇后要是和太后不和，陛下那一边岂不是很难办？呵呵，南宫晚辈靠南宫家族，自然是有恃无恐。南宫家族，陆景忽然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胡妹儿偏过头，诧异地看向陆景：“权势天下的南宫家族，你不知道？”陆景挠了挠头，好像有些印象。前主只是一个纨绔子弟，脑子里除了享乐，好像有用的信息并不多。你可知道南宫雄？南宫雄？陆景一愣，好熟悉的名字。他猛然看向胡妹儿，凝视说：“镇北大将军。”胡妹儿点头，正是他。他又道：“南宫婉是镇北大将军南宫雄的亲妹妹。”陆景恍然，镇北大将军南宫雄，那可是威震整个大井北疆的大人物，战功卓著，坐镇北疆，让大井获得了10几年的和平。大井几乎人人都听说这位大将军的名头。南宫雄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陆景一时间没想起来，是因为南宫雄虽然出名，南宫家族却是比较低调，而且是这10几年来崛起的，记忆中对这个家族的印象并不深刻。怪不得胡妹儿在和南宫婉的争斗之中落败，那南宫婉确实背景无敌。那南宫雄是连狗皇帝都得敬重的国之重臣。南宫雄是镇北大将军，南宫婉又是皇后，这南宫家族确实是一等一的权贵。陆景心中暗叹，胡妹儿能和这等女人争夺凤位，也确实厉害。虽然失败了，但也能说明她手段，或者说她魅力的厉害，能和这等人物争锋。但是自己以后要是想报复南宫婉，或许还得考虑这南宫雄。不过大井最有权势的人，狗皇帝都已经是自己的敌人，再来个镇北大将军南宫雄，只能说债多不压身。陆景压下心里的想法，继续抬头看向高台上的太后以及孟清婉。两人各自开口说了一些漂亮的场面话，底下的太监们开始抬来饭菜和一些精美的果蔬，还有中秋特有的月饼，摆放到众人面前的桌子上。陆景看了一眼那些饭菜，做得很是精致，不过分量有点小。陆景不禁咽了一口唾沫。他今天就在胡妹儿的寝宫吃了一些东西，如今肚子饿得厉害，特别是成为一品武者之后，身体对于能量的需求特别大，让他的饭量大得离谱，一人能吃4、5个人的量。今天在胡妹儿哪里吃的，压根填不饱肚子。不过这些饭菜他压根吃不上，只能看着。太监们上完饭菜，终于要正式开始今天的中秋诗会了。最开始的项目是众人一起欣赏最近皇城里传开的诗词。太后大手一挥，宫女太监们就给众人分发一份抄诵的诗词。胡妹儿也拿到了一份，众女纷纷低头看着桌上的诗词。陆景瞥了几眼，也就没继续看了，没意思。他的目光在周围的后妃中流转，他是一个俗人，诗词哪有美人好看？扫视一圈，陆景觉得还是高台上的太后以及长公主最好看。前排坐着的估计是贵妃级别的存在，不过他们只是背对着自己，陆景看不到具体的模样，也就没兴趣，只是看背影。只有太后和长公主是面对着众人，不过陆景不敢多看，怕被孟清婉发现。她也是武者，感知能力敏锐，陆景不敢太肆无忌惮。大家都有什么看法？都起来说一说吧。大约1刻钟之后，台上的太后温和地笑问道。不少有些才气的妃子纷纷举手，想要在太后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云妃，你来说说对这第一首诗的见解吧。太后指着前排一个身穿白色宫袍的女子说道。女子站起身，娓娓道来，指出了自己的见解。太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之后她又继续叫了好几个人起来分享自己对于手中诗词的见解。陆景，最后一排，胡妹儿有些紧张的拉了拉陆景的衣角。娘娘，怎么了？你说等会儿太后会不会叫我起来分享我的见解啊？娘娘，您放宽心，真被太后娘娘点名，说明您被娘娘惦记在心里，是好事。可是我怕我说的不好，要不你帮我分析一下这几首诗词。胡妹儿眼神希冀，陆景有些为难，他水平着实不高，也担心会暴露出自己的水平。陆景看了一眼桌面上的诗词，倒也不难懂，但是让他说出花来却也不可能。陆景当年做阅读理解的能力已经不剩多少了。娘娘，这首诗恕我直言，没有太多点评的价值，我看不上，
您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出来就好。胡妹儿一愣，陆景依旧如此自信，不屑于去点评其他才子的诗词。不过也是他有自信的资本。胡妹儿忐忑地等了一会儿，一道声音陡然从高台上传来：“那位是胡妹儿。”现场的气氛安静了一瞬。刚才太后邀请起来点评的都是一些后妃以及王公贵女或者诗才远扬的才女，胡妹儿这个名字一些人都没有听说过。胡妹儿被贬入冷宫已经是3年前，皇宫的妃子新人换旧人，3年已经换了一茬，因此一些人真不知道谁是胡妹儿。即便有些人知道，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是谁。胡妹儿是当年那位和皇后娘娘争宠的胡贵妃，她不是被贬入冷宫了吗？很快就有人窃窃私语起来，想不明白胡妹儿是如何能参与今晚的诗会，还得到了太后娘娘的赏识，亲自开口让她点评诗词。场下，胡妹儿听到自己被点名，有些受宠若惊。惊喜过后，她这才站起身。胡妹儿见过圣后娘娘。胡妹儿躬身行礼。她刚才表现得有些紧张，此刻站起身倒是显得很是沉稳，落落大方。太后温婉一笑：“你的那几首诗词，本宫每日都要品评好几遍，写得极好，已经可谓传世经典。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吧。”太后的声音响彻在整个会场之中，许多人诧异地看向胡妹儿，没想到太后对她的评价这么高，连太后身旁的孟清婉也有些诧异，目光投向胡妹儿。她此刻也认出了胡妹儿就是冷宫的那一位胡贵妃。她清楚地知道太后在诗词一道上的造诣，能让她如此评价，想来胡贵妃的诗词真的写得很好，怪不得她一个废妃也能来参加今天的诗会。是。胡妹儿深吸一口气：“娘娘，这首……”胡妹儿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虽然写诗不行，不过让她点评倒也说得中规中矩。台上的太后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依旧。她示意胡妹儿坐下，然后又叫了几个宗室的孩子起来点评。很快点评环节就结束了。今天是中秋，那大家就来写一首以中秋为主题的诗词吧，具体的没有要求，大家可以随意发挥，思考时间在半个时辰内吧。太后诞声宣布道。众人皆点头。台下的陆景听到太后的话，眼前一亮，正合自己的意。很快太监们就给众人分发好纸笔。陆景。身侧胡妹儿低声喊了一声陆景。陆景转过头，看到有些忐忑的胡妹儿，陆景给了胡妹儿一个眼神，低声道：“娘娘放心。”那就好。胡妹儿松了口气。陆景看了一眼周围，两人坐在最后一排也有好处，基本没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动静。陆景压低了声音道：“娘娘，你拿笔，我念，你写。你想好了？”胡妹儿一愣，太后刚给题，陆景就能写出来了。陆景笑了笑：“来之前我就在想太后可能会出什么题目，然后写了几首，没想到现在太后给的题目正是我觉得可能会出的，所以我已经提前写好，现在就可以念出来给您。”原来如此。胡妹儿神色欣喜，不过她还是很谨慎地说道：“先等等，等其他人开始一笔，你再念给我听，不然写得太快，我怕被人察觉出什么。”明白。等了小半个时辰，众人纷纷提笔写出自己想好的诗词。胡妹儿示意陆景可以开始了。紧接着陆景轻声念出了自己想好的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陆景念，胡妹儿写。经过一番校正修改，一首水调歌头终于写出来了。胡妹儿放下纸笔，开始诵读陆景新做出来的这一首词：“明月几时有。”胡妹儿嘴上念着，体会这首词的妙处，越品读，她内心愈加的震惊。刚才陆景念的时候，胡妹儿已经隐约察觉到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如今品读一番，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这哪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简直可以被称为千古名篇。这要是给太后娘娘看到，胡妹儿没有感到太兴奋，更多的反而是惶恐。这首词是不是好的有些过头了？这完全不是自己的水平能写出来的啊！一旦被太后娘娘看到，估计没多久，整个天下的文人墨客都能看到。陆景，你这首词……胡妹儿忍不住抬眸看向陆景，有些欲言又止。娘娘，怎么了？这首还不够好？陆景一愣，胡妹儿要求这么高？不。胡妹儿摇头，这一首很好，只是好的有些过头了。啊，我怕太后娘娘不相信这一首是我写的。胡妹儿神色担忧，她没想到自己之前还怕陆景临时发挥，写不出来好的诗词，但现在陆景这一首诗词却让她觉得写得太好，她有些不敢拿来给太后娘娘看，因为以她的水平压根写不出这么好的诗词。不，
全天下除了陆景，都没人能写出如此水平的词。今晚这首词一旦传播出去，别说能压过全场其他人的诗词了，即便是如今在御书房举办的诗词大会，从哪里流出来的佳作，也得被这一首《水调歌头》的压得抬不起头来，沦为垫脚石。到时候太后娘娘或许会让自己好好讲一讲有关这首词的事情。要是被太后知道自己拿一个太监的诗词糊弄她，只怕自己会被严惩。好过头了。陆景对于胡妹儿的话感到有些错愕，写得好也不行。胡妹儿继续道，要是太后娘娘让我细说这首词的创作经历，我该怎么办？陆景摸了摸下巴，帮他找了一个理由。您就说这几年身处冷宫，想通了很多事情，平时有感而发时就会通过写诗写词抒发内心的思绪。这一首是去年中秋写的，如今拿出来给太后娘娘品评，这行得通吗？胡妹儿心里依旧有些忐忑。陆景笑笑，先试试吧，反正即便太后有所怀疑，您只要咬住是自己写的，还怕太后能查出是我写的不成？反正这首词是从自己这里流出去的，没人看过，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不是胡妹儿写的。那行吧。胡妹儿点头，如今也来不及换另一首了，只能硬着头皮交上去。很快时间到了，有太监走下来收走众人写好的诗词，一轮下来才到最后排的胡妹儿等人。诗词被收上去，太后和孟清婉逐一开始评判众人的诗词，倒不需要太久，其他那些以往没什么才名的人，太后看了一眼他们写出的东西也就放下了，主要看那些才气比较出名的妃子或者王公大臣的贵女写出来的诗词。云飞的这一首《望月怀远》很不错，意境和用词都是俱佳的。太后挑选出一张宣纸，满意的点头。台下的云飞站起身，微微行了一礼，臣妾多谢太后娘娘的夸奖。紧接着太后又继续夸奖了好几个人的诗词，皆是一些颇为才名的后妃以及贵女。言儿，你这一首《月夜思乡》也很不错，进步很大嘛，看来最近一年你在学业上用功了。太后忽然看向台下不远处的一位少女，脸上露出慈爱的笑意。这是宗室里的一个孩子，性情和才气都很不错，很讨她喜欢。少女站起身欠了一身，清脆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言儿多谢圣后娘娘夸奖。没剩多少章没看的，太后原本不想再浪费时间看下去，但脑海里忽然又想起了一个人。她翻了翻，看到了胡妹儿的诗词《水调歌头》，她看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原本平淡如菊的神色立马就变得无比激动起来，甚至到最后直接面露潮红，就好像看到了什么让她无比喜爱的东西。一旁的孟清婉察觉到了太后的异样，她刚才一直在帮太后排序那些挑出来的诗词，准备帮太后排列出前3名，等会儿给他们颁发一些奖励，以资鼓励。第1名更是能获得和太后一同共进午膳的机会。刚准备让太后帮他过一眼，看看自己给出的排名合不合适，就看到了那一脸激动的太后。母后，您怎么了？孟清婉红唇轻启，问道。太后没有回话，目光依旧落在那张宣纸上，口中似乎在呢喃着什么。孟清婉见此，目光也落在了那张宣纸上，粗略扫过一眼，她也愣住了。这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孟清婉怔怔的轻念出声，只觉得这首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意境和用词都堪称完美。这真是在场某个后妃或者贵女写出来的。她看向署名那一栏的名字，胡妹儿，是她写的。她愣了一下，看向底下坐在最后一排的胡妹儿，此女竟真有如此才华。清婉，你觉得如何？太后那隐约还有些激动的声音传来，把孟清婉的思绪拉了回来。母后，这首词当真是极好的。孟清婉由衷地说道。以往母后也会找来一些不错的诗词，都是宫外所谓的大才子的新作。她看过后觉得不错，但是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波澜。如今这一首《水调歌头》却是让她着实有些吃惊，觉得回味无穷。这首《水调歌头》意境孤高旷远，当真能被称为千古名篇。太后赞叹道，目光依旧没从纸上挪开，可见其对这首《水调歌头》的喜欢程度。你再看看这几首。过了一会儿，太后又从一旁又拿出一本册子递给孟清婉。孟清婉疑惑地接过册子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神色更加吃惊了。母后，这都是那胡妹儿写的。太后颔首，抬眼看向了底下的胡妹儿，没想到这胡贵妃的诗才居然如此优秀，能写出这么多好诗好词。这一首《水调歌头》要是传出去，只怕以后谈论到有关中秋的诗词，胡妹儿的名字是少不了的。太后语气中满是赞许，看向胡妹儿的目光显得很是满意。这位被贬到冷宫的贵妃，她以前听说过和皇后在陛下面前争宠的厉害，记忆中胡妹儿也来过自己的锦绣宫给她请安过。不过后来胡妹儿争夺凤位失败，被贬冷宫，有关她的消息一下子就没有了，太后对她就没了什么印象。没想到
他在诗词一道上竟然有如此天赋。前段时间，手下的一名太监忽然给他送来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几首诗词，说是觉得不错，特地呈上来给自己看看。太后看过几眼，就震惊于那几首诗词的精妙。问过之后，才知道这几首都是被贬入冷宫的废妃胡妹儿的手笔。原本太后想着直接邀请胡妹儿来她寝宫一趟，自己亲自测一测她的水平。不过想着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诗会了，倒是可以在诗会上再看看她的表现。没想到胡妹儿当真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听到太后夸赞胡妹儿，孟清婉微微点头。太后喜欢诗词歌赋，这胡妹儿能写出这等千古名篇，以后肯定能够获得太后极大的恩宠。母后，那今晚的魁首自然就是这一首《水调歌头》。是。孟清婉在排名榜第1位上写下了胡妹儿的名字。蝶儿，娘娘，让人把这首词摘抄下来，送一份去御书房那一边。是。身旁的女官领旨后，拿着诗词走了。太后站起身，看向底下的众人。今晚的诗会，本宫已经选出了最佳的3首诗词，现在让长公主来宣布吧。太后充满磁性而威严的声音响起，底下的众女都有些期待起来，特别是那些才气出名的后妃，都伸长了脖子听。在这宫内，即便是被陛下所不喜，也不能让太后不喜，不然就是真的没有出头的可能了。而被太后喜欢，即便陛下不上心，也不会讨厌，之后各种恩宠都会随之而来。因此，在场所有人，不仅是后妃、宗室的子弟，以及王公大臣的贵女，也都想获得太后的青睐。孟清婉站起身，各位今晚写出来的诗词，太后娘娘都很喜欢。所谓文无第一，这几首的意境比较符合我和太后娘娘的口味，但不意味着其他人写的不好。第3名是云飞的《望月怀远》，众人鼓掌。第2名是席贵人的《赏月吟》，众人继续鼓掌。第1名，孟清婉顿了顿，场下众人都竖起了耳朵。第1名可以获得和太后娘娘一同共进午膳的机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太后平日里深居简出，很少会和后妃们交流，即便那些嫔妃甚至贵妃都很少能和太后见面，也就一些重要的活动能见一见太后娘娘的盛颜。因此对于能和太后娘娘一同共用午膳亲近一番的机会，众人都很想获得。第1名，胡妹儿的《水调歌头》。孟清婉声音落下，全场都静了一下。这个结果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了。往年能获得这个殊荣的，几乎都是那些身份高贵的妃子，或者背景滔天的贵女。太后借着诗会的名头和他们联络感情，考量的并不只是所谓的才华，还有背后的利害关系。太后何等人物，13岁就在宫内庇护陛下登上大位，自然不会真就因为一些浅薄的诗词就愿意和人亲近。只有才华过人并且背景深厚的人才能获得第1名，往年都是如此。而今年获得这个殊荣的居然是一个冷宫里的妃妃。虽然胡妹儿以前是贵妃，不过那都是3年前的事情了，如今早就不值一提。但现在她居然获得了第1名，在场的人都无比的错愕，特别是一些刚才被太后点名夸赞过的人，原本以为有机会和太后娘娘共进午膳，借此亲近一番，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废妃抢了风头。而听到这个问题消息的徐夫人更是脸色大变，内心惶恐不安。要是胡妹儿讨得了太后娘娘的欢心，恢复了贵妃身份，凭借胡妹儿那能和皇后扳手腕的手段，自己可就危险了。台下，胡妹儿听到孟清婉说出自己的名字，欣喜不已。她虽然知道自己的陆景的那一首《水调歌头》写得很好，不过她身为曾经的贵妃，自然知道这诗会拼的不仅仅是文采，还要看地位和身份。太后自然是喜欢诗词的，不过她也想借着这个诗会和那些背靠大族的妃子拉近关系，稳固后宫和皇权。即便那首《水调歌头》真写得很好，太后很喜欢，为了政治方面的考量，相比之下，太后或许也会让那些贵女拔得头筹，最多诗会结束后找自己见一面。但现在拔得头筹的是她，可见这首《水调歌头》对太后的震撼程度了。啪啪啪，掌声响起，起头的是太后。众人这才反应过来，连忙鼓掌祝贺。胡妹儿听着周围的掌声，只觉得胸中意气风发，腰板都挺直了几分。宣布完这次诗会的优胜者，太后把胡妹儿3人叫上高台，亲自给几人颁发了自己的墨宝。之后，太后又赞扬了几个诗词写得不错的妃子以及王公贵女，然后又是一番总结，整个诗会就算是结束了。之后，众人退散离去。胡贵妃，胡妹儿正想离开，太后忽然叫住了她：“太后娘娘。”胡妹儿心中惊喜，转身行礼：“本宫明日在锦绣宫为你设宴，我们一起用午膳，探讨一下诗词歌赋吧。”太后笑着说道：“是。”胡妹儿无比的开心，和太后娘娘用膳，要是能给她留下好印象，
自己就算不能回正宫，也能凭借攀附圣宠重新获得地位。到时候能不能回正宫，那又何妨？心中如此想着，胡妹儿和太后告别，美滋滋的来到台下。终于结束了。台下的陆景看着回来的胡妹儿，心中无奈吐槽：这古代的娱乐方式太过于匮乏，这种无聊的诗会居然是中秋节的节目，还不如让自己在冷宫里睡女人来的开心。虽然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美女，不过都只能匆匆看一眼，没能大饱眼福。随后胡妹儿带着陆景离开，走出御花园。娘娘，恭喜您了，获得了本次诗词大会的魁首。陆景笑着拱手恭贺。胡妹儿笑了笑，看向陆景，满眼都是崇拜。今天多亏你了，没有陆景，别说拿到今天的魁首了，就算是来参加这诗会，以他的能力都做不到。胡妹儿内心对于陆景是真的无比的感激。陆景一怔，从胡妹儿眼里看到崇拜的神色，倒是罕见。他笑笑：娘娘，您是我主子，为您排忧解难，是奴才我应该做的。不，胡妹儿摇头，你不是本宫的奴才，你是本宫的朋友，甚至是本宫的恩人。胡妹儿不记得陆景帮过自己几次，只知道陆景到来后自己过得很顺，很开心。她早就把陆景当作朋友，当作可以依靠的人。陆景有些感动，有些欣慰。这女人这么高傲，看不起太监，如今内心终于被自己融化了一些。不过她不只是想止步于当胡妹儿的朋友或者恩人什么的，她要当她的男人。娘娘，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您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竭尽全力。胡妹儿也欣慰地点了点头。不够，我明天要去和太后娘娘用膳，要是露馅了怎么办？胡妹儿又有些担心地问道。她说完，下意识地看向陆景，寻求他的意见。娘娘，您明天用膳，我估计没办法开口帮您写诗写词了。唉，胡妹儿有些发愁，到时候万一太后娘娘又出题考我，我要是答不上来。想到这，胡妹儿有些焦虑。娘娘，您就说您创作佳作需要时间，起码要3-5天来琢磨遣词造句，今天以及之前那几首都是提前写好的，到时候把题目拿回来给我写就行。好主意。胡妹儿明媚一笑，居然开心地握住陆景的手。娘娘，陆景赶忙抽回手，低声提醒。旁边有人。虽然胡妹儿的手很滑，不过陆景可不想被人说两人之间有私，引起麻烦。胡妹儿一怔，这才反应过来两人还没回冷宫，看了一眼周围，幸好没人看他们，她松了口气。和来时一样，胡妹儿坐着马车，陆景走路，两人回到了太和宫。下了马车，胡妹儿和陆景一同走进了寝宫。红儿，这可是太后娘娘的墨宝，得要裱装起来挂在大厅里。刚到寝宫大堂，胡妹儿就爱不释手地看起了太后赐给她的一幅亲笔书法。书法的内容是太后自己写的一首诗。太后的书法技艺也不错，能看出很有水平。不过在陆景这等大师级别的存在眼里，也就那样，只能说还不错。娘娘，您获得太后的墨宝赏赐了。红儿神色激动，跑过来接住那幅书法。要是胡妹儿能获得太后的恩宠，回到正宫，她也能有沾光。当然，主要是打心里为胡妹儿开心。多亏了陆景。胡妹儿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她一路上都在笑，开心极了。陆景笑了笑，没有反驳。红儿去装裱太后赐予的书法，陆景拱手道：娘娘，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陆景有些饿得厉害，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想回去填饱肚子。陆景，你想要什么赏赐吗？胡妹儿忽然问道。陆景帮了她这么多忙，自己都没怎么赏赐她，胡妹儿心里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而且总是让陆景付出，却不给他好处，他也担心陆景对自己不再忠心，不再什么事都帮自己。毕竟几乎没有什么付出是完全不图回报的。如果是一般的太监，胡妹儿自然不会考虑这些事情，不给自己办事就砍了。但陆景不一样，没人能代替他，特别是他还要靠陆景讨得太后娘娘的欢心。娘娘，我不喜欢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赏赐什么的就不需要了。小钱陆景看不上，大钱胡妹儿又没有。陆景想不出胡妹儿能赏给自己什么东西。武功秘籍呢？我给你找几本。娘娘，我最近没精力学，还是算了吧。陆景那2门武功都没完全大成呢，还不想学其他武功。不行。胡妹儿佯装版起脸，你今天必须说出你需要我给你点什么，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陆景看着胡妹儿那佯装生气又有点撒娇的敌样子，觉得可爱又诱人。胡妹儿的魅力和夏晴岚和江雅丹都不同，那是极致的妩媚，一颦一笑都在流露属于女子的魅惑之力。陆景看着胡妹儿那娇媚的脸蛋和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不禁咽了咽口水。娘娘，要不您亲我一口。你说什么？胡妹儿愣了一下，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糟糕，陆景也反应过来，
暗自骂了一句，自己被胡妹儿美色冲昏了头脑，一下子没忍住说出了心里话。他立马跪了下来：“娘娘恕罪，您太美了，奴才我一时间昏了头脑，说出了大逆不道的话，请您责罚。”陆景知道胡妹儿大概率不会责罚自己，最多心里不舒服，不过面子工程还是得做一做的。胡妹儿看着跪在地上的陆景，咬了咬牙，神色纠结：“没事，你起来吧。”是。陆景松了口气，果然他没舍得责罚自己，要是刚见面那会儿，要是自己敢这么说，自己的直接被拉去砍头。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娘娘，那我就先。陆景抬头，刚想和胡妹儿告别不，就见一阵香风拂面而过，一双红唇陡然轻轻吻到了自己的脸颊上。陆景只觉得全身酥麻了一阵子，他并不是没经过人事的铜蛋子，但是此刻被胡妹儿吻了脸，内心依旧荡漾不已。娘娘。陆景看向胡妹儿，有些激动。胡妹儿这么高傲的人，现在可以主动亲自己，以后再突破底线应该就不难了。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胡妹儿脸红如血，不敢再看陆景。她刚才脑子一热就答应了陆景的请求，如今回过神，实在是觉得有些难堪。自己一个贵妃居然自动亲一个太监，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要是被人知道，胡妹儿有些不敢想。你先回去吧，明天中午来找我，跟我一起去赴宴。你进不去，在太后寝宫外等我就行，这样我能安心一些。胡妹儿说完，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陆景脸上带着笑意离开了太和宫。陆景走后，胡妹儿又从房间里面出来，坐在了茶座旁。呼，她吐出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她刚才心脏砰砰跳得厉害，如今终于缓过来了。想起刚才亲陆景的感觉，她依旧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她居然会答应陆景如此无理的请求，我这只是为了报答他对我的帮助。胡妹儿在心中如此告诫自己，终于拿到了一些回报。陆景走出太和宫，摸了摸脸上刚才被胡妹儿亲过的地方，很是开心。胡妹儿如此高傲的性子，如今都能主动亲自己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距离让他甘愿为自己宽衣解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陆景刚才被胡妹儿那一吻弄得有些难受，于是来到了秦其韵的寝宫。他好久没宠幸过秦其韵，得好好和她叙叙感情。他直接翻墙进入秦其韵的房间，时间已经很晚了，秦其韵还正在偏厅看书。陆景走了进去，秦其韵听到脚步声，抬头就看到了陆景，顿时就面露惊喜神色。你怎么来了？有没有想我？陆景笑着摸了摸她光滑的脸蛋，把她拥入怀里。想，很想。秦其韵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陆景好几天没来找她，她是真的无比的思念他。有时候会想着让侍女去找陆景，让他来找自己，但是想想又放弃了。陆景不来，肯定有自己的事要忙，他毕竟是长氏大公公，自己把他叫过来也太不矜持了。想我什么？陆景笑着问。想，秦其韵想说的话卡在嘴里，有些说不出口。哈哈，陆景哈哈大笑，把他抱了起来。那行，不浪费时间了。第二天醒来，秦其韵还在睡。陆景饿得厉害，昨天一天基本都没吃东西。原本想从太和宫出来就去吃饭，但是怕过来太晚，秦其韵已经睡了，就没去吃，直接来找秦其韵。昨晚又费了不少体力，如今饿得有些头昏。他利索的穿衣，直接去往膳房，让膳房的伙计给自己煮了7、8人份的食物，提着食物回到了自己的院子，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顿，陆景才逐渐恢复了元气。爽！陆景放下了筷子。如今我差不多拿下了整个冷宫，但是我的身份……陆景剔着牙，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王公公已经死了，自己的名字很快就会挂在内务府的名册上，要是被有心人调查到自己武王府世子的身份，只怕会有麻烦。唉，算了，多想无益。陆景摇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他心刚定下来，门外忽然有人敲门。公公，进来。小芳子推门而入。怎么了？小芳子看着陆景那空掉的酒杯，给他续上一杯，才开心地说道：公公，那王公公估计真死了，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据说内务府查不到他的出宫记录。陆景神色淡淡，死就死了。小芳子拱手恭贺：公公，恭喜您。陆景成了唯一的大公公，他凭借陆景的权势，也算这冷宫里大人物，连内务府的人刚才都在和他攀关系。陆景斜眼看向小芳子：小芳子，以后这宫里的事，大事你再来通知我，小事自己处理，明白了吗？这小芳子底子干净，喜怒都在脸上，倒是一个好掌控的人。陆景想把她培养成自己能用的人。陆景平时懒得管那些杂事，全都交给小芳子就行。听到陆景的话，小芳子神色大喜，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半个长氏大太监？多谢公公。行了，去吧。是。快到中午，
陆景来到胡妹儿的寝宫，娘娘，怎么样？胡妹儿仿佛已经不记得昨天的事情，让陆景看看自己今天的穿着。陆景打量了几眼，胡妹儿穿得庄重得体，既漂亮又有气质。娘娘很不错，那就好。听到陆景的话，胡妹儿满意的抿嘴笑笑。走吧，我们一起进宫，到时候你在太后娘娘寝宫外等着我，红儿和我一同进入锦绣宫。是。随后三人一同出门，门口一辆马车在候着，不是昨天的马车，而是一辆装修奢华、贵气十足的马车。娘娘，这马车，刚才陆景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辆停在胡妹儿寝宫的马车。马车车架由金丝楠木制成，车辕鎏金，车帘是紫色的蚕丝锦缎珍珠帘，这等配置非地位尊贵的人不能拥有。胡妹儿难掩内心的激动，道：这是太后娘娘的御驾。御驾？陆景吃了一惊，太后居然如此看重胡妹儿，不，应该说是看重自己。太后娘娘特地让她的御驾来接我。胡妹儿开心的同时也有些忧虑，她真怕等会儿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今早醒来她就开始看各种有关诗词的典籍，为中午和太后的午膳做准备。恭喜娘娘。陆景拱手。胡妹儿摆了摆手，还不一定什么结果呢。她说着和红儿一同上了车，陆景跟在马车后，三人来到锦绣宫外。下了马车，一个侍女已经在门口候着。您是胡贵妃吗？是我。胡妹儿颔首。侍女将胡妹儿和红儿引入宫里，陆景就在外边等着。原本陆景来不来都无所谓，毕竟他进不去。不过胡妹儿觉得陆景在寝宫外等着他，他会更加安心，于是就让陆景过来了。等待的时候，陆景看了一眼太后寝宫门口的两个持剑护卫，两人气质沉稳，虽然站位的姿态显得有些懒散，不过却让人不敢忽略其实力。高手。陆景心中暗叹，太后是景帝最为尊敬的人，保护她的人必定不弱。这两人虽然没有显露气势，不过陆景的直觉告诉他，他们不会比自己弱。似乎高手们总是有种气质，这种气质说不清道不明，是修为高深之后又长期处于自信心态而产生的某种感觉。我虽然已经达到一品，倒是由于进境太快，身上还没有这等长年累月酝酿出来的气质。陆景倒不是希望自己太引人注意，没有所谓的高手风范也好，不会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一直等到午后，胡妹儿终于从锦绣宫出来了。出来的时候，胡妹儿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娘娘如何了？陆景连忙上前问道。应该表现得还不错，我和太后聊了一些有关诗词的见解，太后听完看起来还是很满意的。胡妹儿显然心情很好，指了指红儿手中的精致小盒子，道：吃完午膳，太后娘娘还送了我一些甜品小吃呢。那就好。陆景松了口气。胡妹儿表现得好，要是能获得太后的好感，或许自己有一天也能沾沾光。不过太后娘娘给了我一道题，让我回去再写一首诗词给她看看。什么题？太后娘娘让我写一首风格豪迈大气风格的诗词，3天后拿来给她。豪迈大气风格的诗词啊？陆景在脑海中搜索了一番，倒是很快就有了选择。不过他不能这么快写出来。怎么样，能行吗？胡妹儿略微有些紧张地问道。陆景笑了笑，娘娘，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所以自然是行的。胡妹儿听到这话有些开心，不过还是白了陆景一眼。你现在可不是男人了。说完他顿了一下，不好意思，陆景，我不是故意嘲讽你的。胡妹儿赶忙给陆景道歉。他知道太监一般都很在意这个问题，即便嘴上不以为然，内心肯定也不舒服。更何况陆景这等才华横溢、面容俊秀，还是强大武者的人，自尊心很会强，想来他入宫肯定是有什么隐情，不可能是自愿的。一般太监胡妹儿自然不可能给他道歉，但是对于陆景，胡妹儿却是很是在意。陆景笑着摆手，娘娘不碍事，您给我2天时间想一想，我过2天就能让您知道我行不行了。自己还真不生气，自己是不是男人，那一晚胡妹儿的体验应该很清楚。那好，走，我们回去吧，我今晚请你吃饭。多谢娘娘。锦绣宫，太后和孟清婉相对而坐。清婉，你觉得如何？此女谈吐得体，不卑不亢，倒是还有几分贵妃娘娘的姿态。要是没有皇后，只怕这凤位真的落到她手里。孟清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刚才太后宴请胡妹儿，她也在场。太后笑了笑，我是说，你觉得她诗词方面的见解如何？倒是有些水平，不过什么？那些诗词，我感觉并非她所写。哦，太后显得有些诧异，何出此言？母后，您给我看的那几首诗词，风格各异，有婉约的，有豪迈奔放的，风格跨度之大，我总觉得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孟清婉沉吟了一下，
更何况那位胡贵妃虽然刚才说的头头是道，不过也仅仅浮于表面，她以往没显露出太大的才气，如今又怎么突然能写出这等诗词呢？而且我观她的性子颇为高傲，算不上小家子气，但也大气不足，不像能写出那些如此豪迈大气意境诗词的人物。今早孟清婉和太后一同鉴赏胡妹儿的那几首诗词的时候，总觉得这几首诗词风格差异太大了。虽然不是说婉约派的诗人就写不出大气豪迈风格的诗词，但是能写出如此精品，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不过他没说出来，毕竟没有证据。如今既然太后问了起来，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太后静静听着孟清婉的分析，只是平淡的点了点头。所以你觉得有人给他代笔？孟清婉摇了摇头。太后有些愕然，那你是什么想法？母后，我不知道。孟清婉如实说道。那几首诗词每一首都能流传千古，如果真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等人物又怎么愿意给人代笔呢？只怕如今那几个最为炙手可热的大才子都写不出其中任何一首。至于说是多人给他写的，那更不可能了，连您都做不到找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人，更何况他一个废妃。太后抿了一口茶水，你说的很有道理。母后，那您觉得呢？您认为这些诗词是那胡妹儿写的吗？太后精致绝美的脸蛋显得很是平静，笑了笑，不清楚。他顿了顿，不过是不是他写的不重要，只要诗词的水平不错，本宫都不在意，有的看就行。那您怎么又让那胡贵妃写豪迈大气的诗词？孟清婉神色古怪，她觉得太后让胡妹儿写这等风格的诗词，就是在考验胡妹儿。他们今天已经大抵摸清了胡妹儿的心性，如果她还能写出那些很是大气豪迈的诗词，很可能就能说明有人给她代笔。当然了，也只是有可能是代笔而已。万一胡妹儿在诗词一道上的天赋异于常人，什么风格的诗词都能把握，那也有可能。太后神秘一笑，我最近比较喜欢这个风格的诗词。孟清婉，行了，你不是说要去冷宫看看那夏晴岚、夏贵妃吗？做你的事去吧。太后拿起一旁的诗词，准备再欣赏一番。儿臣告退。孟清婉起身给太后行了一个礼。清婉啊！太后忽然又叫住了孟清婉。母后，你们之间没有可能的。太后语气悠悠。孟清婉一愣，然后默然点头。儿臣明白。他说着转身离开了。太后望着孟清婉离去的背影，叹了口气，这么漂亮的妮子居然喜欢女人，而且喜欢的人还是皇帝的女人，哎，真让人头疼。陆景陪着胡妹儿回到寝宫，胡妹儿想着今晚宴请陆景吃饭，答谢他。不过见时间还早，还不到吃饭的时候，陆景就先离开了太和宫，想着晚一些再回来。离开了太和宫，陆景前往夏晴岚的云溪宫。挥退侍女，陆景走进夏晴岚的房间里。夏晴岚看到陆景，满眼的爱意。她现在已经离不开陆景了，陆景才2天不来，她就思念得很。陆景坐下到夏晴岚身边，把她抱到自己大腿上，和她腻歪了一阵子。对了，姐姐那边怎么样了？夏晴岚被陆景亲得浑身燥热，连忙找个话题转移自己的心潮。昨天我和她去参加了太后的诗会，写的诗词被太后称赞为千古名篇，获得了太后的称赞。陆景颇为得意。你真厉害。夏晴岚适时夸赞自家男人，她是真觉得陆景厉害，不仅是诗词书法方面的，还有身为男人方面的能力。那当然，不厉害怎么征服你？陆景嘿嘿一笑。夏晴岚白了陆景一眼，然后笑盈盈地问道，那你是不是也想征服我那姐姐？陆景没想到夏晴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肯定也想拿下胡妹儿，不可能为了夏晴岚一个人就放弃整个后宫的美人们。夏晴岚靠在他的怀里，柔声道，放心吧，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不会要求你只有我一个女人的。你不吃醋？吃醋又有什么办法？你这么优秀，未来的女人不会少，我又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哪来的立场管住你？夏晴岚语气悠悠，这等事她入宫后早就认命了。那些话本小说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厮守一辈子的故事，她知道只在小说中存在，况且她本就是皇帝的女人，皇帝那么多女人，她也不觉得有什么。自己做不了陆景的妻子，陆景做什么她确实没理由去管。陆景这么一个优秀男人，在这充满寂寞妃子的寝宫里，简直就是乱杀。与其便宜了其他后妃，还不如便宜自己的好姐妹。我只要你能偶尔陪在我身边，就知足了。夏晴岚蹭了蹭陆景那温热的胸膛，语气中满是爱意。放心吧，以后不管如何，你都是我的女人，我不会不要你的。陆景摸了摸她的脑袋，古代的女人就是通情达理，自己当渣男都无所谓。那就好。夏晴岚笑笑，你还没回答我那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想收了胡贵妃吗？
夏青兰和他对视，认真的问道：香？陆景也不再掩藏。夏青兰点了点头。他见陆景对胡妹儿那么殷勤，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如果陆景只是一个太监，那或许只是想着巴结胡妹儿，但他是一个功能正常，甚至是有些超标的男人，在胡妹儿面前如此表现，其中的想法夏青兰看得很明白。要不我帮你吧？夏青兰忽然道。陆景一怔，你说什么？我帮你拿下胡贵妃？他语气认真，这话一出，把陆景搞得有些不会了。好家伙，夏青兰这是要帮自己攻略胡妹儿，这通情达理的有些过分了吧？你没开玩笑？没有，姐姐没有男人滋润，久了对身体和情绪都不好。陛下那边应该没什么希望了，即便姐姐能回到正宫也不行。我前几日从林夫人那里听来小道消息，据说陛下已经好久没有灵性后妃，即便姐姐能回正宫，只怕也等不来陛下的恩宠。皇帝好久没灵性后妃了。陆景眼睛微眯，据说上次灵性后妃已经超过1年，那后妃是正宫内的徐夫人，名叫徐清河，至此之后就没再灵性后妃。徐清河，那不是那位身材超纲的嫔妃吗？陆景内心震惊。为什么？陆景问。不清楚。夏青兰摇头，那林夫人家中有些门道，能打听到不少宫内的消息。我和那林夫人有些交情，她才愿意告诉我这些事情。这狗皇帝不会身体不行了吧？陆景心中有些荡漾，他之前还有些担心，要是胡妹儿被太后看中，真调回正宫了，会不会被那狗皇帝看到，然后兽性大发？不过既然他都已经1年多没有灵性过后妃了，只怕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此一来，陆景倒是可以放心一些，不怕胡妹儿被他碰。嗨，陆景咳了一声，看向怀中的夏青兰，你刚才说帮我拿下胡贵妃？夏青兰戏谑一笑，怎么等不及了？没有，就是好奇你想怎么帮我。陆景尴尬挠头，他确实有些等不及了。胡妹儿这等极品，一天不被自己拿下，他内心就好像被痒痒挠抓着，总是瘙痒难耐。主要还得靠你，我最多只能帮你吹吹风，引导他的想法。如果你需要我配合你做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夏青兰道。陆景点了点头，确实这等事情还得靠自己，不过要真能让夏青兰帮自己吹吹风也够了。你真懂事，爱死你了。陆景抱起夏青兰就想走到床边，咚咚咚，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陆景眉头一皱，小婉他们怎么这么没眼力见？自己关门想做什么，他们这都不明白。陆景正想开口呵斥门口的侍女，就听小婉开口道：娘娘，长公主殿下求见。长公主。夏青兰愣了一下，连忙让陆景把自己放下。这长公主殿下来的正是时候。陆景无奈摇头，自己刚来兴致，孟清婉就来打扰了自己的好事。不过她来做什么？陆景有些好奇，难道是来探查有关刺客的事？我和长公主相识多年，我去偏厅见一见她。夏青兰听到长公主的名字，脸色有些不自然。哦，你还认识静安公主？陆景有些诧异。我们从小就认识，以前是好朋友。可以啊，没想到你还有这等背景，可以找她当靠山了。陆景笑着打趣，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入宫之后就再也没和她见过面了。据说她后来去带兵打仗，战功卓著，我为她感到开心。夏青兰缓缓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回忆。误会？陆景投去探寻的目光。那个，我之后再和你说，我先去见她。夏青兰不想多说这件事。那行，你们叙叙旧，我在你房间等你。好。云溪宫的大堂，一身黑色长裙的孟清婉坐在茶桌上，目光一直看向屋外。踏踏，脚步声响起，一个气质温婉端庄的女人从屋外走了进来。见到来人的面容，孟清婉神情有一瞬间的呆滞。几年不见，夏青兰青涩的气质褪去，变得更加的丰腴，气质更加温婉，更加漂亮。她不再是少女模样，而是成熟的妇人。多年不见，她还是这么漂亮，甚至因为岁月，气质和长相更加迷人起来。她还是那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她深吸了一口气。青兰，好久不见。长公主殿下，好久不见。夏青兰笑着回应，在孟清婉对面坐下。刚才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在房间里休息？孟清婉率先关心地问道。她来的时候，侍女说夏青兰在自己房间里休息，所以她才这么问。没事，昨晚没睡好，躺一躺。夏青兰说着，心虚地低头，这才注意到胸口的扣子被陆景打开，于是连忙扣上。原来如此。孟清婉点头。两人沉默了一瞬。你最近如何？孟清婉灼热的目光看向夏青兰。挺好的，在这冷宫里没人欺负你吧？孟清婉听说在这冷宫里尊卑意识没有这么强烈，
以前地位高贵的人，如果宫外没有背景，可能会被地位更低倒是有背景的人欺负。夏晴岚以前是贵妃，父兄皆是朝中大臣，如今成了弃妃，家族被流放，孟清婉担心她会被人欺负。夏晴岚笑着摆手，没有，冷宫的胡贵妃是我的好姐妹，没人敢欺负我。那就好。孟清婉点头，语气恳切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和我说，我一定帮你，甚至把你调回正宫也可以。不用了，我觉得在这冷宫里也挺不错的，我很开心，很幸福。夏晴岚婉拒了。孟清婉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痛苦神色，你不用强撑着，我不会再纠缠你，只是想帮你。孟清婉觉得夏晴岚说自己很开心，是在说气话，被贬冷宫怎么会开心呢？她觉得夏晴岚是不想再和自己有什么牵扯，才这么说。夏晴岚笑道，真的，我现在过得很幸福，除了担心我父兄，其他的都很好。你父兄他们？孟清婉有些欲言又止。夏晴岚挑眉，殿下，您有他们的消息？孟清婉摇头，自从知道他们的遭遇，我就曾派人去寻找他们，不过没有音信。孟清婉相信夏承香和夏御史的为人，不过却也没有能力为他们平反，那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他私下派人去找过他们，想保护起来，却没找到。没有消息也好，起码可能还活着。夏晴岚神色哀伤，勉强的笑着。夏承香他们的事，我下次上朝会和陛下说的，你放心。孟清婉承诺道。陛下最近一直不上朝，孟清婉想为他们鸣不平，也没办法做到。如今除了太后，几乎没人能主动见到陛下，但是太后不管朝政，因此不会管这些事情。多谢殿下。夏晴岚却是不怎么抱希望，而且就算能平反，他父兄也回不来了。气氛再次变得安静起来。孟清婉咬了咬牙，我们之间是否……殿下。夏晴岚忽然出声，语气认真道，我有心爱的男人了。孟清婉一怔，满眼失落。可是陛下都把你贬到冷宫，还让夏承相他们被流放，你竟然还爱他。孟清婉觉得自己这话当真大逆不道，不过他还是说了出来。夏晴岚神色淡淡，我依旧爱我的男人，他喜欢的是陆景，不是那让他家破人亡的皇帝。孟清婉面露痛苦，过了一会儿才长吐出一口气，我尊重你。孟清婉从小和夏晴岚长大，她的性子和男子一样争强好胜，而夏晴岚性子温和谦逊，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深深地吸引了她。孟清婉强势的性格，加上她是太后娘娘的干女儿，是尊贵的长公主，使得几乎没有同龄女子愿意和她一起玩。是夏晴岚主动找她，她才有了朋友，两人成了好朋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原本她只是觉得夏晴岚性格好，自己对她有好感很正常，但是后来夏晴岚要入宫为妃，孟清婉突然就变得惶恐起来。那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喜欢夏晴岚，自己喜欢女人。她和夏晴岚袒露心声，想和她一起私奔，但是夏晴岚拒绝了，只是把她当成了好朋友。最后夏晴岚入宫当了后妃，孟清婉尊重她的选择，毕竟她一个被钦定妃子，要是逃跑，整个夏家都得承受陛下的怒火。不过她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女人成为其他男人的欲望工具，因此她主动请缨加入军队，去麻痹自己。在军中几年，她对于夏晴岚的感情确实淡了不少，但是如今再看到她，内心的情愫再次涌起。夏晴岚看到了孟清婉眼中的失落，心中颇感无奈。孟清婉喜欢自己，这是她知道，不过她只把孟清婉当成少时的好友，至于说其他情谊，比如说爱情，那是真的没有。她没想到孟清婉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放下。殿下，您该找个能降得住您的男子过日子，那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夏晴岚觉得孟清婉只是太过于要强，没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才不喜欢男人。就像她自己一样，以往虽然向往爱情，但是却从不奢望。如今遇到陆景，心才安定了下来。孟清婉要是能找到一个比她强的男人，或许就不会继续喜欢自己，会愿意守着一个男人生活了。找个男人。孟清婉摆了摆手，面露厌恶，那些臭男人有什么好的？其他的不说，统领里连找个比我强的都找不到。好吧，说的也是。夏晴岚有些无奈，前些年自己还未入宫，孟清婉据说就是强大的2品巅峰武者，如今估计实力更强了很多。同龄人里想找到比他还强的男子确实不容易。隔壁房间里，陆景听着两人的对话，面露古怪神色。这两人之间的对话怎么听着这么奇怪？孟清婉不会是喜欢夏晴岚吧？这两个女人，那个画面，陆景想想都觉得有些刺激。静安公主是百合，陆景眼中金光大冒，有点意思啊。不过她居然想抢我的女人。想到这，陆景又有些无语起来。夏晴岚没被皇帝看上，
反被一个女人看上了。不过夏晴岚都已经是自己的新号状，孟清婉抢不走，她对此倒不担心。她继续偷听两人的对话：您不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以后陛下也会给您赐婚的。大堂内，夏晴岚好言提醒道。孟清婉叹了口气，再说吧，她今年已经24岁，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当年要不是参军，只怕已经被陛下赐婚给某个王公大臣的子嗣，或者去和其他王朝联姻。如今她从军中回来，估计没多久就得被陛下提起赐婚的事，太后也想让她赶紧嫁人。她最近也在为这个问题发愁，一想到自己要和一个男人同床共枕，她浑身都觉得难受。两人又闲聊了一阵，孟清婉最终依依不舍地和夏晴岚告别。夏晴岚把她送出了寝宫大门口。过了一会儿，夏晴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看到了坐在床边看向面带戏谑盯着自己看的陆景。怎么了？你不想向我解释些什么吗？陆景把夏晴岚拥入怀中，笑着问道。你是说有关长公主的事？她喜欢我，喜欢很多年了，所以她是百合。夏晴岚声如蚊音，有些难堪。哈哈，陆景有些憋不住笑，没想到看起来如此高傲要强的长公主殿下居然喜欢女人，有些出乎意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夏晴岚看陆景笑得开心，撇嘴问：你笑什么？我笑那长公主对你爱而不得，但你却是我能肆意放纵的女人。陆景狠狠地亲了一口夏晴岚，满脸的骄傲。身为长公主，是太后干女儿的孟清婉，地位如此尊贵，她得不到的女人如今对自己百依百顺，当真是让她心中有些自豪开心。夏晴岚嗔了陆景一眼，娇羞地躺在他怀里。刚才被打断，我们继续吧。陆景嘿嘿一笑，抱起夏晴岚，刚准备办事，晴岚，房门外一声清脆的声音陡然响起，两人浑身的热血都凉了下来。是孟清婉的声音。陆景还没来得及把夏晴岚放下，脚步就已经踏进了房间里。我刚才……孟清婉的声音一顿，他看到了抱着夏晴岚的陆景。该死的狗东西，你在干什么？孟清婉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只觉得气血上冲，立马愤怒地咆哮。他一个踏步冲到陆景和夏晴岚面前，猛然推开陆景，把夏晴岚拥入了自己的怀里。陆景被推倒在地，身子撞到了桌子。不要！夏晴岚脸色微变，连忙出声制止。你这狗奴才，想做什么？孟清婉神色惊怒，眼神几乎要杀人。陆景连忙跪倒在地，俯首道：长公主殿下，奴才我刚才来找贵妃娘娘，看到娘娘晕倒在大堂内，上前问询，得知娘娘身体不适，征询了娘娘的同意，奴才我才把娘娘抱回房间休息，准备待会儿去找太医给娘娘看看，没有任何对娘娘不敬的意思。不信您问问贵妃娘娘。孟清婉皱眉看向夏晴岚。晴岚，是这样吗？有我在，你放心地说。夏晴岚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是的，清婉，刚才你离开后，我一站起身就头晕得很，摔倒在地，幸好陆公公刚好过来，看到了我的情况，于是征得我的同意，才把我送回房间休息。孟清婉闻言，面色这才舒缓了下来。他刚才看那场景，还以为是陆景准备胁迫夏晴岚做什么事情呢。至于是不是夏晴岚想和陆景苟合私通，他压根不会这么想。夏晴岚可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怎么会和一个太监做那等事呢？如果不是陆景强迫的，那就真是自己误会了。想到这，他面带歉意地对陆景道：那个谁，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说完，他又补充道：不过下一次这等事情让侍女来做就行，你一个太监不适合碰到贵妃娘娘的跪体。陆景嘴角一抽，他刚才听到孟清婉向自己道歉，心里被孟清婉推倒下的怨气已经消散，但他那下一句又让他心里的火腾的一下起来了。什么叫自己不适合碰下晴岚的身体？自己不仅碰了，还深入交流了呢。你敢看不起我？等下的狠狠地向夏晴岚找回面子。陆景在心中暗自下了决心，长公主殿下教训的是，奴才我刚才一时心急，就忘记了尊卑有别。陆景恭敬回道：你出去吧。孟清婉甩手：是。陆景抬头和夏晴岚对了一眼，然后离开了房间。你没事吧？我让太医来给你看看。孟清婉说完，转身就想去找太医。夏晴岚拉住了他，摇了摇头：没什么，老毛病了，太医看了也没用。他其实没什么毛病，要不是孟清婉突然跑回来，他现在会很开心。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给你带了一些礼物，刚才忘记给你带进来了，上了马车才记起来。我已经让人把东西放进你的库房，谢谢你。孟清婉笑了笑：我们之间不必如此客气。你身体不好，那就先休息吧，我走了，有事可以拿着这块身份牌让人去找我。说着，孟清婉递给夏晴岚一块令牌，这是他恳求太后拿来的身份牌，
拿着这块牌子，可以出入宫内的大多数地方，不必拘泥于这冷宫里。好，等孟清婉离去后，过了小一会儿，躲在后花园的陆景才回到夏晴岚的房间。他不会又跑回来吧？我等下可再找不到什么理由了。陆景盯着房间门口，真担心孟清婉又杀一个回马枪。看到他在夏晴岚的房间里，应该不会了吧？夏晴岚也有些担心，要是孟清婉发现自己和太监苟合，夏晴岚想到那个场景都有些害怕。两人等了一阵子，没发现孟清婉有回来的迹象，陆景才化身恶狼。在夏晴岚那里开心完，陆景又来到了胡妹儿的寝宫吃饭期间，胡妹儿对陆景颇为殷勤，督促他要好好写诗。陆景看着之前高傲的胡妹儿居然如此讨好自己，觉得有些好笑，他满口答应。在胡妹儿那里吃完饭，待到傍晚，陆景才离开。刚好路过王公公的住所，陆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罗公公手底下的瘦高太监。他正从王公公的住所里出来，一起过来的还有负责伺候王公公的一个小太监。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瘦高太监从院子里走出，眉头微皱。王公公居然被那刺客给弄死了，如今他们在这冷宫内没有抓手，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陆景。陆公公，伺候王公公的小太监见到陆景，连忙行礼。那天陆景召集冷宫的所有太监和宫女，幸亏他去了，不然要是和王公公那几个干儿子一样被重打几十大板，他得失去半条命。陆公公，瘦高太监眉头一挑，看向陆景，神色傲慢，你就是那陆景？啪！陆景一巴掌直接扇过去，直接把那瘦高太监扇倒在地。哪来的不懂事的狗奴才，见到咱家一点规矩都不懂，居然敢直呼名讳，活到狗肚子里去了。瘦高太监被扇倒在地，脸蛋直接肿成了猪头。他抬头怒视陆景，我可是陈贵妃。去你的！陆景又对着那人一脚踢过去，虽然已经收力了，但还是把那人踢飞数米远。那人被踢飞，吐了几口血后直接昏迷在地。管你是谁的奴才，自己如今可是大公公，一个没有品阶的太监，陆景完全没必要给他好脸色。陆景淡定地整理了一下衣服，离开了此地，剩下一旁目瞪口呆的小太监。还好刚才没触怒他。小太监一阵后怕，然后有些怜悯了，看向地上的瘦高太监。陆景如今正是立威的时候，这人不及时说明自己的身份，被如此对待也是个活该。心中如此想着，他却还得帮瘦高太监擦屁股，否则自己也得吃不了兜着走。他将瘦高太监背起，连忙去报室找大夫给他看看。陆景今晚养精蓄锐，没有再去找夏晴岚或者秦琪韵双修。第二天醒来，刚洗漱完，门口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的声音。陆景打开门，只见一个老太监正站在门口。可是陆景，陆公公，是我。恭喜陆公公，内务府那边已经通过了胡贵妃的提名，正式封您为这冷宫的掌事大太监，咱家特地过来通知您一声。说着，那老太监递给陆景一份册子以及一个令牌。陆景接过去，发现是自己的任命书以及身份令牌。终于如愿了，陆景心中颇为开心。有了这张令牌，以后去到正宫也可以用着自己的身份去了。恭喜陆公公！老太监笑眯眯地拱手行礼。麻烦公公您走一趟了。陆景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锭，这是给您的辛苦费。老太监见陆景如此上道，给这么大的银子，吃了一惊，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浓郁起来。陆公公，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和咱家说，能办的我一定帮您办。我姓张，在进士房里也有几分薄面，您去进士房可以找到我。多谢张公公。陆景也很客气，两人互相闲聊几句，张公公离开了冷宫。陆景拿着令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吃完早膳，陆景刚想练武，小芳子忽然敲门进来了。小芳子，怎么了？不是说没什么事，不要来打扰我吗？公公，宫内又来了一批妃妃，您要不要去看看？还有他们的住所，您要不要亲自安排？小芳子给陆景倒了一杯茶，笑眯眯地问道。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还是想让陆景来定夺。他听身边的太监说，以往王公公都会当面和那些妃妃讲冷宫的规矩，在他们面前耍耍威风。毕竟这些妃子在正宫那可是他们这些太监的主子，如今落难了，羞辱一番也别有一番滋味。当然这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如今他们来到冷宫，只要身份不是太高，生活条件的好坏几乎全都由王公公来定夺。要是不想住得太差，那还得给王公公一些孝敬钱。如今冷宫的掌事大太监换成了陆景，这可是一大笔收入，小芳子自然不敢私自收入囊中。哦，又来了一批。陆景闻言确实有些兴趣，他想看看来的人里有没有姿色过人的妃子。他们什么时候到？还有半个时辰左右。行，人来了，通知我一声。是。半个时辰后，小芳子来领着陆景来到冷宫的一处广场上。
广场上站着许多身姿曼妙的女子，气质都很好，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人家能出来的。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些人还面带惶恐和不安。怎么这么多人？陆景有些诧异，这广场上起码有50-60人。公公，我听说往年每年被贬入冷宫的，最多也就10来20多人，今年翻了好几倍呢。小芳子在一旁低声说道。陆景点头，一般来说，除了惹怒狗皇帝，让其不开心，会被丢到冷宫之外。年纪大了，或者进宫后一直没被皇帝临幸过，又没有背景，也会被丢到冷宫里。目的是给新人腾出房子。往年一般也就10来个人，最多不过20多个，因此整个冷宫的后妃如今也才200多人。但现在一下子就来了50-60人，难道是因为狗皇帝这1年多来都没有宠幸过后妃，所以那些没背景的女子都被丢进冷宫了？陆景想到了夏青兰和自己说的景帝已经1年多没宠幸过后妃的事情，如今突然来了这么多后妃，似乎印证了夏青兰的说法。陆景扫了一眼在场的女子，都很漂亮，在前世他那个时代，个个都是男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女神，在商 K 里得要好几千才能共赴一晚的极乐，到了结婚年龄，没有个几十甚至上百万彩礼，压根娶不到手。而如今这等女人，景帝看都不看，直接丢进了冷宫，倒是便宜了陆景。陆景继续打量着在场的一众后妃，后妃的等级能从衣服的样式上看出来，如今看她们穿的衣服能知道，这些妃子基本都是才人秀女，贵人都没几个，更别提嫔妃或者贵妃了。看来都是没被皇帝宠幸过，又没背景，然后才被丢过来的。陆景心中了然，这些女子年龄都不大，有些看起来也才17、18左右，居然就被丢进了冷宫里，一辈子独守空闺，也是有些可怜。他目光在那几个贵人才人身上流转，倒是很漂亮，不过陆景看过太多美女，如今的眼光有些挑剔，女人身上没有一定的特质，已经吸引不了他了。陆景继续扫视众人，目光忽然瞥到了某个身影身上，那是一个少女，她体态婀娜，一张精致小巧的鹅蛋俏脸无比的明艳干净，肌肤白皙吹弹可破，唇色粉嫩如樱，显得娇柔可人，看得容易让人产生保护欲。陆景神色正了正，好漂亮的少女，是那种清纯至极的白月光类型。陆景看到此女，突然想到了抖音中带着高马尾纯情女高标签的美少女。少女看起来也就18左右，居然就被投入了冷宫。看衣服仅仅是秀女，估计刚进宫没多久。陆景忍不住多打量了少女几眼，少女似乎注意到了陆景的目光，随即也看了过来，一双清澈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无比的清纯灵动。四目相对之时，陆景内心居然有些紧张慌乱起来，他有种学生时代偷看好看的女同学被发现后的窘迫感。他赶忙移开了目光，他假装轻咳一声后上前几步给众人训话：咱家是冷宫的掌事大太监陆景，陆公公。他声音浑厚有力，喧闹的广场全都安静了下来，将目光投向了陆景。你就是这里的大公公？我是位贵人，赶紧给我安排好食宿，从正宫走到这冷宫里，累死我了，再给我安排2个侍女过来服侍。有贵人还弄不清楚状况，对着陆景抱怨道，他语气傲慢，显然没把陆景放在眼里。陆景眉头一挑，一个贵人还想要侍女？正想开口呵斥，一旁的小芳子率先开口了：陆公公是冷宫的掌事大公公，以后你们的吃穿住行都得仰仗我家公公来安排，要是来到这冷宫里还端着当主子的架子耍威风，到时候连馒头都没有。要是这些人里有嫔妃贵妃之类的，小芳子还不敢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毕竟嫔妃级别的妃子在正宫里会有人脉，不好轻易得罪。不过只是一群最高身份不过贵人的弃妃，她有陆景撑腰，完全不怕。陆景看到小芳子这么懂事，欣慰的颔首，他目光凌厉地扫过众女，有些女子明白自己如今的处境，知道陆景几乎掌控了他们的命运，立马躬身行礼：奴婢见过陆公公。妾身见过陆公公。有了人带头，其余人也都反应过来，连忙对着陆景行礼。在冷宫里见到陛下身边的大太监，他们也非常乖乖行礼。如今被贬，陆景是掌事大公公，权势很大，自然也得行礼。陆景冷眼扫过刚才说话的那位为贵人，冷冷道：身为废妃，还想有侍女服侍，不让你干活赚伙食费就不错了，以为来这是来享福的。虽然内务府有完善的规章制度，说明了各个等级的妃子的待遇，贵人不用干活也能吃饭，不过得罪了陆景，陆景不让他吃饭，他也无可奈何。为贵人脸色一变：公公，妾身刚才多有得罪，您多多担待。陆景冷哼一声，懒得理会为贵人。他看向众人，来小芳子这里登记自己的身份姓名，然后再去找自己的住所。陆景手上有这些妃子的名册，如今让他们过来登记，只是想趁机要银子要宝物。虽然陆景不缺钱，不过能捞一笔就捞一笔吧。自己太清高，
手下人也不好做事。小方子叫来了几个小太监，协助他登记。小方子他们一番暗示过来，众女都明白需要出银子贿赂，以后才能有好日子过，于是纷纷给小方子他们塞钱塞珠宝。登记的时候，陆景一直在关注那个少女，看到了她的名字安妙一。安妙一是秀女，今年刚刚18岁。没多久，众女全都登记完了。公公，这是他们给您的孝敬钱。小方子把一个装满银子、银票以及珠宝的袋子拿给陆景。陆景打开，粗略看了一眼，不算珠宝之类的东西，单说银票和银锭，起码都得有2000多两银子，还不错。陆景点头，怪不得王公公手里能有10000两银子，这冷宫大公公的身份来钱也太快了。要是王公公这些年没拿钱去打点关系，全自己存着，估计手里的资产会更加多。他掏出几枚大银锭，递给小方子：“你们拿去分。公公，我们拿着吧。”陆景摆手：“多谢公公。”小方子笑得龇牙咧嘴：“你根据他们给的孝敬钱，给他们安排好住所。”陆景提醒道：“给的钱多，住的地方就好一些；要是给的少，那就没办法了。管你什么身份，给你一个漏雨漏风的屋子，你也得住着。”公公，我明白。小方子领命，正想离开，陆景又叫住了他：“等等，公公，把名册拿给我看看。”是。陆景接过名册，看到安妙一只交了20两银子，在众人给的银子里属于中下水平。陆景思索一番，吩咐道：“这位安妙一，安秀女，给她安排好一些的住所。安排的位置最好离我那里近一些。”小方子心领神会的点头：“公公，我明白。虽然太监不能办事，但也会有一些癖好。看来公公是看上这名叫安妙一的秀女了。”安排好这一批废妃，陆景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武功。陆景忽然听到隔壁房子里传来了动静：“多谢杜公公。”“嘿嘿，妙一妹妹，别谢我，去谢陆公公吧。”“啊，没事的话，我走了。”陆景听到了隔壁小方子和一个少女的对话声，听名字，想来那少女就是陆景让小方子特殊照顾的安妙一。陆景面色有些古怪，这小方子倒是会办事，直接把人安排到我隔壁来了。陆景周围的几排屋子都是条件很好的四合院，刚修建没几年，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很新，都是青砖白瓦，设施齐全又安全。晚上偶尔会有东厂的护卫巡逻。除了贵妃和嫔妃，他这附近的房子就是冷宫里最好的一批。按理说不给钱没背景，连贵人都不能住到这里。安妙一能住进这里，必然是小方子听了陆景的命令特地安排过来的。陆景原本只是想让小方子安排到附近，没想到他直接安排到了他隔壁，这意思是否也太明显了一些？陆景想着，又摇了摇头。自己身为冷宫掌事大公公，就算被人知道对一个秀女有什么企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又没证据。陆景走出门，准备去看看安妙一。我居然能住上这么好的院子。院子内，安妙一看了一眼周围，一张精致可爱的脸蛋上满是疑惑的神色。他观察了整个屋子，发现这里不仅有独属于自己的厨房，还有客厅、偏厅以及单独的水井之类的配置。屋子很干净，各种用具都有，而且还很新。自己在正宫都得和其他秀女住在一起，生活起居非常不方便。如今来到冷宫，居然能住得更加好。安妙一只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只给了20两银子，怎会得到如此安排？安妙一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知道，只有给的银子足够多，才能住得足够好。给的少了，只能去住那些破烂的房子，平时想遮风避雨都够呛。他也想住得好一些，可惜手里的银子不够用。如今他手里还剩下不到200两银子，还不知道要在这冷宫里待多久，他也不敢花得太多，怕以后需要用钱。于是就跟着其他人一样，交个20两意思一下。没想到居然能住进这么好的四合院。可他刚才明明看到一个和自己交一样钱的他认识的秀女被安排进了一个破旧不堪、屋顶漏了一个大洞的小泥土房。刚才那杜公公说这是掌事大太监陆公公安排的，那陆公公是什么意思？为何对我这么好？安妙一皱眉，难道那个陆公公对自己有什么企图？安妙一忽然如此想到，他害怕地打了一个激灵。他入冷宫之前听一些姐妹说过，冷宫里一些变态的太监仗着内务府不怎么过问冷宫，会把那些低阶的后妃收入房中，平时故意欺压折辱，以此为乐。不过那个陆公公长得这么帅，应该不会是什么有特殊癖好的变态太监吧？安妙一脑海中回忆起陆景的样子，突然又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陆景那么俊秀，看面相都让人有些安心。他觉得陆景不是那种人。呼，安妙一吐出一口气，算了，多想无益处，反正我会武功，不怕他对我有非分之想。他要是敢有什么无耻的想法，我就把他打成猪头。说着，安妙一抬起自己粉嫩的小拳头挥了挥，似乎在给自己打气加油。
但刚自信了一瞬，他的脸蛋又垮了下来。不过，我如今被贬入冷宫，还怎么接近景帝？怎么刺杀他，或者打探情报呢？甚至以后连出宫都没办法出去。想到这，安妙一又有些泄气。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他是大景的敌国大前王朝派来的奸细。他被大前的谍报机构以秀女的身份送入宫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2位奸细也一同送进景帝的后宫里。他原本是3人中最有可能被景帝看上，然后刺杀景帝或者打探情报的人选。毕竟他姿色过人，长相又很清纯可爱，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容易让人放下防备。可惜他入宫1年多了，景帝翻牌子居然一次都没看上他，这让安妙一有些泄气。有一段时间里，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美貌。后来他才知道，景帝已经1年多没灵性后妃了。如此一来，她长得再漂亮也没办法接近景帝，而她的实力又不足以强行刺杀景帝。如今更是被贬入冷宫，前途一片暗淡。正想着，背后忽然有人出声了：“如何？这院子可合你的意？”安妙一被那声音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发现是那陆公公。奴婢见过陆公公。他收敛内心的思绪，连忙行礼。陆景微微一笑：“不用客气，陆公公，这院子是您给我安排的。”他忙问：“还满意吗？”“我很满意，谢谢您。”安妙一声音羞涩，清脆的如同黄鹂鸟的啼鸣声。陆景那是越看越喜欢，这种清纯可人的美少女，陆景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好吧，他对美女其实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平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和我说，我帮你叫膳房的人给你做。陆景笑着说道：“多谢公公。”安妙一有些受宠若惊：“我再给你配一个侍女吧，不然你这么年轻，一个人生活不太容易。”“不用了。”安妙一连忙摆手，这陆公公对自己太好了，他真有些不敢接受。他在正宫都还得干活，毕竟他只是一个最为低阶的秀女，压根没有侍女服侍。如今陆公公居然想给他配一个侍女，刚才他还在怀疑陆景的想法，如今他是没有一丁点怀疑了。他完全确信陆景对自己有某种企图。放心吧，我只是把你当成妹妹看待，你长得很像我入宫之前的妹妹，所以对你起了一些怜悯呵护之心。陆景笑盈盈道，他真想把安妙一当成自己的妹妹，不过是干妹妹。现在这么说，只是想让她放下戒备。妹妹？安妙一一愣。陆景点头，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叫我陆哥哥吧，以后我来保护你。安妙一见陆景一脸真诚的模样，不禁有些感动。他入宫快2年，因为身份的问题过得提心吊胆。前几日看到自己被调入冷宫，更是惶恐不安。如今突然有一个长得俊秀帅气的大太监说想认自己当干妹妹，他内心真有些动摇了。要是能有人庇护自己，他也能在冷宫里有倚仗，活得好一些。想到这，他咬牙思考一番，然后脆生生地开口道：“陆哥哥。”唉，陆景应了一声，他只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被安妙一的这一声哥哥给叫酥了。既然你认了我当哥哥，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哥哥我寻求帮助，知道了吗？我就住在你隔壁，出门右手就是我的院子。陆景语气温和，真就像一个大哥哥对妹妹说的话。我知道了，谢谢你陆哥哥。安妙一有些感动，自己刚来冷宫，还没站稳脚跟，就认了长氏大公公为干哥哥，简直太幸运了。如此一来，自己在这冷宫里也算有了依靠，不怕被人欺负。对了，妙一，我比较忙，有时候不在住所里，你有事也可以找小芳子帮忙，我到时候会和她说你是我干妹妹，她会帮你的。好。安妙一甜美一笑。陆景看着她那天真甜美的笑容，心中有些悸动。这少女长得乖巧可人，非常天真，几句话就认自己当了干哥哥，自己缠她身子，厚着脸皮非要当她的干哥哥，好像有点不当人了。也不能怪我，我只想给全天下的美女一个家而已。陆景在心中厚颜无耻地说道。又和安妙一闲扯几句，陆景离开了他的住所。回到自己的住所，陆景开始思考给胡妹儿写的诗词。他拿来纸笔，风格豪迈奔放的诗词。陆景思索了一下，开始下笔，没多久就写好了。反正只是抄写而已，他压根不需要什么思考时间。不过如今还不能直接拿给胡妹儿，起码得等到后天才能拿给她。中午，陆景去膳房拿了一些饭菜，然后又去找安妙一。陆景进门看到了正在水井旁洗衣服的安妙一。妙一，这些杂活你不用干了，我帮你找一个侍女过来帮你干就行。陆哥哥，不用了，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我不喜欢别人伺候我。安妙一摇头拒绝，他可是大前来的敌国奸细，身边有人的话会很麻烦，怕被发现。那行吧。陆景见安妙一不愿意，也没有强求。他道：那你别洗了，先一起去我那里吃个饭吧。啊，安妙一有些犹豫。
虽然他已经认陆景当了干哥哥，不过还没做好和他关系太亲密的准备，直接去他家吃饭似乎也太过界了。怎么，哥哥请你吃饭都不愿意啊？陆景祥装生气，板起脸道：没有，陆哥哥，我只是觉得太麻烦你了。不麻烦，走吧。说着，陆景也不管安妙一愿不愿意，直接拉着他那细滑的小手带到了自己的住所里。安妙一一开始还想挣扎，后来发现陆景力气大的吓人，自己一个三品武者居然抵抗不了他的拉拽，最后只能被陆景拉进屋子里。院子中的石桌上摆放着6盘菜，鸡鸭鱼肉都有，还有一些糕点。安妙一看着桌子上的菜肴，咽了咽口水。他这个年纪本就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正是馋嘴的时候，但他自从入宫之后就没吃过什么好菜。虽然也不是吃糠咽菜，不至于吃不饱，但是他一个秀女，伙食确实不太好，有时候还得给膳房的伙夫一些钱财，才能吃得好一些，也仅仅是好一些而已。如今看到桌子上这么多好吃的，一时间有些嘴馋，还是一个小馋猫啊。陆景看到了安妙一蠕动了喉口，显然很想吃的样子，笑了笑。刚才还不想来，现在倒是走不动道了。坐下吃吧。陆景给他拿来了碗筷。陆哥哥，真不用了。安妙一还想拒绝，陆景已经把碗筷塞到他的手中。你不吃就是不给我面子，就是不想认我当哥哥。哎，真心换不来真心，真让人伤心。陆景叹了口气。没有没有，陆哥哥，我很喜欢你，我就是怕太麻烦你了。安妙一连忙道。不麻烦，你陪我吃饭，我心情才会好一些。陆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安妙一纠结了一下，眼神希翼地问道。吃吧，都是给你做的。陆景笑着点头。安妙一乖巧地点头，然后道：谢谢陆哥哥，我都是你哥了，还这么客气干嘛？陆景摆手。安妙一内心感动，下块吃了起来。味道如何？过了一会儿，陆景眯眼笑问。这几个菜他都是让周公公亲自做的，味道比一般伙夫做的要好上不少。品尝了几口，安妙一瞪大了眼睛。陆哥哥，好好吃。他之前吃的是秀女的伙食，待遇和宫女差不多，虽然偶尔有肉，不过又咸又油，有时还会有馊味。如今这几道菜全都色香味俱全，比得上他入宫前在酒楼里吃的那些菜肴了。好吃就多吃点。陆景笑道。好。安妙一感动坏了。他本来就馋嘴，入宫1年多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如今一下子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眼眶都酸得有些发红起来。他眯着眼吃饭，一副无比幸福的样子，那副模样看得陆景觉得好笑。安妙一估计是在正宫没吃过好东西，馋坏了，吃点东西都能显露出如此表情。陆哥哥，你怎么不吃？吃了一会儿，安妙一才反应过来都是自己在吃，陆景一筷子都没动，于是疑惑地问道。陆景给他夹了一块肉。我不怎么你吃吧，吃慢一些，都是给你的。谢谢陆哥哥。听着陆景关心的话，安妙一语气都有些哽咽了。别说入宫之后，入宫之前都没人对他这么好过。他是个孤儿，从小被大钱的谍报机构收养，培养成奸细。虽然吃住待遇还不错，毕竟是为了送进景帝的后宫，但是从没有人如此关心过他。他只是一个工具，养育他的人从来没给他好脸色，只要完成不了每天的任务，动则被打骂。如今陆景只是对他好一些，他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再吃个绿豆糕吧，味道还不错的。陆景又给安妙一加了一块糕点。安妙一瞪大了眼睛。哇，好甜，好好吃。他都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吃甜食是什么时候了，快有2年了吧。好吃吧？下次我给你做蛋糕，那才更好吃呢，连胡贵妃和夏贵妃都喜欢得很。蛋糕？陆哥哥，那是什么东西？是一种甜品，只有我会做，过几天我做给你吃。好。安妙一颇为期待。陆景看着这小丫头，对她更加喜欢起来。安妙一天真甜美，当真容易让人心生怜惜。等安妙一吃饱喝足，陆景又让她带着剩下的糕点给打包回去。安妙一对着陆景千恩万谢一番，才回到自己的住所。翌日一大早，叮！恭喜宿主帮助了大景的敌国奸细安妙一获得气运值1。第二天，陆景醒来后，系统照常结算气运值。这段时间，陆景去睡下秦岚以及秦气运，第二天也会结算一些气运值，不过并不多了，基本都是几点而已。原本他听到系统的声音，还想着自己昨天没去睡景帝的女人，今天哪来的气运值结算？没想到结算的气运值居然来自安妙一。安妙一是大景的敌国奸细。陆景愣住了，他没想到看起来人畜无害，还有些呆萌可爱的清纯妹子安妙一，居然是奸细。他想起昨天他拉扯安妙一去自己的住所里吃饭时，他的力气似乎很大，当时只顾着感受他那细滑的小手，对此事不怎么上心。如今想想，安妙一似乎会武功，而且实力还挺强。大景的敌国，难道安妙一来自大钱？
大井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大前王朝，这是每一个大井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两国平时在边境冲突不断，这几十年间结下了血海深仇。南宫婉的哥哥南宫雄，他身上的镇北大将军头衔就是在大井北方抵抗大前的大军。没想到系统还有这作用，系统的每日结算居然把安妙一的身份给揭穿了出来，倒是有些让陆景意外。不过想想之前江雅丹的身份，他也是从系统口中得知的。不过这大前难道没人了吗？怎么把这么一个萌妹子给拿出来当奸细？陆景想起安妙一那清纯灵动的模样，心中对于她是奸细的身份感到有些无语。安妙一性子单纯，藏不住事，着实不太适合当奸细。陆景不觉得她是装的，如果她是装的，那她的伪装的也太厉害了。如果她拥有这等心性和伪装能力，应该不至于只是一个秀女，更不至于被贬到冷宫。而且看系统只给了自己一点气运值，估计这丫头真没什么破坏力。她或许真就是一个心性单纯的漂亮妹子。安妙一是敌国的奸细，那么我对她好一些，是不是就能获得更多气运值了？陆景嘿嘿一笑，能讨好妹子又能获得气运值，那他可得好好表现一番。对于其他人来说，碰到敌国奸细，第一时间上报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陆景来说，这是自己的最佳战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敌人的漂亮女敌人就是自己的女朋友。中午，陆景又去找安妙一了。这一次他提着饭菜来到安妙一的院子里。妙一，安妙一正在清扫院子，见到陆景连忙过来行了一个礼。陆哥哥。陆景摆手，以后见到哥哥我不用行礼，不然也太生分了。是。安妙一乖巧的点头，目光下意识的就落在了陆景提着的饭菜篮中。陆景笑了笑，饿了没？吃饭吧。有点。安妙一有些不好意思，今天他醒来后就一直在整理屋子，干了半天的活，如今正饿得厉害，刚想去膳房拿饭，陆景就过来了。那一起在你这吃吧。陆景放下菜篮，把饭菜都摆了出来，又是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安妙一粉嫩的脸蛋立马露出开心的笑容。吃吧。陆景看到他那急不可耐的模样，心中觉得好笑，缓了一会儿才开口道。安妙一这才动筷吃了起来，鲜甜的鱼肉在口中化开。安妙一觉得世上最美味的东西也不过如此。陆哥哥，你也吃。好。两人吃了一会儿，陆景忽然开口。妙一。安妙一正在咀嚼东西，此刻嘟囔着小嘴巴，抬头看向陆景。你是哪里人？我听你口音似乎有点夹杂着大前那边的口音。啪嗒。安妙一闻言，面色顿时变得惶恐，手中的筷子都拿不稳了，直接从手上脱落，掉到地上。陆哥哥，我不是。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他心跳加速，脸色发白，以为陆景发现了自己的奸细身份。陆景看到他如此大的反应，一时间也愣住了。这丫头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自己只是炸一炸她，还什么都没说呢，她就被吓成了这样。陆景压根听不出她有什么口音，只是随口一说，想着旁敲侧击一番，没想到她直接慌成了这样。这业务能力不行啊，怪不得被贬入了冷宫，这奸细有些不合格。不过陆景也基本确定了，他应该就是大前过来的奸细。你那么大的反应干嘛？哥哥，我又没说你是奸细什么的，只是说你的口音带有一点点大前那边的口音。毕竟我就出生在大前和大井的边界附近，平时听得多了，所以勉强能听得出来，其他人听不出来的。你那么可爱单纯，怎么可能会是奸细呢？就算你是奸细，哥哥我也喜欢你，把你当自己的妹妹看待，会继续好好呵护你的。陆景宽慰他道。安妙一听到陆景的话，刚提到嗓子眼的紧张感这才舒展下来，他有些感动地看向陆景。陆哥哥能说出即便自己是奸细也要呵护自己这等话，当真让他心里感动的不行。陆哥哥，妙一自然不是什么奸细，只是听到自己和大前扯上关系，肯定是会紧张的，毕竟那是我的闷大井的死敌。安妙一不想暴露自己奸细的身份，先不说陆景知道了是否真的还会对自己这么好，为了陆景考虑，他也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不然要是有一天事发陆景不知情的话，还有一丝活命的可能。但要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却不上报，那等待他的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祸。也是。陆景笑着颔首，也没有继续揭穿安妙一的身份。他不说也无所谓，反正看他这样子，这辈子估计也做不出什么成绩了，让自己把他当成一个金丝雀，好好的养着吧。接下来2天，陆景偶尔就会去到安妙一的院子和他谈天说地。经过几天的相处，安妙一对于陆景这个干哥哥也更加放下心来，真就把陆景当成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两人之间的话变得越来越多。妙一，哥哥我今天去胡贵妃那边吃饭，就不和你一起吃了。哦，好的。安妙一神色略显失望，不过还是乖巧的点了点头，放心吧，膳房那边我帮你打点过了，
煮的都是你爱吃的，一会儿就会有人给你送过来。陆景摸了摸安妙一的小脑袋，笑着说道。安妙一立马喜笑颜开起来，谢谢陆哥哥。我走了。好。陆景离开了安妙一的住所，前往太和宫。今天他要给胡妹儿交上自己写好的诗词。下午胡妹儿就要给太后交差了。来到太和宫，胡妹儿正在等他。陆景，你来了。胡妹儿看到陆景，这才松了口气。她站起身，引着陆景入座。这几天陆景都在闭门写诗词，她都不敢去打扰，心中忧虑忐忑。眼看太后要求的时间到了，陆景今早才让人通知自己，说中午要过来一趟。于是胡妹儿命人做了一桌子好菜，准备好好宴请陆景一番。娘娘，这么丰盛啊！陆景看着桌上的饭菜，微微一笑。桌上各种鱼刺、鲍鱼之类的海鲜，以及熊掌以及其他野味都有，想来这一餐花了胡妹儿不少银子。陆景不自觉就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干妹妹，要是安妙一在这，不得幸福到晕倒。胡妹儿笑了笑，这几天辛苦你了，今天得好好犒赏你一番。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陆景在胡妹儿面前早已经不再拘束，显得从容淡定，有时候甚至还敢跟胡妹儿开玩笑。胡妹儿如今对此也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的。两人吃着饭，胡妹儿有些欲言又止。陆景很快明白她想说什么，拍了拍脑袋。娘娘，您瞧我这张馋嘴，看到好吃的就什么都忘记了。陆景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册子。娘娘，诗词我写在这上面了。胡妹儿明媚一笑，点了点头，展开册子看了起来。只是片刻，她就神色复杂地看向陆景。娘娘，如何？陆景面带微笑。你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胡妹儿觉得陆景当真是先天写词圣体，只是几日就写出此等诗词给自己。但是胡妹儿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陆景写的诗词实在是太好了，她有些不知道该不该呈递给太后。她是真怕太后觉得自己写不出这等诗词，然后层层盘查，让自己露馅。陆景笑了笑，娘娘，您是怕太后那边怀疑？胡妹儿颔首，正是。陆景写的太好了，每一首都是传世经典之作，他实在是担心自己承受不住盛名，有一天会露馅。据说太后已经把自己之前呈上去的那几首诗词传到了宫内外，在文人墨客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连一些举世闻名的大才子以及大儒都在打探他的名字。对此他有些欣喜，但也有忧虑。您放心吧，只要您自己不说出来，就没人知道的。实在不行，陆景顿了顿，您就说是梦中有仙人传给您的。陆景也想过把这些诗词改一改，改得没那么好，不过一想到这都是先圣流传下来的传世名篇，他就不好意思去改写。当然了，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改，索性就直接默写出来，一字不改。梦中的仙人。胡妹儿一愣，对。陆景点头，不过这是实在无法圆谎的时候的说法，如果太后不深究到底，那就当成您自己的诗词就行。胡妹儿听完陆景给的建议，神色舒缓了不少。也是，反正诗词都是陆景写的，只要陆景不说出去，那就是他自己的，所以这一切的关键都在陆景身上。胡妹儿的目光偷偷瞥向陆景，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彻底拴住陆景？靠金银珠宝之类的利诱是没用的，毕竟他帮了自己那么多，自己想给他钱财，陆景都拒绝了。靠威逼，陆景实力比当初的刘校尉还要强，胡妹儿也做不到威逼自己的恩人这等事情来，那还能靠什么？胡妹儿忽然想起那天陆景让自己亲她的事，难道要……胡妹儿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只是存在于脑海中一瞬，就被他否决掉。这也太羞耻了，自己为了地位，难道要如此下贱？不过陆景长得还挺好看的，身上肌肉结实，还是强大的武者，真要便宜他，似乎也不是不行。反正他也是个太监。胡妹儿心中砰砰跳，如此想着，他又立马摇了摇头，自己似乎想得太远了。陆景在胡妹儿这里吃完饭，又和他聊到了下午，然后才离开了他的寝宫。他来到夏晴岚的寝宫，嘿嘿，我这2天没来找你，有没有？踏入夏晴岚的寝宫大堂，看到里边的人，陆景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下来，到嘴的想我2个字戛然而止，身子被吓得都抖了一下。只见依旧一身黑色长裙的孟清婉也在大堂里，正在茶座旁和夏晴岚品茶。听到陆景的声音，孟清婉疑惑地看向门口，而夏晴岚则是神情有些不自然。陆景刚才的语气太容易让人误会了。见过长公主殿下。陆景立马对着孟清婉行了一个礼，又看向夏晴岚，喊了一声娘娘。刚才陆景差点就说出了一些暧昧不清的话，此刻目光有些幽怨地看向夏晴岚。寝宫门口一个侍女都没有，害得他不知道孟清婉在这。夏晴岚有些无奈，
他手下的侍女都刚好有事出去办了，不在寝宫里。没想到陆景这个时候来了。孟清婉皱眉看向陆景，这人怎么又来了？而且他刚才的话怎么这么奇怪，而且不带敬词，听着有种他和夏晴岚很亲近很熟络的感觉，甚至让他觉得那语气和用词听起来陆景和夏晴岚之间的关系比他和夏晴岚之间还要亲近许多。陆公公怎么了？可有事？夏晴岚适时出声问道。嗨嗨，陆景战术性咳嗽一声，小事而已。不过既然娘娘您和长公主殿下有事相商，那奴才我就先告退了，下次再过来。陆景说着就想离开。等等，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陆景转身拱手，殿下可有何事？孟清婉先是打量了一眼陆景，淡淡问道。有什么事现在可以直接说，你觉得呢？晴岚。他又看向了夏晴岚。夏晴岚见此也只好道，陆公公，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说出来，长公主殿下是我的朋友，无需回避。陆景脑子一转，随口扯了一个理由。娘娘，是这样的，上次您说那叫蛋糕的甜品很好吃，还想吃，奴才我今天闲下来刚好有空，您要是有胃口，我这就去帮您做几个送过来。蛋糕？孟清婉一愣，看向夏晴岚。夏晴岚微微颔首，笑道，清婉，陆公公会做一种名叫蛋糕的甜品，味道很不错，我以前都没吃过，刚好你也在，就让他做几个给你也一起尝一尝吧。行。孟清婉点头。那娘娘，长公主殿下，给我一些时间，晚膳之前我会做好蛋糕，再给你们送过来。陆景说完就告退了。他走后，孟清婉看向夏晴岚的眼神有些欲言又止。他想到刚才陆景进门后那无心之间对夏晴岚说话时的亲密语气和用词，再加上上次夏晴岚晕倒，陆景抱着夏晴岚走到床边，两件事结合起来，他总觉得陆景和夏晴岚之间的关系有些太过于亲密了。晴岚，你和那小太监之间……孟清婉嘴巴张了张，没有继续往下说。夏晴岚心头一紧，怎么了？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孟清婉神色纠结了一下，最后还是劝慰道，这等只会吹嘘拍马的太监，你毕竟是贵妃，还是得和他注意一些距离才好。孟清婉倒不是觉得夏晴岚和陆景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在他眼里，夏晴岚是何等高雅守节之人，绝不会做出和太监私通苟合的事情。他只是觉得陆景是那种很会溜须拍马讨主子欢心的小太监，比如今天就来找夏晴岚说给他做什么蛋糕，只怕陆景已经很讨得夏晴岚的欢心，两人估计已经是那种干弟弟干姐姐之类的关系，不然刚才陆景也不会说话如此随意。虽然可能没有逾越禁区，但是想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和一个太监言语亲密，孟清婉内心还是很不舒服，或者说有些吃醋。他自己和夏晴岚说话都得客客气气，凭什么陆景就能如此放得开？夏晴岚一怔，还好孟清婉似乎还没有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他道，陆公公人挺好的，我和胡妹儿姐姐都很喜欢他，至于他太监的身份，宫内除了宫女不就只有太监了吗？晴岚，你别误会，我就是怕你耳根子太软，被他用一些甜言蜜语给乱了心绪，分不清主仆关系。你知道的，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是因为宦官乱政才导致王朝覆灭的。夏晴岚神色古怪地看向孟清婉。清婉，我又不是帝王。孟清婉被问的一噎，她只是觉得陆景和夏晴岚看起来如此亲密，心里有些吃醋，想提醒夏晴岚，她一个贵妃和太监太过于亲近不是什么好事，倒也没想过陆景会给夏晴岚带来什么麻烦。反正你最好别和一个太监太亲近，不然也会有人说闲话的。孟清婉还不死心。好。夏晴岚只好点头随便应付他。离开云溪宫，陆景去到膳房给夏晴岚做蛋糕。也好，随便帮安妙一也做一个，反正陆景也有空，随手一起做了。前后捣鼓了一个多时辰，他才做完。先将给安妙一做的一个蛋糕放置好，叮嘱膳房的伙计不能动。陆景才提着另外2个蛋糕前往夏晴岚的云溪宫。到的时候正是傍晚，夏晴岚和孟清婉正在用膳。娘娘，殿下，蛋糕做好了。陆景把2个用篮子装的蛋糕放到饭桌上。孟清婉打量了一眼所谓的蛋糕，倒是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他心中呢喃，辛苦了，坐下一起吃吧。夏晴岚对着陆景招手道。陆景为了给他做甜品，全身沾满了厨房的各种脏污，看得他有些心疼。好。陆景也饿了，很自然地坐了下来，准备一起吃饭。刚坐下，刚拿起筷子准备夹菜，就忽然觉得浑身如坐针毡。陆景抬眼看去，只见孟清婉那凌厉的目光正向自己投来。你一个奴才，平常都敢这么上桌和贵妃娘娘用膳吗？孟清婉语气愠怒，要不是夏晴岚在这，她绝对会让人把陆景拖出去打几10大板。
在他看来，太监和狗差不多，怎么能上桌和他们这等高贵身份的人一起吃饭呢？偏偏陆景就很自然地坐下了，没有一丝都迟疑，仿佛理所应当。想来是这狗奴才太会溜须拍马了，夏晴岚在这冷宫里又太寂寞无趣，被他趁虚而入，连分寸都忘了。陆景一怔，他连忙起身：“殿下恕罪，我……清婉。”夏晴岚忽然娇喝一声，看向孟清婉的目光很不友善：“陆景是我的朋友，不是什么奴才，我希望你不要在我面前还为难他。”晴岚，你居然为了他吼我！孟清婉绝美，都脸庞上满是惊愕，一副非常受伤的样子。夏晴岚居然会为了一个太监对自己动怒，她实在是无法理解。我只是不希望你看不起我的朋友。夏晴岚也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太大了，语气这才稍缓下来。虽然孟清婉以前是她的好朋友，不过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如今陆景是她的男人，在两人中，她会坚定地选择维护陆景。朋友。孟清婉有些震惊，夏晴岚在这冷宫中真是无聊坏了，居然认了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太监当朋友。娘娘，长公主殿下说的对，尊卑有别，奴才我还是得注意一些身份。陆景见两人之间气氛不太妙，连忙出来打圆场。虽然夏晴岚维护自己让他很感动，但是因为夏晴岚的维护，让孟清婉这位长公主殿下记恨起了自己，那就有些不太划算了。毕竟孟清婉喜欢夏晴岚，她要是因为吃醋出手给自己使绊子，或许会产生麻烦。陆景又连忙拿出小刀，把蛋糕切成好几份，分给两人。殿下，尝一尝奴才我做的甜品。娘娘，来，您喜欢吃的蛋糕，多吃一些。孟清婉因为夏晴岚刚才对自己的态度，内心对陆景有些咬牙切齿。不过看到陆景主动开口缓解气氛，他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懂得顺势找台阶下。于是他拿起了筷子，夹了一块切好的蛋糕放进嘴里，滑嫩蓬松又甜度适中的味道在口腔中散开。殿下如何？陆景眯眼笑问。还不错。孟清婉点头。他原本想着，既然夏晴岚对陆景如此在意，不管这蛋糕味道如何，自己都得随口夸一夸陆景，安抚一番夏晴岚的情绪。但此时他是真觉得的，这名为蛋糕的甜品味道很不错，多好吃谈不上，主要是新鲜，口感奇特，他从没吃过。清婉，好吃你就多吃一些，陆景做了2个，等会儿吃不完你可以带回去吃。夏晴岚看到孟清婉也喜欢陆景做的蛋糕，笑着说道。好。孟清婉点了点头。刚才夏晴岚因为陆景而呵斥了自己，如今又因为自己喜欢陆景做的蛋糕而对自己态度友善起来。想到这，孟清婉心中五味杂陈，自己和夏晴岚多年的友谊还比不过一个太监，她内心很受伤。陆景，坐下一起吃吧。夏晴岚继续邀请道。陆景下意识地看向孟清婉。孟清婉面无表情道，既然贵妃娘娘准许了，那就一起吧。是。陆景连忙落座，三人吃了起来。孟清婉和夏晴岚偶尔闲聊几句，陆景埋头吃饭，不敢出声。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吃完后，孟清婉还在和夏晴岚闲聊，陆景吃完就立马起身告退。陆景走后没多久，孟清婉也站起身。晴岚，我先回去了，晚上还要去看望母后。夏晴岚点头，替我向太后娘娘问好。好。孟清婉离开了云溪宫。这饭吃的真不是滋味。陆景走回自己的住所，想起刚才饭桌上那有些尴尬的气氛，叹了口气。饭菜很好吃，不过孟清婉那女人若有若无的探寻目光，让陆景吃的有些忐忑不安。那女人漂亮是漂亮，就是气质太冷了，又不喜欢男人。不过要是能拿下一个百合，尝尝味道，似乎也很不错，倒是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陆景有些想打孟清婉的主意，不过对方是公主，还不喜欢男人，更是在军中厮杀过的战将，修为高深，估计难度很大。陆景也就在心中歪歪一番，对孟清婉倒没有特别强烈的想法，毕竟难度太大了。唰，正走着，一阵破空之音传来，眼前忽然出现一道美丽的倩影。陆景脚步一顿，看清了来人的面容。孟清婉，殿下，您这是？陆景面露惊骇神色。孟清婉面色冷冽地盯着陆景，语气清冷道：我不管你以前用了什么办法讨得了夏贵妃的欢心，本公主警告你，你只是一个奴才，她是陛下的女人，和她保持距离，否则胆敢过多僭越，我不会放过你。孟清婉说完，也不等陆景的反应，身形犹如鬼魅一般，直接消失不见。好厉害的身法！陆景感慨道，收敛了刚才的惊骇神色。这女人的身法比自己的云行步厉害太多了。不过对于孟清婉的警告，他完全不放在眼里。自己和夏晴岚什么都试过了，还要让自己和夏晴岚保持距离？切，
你让我和夏青兰保持距离，我偏要和她负距离接触。陆景不屑地笑了笑，转身向着夏青兰的寝宫走去。云溪宫，夏青兰已经让侍女放好水，正在水中泡澡沐浴。咯吱，门被人推开了。小婉，帮我拿一块新的皂角过来。夏青兰躺在浴池中，闭着眼睛享受温度适合的热水，对着进来的男人说道。一双温热的大手忽然搭上了他那细滑的肩膀上。夏青兰脸色一变，惊恐地睁开了眼睛，扭过头就看到了和自己坦白相见、一脸笑意的陆景。是你啊！夏青兰无奈地白了陆景一眼，同时也松了口气。你怎么回来了？陆景笑了笑，原本想今晚让你再休息一下，不过那位长公主殿下让我受了一些刺激。刚才他追上我，让我以后和你保持距离，他管得太宽了。夏青兰撇嘴，嘿嘿，放心，我偏不如他的意。浴池中掀起了阵阵水花。锦绣宫，装饰华丽的书房中，太后正在看着胡妹儿刚呈递过来的诗词。过了许久，她才缓缓地放下手中的册子，她眼神中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不仅仅是因为诗词的内容，同时也震惊于册子上的书法技艺。诗词已经是绝世名篇，但是写下诗词的那人，书法技艺的高超更是闻所未闻，已经自成一脉，有了宗师的气象。太后又拿出之前胡妹儿呈递给她的其他诗词，上面的字迹和这册子上的字迹完全不同，所以这胡妹儿呈递上来的诗词确实不是她写的。太后眼睛眯起，胡妹儿背后给她写诗那人，不仅在诗词一道有大才，甚至书法技艺也上是宗师级别的人物。本宫道想见一见那人。太后对那人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她御指轻敲桌面，思考如何让胡妹儿帮她引荐那人。虽然她身为太后，下达旨意后，胡妹儿必然不敢不从。不过这人有如此才华，居然甘愿当胡妹儿的替笔，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毕竟如此才干，只需要在诗会中显露出来，就能名扬天下，之后可以获得陛下的赏识，入朝为官。但那人如今却选择隐匿身份，甘愿当一个替笔，自己贸然要求胡妹儿帮自己引荐，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不愿意。太后其他人可以不考虑他们的想法，但面对这等有才干的人物，她必须慎之又慎。毕竟那些有才干的人确实脾气都很古怪，比如当时的几个大儒，虽然弱不禁风，但是对于皇权一直不屑一顾。陛下不止一次请他们入朝为官，他们都拒绝了，甚至不给陛下派去的使者好脸色。为此，每次那些使者回宫，都添油加醋地述说那些大儒对陛下是如何的不公，但陛下也没办法对他们如何。毕竟都是一些当时的大儒，是文坛的领袖，要是对他们不客气，全天下那些不怕死的酸腐读书人会群起而攻之，能把陛下骂到死后都不得安宁，让陛下遗臭万年。正想着，突然有女官来报：娘娘，长公主殿下来了。太后回过神来，宣她进来吧。母后。踏入书房，孟清婉对着太后缓缓行了一个万福礼。太后抬头看向她，目光炯炯。这么晚才来找本宫，白天又去找那夏贵妃了。孟清婉眼神躲闪，我路过冷宫，就过去看看。路过。太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清婉啊，你年岁已经不小了，哀家准备向陛下为你请婚。太后觉得不能再让孟清婉这么下去了，不然她的性取向这辈子都改不过来。母后。太后摆了摆手，这一次你不能再拒绝，哀家已经帮你拖延好几年，不可能一直帮你拖下去。孟清婉咬牙，母后，儿臣我要嫁的人一定要比我强才行。太后有些无语地看向孟清婉，你都已经是先天武者了，年轻一辈中谁能打得过你？据说太玄寺的那位年轻佛子倒是已经有先天修为，不过人家是出家人，不可能娶妻。玉清宗的少宗主似乎也已经摸到了先天境界的门槛，不过让他入赘我大景皇室也不可能。其他几位和你同辈的武道天才，要么不如你，要么是女子，要么已经娶妻生子，还有谁能给你挑的？除非你愿意嫁给其他王朝的年轻才俊。孟清婉连忙摇头，我要留在大景，留在母后身边。呵呵。太后冷哼一声，你要找到比你强，还愿意入赘我大景皇室的男子，才愿意考虑婚嫁，哪有这等好事？对方如此实力，何须入赘我大景皇室？孟清婉面色凄惨，母后，我不喜欢男人，您别逼我。太后摇了摇头，女人总归需要嫁人的，你只是没遇到合适的而已。那等儿臣遇到合适的再考虑婚嫁，儿臣要继续为大景出力。我大景能臣无数，哪里需要你一介女流付出一辈子？你嫁人之后，有了男人的爱护，就不会再如此要强了。母后，谁说女子不如男？古有花木兰，两人一人一句话，都说服不了对方。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过几日，本宫就去向陛下向你请婚。
最后还是太后拍板道：“母后，您给我一些时间，我自己来找。”孟清婉咬牙说道：“相比于被赐婚给陌生人，还不如自己去找一个。”太后挑眉，然后绝美的容颜上展出一抹笑容：“这不会又是你的拖延之计吧？我可告诉你，1个月内，你要再找不到合适的，本宫就帮你挑了。”孟清婉长出一口气：“母后，您放心，那就1个月。1个月足够他去找合适的人了。他不可能喜欢男人，不过可以找一个和自己假拜堂，成亲之后各自过自己日子的男人。那行，就1个月。”太后缓缓点头：“来，过来看看那胡妹儿刚呈递给本宫的诗词。”说着，太后把一个册子递给孟清婉。孟清婉上前接过，打开了那册子。将进酒，她刚想继续往下看，却突然怔了一下。这字迹如何？太后笑问。大师级书法。孟清婉仔细看了几眼，随后震惊道：“身为长公主，她自幼也熟读诗词歌赋，书法之类的也要学。如今看到那册子上的字迹，自然看得出那是何等高超的书法技艺。那胡妹儿有这等书法水平？”孟清婉有些难以置信。几年前她就知道了胡妹儿这号人物，那时虽然没有深交，不过也有过几面之缘，大概能摸清她的为人。她长得确实漂亮，身上的妖媚气质对于男人吸引力很大，能和南宫婉争宠，自然不是简单人物。而且她最近似乎变得更加漂亮魅惑了，但这都只是外在的东西。内蕴方面，胡妹儿似乎没什么出奇的地方，起码不像夏青兰一样有内涵，心性娴静，只知道为了一个男人争宠，没什么出息。但是如今她这诗词和书法都堪称大师级别，都是能流传千古的存在，这不会是她写的。孟清婉直接断定道。太后笑了笑：“本宫也这么觉得。”“哦，母后到底是谁给她带的笔？”孟清婉皱眉：“诗词先不提，这书法字迹得找到一位经营书法几十年的大师才能写出来。”“不清楚。”太后又从一旁的红木深柜中拿出几套宣纸，本宫对比了一番当代其他书法名师的作品字迹，还是没能对上。太后把手中的名师书法作品递给孟清婉，此人的书法自成体系，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境界极深，天下罕有人能及。即便是书圣在世，只怕都不敢说在书法一道上能把此人比下去。太后感叹道，语气里隐约能听出她内心的不平静。孟清婉诧异地看向太后：“母后，您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孟清婉虽然也懂书法，但是涉猎不深，只知道此人写得很好。她清楚太后在书法上的造诣，可以说也算当代名家了。她在深宫中太久，平时都靠练习书法度日，境界已经很深，能和当代那些书法大师一同论书法之道。能被太后如此评价，想来此人的书法技艺绝对无比的高深，这已经是保守的估计。太后语气悠悠道。孟清婉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你再仔细看看这首《将进酒》吧。”孟清婉点头看了下去，紧接着她瞳孔巨震：“如何？”太后笑问。孟清婉长吐出一口气：“要是这些诗词和书法都出自同一人之手，此人当真是世间奇才。”太后抬头看着屋外的夜空，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确实，此人的才华当真不可思议，当真想见一见他。母后何不直接让那胡妹儿把人叫进宫来面圣？孟清婉有些疑惑，自己这母后最喜欢的就是诗词歌赋以及书法之类的高雅之事，如今碰到这么一个难得的大才，怎么不直接请进宫来？太后摆了摆手：“不可，此人拥有如此才华，却不显山露水，默默无闻，甘愿当那胡妹儿的代笔，只怕性格有些古怪，不愿意和朝廷打交道，更别提皇家了。所以在没弄清他的脾性之前，暂时先不打扰他了，先和那胡妹儿联系吧，慢慢来。”孟清婉觉得这样太麻烦了，要是自己就直接通过胡妹儿把人请过来。不愿意，那就绑过来。不过既然太后和自己想法不同，愿意礼遇对方，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太后仰躺在椅子上，露出傲人的身体曲线，温声道：“本宫明天再让那胡妹儿进宫一趟，探探她的口风。”太后脸上露出一抹期待的神色，这么多年了，她终于找到一件能让她内心泛起波澜、感兴趣的事情了，还真挺期待呢。醒来后，陆景从云溪宫离开，去到膳房，准备拿上之前给安妙一做的蛋糕回去给她。不过到了之后，感觉有些饿了，陆景吃了那个隔夜的蛋糕，又再重新帮安妙一做一个。做完蛋糕，陆景提着新做好的蛋糕前往安妙一的住所。咚咚咚，陆景敲门，没多久，门被打开了。陆哥哥，你来了。川安妙一开门后，看到陆景，很是开心。他今天梳着一个可爱的麻花辫，整个人可爱极了。陆景将手中的蛋糕举起，笑着问：“猜猜这是什么？”“是什么？”
我猜不出嘛。安妙一满眼好奇。好吃的东西，是蛋糕吗？安妙一眼前一亮。之前陆景说过，给他做一种名叫蛋糕的甜品吃，他一直记得。哈哈，陆景咧嘴一笑，真聪明，我刚做好的，过来吃吧。好耶！走到院子里，陆景把手中的蛋糕放到院子里的石桌上，让安妙一拿来刀具，把蛋糕切小，分给了安妙一。安妙一看着手中盘子里的蛋糕，小嘴巴轻轻咬了一口。很快，他脸上露出满足中带着一丝夸张的表情。妙一，味道如何？安妙一看向陆景，眼中有着泪花闪烁。陆哥哥，这是我爱过的最好的甜品了。安妙一感动的语气里，甚至都带着一丝哭腔。一是因为好吃，二是因为陆景对他太好了，大早上给他制作甜品，让他内心无比的感动。这就是有哥哥爱护的感觉吗？真好，爱吃就多吃点。陆景道，这少女真是容易被感动。陆景忍不住伸出手，爱惜的捏了捏安妙一那似乎还有些婴儿肥的精致脸蛋，脸蛋嫩滑，手感好极了。安妙一被陆景捏脸，内心觉得羞涩，不过还是默认了，没有躲避。陆哥哥，你也吃。安妙一拿起一块蛋糕送到陆景面前。陆景没有伸手，而是张嘴道，你喂我。这安妙一脸蛋一红，脑海里挣扎了一下，最终送进了陆景的嘴中。哇，都是一起做出来的，但这一口好像比刚才我吃的那个还要好吃不少。陆景笑嘻嘻地说道。为什么？安妙一眨着大大的眼睛问。因为是妙一妹妹喂给我吃的，我觉得就像吃了一个可爱甜美的妙一妹妹一样，味道好极了。安妙一一怔，然后满脸羞红起来。陆景哥哥，你就别打趣妙一了。哈哈，好了，不逗你了。陆景看安妙一如此害羞，选择了适可而止。在这生活还习惯吗？有什么需要的，一定和哥哥我说。习惯的，习惯的。安妙一连忙点头，都很好，不麻烦陆哥哥了。安妙一在这冷宫里，条件比她还是秀女士还要好。她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吃得好，住得好，睡得好，还有人欢关心，做梦都能笑醒。那就好。陆景随后和安妙一告别，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院子里，陆景正在喝茶，随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了茶杯。他拿出自己的大公公通行令牌。如今我已经是这冷宫的大太监了，那陈贵妃那边的情况得去好好探查一番。留着这么一个不定时都炸弹，陆景心里不太舒服。虽然自己对那陈贵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对付手段，不过得去探查一番他们的动向。心中如此想着，陆景拿上令牌出了门。经过一路的检查，陆景终于来到了正宫。这身份验证也太多了。陆景看着背后不远处宫门口的几个护卫，呢喃道。一路走来，他经历了5、6次身份验证，可谓严格至极。看来景帝对于自己后宫还是非常重视的。陆景先是前往了罗公公的住所，看了一眼周围，发现没人路过，他一个翻身越过高墙，进入了住所内。在屋顶观察了一番，察觉到底下没有任何声响，应该没人在家。陆景蹑手蹑脚地下了屋顶。房屋的布局和他在冷宫里住的差不多。陆景摸到了罗公公的房间里，没人在的话，先收一下利息。陆景在屋子里翻找起来，很快他就在床底发现了一个小盒子。嘿嘿，找到好东西了。打开盒子，陆景咧嘴一笑，盒子里边全都是各种金银珠宝，单单金子就有3块很重的金元宝。陆景掂量了一下，那个金元宝起码有5两重，按照这世界1两金子可以兑换100两银子的换算比例来看，这里就有1500两银子了。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银子银票和少量珠宝，这里估计得有2000多两银子。这罗公公也就是那陈贵妃手底下办事的太监，没想到手中的钱财这么多。2000两银子拿出宫外，已经可以买下良田几百亩，给子孙一笔丰厚的资产，一辈子不愁吃喝，能当地主大户，都是我的了。陆景笑着把那些东西全都纳入自己的口袋中。做完这一切，他又前往了陈贵妃的寝宫。又是越过高墙，陆景来到房顶。陆景能听到底下有人在走动，偶尔还会有人进出寝宫。听了大半刻钟，似乎有人来了。事情办得如何了？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娘娘，已经办妥了，那陆景的身份奴才已经更改撤换，如今除了咱们，没人知道那冷宫里的陆景就是武王府的遗子，除非宫内有人先前就认识他。可是你亲自办的？是，咱家拿着您的身份牌和那进士房的执事通过气，咱家自己亲自更换的，连那执事都不知道奴才我换了谁的资料。那就好。女人顿了一下，只要没人知道那陆景是武王府的遗子，他死了也没人在意，再也不用束手束脚，怕被人知道是我们在幕后动的手。娘娘，怎么了？有话直说。那胡贵妃听说最近颇得太后娘娘的赏识，在那中秋诗会上拔得了头筹，这是本宫知道，
他那几篇诗词我还看过，确实不错。娘娘，要是以刺客内应的名义斩杀那陆景，那胡贵妃会不会想要保下那陆景？我听冷宫内的耳目说，那陆景和胡妹儿关系极好，那胡妹儿甚至愿意留他一起在寝宫里用膳。哼，要是能把刺客内应的罪名安到那陆景身上，胡妹儿有几个脑袋敢保下他？要是安罪名不行，就让那人找机会直接暗杀吧。是，这件事你得办好一些。娘娘放心，那州总旗是4品武者，绝对能办好。我是说，你不能留下马脚。奴才明白。陆景听着底下的声音，没有任何的惊慌，反倒很是惊喜。自己的身份被陈贵妃的人给撤换了，如此一来，除非曾经就见过自己，认识自己，不然就不会知道自己是哪个曾经的武王府世子。陆景之前还怕自己要是越往上爬，成了大公公，身份可能会暴露，特别是名字传到狗皇帝和皇后里会引起注意。不过想来过了这么久，狗皇帝和皇后应该不至于还记得自己一个无名小卒的名字吧，最多觉得有些熟悉。如今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撤换，这倒是帮自己解决了一件麻烦事。陆景继续往下听，之后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了。过了许久，底下没了声音，陆景也离开了此地。让4品武者来对付我，要是早些时候我还真得掂量一下，但是现在，陆景心中冷笑，如今他已经踏足1品，完全不惧一个4品武者。只是对方要以刺客内应的名义搞自己，倒是可能有些麻烦。不过陈贵妃这个威胁得尽早铲除，直接动手弄死他。说实话，陆景有些不敢，毕竟一个贵妃莫名其妙死在了自己的寝宫，这等行为对于景帝也很有威胁。要是景帝下令彻查，要是能彻查到自己头上，那就麻烦了。唉，该怎么办呢？陆景有些头疼。陈贵妃不能动，他的那个爪牙罗公公倒是可以直接弄死。陆景心中有了决断，离开陈贵妃的寝宫，他又潜入了罗公公的住所里。等了小半个时辰，门口终于有声音传来，有人走进屋内。陆景从门后走出。罗公公，冷冽的声音响起。罗公公听到后，吓得身体都跳了起来。他猛然转过身，看到了眼前的俊秀太监。那太监眼神阴寒地看向自己，仿佛一头毒蛇盯上了自己。你是谁？他牙齿轻微打颤，开口问道。还没等陆景说话，他又补充道，咱家可是陈贵妃的人，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速速离去，咱家可以既往不咎。陆景玩味地笑道。罗公公，你刚才不是还和贵妃娘娘提到我吗？怎么一下子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刚才罗公公恍然大悟，你是陆景。陆景微微颔首，是我。你要做什么？罗公公心中惊惧不已，刚才自己和贵妃娘娘的对话他都听到了。怎么听到的？难道他是武者？陆景把玩着手中刚从罗公公房间里拿来的匕首，硬生生把匕首掰弯一个弧度，阴恻恻地说道。你说呢？罗公公吓尿了，直接给陆景跪了下来。世子殿下，您放奴才我一马，您想知道什么？奴才我知道的一定都和您说。很懂事吗？陆景笑了笑，用冰凉的刀身蹭了蹭罗公公那如同女人一样干净的脸蛋。那行，先说说为什么陈贵妃要对付我吧。这罗公公有些欲哭无泪。殿下，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陆景脸色变冷，看来不用点手段，你是不肯说真话了。别，世子殿下。罗公公又连忙给陆景磕头，痛哭流涕道。殿下，奴才我是真不知道啊，娘娘没和我说，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那要你有何用？陆景语气悠悠。罗公公脸色煞白。殿下，我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对付您的4品武者是谁，以及他什么时候对您出手。哦。陆景看向罗公公，那就说吧。世子殿下，我说了，您就能放过我吗？当然，我发誓。罗公公这才是松了口气，缓缓道。那人是锦衣卫的周祖文，身份是锦衣卫的一名总旗。3天后，他会借着调查冷宫刺客内应的问题进入冷宫，到时候他会把您当成那刺客的内应，以锦衣卫执法的名义想办法让您反抗，然后把您当场格杀。而且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他也会有其他办法，比如直接暗杀。内应。罗公公解释道。对，锦衣卫怀疑那刺杀陛下的刺客在冷宫内有内应，3天后会再次派人进入冷宫调查，到时候那位总旗就会污蔑您是那个内应。陆景闻言神色古怪，自己还真是那个内应，他们找的借口倒是没有错。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更改我的身份信息？陆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奴才我也不太清楚，娘娘似乎是在忌惮什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您死了，或者说不想让人知道武王府的世子死了。哦。陆景摸了摸下巴，倒是有些意思。那陈贵妃和陈家的联系是否频繁？或者说和陈尚书的联系是否频繁？殿下，
最近娘娘和尚书大人大概7天就互相书信一封。7天，陆景了然，这个频率已经算很频繁了。你还有什么能买命的情报吗？陆景忽然又问，手中的匕首闪着明晃晃的冷光。罗公公心头一凛，抓耳挠腮地思考了一道，才豁然说道：殿下，臣家最近似乎有大人物上门拜访，贵妃娘娘在书信中看到那大人物的信息，无比开心，总说臣家要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了。大人物？陆景皱眉，什么大人物？臣家如今的地位还不算飞黄腾达吗？这奴才不知道。还有情报吗？没了。那你走吧。罗公公见陆景信守承诺，神色大喜，多谢世子殿下，多谢世子殿下，奴才我一定帮您多多打探娘娘那边的消息，下次再给您提供情报。他又磕了几个头，转身就要出门，刚走几步就发现肩膀被人拉住了。罗公公面色僵硬地扭头问道：殿下，您不是发誓要放了奴才吗？这是做什么？陆景眯眼笑道：我是放了，不过我现在又重新把你抓了回来，这一次我不会再放了你了。罗公公神色变得惊恐，刚想大声喊叫，咔！陆景一记重重的手刀直接打到他的肩膀上，罗公公的身体瘫软了下去。陆景将其丢到床上，然后转身离开。陆景回到了冷宫，锦衣卫那边倒是有些麻烦。走在公道上，陆景想起那罗公公说的话，那名叫周祖文的锦衣卫总旗，要是把刺客内应的罪名安在自己头上，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等3天后锦衣卫的人入宫，在他把罪名安在我头上之前，直接把那周祖文杀掉。虽然杀掉那周祖文可能更加会引起锦衣卫的调查，不过也没办法了，得先保命再说。陆景如此想着，走回了自己的住所。夜，冷月当空，院子内挂着明亮的灯笼。安妙一正在院子中吃今早陆景留给他的蛋糕，桌面上还有其他糕点，都是陆景送给他的甜品，真好吃。安妙一美滋滋地吃着手中的蛋糕，粉嫩的舌头舔了舔手上的残留糖渍，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他觉得这种生活太好了，不用整天考虑怎么靠近景帝，怎么刺杀景帝，每天还有甜品和好吃的饭菜吃。真希望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不会被人打扰。只是，这只是一种奢望。他身上的枷锁注定他没办法一直平静下去。咚咚咚，门突然被人敲响。安妙一脸色一喜，是陆哥哥来了。他内心欢喜，连忙去开门。陆，开门之后看到来人，他嘴里的话卡住了。来人不是陆景，而是一个女人。她面容清丽脱俗，也是个1等1的美人。丽丽姐。安妙一看到来人，神色僵硬了一瞬，然后又变得惶恐不安起来。这是和他一起入宫为秀女，同为大前奸细的黄丽丽。黄丽丽同样没能被景帝临幸，也一同被贬到了冷宫。妙一妹妹，你这日子过得比姐姐我好太多了。黄丽丽环顾了一圈整个4合院，啧啧称奇道：自己住的是破烂的泥土房，安妙一居然能住在这么好的4合院里。她的目光落在了院子内的石桌上，还能吃这么多的甜品。丽丽姐，你怎么找到我的？安妙一有些局促不安地问道。两人按照规定，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不能碰面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自己住在这里，居然直接找上门来了。我这几天都是吃糠咽菜，今天中午刚想拿些银子让膳房的伙计给我换换伙食，刚好看到你提着一个菜盒子从膳房里出来，于是一路跟了过来。黄丽丽看向安妙一，笑盈盈道：我还奇怪你吃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还需要菜盒子去装？又回去问了膳房的伙计，才知道你平时吃的东西都是那冷宫的掌事大公公陆景给安排的。怎么，妙一妹妹，你在正宫没能爬上景帝的龙床，一来这冷宫就能攀上陆公公这棵大树了？安妙一怯生生道：丽丽姐，陆哥哥只是看我可怜，年纪又小，多照顾我一些而已。陆哥哥。黄丽丽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都喊上哥哥了啊。安妙一眼神躲闪。丽丽姐，陆公公看我像他曾经的妹妹，收我为他的干妹妹，没什么其他意思。妙一啊，什么干妹妹？我看他是想……黄丽丽捂嘴轻笑起来。安妙一脸红得发烫。丽丽姐，你别乱说。好了好了。黄丽丽摆了摆手，眼神忽然变得冷冽。他对你什么心思，我都不关心不过。你得让他给我相同的待遇，我也要住你这般的4合院。什么？安妙一连忙摇头。丽丽姐，这让我怎么开口？万一被他发现我们的身份。什么身份？黄丽丽神色淡淡。我们都被贬入冷宫了，哪里还需要担心什么身份？你就说我是你的好姐妹，让她也帮我安排好食宿。这……安妙一神色犹豫，她是真不好意思再麻烦陆景了。就算开口，陆景也不一定答应。黄丽丽又突然看向安妙一，你不会还想为大钱效力，还当那奸细吧？那也得是在正宫里
才有些许的可能。如今我们双双被贬，哪里还有可能触碰得到景帝？那我们身体里的毒怎么办？万一他们不给我们送药了？安妙一突然紧张地问道。对于大钱，他没什么感情，只是他们入宫之前被上头的人下了蛊毒，必须每隔1个月就服用一颗解毒药丸，不然毒发之后，蛊虫侵蚀身体时，他们会非常痛苦。之前在正宫里，在蛊虫发作之前，会有人定时给他们送药。如今他们被贬入冷宫，还不知道送解药的人什么时候能给他们送药呢？送药？黄丽丽神色嘲讽地看向安妙一，我的傻妹妹都被贬入冷宫了，你还想着上头能给我们送药？不出手直接干掉我们就不错了。什么？安妙一听到黄丽丽的话，内心无比的惶恐，怎么会？哼，我们被贬入冷宫，没有了利用价值，你说他们会怎么做？姐姐，那我们体内的蛊怎么办？黄丽丽摊手，吴姐，等死，等死！安妙一瞪大了眼睛，眼神里满是恐惧。有一次，他拖延着没吃解药，想看看那所谓的蛊毒是否真有那么厉害。但真当蛊毒发作之后，那刻骨铭心的疼痛，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不然呢？没有了利用价值，那就只能等死了。黄丽丽耸了耸肩，她似乎看得很淡。怎么会？安妙一呢喃自语，有些不安。她才刚刚体会到被人照顾的感觉，就要快死了。哈哈，逗你的，其实还有一个活命的机会。黄丽丽突然话锋一转，又故作神秘地说道。安妙一忙问，丽丽姐，什么方法？简单，想办法让那陆公公也做我们大钱的奸细，我们立了功，自然就能有活命的机会了。黄丽丽淡淡道。陆景可是冷宫的掌事大太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执掌整个冷宫也算有些权力，对于大钱来说，如果能收下，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棋子。不行不行，安妙一不停地摆手，陆景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能把他推进火坑里，让他也当大姐的奸细？好吧，那就等死好了。黄丽丽无所谓的摊手不够，既然都要死了，临死前我要活得开心。妙一，石柱的事情你记得让那陆公公帮我解决。丽丽姐，我别和我说做不到。黄丽丽脸色突然阴沉，做不到，那大家都别想好过。安妙一脸色瞬间煞白，这黄丽丽实力比自己还要强，她要是发起狠来，自己没办法阻挡。咚咚，就在这时，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随后陆景直接推门而入，看到了院子里的黄丽丽，陆景皱眉问道：妙一，这是谁？他耳力强大，刚才路过安妙一家门口，就听到了他屋子里的声音。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小，他听得不是很清楚，不过陆景还是听出最后那句话的语气不善。奴婢见过陆公公。黄丽丽见到陆景，还没等安妙一说话，就抢先开口，笑着给陆景行了一个礼。陆公公，奴婢是妙一妹妹在老家的好朋友，和她一起入宫当了秀女，如今同病相怜，也一起被贬入了冷宫。黄丽丽只是一个秀女，没被皇帝宠幸过，所以只能自称是奴婢，算不得主子。老家的好朋友？陆景一愣，安妙一是大钱的奸细，这女人也是安妙一的老家，岂不是说她也是大钱的奸细？这大钱的人好手段，居然能送2个秀女入宫当奸细，这要是任何一个人被景帝宠幸，都能威胁到景帝的安危。陆景有些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人送进来的？他仔细打量了一眼女人，长得倒是不错，不过那吊烧眉和3白眼长相，面相显得有些刻薄。原来是妙一的朋友。陆景淡然点头。陆公公，奴婢住的地方太过于简陋，生活不方便不说，连屋顶都破洞了，您能不能也给奴婢我安排一个和妙一妹妹一样的住所？黄丽丽说着，对着陆景抛了一个媚眼。陆景对她的示好神色平淡，直接摇头道：不行，自己把安妙一安排在身边，是想让她当自己的干妹妹。这女人找个确实也很漂亮，但是面相有些尖酸刻薄，陆景不喜欢，对她没兴趣。为什么？黄丽丽露出楚楚可怜的受伤模样。因为你没妙一妹妹漂亮。陆景说话如同一支利剑，直插黄丽丽的心脏，差点让她吐血。女人在外貌上一向不愿意被人说自己比其他人差，特别是黄丽丽这等美女。但她看了一眼安妙一，好吧，安妙一确实比自己好看，虽然她也是一个大美人，不过相比于安妙一还是有些差距。安妙一是那种清纯灵动的美，很容易让男人产生保护欲，就是心性太过于稚嫩天真，所以上头才让自己陪她一起进宫，想着能帮她一手。黄丽丽有些不死心，陆公公，那奴婢我能和妙一妹妹一起住吗？妙一一个人住很是孤单，也想和奴婢一起住，是吧，妙一？说完，黄丽丽看向安妙一，给她递过去一个威胁的眼神。安妙一怕黄丽丽真敢鱼死网破，只能点头道：陆哥哥，那就让丽丽姐和我一起住吧。妙一，你真想和她一起住？
陆景皱眉问道：“这女人在，自己就不方便和安妙一接触了。”是。安妙一声音很低。陆景挑眉，他看出了安妙一似乎不情愿，不过不敢拒绝。他看了一眼黄丽丽，那行，以后你就给妙一当侍女吧。侍女？黄丽丽脸色一僵。你不是想和妙一一起住吗？正好妙一缺一个侍女，我看你就很合适。以后妙一的衣食住行就由你来负责，要是做不好，别怪本公公无情。陆景语气冷冽，这女人刚才估计是在威胁安妙一，让安妙一给她留下。既然如此，那就让她吃些苦头。黄丽丽咬牙，只能点头。是。妙一，以后有什么杂事都给你的侍女去做吧。好。安妙一应下，偷偷看了一眼黄丽丽，心中觉得有些畅快。陆景又和安妙一交代了几句，随后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那女人估计真是和安妙一一样的大钱奸细。回到自己的住所，陆景想到了那黄丽丽，这大钱的人当真有手段，居然能把2个奸细送进后宫，在背后操盘的人地位绝对不低。如今自己就发现了2个大钱的奸细，这背后只怕人数会更多。对方能把安妙一这等拥有修为的人送进宫当秀女，手段当真厉害，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是敌是友还不清楚，反正别惹我就行。陆景摇了摇头，不再想这个事情。叮，恭喜宿主杀死罗公公，获得气运值13。第二天醒来，陆景又获得了13气运值。陆景对于这点小额的气运值已经不在意了。洗漱一番后，他前往了胡妹儿的寝宫。到了之后，才发现胡妹儿不在，听侍女红说去见太后了。又去见太后了。陆景摇了挠头，离开了太和宫。他原本想和胡妹儿说出锦衣卫要来调查刺客内应的事情，让他注意说辞。不过既然3天后那些锦衣卫的人才进宫，也不急于今天告诉他。陆景没什么事做，就又来到了安妙一的住所。刚进门就见安妙一在水井旁洗衣服，不仅在洗他自己的，还有其他人的衣服。看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是那黄丽丽昨天穿的衣服。陆哥哥，你来了。看到陆景过来，安妙一擦了擦额角的汗，笑着打招呼。陆景皱眉问道：妙一，你那侍女呢？怎么自己洗衣服？安妙一一愣，才反应过来。您是说丽丽姐？丽丽姐有其他事，我就自己洗了。她能有什么事？我让她和你一起住，就是想让她服侍你，怎么你现在还需要帮她洗衣服？陆景语气愠怒。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房间里传来声音，随后直接踏步走进安妙一的房间。房间里只见黄丽丽刚从床上爬起，正在穿衣服。床头放着一盘刚洗好的水果，地上还有被吐出的果核。呀，公公，奴婢在穿衣服，您怎么进来了？黄丽丽看到陆景，有些慌张。陆景冷声道：好啊，让你给妙一当侍女，你起得比咱家还晚不说，居然还让妙一帮你洗衣服，怎么自己想当主子，让我妹妹服侍你？黄丽丽连忙摆手道：公公，不是的，奴婢今天身体不适，就让妙一妹妹先做点事情了。呵呵，第一天你就敢如此，以后还不知道的肆无忌惮成什么样子。你这贱婢，看来得给你尝尝教训才行。陆景说着，从旁边抽起一根竹鞭，上前几步，对着黄丽丽一鞭子就打了下去。啪啪啪！啊！黄丽丽惨叫一声，连忙躲避。她是3品武者，不至于扛不住这点鞭打带来的疼痛，只是在陆景面前装样子。看来这女人也是一个武者，陆景心中了然。黄丽丽虽然在惨叫，不过神情看起来并没有太过于痛苦，躲避起来的样子显得装模作样的。想来和安妙一一样，身怀武道修为。陆景猛然加大手上的力量，啪！啊！黄丽丽惨叫出声，这下子她是真的疼了。公公，好疼，疼也得受着。别啊！啪啪啪！陆景一阵挥鞭输出，直接把黄丽丽打得惨叫连连，四处躲藏。唰！某一时刻，黄丽丽终于受不了了，她陡然抓住陆景手中的竹鞭，然后怒视陆景。她手中的巴掌陡然抬起。你这狗！哥哥，别打了！听到声音的安妙一从屋外跑进来，看到暴怒的黄丽丽，连忙过来规劝陆景，但不是担心黄丽丽，而是担心陆景。要是黄丽丽不管不顾的出手，陆景估计会死。说完，安妙一又看向黄丽丽，神情凝重道：丽丽姐，陆公公只是担心我，他是冷宫的掌事大公公，负责宫内大小杂务，自然不喜欢看到有人偷懒耍滑。他最后一句是在警告黄丽丽，陆景是掌事大公公，不能对他动手。黄丽丽闻言，这才努力平复心情，勉强露出一抹笑容。公公刚才教训的事，奴婢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好好服侍妙一妹妹。呵呵，最好如此，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偷懒。妙一心地善良，不愿意和你较真，我可不会。先不说你还能不能住在这，
再敢欺负妙医，我让你去清理宫内的茅房。陆景丢掉手中的竹鞭，语气冷冽道：刚才他也看出了黄丽丽想对他动手，他自然不怕对方，现在去把妙医的衣服洗了，其他活也都干了。是。黄丽丽有些不甘心，不过最后也只能妥协。黄丽丽走出房间后，陆景转身问妙医：以后他要是欺负你，记得和哥哥我说，我是你让他来给你当侍女的，不是来当主子的。知道了，陆哥哥。安妙医乖巧的点头。陆景看着他这番模样，叹了口气：你可别只是答应，回头又让他骑到头上，实在不行我就把他赶走。别赶，我和丽丽姐相处的挺好的。安妙医连忙摆手：黄丽丽要是被赶走，说不得做出什么事来呢。陆景狐疑的看向安妙医：妙医，他是不是在威胁你？是的话，哥哥我帮你把他解决掉，放心，不管他是什么实力，哥哥我都能帮你解决。安妙医怔了一下，没想到陆景能说出这等话来。没有，陆哥哥，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好吧，陆景只能点头。这黄丽丽如果是大钱的奸细，或许倒是可以利用一番。有什么事记得和我说。陆景嘱咐道。安妙医感动的笑了笑。好的。陆景和安妙医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看到了正在洗衣服的黄丽丽。陆景直接走过去：公公，您这是做什么？黄丽丽看陆景突然坐在一旁，强行挤出一抹笑容，问道：监工。本公公今天就看着你做完所有的活。黄丽丽脸色一僵，自己真成侍女了。陆景一直看着黄丽丽把挑水洗衣之类的活全干了，才离开了安妙医的住所。锦绣宫，太后和胡妹儿相向而坐，桌子上摆满了碗碟。此时胡妹儿脸上挂着咸淡的笑容，内心却是无比的激动开心。这是太后第2次宴请她了。不用想，都知道陆景写的诗词让太后何等的满意，不然太后不至于昨天刚将诗词呈递上去，今天就继续宴请自己。妹儿，今天的饭菜可还合你的胃口？太后指了指桌面上的一大堆山珍海味，语气亲切地问道。桌上都是珍奇美味，不过两人都没吃多少，每一样都仅仅是动了几筷子。太后娘娘，味道很不错，臣妾在冷宫吃不到这等美味佳肴，今日成了您的圣眷，才有机会吃到。胡妹儿笑容款款。那就好。太后笑着点头，她拍了拍手。很快一群宫女就走了进来，撤掉了桌上的东西。紧接着太后让人拿来了一本册子。妹儿，你昨日呈递上来的那一首《将进酒》写得极好，哀家想知道你是在心境之下写出来的这等绝世名篇。太后将手中的册子扬了扬，脸上带着探寻的目光。上次的《武陵春》以及其他几首诗词，胡妹儿说是入了冷宫后心情惆怅之下才能写出来的，这理由倒是可以。不过这一首《将进酒》传递出来的心境和意蕴何等的大气磅礴，豪迈洒脱，怎么看都不像女子能写出来的。太后倒想听听胡妹儿会怎么解释。胡妹儿神色不变，说出了早已想好的说辞。太后娘娘，臣妾被贬冷宫，前些年心情郁闷烦躁，不过久了之后也就看开了，心境变得豁达起来，于是诗词的风格也变得更加的豪迈奔放。这一首《将进酒》，臣妾几个月前就写好了，刚好您让我写这类风格的诗词，因此前几日臣妾修改一番后将其呈递给您。原来如此。太后笑了笑，没有揭穿他。你的这几首诗词都堪称传世经典，100年都难出一篇，我已经命人整理成册子传到宫外去，让天下才子一同品鉴论读。多谢娘娘。胡妹儿显得满面春风。一旦这些诗词以太后的名字传出去，绝对会引起全天下的诵读风潮，到时候自己的名字估计全天下的才子都会听闻，陛下也肯定会知道自己的才华。不过如今胡妹儿对于景帝倒是没有了以往的热忱，要是能获得太后娘娘的圣眷，即便没有陛下，她也能重归贵妃的身份。太后又突然道，到时候那些大儒和大才子肯定想和你讨论诗词之道，你可得准备好了。太后的目光悠悠，又笑着摇头道，你这等才华想必也不需要准备什么，要是讨论起诗词创作，那些所谓的大才子只怕完全不是你的对手。讨论诗词之道，胡妹儿脸色一僵，她糊弄一下，讲一些理论还行，真要让她那些大才子甚至大儒讨论诗词之道，她哪有这个水平，只怕会被当场揭穿。娘娘，我……太后摆了摆手，笑盈盈道，你还想藏拙？那可不行，之前那一首水调歌头已经流传出去，国子监的那些学士都想见见你，今天还专门让国子监的庞大学士上门求我呢。胡妹儿闻言心中惊慌失措，自己要是在天下才子面前露馅，估计得被杀头。她强装镇定，娘娘，臣妾虽然写诗写得还不错，但在理论上着实没有太大的感悟，平时写诗词讲究率性而为，
要是和才子们论道，只怕说不出太多东西。没事，太后神色淡然，理论不行，那就现场作诗，让才子们看看你的水平。胡妹儿急得额头都冒出了细细的汗水。娘娘，臣妾写诗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现场作诗只怕写不好。放心，你不需要写出前面那些千古名篇，只要写出一首好诗词，压过其他才子就可以了，想必他们也会心服口服的。太后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胡妹儿有些欲哭无泪，自己好像抱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本宫昨日已经奏请陛下，让他准许我等在御花园中召开诗词论道大会，如今已经获得允许。要不择日不如撞日，本宫直接去请那些大儒和大才子入宫吧，最多1个时辰后就可以开始了，你到时候好好表现吧。1个时辰后，胡妹儿面色大变，内心再也镇静不下来。这太快了，她压根来不及找陆景商量应对的办法。刚好前几日的诗会结束后，大多数才子和大儒都还没有离京，都在参与各种诗会。据说如今许多人都在参加在国子监举行的离水诗会，地点并不远，正好再请他们入宫一趟。胡妹儿急得浑身发热。娘娘，那臣妾先回去准备一下，等会儿再来参加诗会。胡妹儿得赶紧去找陆景，要是能把他带上，或许还有机会。太后却是摆了摆手，不用准备，等会儿直接过去就行，还有1个时辰左右的时间，何必又回冷宫一趟，如此麻烦。胡妹儿有些欲哭无泪，她好像装过头了。她鉴赏诗词的水平还行，但要是写诗没，那压根不行，没有一点水平。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太后笑盈盈地问道。胡妹儿咬牙，娘娘，臣妾能不去参加今天的诗会吗？为何？胡妹儿深吸一口气，娘娘，臣妾有罪。其实胡妹儿神色犹豫，最终还是道，娘娘，其实这些诗词其实都不是臣妾我写的，是臣妾在梦中之时看到一位仙人诵读，臣妾看到这些诗词写得极好，醒来后就把那些诗词给抄写了下来，然后呈递给您品鉴。臣妾也不是故意侵占那位仙人的著作权，只是这等事情太过于离奇，我怕您不信，这才妄称这些诗词是臣妾自己写的。胡妹儿用陆景之前交代自己的话术说道。这么一来，只要陆景不主动站出来，就没人知道所谓仙人写诗的真实性，自己就能脱身了。而且太后要想继续看到其他诗词，还得依赖自己，所以她也不怕太后会不待见自己。仙人？太后闻言表情无比的古怪，要是昨天之前这等离奇的说法，她还真有可能会相信，毕竟如此多传世佳作都出自一人之手，着实有些不太可能。但是这怎么解释昨天那册子上的字迹？难道那字迹是那所谓的仙人亲自写的？太后语气悠悠道。是这样吗？胡妹儿见太后似乎没有生气，松了口气后道，是的，娘娘，妹儿所言都是真的。哦。太后平淡点头，她摊开那本小册子放到胡妹儿面前。这么说来，你不是什么诗词奇才，而是书法大师。书法大师？胡妹儿一怔，她看向面前的册子，正是陆景给她的那一本，字迹是陆景的。当时她觉得陆景写的字真不错，笔走龙蛇，很有气势。加上时间太赶了，她就没自己抄送，而是将陆景的原本呈给了太后。陆景还是一位书法大师。看着册子上的字迹，胡妹儿还在想陆景写的真好，突然她心里咯噔一下，随后她直接冷汗直流。坏了，这不是自己写的，自己复现不出来，怪不得太后娘娘语气听起来有些不对劲，隐约有些咄咄逼人，看来是早已经识破了自己谎言。胡妹儿站起身，惶恐地朝着太后跪了下去。太后娘娘恕罪。胡米儿咽了咽口水，内心惶恐至极，自己完了。太后早已经识破了自己的谎言，知道自己是有人代笔的，自己刚才还在那里撒谎骗她，以太后的身份被人欺骗，绝对会严惩自己。想到这，胡妹儿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凉了下来。